九州第一家族少主江陵在檀木榻上猛然睁眼，他体内元婴的修为正在被血脉里蠕动的蛊虫蚕食，拜血蛊还剩12个时辰就要在自己血脉扎根了。他碾碎案几上残余的净水丹，琉璃渣子刺入掌心，这是他的第10次轮回。他在蓝星生死被反派系统选中，充当无脑反派。他有10次机会，只要有一次能苟完剧情或者击杀主角，而自身没有死亡，就可以选择留在对应的小说世界，或者带着100亿奖励和100年寿命回到蓝星生活。但之前9次他死的一次比一次惨。尼玛，网文里的主角根本不讲道理啊！武侠世界他会仙术，都市剧情他有异能，全民世界他有系统，这还是基本的。什么重生逆天，什么战神归来，什么龙王赘婿，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最让人咬牙切齿的是，他们全部是气运之子，无论自己怎么折腾，天道都能给他圆回来，并且让主角变得更强。所有结局只有一个，主角搂着漂亮妹子站在自己的尸体上，指着天说着装逼的台词。而且那9个世界里面，基本上所有的美女，所有吊炸天的机缘宝贝都是他的。别问，问就是你有取死之道。身为反派，只有死亡和被打脸才是最终的归宿。就算你跑到你一个犄角旮旯里，也会因为要呼吸口新鲜空气，撞上我们的主角，然后在美女的注视下，路人的赞叹声中将自己绳之以法。每一次他都用尽全力，可惜都是棋差一招。要不就是好不容易杀死主角，但天道施展赖皮外挂，让主角换体重生；要不就是关键时刻最不可能反水的人反水了。上一世就是如此，还是被心底的人性给害了。他眼中怒火一闪而过，让自己保持理智。这一世我不再会相信任何人了，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哪怕献祭诸天。可嗨，这一次的开局竟然比以往的都要糟糕。江陵扶着一旁的床榻，咳出一股鲜血。现在他已经中了主角萧栋的暗手，上古无解之蛊，拜血蛊。此蛊阴险无比，一旦长成完全体，可污染血脉，不断使血脉降级。唯有萧栋能制出抑制该蛊的净水丹。接下来他不得不求萧栋购买净水丹，不断的给萧栋送修行资源。此世界为血脉修仙的世界，血脉废了，修仙之路也断了。想到这里，江陵眼神逐渐阴沉下来，手指不断敲打着桌面。这还只是表象，现在可不是小说的刚开始。目前人家已经在小世界杀穿了，除了药仙老爷爷外，他身上已经有了3大逆天法宝，可以任意穿梭各个空间秘境的先天灵宝9天传送梭，绝境时候可以回到3天前的神器昆仑镜，可容纳天地万物，绝佳修炼道场的道宝混沌珠。说白了，现在万事俱备，只欠装叉了就手动消音，离谱。至于和解，先不说第一次和小说主角和解的悲惨下场，这本书中他身后的9州第一世家江家可是害死萧栋父母的直接凶手，这恩怨可是所有小说中最大的仇。这主角不得把对方一灭9族，挫骨扬灰。而且本书的主角更是心狠手辣，睚眦必报。江陵脑海中想着后面剧情，苍白的脸色多了丝潮红。现在不是纠结长远那些事的时候，目前最要紧的是解掉身上的败血蛊。9天前，袁江陵已经和萧栋交过手了，原因是他的养父刚来大世界，不懂规矩，不小心挡住江陵的去路，被袁江陵直接打成重伤，奄奄一息。结果萧栋怒火中烧，暗中出手，在江陵身上种下上古无解之毒败血蛊。而这蛊虫源头正是萧栋3金手指之一昆仑镜，内有秘境，可培养昆仑秘兽，还能在关键时刻回溯时间，不要太逆天。谁也不知道此刻的萧栋究竟是3天后回来的，还是正常时间线的。有这个在，自己绝没有翻盘机会，所以无论如何必须最快时间解决掉这个威胁，然后根据自己知道信息差提前布局，找到机会对萧栋一击毙命。今天必须解决掉昆仑镜。那昆仑镜虽然是神器，但防御极低，只要能调动起来，自己有机会一击破碎。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制造和萧栋的偶遇，激起对方的怒火，趁机击碎昆仑镜。萧栋刚刚叱咤小世界，现在才被大世界的本家找回，还没被大世界的众人注意到。前不久又得罪了自己，自己贸然拜访，恐怕收效甚微，甚至对方会提防自己。江陵环顾四周，眼神微眯，看到墙上的人画像。第3女主张婉梦，原身可是张婉梦的资深舔狗了。江陵眼中金光一闪，思路已经出现。张婉梦本书第3女主，和萧栋有婚约，但本书没有退婚的桥段，因为很快萧栋就会展现绝世天资了，
成为所有人震惊的对象。既然没有退婚，那我就制造退婚，这样的爽文才完整吗？你说呢，我们伟大的主角？江林眼神逐渐犀利起来，嘴角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做了这么久反派，一个完整的计划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他的脑海中。去，把张家小姐给我邀请过来。如果对方拒绝，你就告诉他，明天张家就别想再进一枚丹药，我只等半个时辰。说话间，江林眉宇低沉，脸上的阴狠让人望而生畏。叮，反派生存系统连接成功。江林脑海中突然响起冰冷的机械音。第10次轮回开启。小说世界，龙霸天下，修仙世界，目前整体实力处于规则束缚阶段。终极任务，存活至结局，击杀萧洞，天道无法复活。轮回开启，奖励抽奖轮盘 X1。江林舔去嘴角血渍，染血的指尖点向转盘，轮盘炸成金雾，一道粉色流光没入眉心。绝世魅体，上古禁忌邪体，可以使宿主魅力属性满级，让异性无形间爱上自己。江林满脸问号，看向脑海中的系统，让异性无形间爱上自己？你扯淡吧！爽文里那些女主能爱上自己，做梦吧！所以说，仅魅力这个鸡肋的属性满级。叮，系统未检测到该躯体有其他能力。狗系统，你在逗我？这就是你给我说的上古禁忌邪体，还天下唯一，还绝世魅体，一个技能和神通都没有。不说来个强制催眠，就来点时间暂停、爱情魅惑什么的也行啊。宿主，本躯体确实为诸天4大邪体之首的绝世魅体，在历史中该躯体极其神秘，仅出现一次就被天道直接抹杀。本次宿主随机抽出该躯体，已经引发了诸天大道最恐怖的天劫了。江林一愣，向外看了看，万里晴空。你觉得我那么好骗吗？该躯体成型于系统研发者位面，那位面已被天劫毁灭，研发人员全部毙命。什么？还有这种好事？短暂的错愕后，江林恢复理智，对系统的话他一个字都不信。要是那样，这躯体怎么还在？不应该直接毁在天劫中吗？由于系统属于数据流传送，该躯体进行了数据化，躲过了天道侦查。啊，闹了半天是你们技术不行，让数据丢失了呗。怪不得就一个魅力属性。叮，躯体数据完整无误，并未缺失，甚至经过总数据库时，该躯体自行复制了总系统数据库的全部资料。按照道理来说，该躯体具有总数据库中储存的所有诸天奖励。照你这么说，你们还被这个躯体坑得不行了？是的，该躯体极度危险，建议宿主自行毁灭。哼，我信你个鬼！江林一个白眼，也不愿意和系统扯皮了。不就不想给我一个好开局呗？找那么多理由，已经习惯了这低配系统的尿性了的嘞，也不和你们计较。日常的生存和反派截胡奖励不能给我少了。这是不会的，虽然研发者及其位面全部泯灭，但最终奖励和日常任务奖励已经数据化保存，只需宿主完成规定任务即可获得。提醒：该位面世界属于顶级位面，虽然整体实力被规则束缚，但位面之子骚动气运极其恐怖，反派生存指数极低，建议宿主抛弃反派身份，增加生存可能性。江林嘴角冷笑道：可能吗？我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成为最大的反派，干掉主角，干掉天道。不，师尊你不会死的。傻丫头，为师已经神魂俱伤，活不过7日了。不，我一定能找到涅槃丹的。傻丫头，那可是顶级仙丹，早已失传。床榻前，绝色少女哭得梨花带雨，满脸绝望。叮，触发天道姻缘，姻缘道侣。江林，谁在说话？张婉梦猛然起身，四处张望。床上的美妇人疑惑道：嗨嗨，没有人说话。可能是我幻听了。叮，本系统由天道衍生，为天命机缘，声音仅宿主能听到。叮，解锁好感度界面，提升天命道侣江林的好感，可获得相应奖励。好感度达到10、100、500、1000，即可获得。好感度越高，奖励越好。机械音再次响起，不是幻听，只有我听到。难道真是天道机缘？那恶霸江林竟然是自己的姻缘道侣，要去讨好他，获得好感度？绝不！话说自己拒绝，不会惹怒天道吧？叮，该机缘完全遵循宿主自愿原则，除保密条款，不得向外界透露任何本系统的事情，否则会立刻魂飞魄散，外无任何负面惩罚。叮，宿主任何时间都可以选择放弃该机缘，且前期获得的奖励不会消失。提示：好感度达到1万，可获得仙丹涅槃丹。目前好感度待考核判定，可进行考核测试。既然奖励涅槃丹，
我接受。张婉梦看向床上奄奄一息的师尊，毫不犹豫。师尊，我一定会救你的，哪怕嫁给江林又如何？丁，天道姻缘系统激活成功，考核开始。你真的了解你熟悉的那个他吗？那恶少还用了解？满脑子就那些男欢女爱，逼良为娼，真不知道我的天命道侣为什么会是那样的人。问题一，江林最在乎的人是谁？ A. 他本人。 B. 张婉梦宿主。 C. 江之意他一姐。 D. 黎明众生。张婉梦呆滞片刻，这还需要问？送分题啊！江林那种恶少还用想吗？他眼里肯定只有他自己啊！我选 A。 丁，回答错误，请听下一题。张婉梦微微呆滞，那个恶少最在乎的人不是他自己，难道是我？怎么可能？他追我多年，其实就是在觊觎我的美色。难道是黎明众生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贤士？不可能，太阳打西边出来都不可能，那就只有抚养他长大的义姐江之意了。他是个孝顺的人。问题二，江林平日最爱做的事是什么？ A. 吃喝嫖赌欺男霸女。 B. 游山玩水听曲喝茶。 C. 刻苦修行提升等级。 D. 乐于助人拯救众生。看到选项，张婉梦毫不犹豫直接道 A。 这题绝不会错了，他平日里就是吃喝嫖赌欺男霸女，京都子民苦江林久矣。至于其他几个，不可能，他一辈子都没怎么出过京都，怎么可能爱游山玩水刻苦修行？更拉倒吧。虽然刚刚成年就成了元婴修士，那完全是因为他的地级血脉和他义姐的丹道大师原因，好吧，这能叫刻苦修行。至于 D 选项更是放不到他身上。丁，回答错误，请听下一题。张婉梦慌了，不可能错啊，他明明就是那样的。一种不安的感觉在他心中弥漫。问题三，江林的梦想是什么？ A. 后宫佳丽3000，夜夜笙歌。 B. 三间两瓦，隐居桃源，与在乎之人长相厮守。 C. 登顶世界之巅，成就永生不死。 D. 天地大同，百姓安居乐业。 A. 张婉梦不太确定道，他已经开始怀疑自我了。丁，回答错误3次，本次考核结束。好感度0，评级下等，好感度奖励资质为最下品。评级什么意思？看到奖励资质的瞬间，张婉梦慌了。根据宿主对姻缘道侣的考核成绩发放好感度奖励的品质，如好感度达到1万，系统会奖励涅槃丹，此时根据宿主的评级发放相应涅槃丹的品质。提到涅槃丹，张婉梦更慌了，急忙道：那我现在的级别会发放什么品质的丹药？残品涅槃丹，丹药效果1%不到，极大概率涅槃失败。什么？那怎么提高评级等级？考核界面永久开放，连续答错3次题后，界面将会进入7天冷却期。那就好，那就好。看来我一直低估了那个家伙。这时门外响起下人汇报江林邀请的事。那个家伙要搞什么？少主，张家那位到了。门外他的亲信江六颤抖地禀报。江林望向铜镜，倒影中苍白病弱的贵公子勾起温柔笑意，眼底却凝着化不开的毒。让他进来。房门打开，张婉梦闻到血腥气。他看着江林披着雪貂大氅坐在檀木椅上，江林面容苍白，仿佛刚刚经历一场大病。虽然如此，但此时江林的精气神是张婉梦从未见过的。而且张婉梦细细打量后，第一次发现江林的长相竟然如此完美，宛如天地精雕细琢，没有一丝瑕疵。让江少久等了，不知江少邀请所谓何事？悦耳声响起，江林看向来人，一身洁白长袍，偏若惊鸿，倾国倾城的容颜上尽是清冷高傲。不用说，绝对是正牌女主，绝情情星张婉梦，4大家族张家的独女，顶级宗门道天宗的4道子之一，原江林跪舔多年的女神。看搭台子的人来了，江林嘴角微微一笑，故作温柔道：婉梦，这2天休息可好？看着江林虚情假意的样子，张婉梦眼中闪过一丝复杂。想到考核的3道问题，他确认眼前江林的这副面孔绝对是假的。他睁大眼睛，很想看清对方真实的面目，结果他还是败在了江林在一次次的副本中磨练出来的演技，简直无懈可击。难道是天道系统有问题？眼前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纨绔啊！看着发呆中的张婉梦，江林眉头一皱：婉梦，你这是怎么了？张婉梦急忙回过神：谢江少关心，还可以。这时江林直接进入主题：婉梦，你知道萧栋吗？张婉梦一愣，实在想不起此人后便摇摇头。萧栋，
乃是原战神肖战之子，刚从小世界回来的。我记得早些年肖战好像和伯父好像订了婚约。江林若有所指地说道。原来如此。一瞬间，张婉梦了解江林的想法。江林一直将自己视为他的痉挛，得知自己有婚约，定是不爽。等下，我就说明情况，抚平他的愤怒，肯定能增加好感度。那婚约本就是戏言，肖战死了，更不作数了。红纸黑字写着，怎么是戏言了？肖战死了，可肖栋还活着呢。我不会和肖栋成婚的。婉梦，你也不想因为一纸婚约死一条人命吧？江林神情淡然，眼中已经露出凶光。对于女主这些人，他现在是一点好感都没有。这些人能成为棋子，那就让他们活着。不配合，那不好意思，我有的是办法让你配合。听到这话，张婉梦也有点生气，但一想到江林小心眼的性格，也觉得合理起来。想到要好感度，他压下脾气道：江少，你的意思是？江林毫不客气道：上门解除婚约。这时旁边的张家长老急忙开口道：江少，万万使不得上门退婚，无异于打人脸面，不如书信解除。我同意。一道清脆的声音打断了张长老的话语。张长老一愣，连带江林也有点呆滞。刚刚江林都想好了该怎么威胁张婉梦。张家老祖的寿元，即将垮台的秦派，以及张家目前被处处针对的处境，可没想到这妮子这么上道，是自己的威胁起到了作用。不愧是男女主，还没见面就开始保护起来了。这样也好，省得自己浪费口舌。丁，好感度+1。听到脑海中的声音，张婉梦灵魂一颤，果然有用。为了涅槃丹，对不起了，师尊已经等不了太久了，我不能再拒绝江林了，这是一个不错提升好感度的机会。另一边，张长老知道已经无法改变结果，深叹一口气，无奈道：何时退婚？我和萧家提前知会一下。择日不如撞日，现在启程，婉梦觉得怎么样？看似询问，但江林态度强势，直接定死。我现在就要去毁了昆仑镜。好，张婉梦也没有犹豫，为了师尊，就委屈你萧家一下吧。20年来，我张家对你萧家可是大力支持，关键时候就牺牲一点你们的名誉，应该不过分吧？丁，好感度+2，又加好感度，不错的方向。不过每次都只加1+2，都不能多加点吗？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1万好感度啊？看来还要做些配合度大一点的。那婉梦，我们现在出发。好。张家长老一拍额头，满脸哀怨。这小姐抽哪门子的风，陪那恶少瞎闹？这样敲锣打鼓的上门退婚，无异于宣战啊！不行，我提前知会一下萧家，全是那江林逼的。萧家会客店。江林观察着四周的地形，心中已经确定好方式。想要直接出手制服萧栋，完全不可能。虽然自己是元婴期，而萧栋是金丹巅峰，高了一个等级，但在爽文里，哪个主角没有个越级反杀的手段？本剧情中，萧栋就有着好多越级反杀的能力。小世界里面，他就有过斩杀元婴的战绩，而且自己还中着对方的蛊术，那就只有使用下三滥的招数了。下毒，无论什么情况，毒是最有效的手段。无论是以下对上，还是以少对多，都无往不利。不过这个毒还不能被萧栋体内的那个药仙断天涯发现，所以能使用的那就只有一种毒了——致幻迷魂药，魂类顶级迷药。前排提醒，读心术是虚假的，绝世魅体产生的，对心声进行了一定润色。致幻迷魂药，这可是江林的压箱底宝贝，出现在200章之后的剧情，成功骗过了药仙的注意，阴了萧栋一把。虽然后续还是被翻盘了，但毒是成功了的。至于下毒的方式，当然不能是自己直接撒，最好的方式就是萧栋自己触发。想到这里，他看向张家长老：张长老，刚让你准备的解约书给我看看。江林的声音响起，张婉梦身后的张家长老突然打了个激灵：江少，这不合适。江林也不废话，和旁边的狗腿子江六使了个眼色。彪形大汉江六直接冲上去，从那老头怀里抢出那信封。张长老，一个解约书而已，江少又不会害我，接下来全程听江少安排，明白吗？张婉梦的声音响起。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张长老和江林都惊讶地看向张婉梦。客座上，江林眼中出现了意外，眼前这个高冷大小姐怎么回事？不是最烦自己吗？记忆中和冰块一样，现在怎么了？这么配合自己。此时江六把信封递过来，江林挥去脑海中的疑惑，直接打开信封，悄悄将毒撒了进去。婉梦，既然你也说听我的，等会儿你就亲自将这信递过去，没问题吧？江少是不是有点过了？江林下毒手法虽然隐蔽，
但张婉梦勤行慧眼，一眼便看到下毒过程。婉梦，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的意思是我递上解约书？江林表面平静，实际上他在纳闷张婉梦的路数。按照剧情，看到江林下毒，他绝对当面拆穿，怎么还自己小心翼翼的，生怕江林生气一样？难道说我身上有什么他害怕的东西？或者是张家老祖撑不下去了，张家那边有求于我，还是他师尊要死了，秦派要出了什么问题？没等江林细想，张婉梦仿佛做了什么决定，直接抢过信封。我给不就是个小世界回来的萧栋吗？我张家得罪得起，这样一定能加不少好感度吧。此时张婉梦的目标很明确，为了好感度，她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话音一出，江林也愣住了，他真搞不懂张婉梦的路数了。不过这么上道倒也省事。丁，好感度加7，好感度突破10点，获得第1阶段奖励，正在随机生成奖励。果然如此，一次性加了7点好感度，不错的开始。丁，获得初级奖励上古琴谱百鸟朝凤曲。丁，等级为下等，奖励更改为琴谱第1节。瞬间，张婉梦脑海中出现一股信息，什么？真是失传的百鸟朝凤曲？不，我要全部章节。感受到琴谱的真实，身为琴痴的张婉梦彻底疯了。这样的宝贝，自己竟然只得到了第1节，让她心痛不已。丁，请宿主累计好感度或提升评价等级。刹那的失控后，张婉梦很快恢复冷静。此时她彻底相信了脑海中的好感度系统。7天后，我一定要刷新等级，我一定要获得顶级的涅槃丹，去救下师尊。丁，首次获取系统奖励，额外奖励3小时体验神通读心术，仅对江林有效。什么？传说中的读心术？张婉梦惊了。要是永久的话，自己岂不是能稳稳拿捏住江林？哼，算这傻丫头识相，不枉自己舔了她那么久。思考这么久，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身上的败血谷今天必须解决。傻女人，还真以为萧栋只是个小世界回来的小人物？你已经是他案板上的肉了，等他散发出王霸之气，你还不乖乖破碎琴心，练成专属于他的专情琴心？这些心声在江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全部进入张婉梦的耳边。这是江林的心声。果然，江林根本不是纨绔，表面上一口一个婉梦叫着，实则心里一直认为自己是傻女人。他的目标竟然是解开败血谷，那玩意不是无解的吗？是萧栋下的，还是其他人？解毒的方式在萧栋身上。果然，这一切根本不是为了我。看样子，这2个人都不简单啊。不过，什么我是那萧栋案板上的肉，还要为他破碎琴心，练就专情琴心？我张婉梦是什么人？有那么轻贱？这个江林脑子里面都是什么玩意？好本来，还有利用你刷好感度的罪恶感。现在看来真没必要了，就看谁利用谁吧。想到这里，他捏了捏手中的信封，还说我傻，里面那么明显的毒，人家打开信封立马就发现了，还想让那个萧栋中毒，真不知道脑子是怎么长的。本命功法是太古毒经，下毒手法如此拙劣，真是丢人。就在这时，萧家家主萧元带着萧栋走入会客厅。萧栋颜值中上，远没有江林帅气，但一双眼睛格外出彩，沉稳有神，一看就不是凡子。他一进入大厅，便被张婉梦的容颜吸引。国色天香，倾国倾城，这就是我的未婚妻吗？他又望向一边的江林，眼中突然闪过浓浓的怒火。就是这个恶少重伤然父，逼迫张婉梦解除婚约。刚刚这个恶少还四处散播这个消息，导致萧家现在已经成了众人的笑柄。等明天败血谷成熟，有你好受的。这时萧家家主萧元迎上张家长老，听闻张兄带着婉梦来访，我这就带着栋儿前来招呼，不想中途有点事耽误了，得罪了。无妨，这次前来主要是因为当年的婚约。萧元一听，早就知道张家长老的意思，果然是退婚。他哪里舍得退婚？一旦没了婚约，就等于直接放弃张家这个大后盾，那时候张家就没义务继续帮萧家了。于是他急忙开口道：张长老，栋儿刚从小世界回来，其实他的天资实力此辈绝无对手，甚至远超于当年的萧战，有朝一日绝对能有大气候的。此时江林身后的彪形大汉直接起身，萧家老儿就这个小世界出来的煤球，也配说同辈绝无对手？你是不把我家少主放在眼里？婉梦小姐已经是我家少主钦定的了，你就乖乖签下解约书，否则明天你萧家就可以从九州世界消失了。江六说完，场面顿时冷清，气氛已经可以凝结出冰渣。
这时，江陵慢慢放下手中的茶杯。萧栋兄，不妨看看解约书，你觉得需要什么补偿，可以提。大世界的资源可远远比你待的那个小世界丰富多了。江陵的话句句傲慢，他是故意激怒这个自命不凡的萧栋，包括故意放出消息让他成为笑柄，也是这个目的。主角怎么会这么轻易接受这种打脸行为？反击一定会反击。婉梦，把解约书给萧栋兄看看。这时，张婉梦看了眼脸色通红的萧栋，心中微微有些许不忍，可一想到好感度，他咬了咬牙，将解约信递了上去。与此同时，他开口说出自己的想法：萧伯父，当年的婚约我不知情，现在因为自身原因解除婚约，无论你提什么条件，我都会尽可能补偿萧家。边上的萧栋满脸通红，心中的愤怒已经压抑不住。在他眼里，江陵和张婉梦就是狗男女，已经狼狈为奸，他堂堂七尺男儿怎会受此侮辱？只见他一个快步直接接过解约书，一把撕碎。哼，张家，这解约书我不接受。看着散入空气的微小毒素和一张张碎屑，张婉梦愣住了，满脸不可思议。不应该啊，这些年萧战死后，他张家一直都是力保萧家，这才让其有了残存的机会。不然，当年萧战的仇敌早就覆灭萧家了。萧家不是一直默许婚约失效这件事吗？更让他震惊的是，江陵算到了，他算到萧栋不会正常打开信封，而是这样暴力撕碎的。这是唯一中毒的方式，怎么可能？那纨绔怎么算到的？不是你张家退婚，而是我萧栋休弃。从今天，我萧栋与张家恩断义绝，绝不往来。萧栋挺直身形，霸道气质弥漫整个大殿。张婉梦眉头紧缩，一股耻辱油然而生。凭什么？我张家待你萧家不薄，来退婚前，我已经派人说明情况，竟然还如此羞辱人！我张家从头到尾可都是礼待萧家另一边。江陵见碎屑中的毒气被萧栋吸收，他嘴角一笑，直接出手，最强招式索命天针，漫天银针直接射向萧栋。受子而感，主位上萧元直接爆起化神期实力，想拦下那些银针。震！空中一字，萧元直接被压在椅子上，气势全无。是江陵的护道人在暗中出手了，炼虚期高手。这时，张家长老急忙抹去额头汗珠，站起身劝道：萧兄，切勿急躁，年轻人之间比试一番很正常。说完，萧元也反应过来，自己过于心急了。萧栋金丹高级时就已经斩杀元婴中期的修士了，现在他已经金丹巅峰了，不可能怕江陵那个刚入元婴的纨绔。可他们不知道，萧栋已经中了致幻迷魂药，陷入幻境中。砰！漫天毒针全部刺入萧栋经脉，还不醒来？灵魂中段天涯怒喝道。这时萧栋才猛然醒来，可他身上经脉全部被重创，更是被江陵踩在脚下。什么？萧栋输了？面对江陵毫无还手能力，现在想要激活昆仑镜都不现实了。主位上萧元满脸震惊，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场景。萧栋的实力他很清楚，竟然被那个靠丹药修行的纨绔一招击败，这着实震惊到了他。一切发生的太快，张婉梦这才反应过来，江陵就这样直接出手了，如此干净利索，这还是我认识那个一事无成的纨绔吗？萧栋，本无成婚，何来休戚？父辈一纸婚约，你就想张婉梦一生非你不可？凭什么？定下婚约时他知情吗？你尊重过他吗？这个世界不是非要围着你转才是正道。这几句话，江陵不是要做正义使者，而是要击破萧栋道心故意说的。客席上惊醒中的张婉梦听着这几话，甚是解气，这家伙倒也有几分豪气嘛。不知不觉间，他对江陵的反感少了些许，这就是同辈无敌吗？真是可笑。江陵踩着萧栋不断使用言语攻击，只要萧栋心境崩溃，新迈出的昆仑镜就会浮现迹象，他就可以直接毁了那逆天的法宝。见昆仑镜还未出现，他继续道：萧栋，我没想到你这么无耻，你和张家恩断义绝，那萧家呢？是不是还需要张家给你们提供资源，维持秘境的消耗啊？还需要张家帮你们威慑那些敌人啊？你的关系撇得很干净啊。外人看来是萧栋你有志气，有傲骨，而张家是块嘴脸，嫌贫爱富，对不起你萧家喽。主位上萧元满面怒火，吼道：够了，我萧家和张家的事与江少无关吧？江陵脚上用力一踩，毫不客气：萧老头，我给婉梦面子，从你正门进来，如果惹了我，我要你萧家第二天就从这片地方消失。我告诉你，今天是我逼迫张家解除婚约，如何？你萧家敢说个不字？你还拒绝？我给你权力拒绝了吗？
江陵脚上的戾气加重了一分，嚣张地看着主位的萧元。张婉梦猛地看向江陵，眼中微动。他究竟想干嘛？在宣扬对自己的主权吗？按照道理，这样的态度自己不应该很讨厌吗？此刻的江陵竟然有几分别样的霸道，他好像真和自己原来理解的不一样。地上，萧栋知道自己中了江陵的道，身上的毒一时半会解不开，但他依旧没有服软。江陵，嗨嗨，你卑鄙无耻，竟然下毒！是男人，我们堂堂正正比一场。我萧栋不是你想欺辱就欺辱的。看着身负重伤但依旧心神不乱的萧栋，江陵心中暗赞道：不愧是主角，这样心境就没乱吗？但江陵知道杀手锏是什么，他弯下腰，嘴角弯起一个嘲讽的弧度。欺辱？你不就想让张家再多你些补偿吗？说完，江陵抬起手，啪，清脆的一个耳光响彻整个大殿。主角要脸，那我就直接扇脸。你竟敢！萧栋眼中怒火中烧，拼命想起身反抗，可被江陵一脚又踹到地上，这都没心境失控。江陵有些吃惊，这小子真能忍。他抬手又是一巴掌，转头向张婉梦道：婉梦，我这样惩罚这小子，心里舒服点了吗？以他对张婉梦的了解，对方肯定很鄙夷自己的行为，肯定不会回复自己。他只是想通过这句话刺激萧栋，在女人面前吃瘪，你还能稳住道心，那真是老乌龟了。另一边，张婉梦从沉思中反应过来，耳边传来江陵的心声。要是张婉梦能这时候开口打击一下萧栋就好了，不过应该不现实，他怎么可能帮自己？哎，不愧是主角，心性真是顽固，看来要杀个人刺激一下了。昆仑镜我必须毁。张婉梦一怔，杀人？不行，不能闹出人命。不就是刺激萧栋吗？正好还能刷一下好感度。为了师尊和秦派的未来，就委屈一下你了。好了，江陵，我已经没事了，没必要在这种小人身上浪费时间，不就想要赔偿吗？我张家给得起。言语之间的嫌弃让江陵一愣。这傻女人脑子那根弦出问题了。萧栋从来没有提过赔偿啊，你不应该反感我仗势欺人吗？你怎么会质疑如此坚硬不屈的硬汉呢？不过算你上道。噗，我不要你们的补偿。地上的萧栋瞬间吐血，心境顿时失守。卧槽，我千言万语不及女主一句话，不愧是主角的思维，一道镜面虚影乍现，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萧栋，稳住心性，昆仑镜要显形了。江陵的目标是你的昆仑镜。段天涯在萧栋灵魂中呐喊。就是现在。江陵一直等待着这一刻，他毫不犹豫，直接聚集元婴期所有实力，一拳轰向那道虚影。砰！巨大空间震感出现。发生什么了？江陵下杀手了。江陵好像打碎一块什么空间之宝。是什么空间之宝？竟然有如此波动。大殿内，人人好奇看向场中央。叮！恭喜宿主摧毁主角3大金手指之一昆仑镜，奖励反派值1万点。叮！恭喜宿主摆脱败血谷之危，奖励元阳圣体。元阳圣体补充前身消耗的所有精力，化去丹药修行的顽疾，成就完美的元阳躯体，童男之躯，同时强化所有男性能力，百战不倒哦。身为反派，你感觉到兴奋了吗？江陵收起满是鲜血的拳头，重重呼出一口浊气。最大外挂移除，最要命的危机移出。体内一股血气不断滋养江陵的身体，让他的真气愈发精纯。江陵，你很好，1年内我必登门拜访。萧栋眼神血红，死死盯着江陵，仿佛想要用眼神杀死对方。噗，一股鲜血喷涌而出，萧栋彻底撑不住，陷入了昏迷。不愧是主角，这份心性真强啊！这算是新版的1年之约。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萧栋，江陵真想上去直接了结对方，可江陵知道有要先压阵，自己杀不死萧栋的，但这一次绝对让他不好受。江陵弯下腰，直接拽下萧栋的项链，另一大金手指9天传送缩。可惜混沌珠在萧栋丹田内，没办法取出来，不然能一举端了他3个金手指。主位上，萧元的心在滴血，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萧家未来的希望被打成这样，着实令他心疼。这个纨绔恶少下手真狠啊！早知道今天就不带萧栋出来了，还想着看看萧栋的风采能不能让张家道子回心转意呢。没想到弄错成桌，反而让萧栋吃了这么大亏。等他醒来，一定要好好劝劝他，千万别去招惹江陵这个恶霸，在没发育之前都要离得远远的。叮，好感度加5。听到好感度增加，张婉梦没有开心几分。
因为眼前的一切都是自己造成。当初的战神肖战是对张家有过大恩的，虽然这些年张家一直护着肖家，但这次却着实坑了肖战的直系后辈。就在这时，张婉梦耳边又传来江林的心声：成了，不错的开局。现在张婉梦的作用就不大了，虽然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这么配合我，但以后一定要和未来的疯批保持距离。什么？未来的疯批是什么？保持距离？江林要和自己保持距离。果然，这2年的讨好都是伪装出来。对了，他是在利用自己蒙骗世人，他根本不是纨绔，就是利用超高的演技蒙骗住自己，导致了九州数一数二的秦派情报系统完全忽视了他，从而影响了九州整个情报组织的调查重心全放在了他那个天才弟弟身上。好一招灯下黑啊！不过不好意思，江大少，好在我有天道系统识破了你，现在就想摆脱我，你恐怕没机会了。为了救师尊的涅槃丹，还有弥补我前些年被你恶心的精神损失，我不可能放过你。江少，这事已经过去了，之前你说万花亭的昙花开了，我们一起。张婉梦决定主动出击，可江林没给他机会，直接道：婉梦，我突然想起来，今天还有点事，就先走了。说完，江林扔下2枚极品灵石后，直接带着手下消失在了萧家课堂。肖战的旧部嗜血卫那群疯子在往这边赶，看着江林的背影，张婉梦脸色极其难看。真以为你飞扬跋扈的伪装彻底稳了，不需要麻痹我了。江林，别以为你逃得掉，利用我这么久也该付出点代价了。我秦派圣女要拿下的人怎么可能跑了的？回过神，张婉梦看向地上如同死鱼的萧冻，眼中闪过一丝复杂。这个少年就像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连最基本的审时度势都不懂，非要纠结一纸婚约，导致自己如此狼狈。萧家主，这次因我而起，明天我会让家族再送来一批资源以及上乘的疗伤丹药。对了，你萧家秘境不稳，我会让他们再送来一个阵盘，自此我张家与萧家两清了。萧元急忙起身，激动道：贤侄女，此言何意？亲家做不成，世交之情怎能说断就断？张婉梦冷冷看了眼地上的碎屑，轻哼一声，转头就走。完了完了！萧元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满脸颓废。今天这一场偷鸡不成蚀把米啊！乐了张家，得罪了江陵，萧冻还被打成重伤，还有不知道什么法宝被打坏了，真是亏大了。辇车上，江陵收起那枚古朴的项链，叹了口气，果然主角的东西没那么好拿，拿了自己也用不了，对方已经血炼了，除非萧冻死了，或者他自己解开血炼禁制，不然自己绝对用不了这玩意。但想要主角死，哪有那么简单啊？丁，恭喜宿主成功击败一次天道之子，与其仇恨值99 SSS 级，奖励万玉奇毒核。万玉奇毒核，上古时期第一春毒之源，可散发无色无味无解的气味，唯有黑黑黑才能解毒，反派出门必备，您的贴身搭档。我去你的，给主角送福利用的吧。虽然原剧情中萧冻后宫无数，到最后因为完美神体的原因也没开婚，但要是反派要创造这种机会，谁能保证他能恪守本心？所以这毒就是来捣乱的，更好让他和女主们交流感情吧。不过江陵刚好修炼的是太古毒经，可以用这毒核把真气品质提升到地级，这是一个血脉修仙的大事件。修士以血脉为基础，勾连天地灵气，成就无上大道。血脉品质越好，修士体内的血脉真气的品质上限也就越高。血脉品质分为零级血脉，从下等下品到上等极品，共12个品质，整个世界99%，999%的人都是这类品质血脉。再往上就是极其稀有的地级血脉、神级血脉以及传说中的禁忌血脉。江陵就是极其稀有的下品地级血脉太微子毒蛇，它的真气品质的上限乃是极其恐怖的下品地级。他通过修习太古毒经，吸收毒源就可以不断提升真气品质。他现在是上等极品的0级真气，只要吸收了这个万玉奇毒核，他的真气品质直接就是下品地级了，就可以追平现在的主角萧冻了。不过那货的血脉是上品神级五爪真龙，修习的是道法包罗万象功，虽然现在真气品质是下品地级，但还可以通过学习其他功法将真气品质提升到上品神级。没法比啊，真没法比。不过咱也有个不争气的金手指，反派生存系统。反派生存系统共有2个板块，一是反派任务，截胡主角机缘获得相应奖励；二是生存奖励，每生存1天就会奖励相关修行资源。江陵收回心思，直接调出系统界面，姓名江陵，反派值10010，可用于兑换商城丹药道具，生存第7天解锁商城，以获得奖励。
绝世魅体，元阳圣体，与前者不冲突，万玉其独合。核心任务：一、杀死主角萧栋；二、生存至故事结局。提醒：宿主毁灭大道神器已经被该位面天道注意，接下来您每截胡主角的女人或关键物品，主角会直接提升实力等级。系统，你玩我！这次都不装了，直接明说自己抢了主角东西，就给主角提修为。自己是不是抢上10几个东西，主角直接满级乱杀呗？不就是限制自己截胡主角的宝贝呗？前面还想骗我放弃反派身份，做梦吧！这个剧本哪怕输，我也要当个坏人输。再相信爽文里的人性，我江林就真的无药可救了。这次我的目标就是成为最大的反派，对手是谁都不好使。天道气运，我又不是没正面刚过。下一步韬光养晦，强大自身，先度过最危险的前10天，开启反派商店再说。接下来等着合适时机一击做掉萧栋。话说这本书里的后宫团有点恐怖啊，没有一个是善茬，要万分小心。萧府后山，萧栋坐在寒潭旁，运气疗伤。真龙血脉果然是顶级血脉，短短半天时间，配合着几枚丹药，他的伤势已经完全恢复。段天涯声音响起：小子，这次你可是吃了大亏了，昆仑镜毁了，传送梭丢了，还受到如此侮辱。你在小世界太顺利，正好利用这次失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吧。萧栋双目赤红，咬牙道：传送梭我已经血炼了，他不可能解开，很快我就会夺回来。我没想到他竟然发现了昆仑镜的存在，还有我想知道我怎么中毒的。段天涯沉吟片刻，回道：看样子你种下的败血蛊被对方发现了，而且他的血脉是太微子毒蛇，是上古昆仑血脉，自然能发现昆仑镜虚影。至于中毒，我想过了，是藏在张婉梦给你的信封之中，噬魂类毒素我察觉不到。萧栋眼中迸发出浓浓的仇恨。张婉梦和江陵这对狗男女合起伙来坑我，那个江陵恐怕已经知道我的底细，这次就是冲着我的昆仑镜和9天传送梭来的。段天涯道：目前是这样，江家的能人异士还真不少，连这个都推算出来了。你还是先提升修为吧，这里可不是小世界，你现在的修为和处境在大世界很危险，接下来江陵绝不会放过你的。赶紧收集功法吧，把真气品质就能突破到神级再说。我记得皇家秘境万花亭里藏着百花争鸣图，图内就有天级功法，龙家那丫头不是要炼制百香丹吗？你就选在万花亭炼制。好。随后他看向江家方向：江林，你等着，10日后你不是要成为道子吗？我会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1年内我一定会让你跪在我的脚下求饶。独居别院中，江林正在回忆故事剧情，思考着接下来的行动。突然一道黑影袭来：谁？要你命的人！声音冷冽，宛如来自数9的寒风。没等江林反应过来，他便消失在房间里。下一刻他便出现在一个密闭的流光空间中，手脚瞬间被虚空中出现铁链锁死。元婴初期的实力竟然一点也发挥不出来。我去，对方最少是元婴期巅峰。完了，老子就这么没了。操，这个副本还是人玩的吗？我堂堂第一世家少主，在京都被绑了，这世界是不是设计的有大病？江林心中不断怒骂，但脑海中还是在不停分析眼前局势。本命求救令牌的没动，院内第6境界炼虚期的护道者也没有反应，那就说明对方不是使用阵法符箓，而且对方实力也不可能超过炼虚期，不然京都阵法绝对会直接禁锢对方。能有这种操作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空间系血脉的特殊能力7星空间，那只有一个人了，萧栋的青梅竹马，尹氏大家族上官家的绝代天骄，身负7星地湖血脉的上官夭夭，这里是他的本命神通7星空间中。糟了，这回彻底糟了，这娘们可是为了萧栋杀人不眨眼的魔女，自己这回怕是凶多吉少了。只见空间内虚雾淡化，一个绝美脱俗的身影出现，仅仅一眼，江林就差点彻底沦陷。天生媚骨，妖而不艳，仿佛就是天地间最完美的艺术品，让人忍不住去占有，去疼爱。没错了，绝世妖女上官夭夭。妹妹的，我又没下死手，你来这一出至于吗？江林脑海中飞速旋转，直接认命，不死也重伤，那样更会步步落后萧栋。他不甘心，可现在修为被禁锢，还处在对方的本命空间中，好像真没有翻盘的机会了。不对，系统还奖励了一个万玉奇毒核，那可是上古第一春毒，中招者手软无力，
术法肯定不攻自破。对方来这里的目的，肯定还为了帮萧栋夺回3大金手指的9天传送梭。只要将这2个东西放一块，就有机会让其上钩。想到这里，一个成型的方案慢慢在江林脑海浮现。是你先出手的，我算计你，也是情理之中吧。江林悄悄把系统的奖励和9天传送梭放在一起。小丫头，和我斗？你还嫩了点。这时，上官夭夭冷冷盯着江林，叫你四处贬低萧栋哥哥，叫你用毒暗伤萧栋哥哥，叫你上门退婚，折辱萧栋哥哥，叫你拿了萧栋哥哥的项链，现在我就让你尝尝苦头。江林，你作恶多端，现在我要替天行道。上官夭夭恶狠狠说道，仿佛下一刻就要动手。别说的那么大义凛然，你是为萧栋而来的。心中已经有计划的江林也不再慌张，平静道，我知道你是谁，上官家，上官夭夭。上官夭夭一愣，惊讶万分，他怎么知道我的？你知道对我动手的下场吗？你可以不在乎上官家的死活，那萧栋呢？江林过于平静，让上官夭夭有些不安。你什么意思啊？江林继续平静道，我一死，江家震怒，你觉得身为事件起因的萧栋能再活着走出九州事件吗？江林内心知道肯定能，而且还会越来越强。但上官夭夭不知道，他知道的是江家九州世界第一家族，皇权都要让其3分的存在。要想对付一个原因不到的修士，太简单了。他有点慌了，但依旧嘴硬道，你放心，你死在这里不会有人会发现的。江林摇摇头，胸有成竹道，其实你把我抓来的时候，我已经留下记号了。你想知道记号是什么吗？看着自信满满的江林，上官夭夭慌了。神？什么？看着6神无主的上官夭夭，江林知道自己已经在心里占据了上风。我告诉你，记号是萧栋2字。上官夭夭直接闪现到江林身前，质疑道，不可能，你根本反应不过来，你可以赌一下。江林微微一笑，宛如黑暗中的毒蛇。上官夭夭怒道，你混账，分明是我绑的你，为什么要牵连萧栋哥哥？江林晃了晃手上的铁链，转而问道，你还想杀我吗？上官夭夭不敢赌了，万一等下江家发现江林不见，直接去找萧栋哥哥就惨了。江林，算你狠，把你白天拿到的项链给我，这事就算了，如果你不交出来，我一定杀了你。我不信你会不怕死，愿意和萧栋哥哥1换1。江林嘴角一翘，上钩了吗？就怕你不提那个项链。这一局我赚定了，不就一个项链吗？在我右袖口里面，你稍稍给我松一下铁链，我动用一丝真气解开袖口乾坤术。想动用真气求救？没门，不需要，我有术法可以破开。上官夭夭眉毛一扬，仿佛吃准了江林。他手指一叠，一道破印打开江林的袖口乾坤，瞬间掉出来2件物品，一个是项链，另一个是精美的盒子。上官夭夭收起项链，好奇地拿起盒子。这时江林仿佛受了什么刺激，激动道，别动我的上古奇才，那是我的上古奇才，就当你欺负萧栋哥哥的利息吧。上官夭夭嘴角上扬，眼神露出一丝狡黠，大姐千万别开那个盒子，那里面是包含欲望的剧毒。看着江林着急的模样，上官夭夭忍不住得意起来，叫你嚣张，叫你欺负萧栋哥哥，我可是地湖血脉，欲望毒药对我来说基本啥用没有，而且这里又是我的本命空间，可以自动净化躯体。我害怕你什么奇毒？你就是害怕我知道这是上古奇才被我抢走吧？就让我看看是什么宝贝。大上官夭夭纤细的手指弹开装有万玉器毒丹的盒子。不要啊！江林故作慌道，好美的金盒啊，恐怕是神兽级别的兽盒吧。看到这一幕，江林心想稳了，小丫头和我斗你还嫩了点，大姐你赶紧把我放了，你去找自己相好的，快点啊，再晚就来不及了。表面上江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疯狂扯动着铁链，演戏就要演全套，不到最后一刻他不会暴露自己的本意。你老实点，再乱动我就把你腿打断。上官夭夭恶狠狠地看了江林一眼，然后继续欣赏起万玉器毒盒。我没开玩笑，那是上古第一春毒啊，你快点放了吧。江林屏住呼吸，用着腹腔声嘶力竭。上官夭夭嘴角一撇，仰起头，满不在乎道，说的那么玄乎，还上古第一春毒，我有中招吗？你就在那糊弄人吧。看着上官夭夭清明的眼神和周围并没有散去的七星空间，江林心中出现了不安，难道奇毒对他没用？又过了一会儿，上官夭夭依旧清醒，术法也没出现问题。江林心里不由得凉了一半，不愧是地湖血脉，再加上顶级媚术，竟然能无视上古第一春毒。本来还想趁他中招把他绑了，
威胁萧栋解开9天传送缩的血迹。看来是自己失算了。江林也不纠结，继续演戏道：“上官夭夭，你把万玉旗毒核还我，不然我不会放过萧栋的。”听到万玉旗毒核几个字，上官夭夭一愣。万玉毒核，那不是家族中无上仙法天魅功的元核吗？一直以来都是因为没有这毒核，从未有人练成过仙法。现在真是天助我也！上官夭夭眼中金光四射，兴奋至极，想也没想，直接亲了口五彩斑斓的金核，看得江林心惊肉跳。这大姐真干啊！见上官夭夭不仅没有丝毫中毒腿软现象，气势反而更加精神了。江林知道这次自己是肉包子打狗了。江林，这金核是我的了，我有大用。江林立马道：“不可能，这是我的东西。你看看局势，你有讨价还价的权利吗？马上我的护道者就会发现我失踪了，你跑不掉的，那时候上官家都保不了你。”江林威胁道，试图把毒核追回来。那可是能将自己真气提升到地级品质的宝贝。上官夭夭看着不肯放手的江林，一咬牙直接吞下那枚金核。这样即使江家找来也拿我没办法了，你们也不至于为了一枚金核和上官家结死仇吧？现在你还拿我有什么办法？可话还没说完，上官夭夭眼神迷离起来，开始胡乱扯着衣服。他还是低估了上古第一春毒，敢直接吞下的，千古来他是第一人。天魅功也是靠特殊方式引入体内。怎么突然这么热？下一刻他神智突然一滞，开始不受控制。卧槽，还是你莽！江林看着上官夭夭中招，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因为对方并没有手脚发软失去力量，反而实力节节攀升，现在已经突破元婴，成为化神期高手了。喂喂，大姐你别吓我，刚刚好着呢。江林疯狂扯起来禁锢铁链。别过来，有话好好说，你可以去找你相好的。喂，你别这样啊！不要这样，你放了我好不好？江林声音已经有些着急了。事情不是这样的，如果自己能控制住对方，占便宜就占便宜吧。可现在自己被绑着，等他醒来还不得直接把自己千刀万剐了？什么是他们主动的？我只能说别和男女主讲道理，他们只站到自己的立场思考，很快场面就彻底失控了。1天1夜后，我要杀了你！泪水滑落，上官夭夭一把长剑抵在江林脖颈。不愧是女主思维，江林闭上眼，努力恢复着体力。你知道这1天1夜他是怎么过去的吗？对方还有真气补充体力，他又动用不了真气，只能硬扛。好在他刚刚获得元阳圣体，本钱足够，底子扎实。哼，我的9品元阳元阴凝不成，死就死吧，我的道图是废了。江林面露凶光，仍在演戏，以退为进，攻心之策。不到最后生死，他不会就此妥协的。上官夭夭手腕一颤，什么？他要凝结9品元阳元阴？他不是从小就玩弄各种女人吗？早就不是童男之身啊，怎么可能凝结那种至阳元阴？可他突然感到体内出现一股股浓重的阳气，滋养他的体魄，实力直接来到了化神中期。我竟然接连突破了这么浓厚的阳气，他真是童男之身，而且这是元阳圣体的滋补。不可能，不可！你放心，我死了，萧栋也活不了。现在我失踪1天1夜，江家恐怕已经把萧栋拿下，严刑拷打了。一提到萧栋，上官夭夭彻底慌了，手中的剑开始颤抖。江林一看有戏，继续攻心道：杀了我啊，回我道图，还要再辱我尊严。我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我说了不让你打开盒子，你偏不听，你还直接吞了，让你去找你相好的，你为什么偏偏缠着我？贱女人，你倒是刺进来啊！我要让萧栋和上官家都给我陪葬。一句句刺耳的心声让上官夭夭再也忍不住了。啪嗒，手里的长剑直接滑落，上官夭夭满脸泪雨，道心直接逆行，嘴角出现血渍，直接昏迷过去。攻心成功，只见四周空间摇摇欲坠，下一刻竟然直接崩溃。二人出现江林的独居别院中，原来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别院，怪不得江家没找自己。砰！江林重重摔在地上，体内的静止也完全消失。突然他体内涌现一股澎湃的纯阴真元，直接让他提升了2个小等级。元婴后期，他的元婴虚影渐渐凝结成型，马上就要大圆满了。这个世界太魔幻了，刚来1天就被第一女主强行盯。恭喜宿主截胡第一女主，小反派你太逆天了，根本想象不到你是怎么赶的。宿主获得奖励，反派值1万点，神级天赋瞬悟。神级天赋
让宿主瞬间具有逆天悟性，所有功法和武技只需看一眼便可自动领悟，彻底掌握。亲爱的小反派，拥有这项天赋，你有成为更大反派的资本了。丁，顺悟天赋触发，前期所学的所有功法武技、太古毒经、灵蛇身法、索命天真全部顺悟，掌握程度全部成为无上宗师级顶级。丁，恭喜宿主与第一女主产生羁绊，解锁反派斩运任务，接下来每斩断主角一次桃花运，血脉品质提升1级，进度0、10。斩断桃花的方式：一、将桃花身上的气运夺走，使用特殊气运功法或器具，也可触发相关事件。2、布局破坏，让桃花运变成主角的杀劫。备注：在获得奖励前，桃花不得死亡，否则将视为失败。提醒：本次截胡成功，天道进行补偿，主角萧栋修为提升至元婴期。感受着无比灵敏的思维和脑海中丰富的武学知识以及功法秘籍，江林彻底呆了。这太逆天了，这就是神级天赋的恐怖吗？仙法太古毒经竟然直接掌控了，那可是千年怪物都不一定能掌握的仙法啊！还有那变态的斩运任务，斩断主角桃花运，提升血脉品质。说出去，整个大世界都会震动。斩断10次主角的桃花运，自己直接成为禁忌血脉，而且自己已经知道哪些人是女主了，只需要夺走他们身上的桃花气运，亦或者以他们布局，将他们变成萧栋的杀劫，都可以完成任务。虽然不知道怎么夺走气运，但自己可以先洗脑分化，将其变成烂桃花。虽然他们肯定不配合，自己完全可以使用各种手段逼迫那些女人就范。如果自己真能成为禁忌血脉，在仙陨之战中100%能杀死萧栋，那时候天道来了都没用。这任务无疑给他指明一条生路。截胡大女主那边的萧栋实力应该已经突破元婴了，现在看来自己是稳赚不赔的，毕竟顺悟这个天赋就已经回本了。但要连续斩掉10个桃花，那蝴蝶效应直接让自己熟知剧情的优势荡然无存。但越往后拖，萧栋提升的等级越强，越得不偿失。唉，世间哪有两全法？先把血脉提升到神级再说吧。低下头看着地上昏迷的上官夭夭，江林笑了。虽然过程出来点问题，你还是落到我的手中，那9天传送梭看来也属于我了。下一刻，江林直接放出一丝本命毒元，涌入上官夭夭体内。有了这个，你别想再跳出我的手掌心了。江六，你死哪去了？咚咚咚，急促的脚步声跑了上竹楼。少主，您这次竟然能单独待了1天1夜，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按往常让您修行3个钟头，您都恨不得把家拆了，这次真不像您能干出来的事。原来少主整了个这么漂亮的小妞，怪不得1天1夜不出门。少爷您本事真大，真有眼光。看着满脸堆笑的江六，江林一肚子闷气。就你会开玩笑，就你会说话，就你会夸人。那萧栋现在在干嘛？江林还没说完，江六就接话道：少主，你还是在烦萧栋的是吧？他们家的秘境已经崩了，有张家给的阵盘也没用了，看样子还是按剧情走的。后面萧栋孤身前往黑原森林，寻找到秘境之时，还获得了宠物冰火战蛟。秘境崩溃，你没参与吧？哪能？那就好，那就哪能不参与啊？就是我暗中授意袁家的人，稍稍动了点手段，没想到秘境就直接崩了。江六眉飞色舞道：少主，我给您说，这1天萧家上下和死了人一样，那叫摔的。江林一拍脑门：太愚蠢了，知不知道身为一个反派，想要活到最后，就要在该苟住的时候苟住，不出手就装死，躲在反派大军里面，让其他人去给主角送经验包去，一出手就必须咬下主角最关键的肉，就像江林前面退婚现场一样，出手就把萧栋的昆仑镜干废，否则那就是去自敌的。就像江六做的事，你不去弄坏他家的秘境，他就不会去黑原森林，就不会获得冰火战蛟，这妥妥的就是白送。少主您放心，那个萧栋我不会就这么放过他的。敢和少主您抢女人，是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10几年了还没见过有人敢惦记少主您的东西。极品灵石我也会帮少主要回来的，让他们翻倍还。江六每说一句，江林脸就沉下去1分，这句都是去送经验包的。江林帝抬起头看着虎背熊腰的江六，咬牙切齿道：你这是干啥？报复萧栋啊？知不知道我为啥给他留几枚极品灵石？江六茫然的摇摇头：不知道。狗急了还跳墙呢，那玩意是个妖孽，你是没调查过他在西南小世界都干了啥？切，不就是个小世界吗？里面都是些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有啥神奇的？江六继续道：少主，我都想好，最少有上百种办法能整死那个萧栋。没错，
上百种。妈的，是上百种作死方法吧？江林按捺住暴躁，苦口婆心道：“我们都是文明人，身为贵族，身为江家未来的接班人，不就是几枚极品零食吗？我们是有风度的，有度量的。”江六挠挠头，有点呆。江少，您平时不都是小肚鸡肠，狎自必报吗？您不是老给我们说，别人让您丢1粒米，您要对方倾家荡产吗？江林咬牙道：“我现在要气度了，以后你们没我的命令，你们谁也不允许找萧栋的麻烦，否则老子要谁的命？”看少主发飙，江六只能连连点头。江林平复下心情，感受到上官夭夭的苏醒，他心中一定，脑中的计划该实施了。先借助上官夭夭解开血迹，获得9天传送梭，再通过上官夭夭利用上官家前往4方秘境夺取仙陨之地的核心名额。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分化男女主，然后关键时刻借助上官夭夭让萧栋破防，最后再给他致命一击。江林走到床前，取下上官夭夭的耳钉，转过头递给江六，把这耳钉给萧栋送去，说只要他把对项链的血链解除，他就能见到该耳钉的主人了。与此同时，他又给江六秘密传声，3天后再送过去。对付天命加身的主角，攻心是最上策。另一边，江六眼中一亮，佩服道：“江少，这是萧栋的女人，还是您有手段？怪不得您说不让我们对付萧栋，原来您老人家早有对策。有了这女人，那萧栋还不乖乖趴在地上给少主您磕头认错？少主，您放心，我会按照您的指示立即给萧栋送过去，赶紧送过去。”江林挥了挥手，不耐烦道：“对了，先给老子先上一桌酒菜，饿死老子了。”好的，少主。说完，江六一溜烟消失不见。江林看了看床上装睡的上官夭夭，嘴角露出玩味的笑容。一场大局，他慢慢布下。上官家可是个大家族，如果能利用好，后面的路就容易多了。阁下来我江家这么久，还不现身吗？说完，江林身形一正，望向窗外。不愧是当代江家少主，竟然能发现我。说完，上官夭夭的护道者出现在房内。下一刻，江林的护道者也同时出现。你不用想着救他，我已经给他下了我的本命之毒，除非我自己解开，否则天王老子来了都没用。江少，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次我家小姐太冒失了，老身向江少赔罪。江林嘴角一冷，一句赔罪就完事了。江少可以提任何补偿，只要您能放过我家小姐。江林摇摇头，既然是因萧栋而起，那就由萧栋解决吧，我不会动你家小姐一根手指，你就在旁边保护着她吧。那就谢过江少了。江林不耐烦地挥挥手，让二人消失在屋内。床上，上官夭夭内心凄凉，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已经是不洁之人，配不上萧栋哥哥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尸身江林让他已经心生死志。丁，触发天道姻缘，姻缘道侣。江林。突然，一道机械音响起，什么声音？来自我的脑海深处。丁，本系统由天道衍生，为宿主专属的天命机缘，声音仅宿主能听到。丁，解锁好感度界面，提升天命道侣的好感，可获得相应奖励。好感度达到10、100、500、1000，即可获得，好感度越高，奖励越好。机械音再次响起，不是幻听，难道真是天道机缘？那恶霸江林竟然是自己的姻缘道侣，要去讨好他，获得好感度？做梦吧！丁，该机缘完全遵循宿主自愿原则，除保密条款，本系统不得向外界透露，否则立刻魂飞魄散，外无任何负面惩罚。丁，宿主任何时间都可以选择放弃该机缘，且前期获得的奖励不会消失。以上条款均受到天道约束，请宿主放心。提示：好感度达到1000，可获得处子丹，恢复处子之身；好感度达到10000，可获得纯阴真元，恢复完璧之身。目前好感度未解锁，与道侣关系为仇恨，无法解锁。上官夭夭愣住了，能恢复完璧之身，甚至连纯阴真元都能恢复。很快，一个想法浮现他的脑海，不如先假装屈身于他，凑齐好感度，只要恢复完璧之身，直接杀了他，就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那时萧栋哥哥也不会知道，一切就成了一场梦。怎么解锁好感度？请宿主与其道侣缓和关系，化去仇恨之源，解锁考核界面。江林，你不用让萧栋来救我了，既然和你发生了关系，我就是你的人了，我不会再去找萧栋了。你是纯阳之体，我是纯阴之体，你没有吃太多亏。虽然9品元阳元婴没机会了，但我上官家可以为你提供成就上古九幽蟒毒鹰的方法，那可是排名第3的元婴，和你的血脉也完美契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妮子认命了。下一刻，上官夭夭褪去伪装神技，
露出更加惊艳的容貌。如果说原来是天地最完美的艺术品，而此刻那就是以玉为骨，以月为神，星眸一瞥，天地失色，真正的绝色天仙。不愧是第一大女主，七星神湖血脉之主，此等清静。江陵也愣住，有些呆滞地看着床上的上官夭夭，这是她本来的面目，不是在第6卷才解开伪装，让萧栋看到吗？七星神湖血脉者，可是见其真言就当托付终身，难道他真的打算当自己的人？江陵准备了一堆威胁的套路，准备逼迫上官夭夭就范，可还没开口，上官夭夭反将一军。什么玩意？这个全书第一女主竟然直接选择臣服了，要成为自己的人。你上官夭夭这么在乎名节吗？不过很快江陵便恢复了冷静，要是前几次江陵肯定激动得不得了，对其百依百顺，但经历过太多次背叛，他知道这些女主根本就是养不熟的狼，她们只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旦自己和主角发生战斗，她们便会立刻倒戈。上官夭夭接近自己恐怕也没有那么简单，可能是想保护萧栋，害怕自己对其出手吧，顺便还能保住萧栋的9天传送梭。哼，你可不值一个传送梭。江陵脑袋一转，不过既然你主动了，那不好好利用一下，都对不起这天赐的机会。上官姑娘既然有此心意，不如让我看看你的诚意。你想怎么做？你先把那条项链还给我吧。那不是你的。哦，你不是说和萧栋无关了吗？看着江陵满脸玩味的表情，在试探我。上官一咬牙，直接取出空间中的项链递给江陵，就在你那里放一段时间，后面我会从你的尸体上取回来的。丁，仇恨值降低，缓解关系了。好的，离你的死期更进一步了。上官夭夭在心里不断给自己打气。江陵诧异地接过项链，这么简单，这么听话，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好像是萧栋的父亲给他的遗物。他没和你说过具体功效吗？一个项链，缅怀故人罢了，还能有什么用？江陵笑着摇摇头，这可是先天至宝，9天传送梭可以无视一切空间秘境的禁制。什么？神话中的宝贝？看来他并没有告诉你，你和他关系也并非那么好啊。知道江陵在分化他和萧栋的关系，可他心底还是涌现一股失落。确实，萧栋从来没有和他说过，不过萧栋哥哥没说，一定有他自己的道理。这至宝，萧栋哥哥肯定血炼过，不能让江陵利用我解除这血炼。总之，绝不能让这至宝落到这恶人手中。看样子是我之前自作多情了，他竟然没和我说过。表面上，上官夭夭装扮出楚楚可怜的模样，仿佛自己被伤透了心。江陵很配合地露出色眯眯的表情，手指勾起他的下巴。美女，他没眼光，不重视你，我来重视你。既然你已经是我的人了，刚好配合我演一场戏，就假装你被我绑架了，然后让萧栋解开上面的血链，怎么样？上官夭夭故作哀伤，他没那么爱我，这等宝贝怎么可能为我解开血链？江陵摇摇头，邪魅地笑道：不试试怎么知道？你不会是不愿意吧？这个江陵真难缠，现在不能饿了他，就配合他完成这次。等我好感度满足条件了，他对我足够信任了，我会直接杀死他，帮萧栋哥哥取回至宝。我愿意，我说过我是你的人了，和萧栋没关系了。而且正如你所说，他根本没把我当知心人，这等宝物从来没和我说过。说吧，需要我怎么配合？这回轮到江陵懵逼了，这丫头真不像在卧底啊，这么听话。难道真像网上说的，女人永远忘不了第一个男人？丁，仇恨值持续下降。丁，道侣仇恨值消失，解锁天道姻缘系统，完成评级考核，额外获得初级奖励功法领悟卡。丁，请问宿主是否开启评级考核？说明评级考核影响好感度奖励资质，考核成绩越高，奖励愈加丰厚，请宿主认真对待。开启，考核开始。请问你真的了解江陵吗？问题一，江陵最在乎的人是谁？选 A， 他自己。丁，回答错误，请听下一题。问题二，江陵平日最爱做的事是什么？选 A， 吃喝嫖赌，欺男霸女。丁，回答错误，请听下一题。问题三，江陵的梦想是什么？ A， 后宫佳丽3000，夜夜笙歌。我就不信还不对。丁，回答错误3次，本次考核结束。好感度0，评级下等，好感度奖励资质为最下品。提醒，根据宿主对姻缘道侣的考核成绩发放好感度奖励的品质，如好感度达到1万，系统会奖励纯阴真元，此时根据宿主的评级发放相应纯阴真元的品质，此时的等级对应的品质可能与宿主无法适配。看到这句提醒，上官夭夭咬了咬牙，
看来还要多掌握点江陵的信息啊，不然就算好感度到了，也恐怕自己得到不了合适的奖励。考核完成，奖励功法领悟卡。功法领悟卡使用成功，仙法天魅功进入第1层。脑海中突然出现一阵明悟，原本晦涩难懂、一窍不通的仙法天魅功突然简单易懂，直接入门突破到第1层。果然是天道机缘，这好感度系统是真的。上官夭夭对天道机缘最后一丝怀疑烟消云散。另一边，江陵也没纠结，直接道：现在还没有你要做的，我已经把你的耳钉给萧冻送去了，就看他在不在乎你了。希望他能念及小世界的情分，解开血链，如果没有用，就需要你配合我演场戏。听着江陵宛如恶魔的低语，上官夭夭低下头，内心默念道：萧冻哥哥，我一定会帮你夺回至宝的。在他心里，萧冻一定会第一时间解开血链的。可他不知道，江陵让江六3天后再把消息传过去，故事的一切都在往未知的方向进行。第11章青灵丹仙江之意。江陵房中，江六已经备好酒菜，来，你也累一天了，吃点饭补充下体力吧。上官夭夭颤颤巍巍从床上站起来，走到饭桌前，在江陵旁边坐下。你毁了我的元阳圣体，误了我的道途，既然你选择做我的人，还准备提供上古九幽蟒毒鹰的方法和材料，那这件事我们就一笔勾销。接下来你可要乖乖的哦，我这个人眼中可容不得一粒沙子。江陵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举起酒杯碰了下上官夭夭身前的茶杯。我明白了，我是你的人，我一定乖乖听话。说完，上官夭夭眼神通红，端起茶杯一饮而尽。丁，好感度+2。他现在都没搞懂，江陵怎么会是元阳之体？为什么会是？上官家的情报网中，他10岁就已经投广青楼之地，这些年里他欺男霸女的行为数不胜数，怎么可能会是元阳之身呢？还有，他并没消息中那么愚蠢，而且他的心思极其老练，他根本没有留下求救记号，却把自己骗得团团转。以及那连错3道的考核题目，这个男人现在就是一团谜。我输得不冤，是我自大了。另一边，江陵看着听话的上官夭夭，也不再多想。自从得了顺物天赋，上古毒经已经被自己彻底掌握，毒道已经到了无上大宗师地步，世间很少有人能解开自己的毒，而上官夭夭已经中了自己的本命之毒，就是自己棋盘上的棋子。这一次他可不会再有任何妇人之仁，关键时刻他会毫不犹豫地送这个绝色女人去死。酒过3巡，江六敲门而入。少主，知意娘娘那边来信，让你前往万花亭商谈您过几天晋升道子的事。萧家后山，一股金黄光芒直冲天际，萧冻突破至元婴期。天空中祥云绵绵，百里异象，是萧冻突破了，知耻而后勇，不愧是我萧家少主，竟然还勾连了天地异象，真是妖孽啊！快看，那元婴之影好像是元阳元婴，真是爱，就是不知道元婴圆满之时能成就几品，以萧冻天资最少也会是6品吧。萧冻收起气势，猛然睁开眼，好小子，这么快就领悟到元婴奥妙，明出虚影了。看样子前面退婚的事并没有影响到你。灵魂中段天涯忍不住夸赞道，只是萧冻心底有一丝不安，这突破来得太莫名其妙了。他根本没有修行，突然天人交加，仿佛醍醐灌顶一般，就强行突破了。没错，正是江陵上垒上官夭夭的天道补偿。在一遍遍内事完成后，萧冻发现自己的真气格外浑厚，没有一丝破绽，他这才松了口气。看样子是自己积累够了，水到渠成了。不愧是大世界，灵气如此充裕，竟然能让自己自行突破瓶颈。就在这时，他袖中的传音符响起，岳大师，我已经安排好了，你现在就可以来万花亭炼制百香丹了。别忘了，你炼制完百香丹要传授我炼丹真学哦。是龙溪月的传音。他前面接近龙溪月，想要获得进入万花亭的机会，从而获得里面的天机功法，现在终于有了机会。易容启程。万花亭，江陵的别院中，江陵一拍脑门，差点忘了这个剧情。现在他是道天宗的核心弟子，由于修为达到元婴期，已经是同辈中的佼佼者了，所以家族便着力把他推向道子之位。道天宗乃是大夏第一道宗，资源丰富，地位崇高无上。其实他成为道天宗的道子几乎没有什么阻拦，身负地级血脉，背后又有江家撑腰，师尊又是道天宗的太上3长老混蟒上人，谁敢说个不字？但原剧情中，江陵利用续命丹打算威逼强上张婉梦，结果被萧冻提前知晓，英雄救美，引动他体内的败血蛊，让他身受重伤，血脉不断退化。那时他应该躺在床上，导致承接道子之位的时间推后了。
结果在他养伤期间，好巧不巧，我们的主角萧栋再次闪亮登场了。到天宗开门收徒，萧栋在入门的最后一关直接登顶问星封。按祖训规定，登顶问星封可直接受封为道子，这也就顺理成章的、毫无意外的夺走了原本属于江陵的道子之位。原剧情中，江陵气愤不过，找人处处为难萧栋，结果都是各种送经验包的。最后，连江陵的师尊混蟒上人都被萧栋坑了，在他突破境界的丹药里做了手脚，导致混蟒上人突破失败，重伤失去了权柄。在恼羞成怒下，混蟒上人直接攻击萧栋，结果萧栋硬抗一击后，他在道天宗的师尊毒孤彻直接出手斩杀了混蟒上人。那段剧情可谓是跌宕起伏，毫无尿性啊！道子之位除了奖励一件道器外，基本没有啥大用，后面反而麻烦不断，还要提防圣地和魔教的暗算。修行资源，我有生存系统，还有江家的支持，差不多够了。既然萧栋要道子之位，就送你好了，我也不和你争。现在我先不和你这挂逼硬碰硬，我知道你从小世界还带了一堆底牌，就等着有人撞枪口上呢。等我一点点布置好针对你的所有手段，我们再好好玩。经过一次次的副本，江陵已经是人精中的人精了，该怎么取舍他很清楚。但江之意那边要好好安抚一下，这个娘们可是个狠人上官姑娘，你就在这个别院休息吧，我要去万花亭了。哦，对了，我在你身上放了点东西，不能离开我太久，不然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所以你最好让我知道你的位置，不然找不到你我会心疼的。江陵满脸关心，眼中包含着真情一般。看着这一幕，上官夭夭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个男人就是恶魔，为什么自己的天道伴侣会是这样的人？为什么不是萧栋哥哥？压下心底的厌恶，上官夭夭冷静下来，不能留在这里，不然凑够1000好感度，遥遥无期要陪在他身边，尽快攒够好感度，杀了对方。随即他开口道，既然我是你的人了，我就理应陪在你身边，照顾你，和你培养感情。上官夭夭的演技也很高，让江陵有些琢磨不清他的目的。不过他倒是没在意，有本命之毒在，他完全不担心对方能摆脱自己的局。想了想，江陵还是摇头道，按理来说当然可以，不过万一被萧栋看到，我们之前的计划可就功亏一篑了，还是算了吧。我这副容颜，天地间你是第一个见的，他也不知道。那不行，你这样出去太招眼了，大成修士都可能挡不住你的容颜。上官夭夭一转身，容貌和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我的地狐神通幻心变，哪怕大成修士都无法识破。现在我是你的丫鬟了。看着眼前清纯可爱的丫头，完全没有了天生媚骨的模样。好，那你就是我的贴身丫鬟妖。江陵点点头，毫不客气地搂着上官夭夭走出竹楼。上官夭夭身体一绷，想要挣脱，但下一刻想到自己已经失身于他，再占点便宜也没事，不然让他再起疑心，反而不利于自己的计划。江陵，你放心，等我恢复完璧之身，我一定把你碎尸万段。江陵感受着怀里温顺的柔骨，也有点惊讶。本来他想试探下对方的底线，没想到这么听话吗？刚好不需要浪费那么心思进行调教了。丁，好感度加10，真是个色狼。今日之辱，他日必当100倍奉还。万花亭，海棠阁，灵儿，你可是好久没来看我了。开口说话的是江陵名义上的姐姐江之意，江陵父亲江浩源的养女，现在的青灵贵妃，曾经的青灵丹仙，让天下青年为之疯狂的绝色美人。不过在书中，这女人只是一个反派配角。在这方世界，如果说有一个人能为江陵毫不犹豫去死的，那只有江之意，只会是江之意。江陵3岁那年，母亲因为生胞弟江峰死去，他便一直被江之意照料。那年江之意20岁，已是鼎鼎大名的丹仙，影响力和威名已经完全盖压同辈，甚至有些时候江家家主的名头都不如他管用。江之意没有一个完整的童年，所以他便想把最好的全部给江陵。可以说江陵的纨绔任性全都是江之意一手宠溺出来。在后面的剧情，就是因为救江陵，他直接偷取了皇室的至宝9龙镇元丹，事情败露后自杀。过程中他没有一丝后悔，只有最后说出那句，只可惜我选择了丹道，不然我可以替灵儿杀光你们。典型的极端付出型人格。所以江陵确定这就是个毫不犹豫为他去死的女人。最重要，这美女是全剧唯二和大男主没感情纠葛的角色美女，另一个则是萧栋师尊独孤彻暗恋的清雪长老。不过这是后话了。留下上官夭夭和江六、江陵之身进入内阁，只看了一眼江之意，江陵就傻了。哇，好完美的性感御姐，一袭丽锦犹如晚霞盛装，映衬的肌肤如雪。
在古典桌椅的烘托下，江之意高雅华贵，玉入凝香。最吸引江林的是那裙摆缝隙悄然露出的白皙迷人的双腿。这腿我能玩1年、3年，一辈子。在江林发呆中，绝世媚体却没停下，感受思维的强烈波动，绝世媚体悄然产生一个系统扔了过去。此刻江之意正在打量着江林，眼神中充满了宠爱。个子又高了点，感觉又帅了很多，现在怎么看怎么顺眼啊。短短2个月，你竟然能提升到元阴境后期了，终于肯下功夫了，不愧是我带大的灵儿，越来越让我骄傲了。叮，触发天道姻缘，姻缘道侣。江林，什么声音？江之意一阵警觉，四处观望。叮，本系统由天道衍生，为天命机缘，仅宿主拥有，声音仅宿主能听到。叮，解锁好感度界面，提升天命道侣的好感，可获得相应奖励。好感度达到10、100、500、1000，即可获得。好感度越高，奖励越好。什么天道机缘？在胡说什么？江林是我带大的弟弟，怎么可能是我的天命道侣？江之意心中莫名慌张起来，有点不安。叮，该机缘完全遵循宿主自愿原则，除保密条款，本系统不得向外界透露，否则立刻魂飞魄散。外无任何负面惩罚，任何时间都可以选择放弃该机缘，并且前期获得的奖励不会消失。以上条款均受到天道约束，请宿主放心。提示：好感度达到1000，可获得大成丹方。目前好感度待测试，可进行测试，完全自愿，可以任何时间放弃。奖励竟然是失传的大成丹方，我已经研究3年的残方，毫无进展。如果获得了这丹方，我就能离开皇宫了。江之意心动了，可一想到自己天命道侣是江林，又羞又恼。灵儿知道该系统吗？叮，对方完全不知晓，该系统仅宿主拥有。那会对灵儿有什么影响吗？并不会有任何影响，只要宿主收集对方的好感度，即可解锁奖励。那就好，就把这个看成一个普通机缘好了，忽视那个什么姻缘道侣的标签就行了。获得了大成丹方后，我就取消系统，就没事了。就当好久没关心灵儿，这段时间补偿一下关系吧。我进皇宫的事，灵儿比较生气，应该对我有不小的意见。现在凑1000好感度，应该不容易。叮，检测到宿主与天命道侣江林前置好感度较高，解锁评级考核界面后，将会获得一次神级抽奖机会。评级考核，完成考核题目可获得相应的评价等级，评价越高，获得好感度奖励时，额外奖励越丰厚。不用想了，进行考核。考核开始。请问你真的了解江林吗？灵儿，是我一手带大的，我还能不了解他？江之意对这个问题不屑一顾。问题1，江林最在乎的人是谁？ A. 他本人。 B. 张婉梦。 C. 江之意，宿主。 D. 黎明众生。我从小教育灵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男子汉大丈夫，想要成就伟业，必须要以自己为中心。我选 A， 灵儿还是很听我的话的。江之意很自信回道。叮，回答错误，请听下一题。啪！江之意愤怒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灵儿，你给我站起来！江林瞬间从大长腿的痴迷中惊醒。发生啥了？刚刚还在夸我呢，怎么突然就变脸了？这女人就是危险。一股来自灵魂的压迫感，让江林仿佛犯错的孩子乖乖站起来。我和你平时都是怎么说的？江林更懵了，他完全没搞清状况。咋了？发这么大脾气？江之意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和你说过多少次，男子汉大丈夫，不可痴迷于儿女情长，一个张婉梦，迷得你7荤8素的，真是丢人。不就个女人吗？过段时间我给张家那老头施压，让那丫头乖乖上门，玩玩就行了。你的心思要放在修行大道之上，明白吗？江林愣了1秒，反应过来，是在说自己前段时间一直舔张婉梦的事吧？原身做的让这位大仙不满意了。可你听听，你说的都是傻虎狼之词，玩玩就行，怪不得教育出江林这个货色。话说你也是女人啊，想想这位人脉通天的主，要是真给张家施压，说不定张家那边还真顶不住，把张婉梦送上门。这不就和剧情一样了吗？然后萧栋站出来，英雄救美，收得美人芳心，顺带打压江之意的地位。这种送经验包的事，老子不干。接下来就先苟着发育，攻克几个女主，等自己底牌足了再说。我知道了，我对张婉梦没兴趣了，以后不会再去主动找她了。你就放心吧，我会把心思放到修行上的。听到江林服软，江之意也没继续发火，但也不代表他就信了江林。自己教育出来的货，他还是了解的。而且男人全是口是心非的家伙，
吃不到嘴里的东西，永远惦记着，想办法让他玩腻就行了。这方面，其实他昨天就安排好了。秦派魁首不是冲击瓶颈失败，神魂俱伤吗？他就拿出2枚续命丹，换张婉梦陪睡一段时间。那老家伙没同意，但那个张婉梦却直接同意了。问题二：江陵平日最爱做的事是什么 ？A. 吃喝嫖赌，欺男霸女 ；B. 游山玩水，听曲喝茶 ；C. 刻苦修行，提升等级 ；D. 乐于助人，拯救众生。男子汉大丈夫，肯定目标是刻苦修行，追寻大道。虽然灵儿生性贪玩，我相信他还是知道轻重的。我选 C。丁，回答错误，请听下一题。啪！又一声愤怒的拍桌声。没出息的东西，谁让你坐下的？见江之意脸色缓和，江林刚刚坐下，又被这迎头一喝，吓得一激灵。这娘们是干啥啊？他不禁咕哝道：“还有啥事？我问你，男子汉大丈夫最应该做的事是什么？”看着即将发飙的江之意，江林想到记忆中江之意的教育方针：不为世俗迷双眼，千载苦行修大道。江之意点点头，怒火消减一半：“你这记得很清啊，我希望下次你能记心里，再让我知道你玩物丧志，我饶不了你。”江林感觉莫名其妙，我最近可用功了，都元婴后期了。感受到江林身上元婴后期的气息，江之意的怒火已经全消了。算你最近用功，但也不可胡思乱想。成为道天宗的道子之后，老老实实在道境中速成道心，再给我出来。还有把修为压住，不成就上品元婴，不要进入元婴圆满期，明白吗？结合你的血脉，我给你准备了排行第17的独星妖婴，绝对能事半功倍。看着无比严肃的江之意，江林点点头，没敢反驳。问题3：江林的梦想是什么 ？A. 后宫佳丽3000，夜夜笙歌 ；B. 3间2瓦，隐居桃源，与在乎之人长相厮守 ；C. 登顶世界之巅，成就永生不死 ；D. 天地大同，百姓安居乐业。江之意犹豫了，自己交出来这个没出息的玩意，让他有点怀疑自己的认知了。灵儿，我问你，你的梦想是什么？看着刚刚恢复平静的江之意，江林一点也不敢再得罪这女人，承先问道：“领略世界之巅的风采，别想着骗我。”哪敢，哪敢！江之意盯着江林，仍有怀疑。不会是后宫佳丽3000，夜夜笙歌吧？江林赶忙擦去额头的冷汗，回道：“不会，不会。虽然想过，但不是我的最终梦想。我以天道起誓，绝对不是。”江之意舒了口气，又瞪了他一眼：“最好别给我撒谎。”选 C。丁，回答错误3次，本次考核结束。宿主评价等级为下等，最差，好感度奖励不会有加成。评级考核界面关闭，冷却时间7天。丁，宿主触发神级抽奖，获得奖励9天至宝鸳鸯双星链。鸳鸯双星链9天至宝，共有2条阴阳手链，道侣同时佩戴，可随时进行心灵沟通，无惧一切禁制，危急时刻可相互间感应，并能进行空间传送，需真气充能。丁，初始好感度较高，考核较差，额外补偿宿主3小时体验神通读心术，仅对江林有效。江之意彻底愤怒了，脑海中的读心术神通和神级抽奖出来的9天至宝，他甚至没看一眼，直接愤怒起身。江林骗了他，他不生气。孩子嘛，总有点自己的小九九。可江林的梦想竟然是3间2瓦，隐居桃源，与在乎之人长相厮守。哪怕是后宫佳丽3000，江之意也不会那么生气。但江林以天道起誓，就意味着他没有说谎。自己的回答又错了。什么天地大同，百姓安居乐业，和灵儿不可能有关系。那只剩下3间2瓦，隐居桃源，与在乎之人长相厮守。自己教育的灵儿竟然如此没有抱负。江林还没坐稳的屁股又疼一下起来。这娘们咋了？第3次发火了。你的梦想究竟是什么？江之意发飙了。江林一愣，刚刚不是回答他了吗？难道他有检测谎言的手段？对了，一定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手段诡异多变，自己真要说我的梦想是成为大反派，苟活到最后。见江林不说话，江之意怒道：“问你话呢，哑巴了。”记忆中江之意都是特别溺爱江林，这么大火还是第一次。我告诉你，你要再骗我，明天我就把送去轮回战场，什么时候化神巅峰了再滚回来。卧槽，这娘们玩真的。不能去轮回战场，不然等回来萧栋早就把江家给平推了。江家可是他现在最大的后盾。江林满头虚汗，不断想着措辞。既然能侦探谎言，那我就说点模棱两可的话。我的梦想是活着，安安稳稳的活到最后。
江之意一拍额头，恨铁不成钢，就是说胸无抱负，安稳活着，那不是选项 B 吗？就在他恼怒万分之时，耳边突然传来另一道声音：我这已经是心里话了，应该没事了吧？哇，生气起来都这么美艳动人，这是上天最完美的艺术品吧？怎么会有人每一寸都感觉长在我的心肝上？江之意直接如遭雷击，瞳孔猛然紧缩。灵儿，你说什么？啊，我说想活着。江之意愣了一下，刚刚那几句话，难道是我出现幻听了？不对，是天道奖励的读心术，刚刚是灵儿的心声。现在我好像懂了一点之前的想法，为什么之前会沉迷舔了张婉梦那么久？原来张家那丫头眉宇间和她几分相像，要是能和这样的美女长相厮守，哪怕抛弃权势，世外桃源又有何不可？江之意不敢听下去了，脸色潮红，愤怒喝道：够了，灵儿！这时江林头急忙低下，挥去脑海中的浮想，不敢看向江之意。江林完全没想到自己的心声被绝世媚体给出卖了，还以为是自己的求活回答惹眼前美人生气了。想想也是，他教育那么久的家伙竟然这么没出息，然后对自己很失望。不过这样也好，后面萧洞复仇他就不会被牵连太多。这个女人江林很是欣赏的，全剧中最具有悲情色彩的角色，孤儿出身，早年就受尽世俗之苦，因为极强的丹道天赋，被当时的江家家主江浩元收为义女。虽然天赋极强，但她依旧拼尽全力，刻苦钻研，日以继夜，才有今天的成就。除了丹道修行，她的全部心思都在这个不成器的弟弟身上。最后被坑到死，都没有后悔过一分。如果能让他早点死心去追寻自己的人生，也是个不错的结局。虽然自己的目标是反派，但对自己全心全意的人，他还是不忍伤害的。其实你已经为江家付出太多了，你不欠江家什么了。我也不值得你付出那么多，我会求老祖让你离开皇宫，你去追寻自己的生活。江林真心实意道。而江林的心声，除了对小说剧情的思考，一切都传入在江之意耳边。你放心，我会付出一切让你离开皇宫，你的一生没必要被束缚在那个牢笼中。要是这样美人完完全全属于自己，该多好，可惜还有身份上的鸿沟。听着江林的咕哝和心里越来越变态的心声，江之意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他没想到自己带到大的江林对自己竟然这么畸形，可从内心深处他竟然一点也不反感，甚至有点羞耻的欣喜。本来他就把江林当成自己的全部，一瞬间他突然想起考核问题，有没有一种可能灵儿最在乎的人不是张婉梦，是我啊。他从小就说要带自己游山玩水，要喝一辈子自己为他泡的茶，原来那些不是童言啊。他的梦想是和自己长相厮守，哪怕抛弃眼前所有的荣华富贵。这样吗？原来我的心底也是这么畸形，怪不得会触发这个天道姻缘系统。顷刻间，江之意看向江林的目光彻底软起来。江之意一直很简单，他本就是个病态的人，典型的极端付出型人格。绝世媚体释放的好感度系统轻而易举地打开那个主旋钮，心底的魔盒也便自动打开了。绝世媚体就是玩弄人心的利器，利用复制的系统资料库的内容，不断地腐蚀着周围一个个极品女主。好了，灵儿，别瞎想了，我进宫是江家的战略安排，你不要胡搅蛮缠，老祖等着我练成大成丹突破呢，你别误了大事。江之意声音和蔼轻柔，仿佛四月春风抚平着江林的心绪。这样的女人永远得体大方，真让人忍不住亲近。得，自己这一番话起反效果了，反而勾起了这女人对自己的呵护。江林，不知道的是，这个女人的想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其实你也不用生气，皇帝15年前就不能行房事了，我们其实只是合作关系，我想离开随时可以换个身份就走。江之意不知为什么要解释，可他就是想说出来。这个江林倒是知道的，当年皇室龙血稀薄，已经快掌控不了真龙秘境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皇帝只能集中所有精力造出了妖孽天才龙战。这一发也导致皇帝空手佳丽3000，只能看不能动，这事也就成了皇帝的心结。后面江林就利用这点坑了萧洞，导致他直接进牢房，差点被杀。可惜他有免死金牌，想到书中情景，那段倒是有趣，江林忍不住笑了出来。丁，好感度加50，好感度达到10点获得奖励。灵丹妙义下等，由于评价较低，好感度达到50点获得奖励。苍灵丹火下品，由于评价较低。感受到提升的丹道境界和丹田突然出现的异火，江之意神情一震，果然说开了，灵儿心结就打开了，好感度自然也就提升了。
就是平吉太碍事了。嘘，这事你绝不能外传，不然我也保不了你。虽然在警告江陵，但看到江陵笑容，江之一心还是柔了起来，顺手拿出茶壶，一边为江陵倒茶，一边讲起了道子之位的事。10天后吧，我会安排到天宗的那些关系，一起推你成为道子。你成为道子之后，就可以选择一件宝贝，就选9曲断肠毒。到时候，你的真气就能成就地级了，也到了尽头，你就准备调和万毒，成就万毒元婴。我已经都安排好了，接下来整个到天宗的资源都会向你倾斜的。江陵喝了一口沁人心脾的花茶，身心舒适，有背景真好，有人疼真爽。可惜7天后萧栋就直接成道子了，我不打算争了，不是我怕他，而是没必要让这个大美女做这些无用功。这个女人太累了。江陵这样想着的时候，这几句心声也直接飞入江之意耳中。什么？有人要抢灵儿的道子之位？是7天后？那是到天宗开门收徒的日子。只有一种可能，那是有人能登顶问新风。怎么可能有人完成？那要什么样的妖孽啊？灵儿是不是消息有误啊？不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最近就直接敲定此事，到时候那人就算再天才，也只能走流程了。那时候灵儿已经完全掌控9曲断肠毒了，如果可以，最好能直接杀掉那人。我不打算成道子了，没啥用的。而且我已经长大了，我的事你别瞎操心了。我也不喜欢张家的丫头，你也别给张老头施压了，真的。此时这些话在江之意心里有种别样的感觉。如果没有那些心声，江之意也就觉得他在说反话，气自己。而有了那些心声和耳边不断增长的好感度，江之意完全知道了，江陵最爱的是自己。灵儿不愿意自己那么操劳，他一直爱自己，一直在心疼自己，自己做的事他全知道。从来没有的成就感在江之意心中漫溢，宛如毒药般让他彻底迷恋上。这就是绝世魅体的威力，无形之中俘虏人心。好，我知道了，你最近太古毒经进修的怎么样了？江之意并不打算告诉江陵自己要提前安排晋升道子的典礼仪式，因为不需要，他知道该怎么做。江陵只要快乐生活就好，江陵想要的，他江之意就会给他取来；江陵不想要的，他江之意觉得好，也会给他取来。大不了江陵玩腻了，直接扔了。只是现在我还不能给你，等我给老祖练完大成丹，我就彻底给你。你太古毒经修习的怎样了？太古毒经就那样，后面部分有点难度。话音未落，江陵直接关上旁边的窗户。就在刚刚，他透过旁边的窗户看到了萧栋一行人。我靠啊，在这里都能碰到大男主，不应该啊！小说中没说自己在万花亭被他打脸过啊！狗系统，你又加戏？不对，这剧情有印象，是皇帝最小的西月宫主要炼制百香丹送给皇后，所以就请了伪装的萧栋来万花亭炼制。打脸的反派是刘家二子刘子阳。倒是我的问题，来这里刚好撞上了。不行，绝对不能见面。萧栋憋着对自己的怒火呢，现在撞枪口上，指不定发生什么呢。身处在这个反派绝望的爽文世界，自己必须步步为营。今天他们不走，我打死不出海棠阁。他们就算把万花亭炸了，老子也认栽了。灵儿，你突然关窗户干嘛？江之意好奇道。江陵脑袋一转，开口道：其实我刚刚把太古毒经吃透，里面有一神通，一解绝对没见过。江之意摸了摸江陵的脑袋，笑道：太古毒经那是上品仙法，里面奥妙无穷，你才修习多久就说吃透了？下次可别说这种让人听了笑话的外门话。吃透？我可是有顺物天赋的，我已经完全掌握了那功法。海棠阁内，江陵自信抬起头，顺手打了个响指，浮草之银光与日月争光辉。下一刻，阁楼中出现万千银光，哪怕现在是正午时分，银光之海依旧栩栩如生，美轮美奂。万千光点中，江之意宛如仙子般端坐在海棠花旁。江之意微微一笑，让江陵瞬间吃了。当真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看着江之意诱人的红唇，江陵忍不住想亲上去。此时江之意也注意到痴呆的江陵以及他内心的渴望，不由得笑容更加明媚了。不错，化腐朽为神奇，以毒克毒，利用符银之毒吞噬人周边的岁月侵蚀之痕，有美容驻颜之效，很不错。看样子是找到点太古毒经的门道。江陵从痴迷中醒来，一阵挫败感。一姐好厉害，周边竟然没有一丝岁月侵蚀的痕迹，我这招完全没有效果。江之意笑道：我才30多，修为乃是炼虚期巅峰，寿元500载，
怎么可能有岁月之痕？江陵一撇嘴，羡慕道：“义姐，你真厉害，单道是宗师境界，修为还如此恐怖。”江之意又摸了摸江陵的脑袋，笑道：“你的天赋比我还强，将来的成就肯定比我强。这次太古毒经领悟的不错，我给你个奖励。”说完，一个精致的手链出现江陵左手腕处。这是？江之意神秘一笑：“可以随时联系到我的法器，关键时刻我也可以通过这东西传送到你身旁。”江陵震惊了，这哪是法器，最差也是仙器了。这女人对自己真好。丁，好感度加100，好感度突破100点，获得奖励修为突破卡，可随时使用提升修为。什么？这奖励也太离谱了！意思说我可以随时突破炼虚境巅峰到合体期，30多岁的合体期，恐怕外界知道了会直接疯狂起来。回过神，江之意见江陵没说话，便调笑道：“这奖励不满意，还想要其他的？”江陵悄然炼化了这鸳鸯双星链的阳链，心底的感动让他深深看了眼带着笑意的江之意。这一刻，这个女人变得重要起来，但表面上她丝毫没有表现出来什么，只是厚着脸皮回道：“不满意，意姐，还要给我什么？”下一刻，没等江陵反应，江之意站起身，嘴唇便亲吻上江陵的额头。柔软触碰额头那一瞬间，江陵醉了，彻底醉了。淡淡的海棠香味沉入五脏六腑，这一瞬间，江陵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仙境般。丁，好感度加1000，好感度突破500，获得奖励成功纹路1，炼丹时使用，本次炼丹成功率100%，好感度突破1000，获得奖励大成丹方。灵儿真没出息，送你仙器才获得100好感度，一个额头吻就1000好感度，你怎么这么好打发？脑海中抱怨着，但江之意心里却很甜，很幸福。傻样，你只要3年内突破化神期，进入天榜前10，我就答应你一个条件，任何要求都行哦。听到声音，江陵才缓缓醒来，随即反应到江之意的话，他宛如被五雷轰顶了。又看着秀色可人的江之意，江陵彻底傻了。这赤裸裸的诱惑，谁受得了啊？不，自己一定多想了。江之意一定还拿自己当小孩子，手链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刚刚亲额头就是一个长辈的奖励，后面这个要求肯定也是正经的才行。江之意听着江陵半真半假的心声，不由笑了起来。刚刚不是心里还很大胆吗？现在怎么怂了？看到江之意笑，江陵不由得又吃了。意姐，你笑起来真好看。还没等江之意羞意上头，门口就响起一阵呼喊：“之意姨娘，之意姨娘！”这时候下人前来汇报，西月公主前来拜访。之意姨娘，听到您也在万花亭，我就立马跑过来了。你们怎么连窗户都不开？之意姨娘，我跟你说，我今天找了个能人炼制百香丹，要用绝技的天地炼丹法哦。您是丹道大家，希望您能帮忙掠一下阵。没等江之意让龙希月进来，他便急冲冲跑进来，拉着江之意的手撒娇起来。龙希月，大夏皇帝龙之阳的最小丫头，也是最受宠的一个孩子。据说是龙之阳在费尽所有精力造出龙战后几天，趁着最后的辉煌和皇后所生之女。该女的血脉品质本来仅次于龙战之后，因为一系列事情甚得龙之阳宠爱，所有嫔妃都要卖她几分面子。江之意摸了摸她的额头，笑道：“既然小希月这么笃定，那这次一定请了个高手了，是想在姨娘面前出把风头吧？”龙希月一仰头，露出一丝被识破的尴尬，真是啥也瞒不过之意姨娘，对方真的是使用1000年前的天地炼丹流，好厉害的。江之意再摸摸龙希月的脑袋，好了，希月，我今天还有其他事，就让江陵这小子替我去看看，我保证如果对方炼丹失败，我就亲自给我们希月小公主炼一炉百香丹。龙希月激动道：“好，谢谢之意姨娘。”江之意转过头看向装死的江陵：“灵儿，帮我好好照顾希月公主，有啥差错我定饶不了你。”得，要来的怎么躲也躲不掉。江陵有气无力道：“我能说不吗？江陵，你好好说话，你要惹希月公主不开心，我就扒你皮。”江之意白了江陵一眼，虽然是威胁，更像是一种长辈训不争气的晚辈。好了，希月，你们去吧，我这边还有点急事。说完，江之意便把江陵二人送出了海棠阁。临走时，江陵还恋恋不舍看了眼江之意，这个希月臭丫头真碍事。看着江陵的样子，江之意心里仿佛吃了蜜，他真的很享受这种感觉。他下意识摸了摸右手腕的银链，这一刻他好像感觉到了江陵的心跳，让他久久不能平静。好了，该忙正事了，让那边开始准备灵儿的道子晋升典礼吧。想到这里，他便直接激活一道符箓，通知道莽那些家伙道子之位的晋升典礼提前5天
不行，就定明天，我不允许灵儿的晋升有任何意外。不行，之前说好的所有物件必须出现道库里，让灵儿选择，少一样，明年的续命单直接减半。我态度强硬。那你告诉他们，我可以立马停工保元丹。还有，告诉他们，我背后可不止江家，还有皇上，这点事都办不成，卖他们人情就一点必要都没有了。走到海棠阁的外堂，江林与上官夭夭和江六会合，这次就不和萧栋正面硬刚了，直接开溜。就当他抱拳告辞时，他眼角看到了万花亭中央香炉上的千年安魂香，脑海中一个计划突然显现。这一次萧栋炼丹，让其炼丹造诣提升到丹道大师级别，一切全靠药仙段天涯。如果让段天涯彻底睡过去，自己有没有机会直接干掉萧栋？对方现在3大金手指，只剩下一个修行道场混沌珠，而且这里属于皇家秘境，肖战的那些余孽应该不会进来。天时地利还有人和，完全有机会可以直接杀死对方。至于使用安魂香的人，自然不能是自己，萧栋肯定全程防着自己，那最好的人就这个皇帝最宠爱的公主龙曦月了。看了眼萝莉容颜魔鬼身材的龙曦月，江林直接道：曦月公主，我就一俗人，也不懂炼丹，就不去凑热闹了，欲擒故纵，让龙曦月自己上钩。行，赶紧走吧。龙曦月满脸不耐烦，挥手打发江林。江林嘴角一笑，带着上官夭夭和江六向外面走去。没走2步，他便开口道：妾就这还皇室最聪慧的公主，被一个伪装的家伙骗得团团转，有什么可生气？去看一场作弊的秀，侮辱谁的智商呢？还天地炼丹流，真是搞笑。还没走远的龙曦月猛然转头：江林，你说什么？江林一回头，嘴角一撇：没什么。说完继续向外走去。你知道月上大师的底细？不知道，不了解。江林继续走着。看到这一幕，龙曦月气得一跺脚，直接掏出一枚龙头令。江林听令，我命令你，告诉我你知道的情况。操！黄龙令，见令如见圣。妹妹的，这丫头上来就玩这么大，不过刚好正中我的下怀。江林仿佛受到了惊吓，急忙道：我见过月上炼丹，其实就是靠远古残魂进行炼丹，没了残魂加成，他其实什么都不是。龙曦月气得满脸通红：不可能，我见过月上炼制氧气丹，绝不是靠所谓的残魂手段炼丹。江林一仰头，故作不服气道：不如我们打个赌，你等会儿在关键时刻捏碎这个安魂香，看看月上能不能炼制成功。龙曦月不客气道：赌什么？你赢，我送一件极品灵器给你。要是你赢呢？我被月上坑过一次，我赢，我要你取了月上的命，在你皇家秘境，你杀个人不难吧？此语一出，一边的上官夭夭猛然吸了口凉气，不愧是恶霸，视人命如草芥，真是该死，要不是我要刷好感度，我一定直接送他去死。另一边，龙曦月不相信萧栋欺骗自己，认为这个江林就是诚心来这里捣乱，看自己笑话。如果自己不打赌，就会被他瞧不起，也坐实了岳大师作弊的事实，就和他打了这赌。我看你输了一个极品灵气，心疼不心疼？如果月上真是假的，敢骗我，他就是该死。好，我和你打了。说完，龙曦月直接拿过安魂香放进自己的袖口，随后转身向着中心的百花区走去。江林搂过上官夭夭，在他耳边轻声道：好妖，和本少爷一起去拆穿那假炼丹大师的面目。上官夭夭压下厌恶，贴着江林向着萧栋方向走去。万花亭中央百花区，就你那寒酸样子，这百花你认得全吗？还炼制百花丹？真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手段让曦月公主带你来如此核心的百花区。是啊，尽早别丢这个人，弄坏这里任何一株灵花，你有9条小命都不够砍的。我告诉你，你再敢耽误我和曦月公主共处的时间，我不会让你有好果子吃的。听着不远处的嘲讽声，江林闭着眼也知道什么情况了。4大家族之一刘家的刘子阳正在挑衅萧栋。等会儿在药仙段天涯的指导下，萧栋鬼斧神工般的炼成一炉极品百香丹，香气勾连整个万花亭大阵，镇灵直接赏赐他一幅百花争艳图，里面有着天际功法。这一举动让刘子阳脸面全无，让龙曦月为之倾心。江哥哥，这人便是刚刚说到的月上先生。龙曦月笑着向江林介绍着萧栋，态度极其亲昵可人，让周围人一阵红眼。我听闻江哥哥早年一直受之以姨娘教诲，丹道定是不凡，那你帮我看看岳先生此人如何？听着龙曦月娇滴滴的询问，刘子阳咬紧牙，敢怒不敢言。江林可是京都第一恶霸，他是惹不起。
自己这庶子身份，在他眼里屁都不是。人群中，萧栋一看到江陵就眯起眼，恨意滔天。昆仑镜被毁，退婚打脸之辱，下毒重伤之仇都还历历在目。他恨不得现在上去生吃江陵的血肉，可惜现在在皇家秘境，他不敢乱来。此时江陵知道，这女孩是想借刀杀人，准备让这两人恨死我是吧？我才不上你当！不到萧栋倒在地上那一刻，没有特殊情况，他是不会正面挑衅对方的。这位岳先生一看就非等闲之辈，有吞吐气质，定是能人异士。说完，他又瞥了眼刘子阳，理都不理一下。小喽啰一个。他怕的只有一个不讲道理的气运之子萧栋，除此之外，他还是那个天地不怕的江家世子。无论血脉还是背景，亦或者实力，同辈间还真没有几人能和他一较高下。萧栋伪装的岳上一扭头，丝毫不理会江陵，心中暗啐一口，就是个虚情假意的真小人，当着美女的面装作自己很有风度，其实手段卑劣，在背后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看样子西月公主也被他蒙骗了，真是不可原谅，必须拆穿他虚假面目。此时龙西月内心已经跳脚，虚伪，江陵真虚伪，刚刚还质疑岳大师的身份，现在吹起彩虹屁了。哼，怂了吧？等会乖乖交出极品灵气吧，叫你刚刚嚣张，差点被你骗过去，真是可恶。岳先生，我知道您炼丹之术高超无比，不如现在就开始炼制百花丹。萧栋看了江陵和刘子阳一眼，西月公主，这天地炼丹姿势甚大，一些宵小之辈还是远离为好。刘子阳闻言瞬间上头，刚刚碍于江陵的凶威，不敢说话。你这货算个什么，还敢骂我？你说什么？姓岳的，你找死！话音未落，龙西月直接呵斥刘子阳：够了，岳先生是我重金请来的，先听先生的，你带着人后退10米。刘子阳一愣，看了看萧栋嘴角的嘲笑，他一咬牙：好小子，你完了。说完，他便带着人向旁边一个亭子走去。我也后退几步，以免打扰到岳大师的炼丹。哼，算你识相，你要敢出手捣乱，我一定不会让父皇放过你的。江陵退后几步，来到一张椅子旁，来，我的好腰，坐我腿上，我们慢慢欣赏大师炼丹。上官夭夭没认出萧栋，萧栋也没认出上官夭夭，双方用的都是顶级的神通。本书中的正牌男女主面对面却完全不认识，倒也是有趣。只见上官夭夭一咬牙，坐在江陵腿上，丁，好感度加20，丁，好感度突破50，奖励功法等级提升，丁，天魅功等级提升至第2层。感受到江陵的咸猪手，上官夭夭身体紧绷，瑟瑟发抖。百花区，龙西月和萧栋看着清纯可爱的妖正在被江陵欺负，都忍不住骂道：真是色狼。江陵抬起头，毫不羞愧，反而道：妖，亲一个。上官夭夭看着四周盯着自己的人，心中不断天人交战。少爷，你不要这样羞辱我吗？上官夭夭几乎哀求道：你不愿意咯？你可说过你是我的人了。丁，好感度5，什么？好感度还能掉？上官夭夭有点慌了，看样子是不愿意了。那你还是起来吧，以后也别说是我的人了。江陵玩味看着上官夭夭，他在试探这个女人的下限究竟是什么。真的要铁了心跟着自己，亲也就亲了。如果别有所图，绝对做不到当众亲吻自己。丁，好感度5，又一声机械音让上官夭夭神经一绷。不行，前面做的要功亏一篑了，反而都失身于他了。昨天都不知道亲过多少次了，不就再亲一次吗？我忍。上官夭夭不再犹豫，直接亲上江陵的嘴唇。远处的亭子中，刘子阳满脸羡慕，不愧是京都第一恶霸，真是潇洒啊！我要是有这样的美女陪着，该多好。另一边，龙西月满脸厌恶，对江陵这样侮辱女性的人渣恨之入骨。江陵，你别惬意太早，等会有你难看的时候。而看到这一幕的萧栋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怒火。那女孩，我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萧栋想要冲上去制止眼前的景象，这时灵魂中断，天涯出声了。好了，人家和自家丫鬟的事别多管了，先调息准备天地炼丹手法，天际功法为重。段天涯也没认出上官夭夭，没有了真实的实力，他根本没办法看破各种伪装。萧栋深吸一口，好一会儿才扫去心中的烦躁。好，现在炼丹。风起，随着萧栋一声呵斥，天地中突然刮起道道阵风。感受到阵风，江陵知道炼丹开始了。他把还在卖力的上官夭夭搂入怀中，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好了，做得不错，我相信你了。丁，好感度加50，
好感度突破100，获得5级媚眼如丝。上官夭夭满脸泪珠，从小到大，他从未感觉到如此委屈。很快，好感度很快就1000了，那时候就可获得处子丹了，恢复完璧之身了。乖，不哭了，我下次不会强逼做这种事了。江陵安慰着上官夭夭，语气轻柔，仿佛恋人间的安慰。但并不是说江陵彻底放心了上官夭夭。如今，这些正牌女主在他眼中不过是棋子罢了。不管如何，江陵相信，只要自己一旦和萧栋明面产生争斗，他会毫不犹豫倒戈。不过也不是不能分化，小说男女主有些误会，很合理吧？我真想看看，如果2人反目成仇，会是什么局面？这可是全书第1大男主和第1大女主啊，都是天命气运加身的主角啊。另一边，萧栋持续催动风系咒法，万花亭最中央，百种灵花开始肆意摇曳着枝叶。这里是大夏最为珍贵的百种灵花，甚至多种灵花已经灭绝，这里是最后一只。丈雾，又一声，空中开始变得雾气蒙蒙。刘少，那小子好像真有几分本事，我们要是得罪一个炼丹大师，家里那些长辈可能会生气。刘子阳看着眼前的场景，也有几分慌了。你们见过有几个炼丹师穿得像他那样破破烂烂的，肯定学艺不精，不用怕，不用怕。龙希月一双大大的眼睛中闪着明亮光芒，好美丽场景啊！天地炼丹流果然名不虚传，雨落土养凝露在萧栋一步步精巧的步骤下，丹印渐渐成型。好小子，你的炼丹天赋真是绝佳，现在我教你天地炼丹流最后的一步，自然化丹。萧栋面色不动，身体真气操纵着空气，不断凝聚花香。见此场景，龙希月眼中痴痴，心中犹豫是否出手。再不出手，就再没机会了。震惊吧，你这个蒙在鼓里的傻丫头，活该被人欺骗。当初的龙战，现在的月上，真是愚蠢。这一局算我让你了，别再来烦我了。江陵的声音响起，他眼中羞愤难当，一咬牙直接捏碎手中金魂香。反正据说真正的天地炼丹流无损自然，又影响不了什么，正好验证一下这个月上是不是真作弊了。自然之术，凝集花香，附着地气，最后花香凝集，缤纷色彩气团在空中成型。够一炉了，已经附着地气了。老家伙，怎么化丹？老家伙，快点啊！老家伙，再不说就要伤到花之源了。老家伙，萧栋急了，疯狂呼喊断天涯。可惜安魂香威力极大，没有一段时间断天涯根本不会苏醒。看着空中手忙脚乱的萧栋，龙希月眼中冷光一闪，萝莉脸瞬间化作冰霜。果然在骗我，他最恨别人欺骗，一次欺骗，他的半生龙元之血被龙战拿走，让他没了修行机会，终生只能在炼气期。月上，你说过你是丹道大师，只要带你来万花亭炼丹，就会教我丹道。现在看来，一切都是残魂的加成。没了残魂，你怎么教我？你不过是来万花亭骗取镇灵奖励的。龙希月不知道的是，那残魂是有意识的，不是消耗品。天空中的气团还在凝聚。萧栋慌了，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天地炼丹流。老头子，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啊？现在停不下来了啊！汗如雨下，萧栋渐渐静下来，开始思考。突然他想起第一次炼丹时断天涯的话，一句半言便通玄，何须丹书千万篇。接下来我就告诉你炼丹的终极奥义，才要进炉成日月，还需造化靠炼成。萧栋眼中金光一闪，我懂了，才要进炉成日月，就是采集地壤、露水与花香为药材，进入天地熔炉，经受风雨雾化萃取。还需造化，就是聚集花香，画出丹道虚影，附着地气，给予造化。就剩最后一步，靠念成。天地炼丹流，那就只是用天地之念了。雷动，天地之念。萧栋身形一正，眼中雷芒四溢，气势无与伦比。顿时天地风云巨变，电闪雷鸣，所有植被紧缩身形，瑟瑟发抖。江陵望着这一幕，眼中满是震惊。没有断天涯，这货也能完成天地炼丹流，不愧是主角啊！可我怎么不记得要使用雷霆之念啊？龙希月疑惑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这是天地炼丹流，那个萧栋真是炼丹大师，和残魂无关。江陵，你输了，月上根本不是。突然地面晃动，温养灵草的阵法瞬间崩溃。西月公主，快看地上的花，这根本不是天地炼丹流，这是魔道的横炼流。刘子阳兴高采烈，仿佛是遇到了什么兴奋的事。龙希月急忙低头看去，百种珍稀之花逐步凋零，五颜六色的枝叶渐渐化作枯萎，而所有的生气都向着萧栋涌去。一粒粒丹药在空中成型。噗！这小子以天地之威
强行逼迫玲花交出本源，然后以那些本源拒单。江林也傻了，彻底傻了，这小子真是妖孽，竟然能自行推出下一步。虽然弄错了，但这份才情可不简单，主角果然没有那么简单。今天务必拿下他。完了，彻底完了，这里的花草是父皇炼制大成丹的材料。龙希月瞳孔缩小，露出惊恐之色。他自幼聪慧，知道自己的宠爱无非来自父皇的愧疚，补偿自己被龙战骗取本源之血的事罢了。皇家哪有亲情可言？这一次之后，自己的宠爱可能再也没有了。不远处，江之意刚准备离开，突然转身看向这边。何人敢在这种地方用天地之念取花蕊之精？不好，是核心百花区的位置，不会是灵儿他们几人吧？下一刻，他直接赶到百花区，看到不断枯萎的百花。完了，这下大成丹的原材料毁了1/3。本来有了完整丹方，自己很快就可以炼出大成丹，现在还需要再重头收集材料。丹成，萧栋眼神一凝，4颗浑圆晶透的百香丹聚集而成，上面自然篆刻着奇花异文。极品百香丹成。他缓缓落地，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等待着周围的惊呼。可事与愿违，迎面而来的是一道特殊的风景。噗！他直接血肉模糊，倒在地上。费尽力气，他眯起眼睛，用最后一道意识看清了来人。那好像一个来自9天寒宫的仙子贼子，你私自闯入万花亭，动用天地之念夺百花之精，是何居心？江之意没有留手，直接一击将萧栋打成半死，同时还为这件事定了性。萧栋私闯万花亭，这一切都是他一人所为。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赤眼龙将吴山，见过青灵丹仙。吴山，当年萧战的第一部将。萧战死后，他直接失踪，没想到一直在保护着萧战的儿子。江之意冷声道：“吴将军是龙将，还是萧家将？”吴山面不改色，还请青灵仙子放过萧栋这孩子。萧栋，上官夭夭猛然从江林怀里坐起来，看向百花区。此时，萧栋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他的伪装神通已经散去，浮现出原来的面貌。真是萧栋哥哥，我刚刚在他面前亲了别人。看着重伤昏迷的萧栋，上官夭夭起身就要跑过去。江林嘴角一冷，果然如此，还是萧栋更重要吗？他一把拉住上官夭夭，冷声道：“真是萧栋，看来你的地位在他心中确实不止那项链，你被绑架，而他来讨好皇家公主。”闻言，上官夭夭身形顿住，如五雷轰顶。确实，萧栋哥哥，你不在乎夭夭了吗？我真不如一个至宝吗？不，一定是你没有送到东西。上官夭夭双眼赤红，依旧不愿相信。你感受一下，你的耳钉在哪里？上官夭夭慌了，他不敢了，他怕江林说的是对的，别自己骗自己了。随着江林一句冷哼，他身体一抖，发出一道感应。10米之内，萧栋身上上官夭夭呆住了。我真的不如一个项链。江林眼角闪过一丝笑意，成功了。没错，就在萧栋昏迷那一刻，江林便用顶级意念把耳钉快速放到萧栋身上，就是为了此时的攻心准备的。另一边，吴山从萧栋身上找出免死牌。当年萧将军死守轮回山，帮大夏抵住巫妖2族进攻，陛下赏赐该免死令，够萧栋一条命吗？3米外，龙希月脸色苍白，身体不停颤动。江林背后有着江之意，萧栋背后有着萧家旧江。原来只有我背后什么都没有。父皇知道了这一切，我就彻底失宠。他死死握住手里的黄龙令，这是他唯一的底气了。可很快，这令牌就会离自己而去。绝望，他彻底颓然地坐在地上。不，我要他死！敢骗我，我要你死！下一刻，他手持黄龙令，整个秘境开始颤抖。天空出现一道盗杀艺术法，全部锁定地上的萧栋。不要杀了萧栋，江林，我求你救救他！你和龙希月打的赌，他一定听你的。只要你救下萧栋，让我做什么都行，侍妾也好，丫鬟也好，我都愿意。上官夭夭转头看向江林，满脸泪雨。这时，江林完全没有理会上官夭夭，而是观望局势。刘子阳等纨绔躲在庭中，瑟瑟发抖，不敢露头。江之意在百花丛中检查情况，眼中的怒火愈加浓烈。癫狂的龙希月疯狂催动着秘境大阵，想要直接杀死萧栋。满身血气的吴山手持着免死令，身体死死护住地上的萧栋。江林的脑海中不断计算，很快他无奈地叹了口气，萧栋还是死不掉。吴山，合体境中期的高手，曾经的4大龙将之一，现在的光明会元老人物之一。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诸葛妖女给的空间转换至宝乾坤符，所以萧栋死不掉了。
局面这样是最糟的。皇帝龙之阳心眼很小，大承担材料被毁，肯定龙颜大怒，那必须有人承担怒火。龙希月身为龙家公主，自然不会有什么重罚。萧栋逃跑，责任全在自己和江之意。江家必须要掏出绝对的资源，才能平息这场怒火。萧栋果然是天道之子，临时布一个局就想杀死对方，完全没机会，反而自己面临如此窘境。江林，我求求你，救救萧栋！上官夭夭顾不得萧栋抛弃的绝情，只见萧栋不断被阵法伤到，心中已乱了分寸。他不知道吴山身上有着神级挪移符箓乾坤符，萧栋根本不会死。见江林依旧无动于衷，上官夭夭准备自己出手。看到这一幕，江林一拍脑门，忘了还有这女人的七星空间神通，他拼死也绝对能救出萧栋。这本书里的空间系血脉简直就是 bug 的存在，虽然自己可以发动本命之毒，直接让上官夭夭去死，可他还是个不错的棋子，后面还有大用游戏，这才刚开始，这次就由我来力挽狂澜吧。你去就是送死。好，我答应你，但你这次太让我失望了，没有下次了。说完，江林向着龙希月走去。冰，好感度100。望着江林的背影，上官夭夭心里极其难受。他是舍不得自己去死吗？几步路，江林来到龙希月旁边。傻丫头，够了，别糟蹋万花亭了。龙希月双眼通红，咬牙切齿道：江林，我的事你少管，敢骗我，我要他死。还有你，这事你也逃不了干系。我不好过，你们都别想好过。说完，龙希月泪如雨下。没想到萧栋如此激进，把事情搞成这样。那傻丫头，这一次你就当欠我一个人情，还有一个赌注，下次记得在皇上面前替我美言几句。江林微微一叹，按下闪闪发光的黄龙令，空中的沙阵陡然消失。龙希月、江之意、吴山、上官夭夭以及远处的刘子阳齐刷刷看向江林。江之意眼中疑惑，灵儿这是在搞什么？龙希月也懵了，这个纨绔什么意思？吴山死死护住萧栋，提防着看着江林。上官夭夭咬着嘴唇，他真能保下萧栋。花落花开，万里枯竭。随着江林沉吟一声，天地瞬间变色，百花瞬间加速枯萎，整片空间变得一片黄色。这是败落枯毒，所有植被的克星啊，遇之必枯。江少，这些奇花原本还有价值，你这么一弄，彻底没用了啊。远处刘子阳提醒道。江林没有理会他，自顾自地漫步在花丛之中，宛如最优雅的王子。可每走一步，身后的花丛立马枯萎，直到走到最后一种花处，整片百花区化作一片枯地。江林静下来，闭上眼，双手张开。龙希月紧张地看着江林，他是真有办法吗？他不过是个纨绔子弟，能有什么希望？突然，江林悬空而起，大风起，秋来。瞬间，天地间风起云动，枝叶四处飞舞。冰雪落，冬至。顷刻间，天地下起了暴雪，悄然覆盖了整片区域。生机回，春醒。眨眼间，冰雪融化，地面生出枝桠，一只只翠绿冲破枯萎的植被，展露端倪。以毒逆推，时间轮回。此子竟然有这等本事！吴山惊讶地看着天地异色，露出浓浓的不可思议。这百花复活了？什么鬼？逆转天地造化，成复苏之途。江林是怎么做到的？龙希月看着眼前这一幕幕，眼中重新恢复了光彩。天地中央，江林傲然于世，尽显绝世之姿。江之意看着眼前的景象，眼神微动。这就是我的灵儿吗？不知不觉已经这么优秀了吗？他真的掌握了太古毒经。上官夭夭眼中是浓浓的震惊，他的毒道造诣这么高，那自己体内的毒药岂不没那么简单？众人惊讶间，整片地面已然翠意盎然。就在这时，江林猛然睁眼，一股浩然的气质冲天而发。风雨至，夏花开。瞬间，天空下起瓢泼大雨，这雨全是剧毒，快撤出百花区。江之意直接抱起龙希月，闪出百花区。随后，所有人纷纷奔出百花区。雨依旧下，江林的脸上出现了苍白色。江之意不由得有些心疼了。灵儿，你何必这么拼呢？是为了龙希月，还是怕我练不成大承担？忽而，他转头冷冷望了眼在吴山碑上昏迷着的萧栋。哼，萧家人就是让人厌烦。龙希月死死盯着空中的江林，手心紧握着衣角，心中五味杂陈。上官夭夭神情呆滞，看了看萧栋，又看了看风雨中的江林。他凌乱了刘子阳，打死也想不到自己眼中的恶霸竟然如此有才情。原本的零星怨念全然消失，仅剩下对强者的钦佩。雨过天晴，
万花争艳。江陵声音落下，羽声渐停，一道晴光破空而入。下一刻，所有植被瞬间绽放出最鲜艳的花朵。见到这一幕，所有人松下一口气。就在这时，整片万花亭中所有的花都飘起一股股香气，汇聚至百花区。只见那百株珍奇之花闪闪发光，用花直之念，在天地间凝结出一枚七彩斑斓的丹药。极品丹药，万香丹。我去，这小子竟然让万花由衷拜谢，自行凝结万香丹。吴山还没惊讶完，万花亭的大阵开始闪耀光辉。天纵奇才，万香醉人，复有机缘相赠。是镇灵的声音。下一秒，江陵手中出现一个卷轴，百花争艳图。丁，恭喜宿主截胡主角关键功法万花露，主角萧动等级提升至元婴中期。恭喜宿主获得天级战绩修罗地狱，奇毒彼岸花毒一。修罗地狱，天级领域功法，领域展开后战力翻10倍，邪门歪道威力提升100倍。身为邪恶的反派，拥有这门功法，你的逼格已经拉满。丁，顺物天赋触发，修罗地狱领悟成功，彻底掌握诀窍地狱之门。彼岸花毒，地狱系奇毒之一，长在黄泉旁，具有吸收死气作用，中毒者会被死气瞬间包裹，不断减少寿命。检测宿主可以吸收该毒源，元气品质可提升至下等地级，自身满级是否吸收？江陵嘴角一抽，他真不愿意截胡这个没用的万花露，白白让主角再提升一次实力。这万香丹来的真不是时候。不过好在系统奖励还算可以。吸收。丁，血脉真气突破地级，到达下等地级，血脉上限。元气品质上限由血脉决定。江陵是下等地级的血脉，所以元气品质的上限也是下等地级。像萧动是上等神级的真龙血脉，他的元气上限是上等神级。这就是血脉的差距了。不过江陵具有偷心任务，完全有机会反超向死而生，出神入化。恭喜青灵丹仙，江家又出了一个如此绝世天才，竟然能将太古毒经练到如此登峰造极之境，佩服佩服。吴山看着走来的江陵，忍不住称赞道。龙希月已经恢复聪慧，听到这句话不免惊讶道，毒经不都是害人的吗？怎么还可以起死回生，完成如此壮举？江之意缓缓开口道，世间分生死，为生者我们叫药，为死者我们叫毒。物极必反，药之极变成了毒，毒之极变成了药。采灵花炼制丹药，有来就有回，也可以由药滋补灵花，所以用最极致的毒化作最强的药，就可以让灵草起死回生了。吴山点点头，很认可江之意的话，并继续道，这个过程可是相当困难啊，没有绝世天资，化药那阶段就反噬而亡了。江陵用的应该是太古毒经中最深奥的绝学，没想到江陵小小年纪已经用得如此精妙了，他甚至还有余力炼制香丹，真是妖孽之资。这些话听得龙希月双眼金星直冒，我现在没有血脉精华，无法修行，也没办法掌控普通丹道，好不容易有天地炼丹流出现，还以为自己的突破口来了，结果差点没把自己坑死。不过我可以学毒啊，能自保还能逆转生死，眼前就有个绝世天才可以带自己啊。丁，触发天道姻缘，姻缘道侣。江陵，好感度系统，虽迟但到。我脑海中什么声音？丁，本系统由天道衍生，为天命机缘，仅宿主拥有，声音仅宿主能听到。丁，解锁好感度界面，提升天命道侣的好感，可获得相应奖励。好感度达到10、100、500、1000，即可获得，好感度越高，奖励越好。什么鬼？江陵是我的天命道侣。看着外面绝世风采的江陵，龙希月害羞地缩了缩脖子。那个坏蛋好像也不是那么令人反感。提示：好感度达到1000，可恢复一丝本源血脉。血脉本源能恢复我原来的血脉龙源吗？想到被龙战夺取的本源，龙希月彻底不淡定了。丁，仅能恢复一丝血脉本源，不足宿主原血脉的1%，如果考核评级为最上等，可恢复至1%。够了，只要有血脉本源，我就能修行。慢就慢吧，不至于和废物一样。我苦寻10几年，动用一切手段都没有办法恢复，现在这么轻松就遇见了，唯有天道机缘才有这等造化吧。好感度，不就江陵奈色郎吗？我还不是手到擒来。这时江陵那边尘埃落定，吴山忍不住又赞道，真是悟性绝佳的顶级天才，已经远胜于萧动。江之意眼神一瞥，冷冷道，灵儿的事不需要你萧家惦记，你还是和世人解释解释，当年的龙将为什么成为萧家将吧。一瞬间空气中都是火药味，这是怎么了？江陵一走近便闻到了火药腥子。一姐，算了，
岳先生也不是故意，这件事要是扩大了，我们都不好说。岳先生炼丹导致百花凋谢，西岳公主把人带到这么机密的地方，一姐本可以略阵或制止，却没行动。吴将军独闯皇家景地，我们每个人都逃不了被问责，所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和和气气的，多好啊！江林说完，所有人脸上都有些不满，但也都认可。而江林想的更多，有吴山在，肯定针对不了萧栋了，所以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息事宁人。这次对于萧栋来说可是个重大的打击，他现在已经重伤，而且还是特殊真气所伤，应该很难痊愈。不对，我可以趁此阴他一把。易姐，您出手肯定需要特定丹药救治，您就拿出一粒丹药给岳先生治一下伤。江之意还没反应过来，手链中就传来江林的声音：给他金龙撞虎丹。江之意一笑，这小子坏心眼真多，是让萧栋断子绝孙啊。不过既然是灵儿的敌人，肯定不能心慈手软。想到这里，他扔去了一枚龙纹丹药。我的清灵真气只能由我的丹药化开，拿上丹药赶紧滚。谢过清灵丹仙，在下告退。吴山接过丹药，直接带着萧栋消失不见。随后江之意瞪了眼不远处的刘子阳几人，吓得他们急忙逃窜。好了，灵儿、西月，我还有点事去处理，你们也忙去吧。灵儿，别忘了我说的，我等你做到的那天。江之意说完，带着特别的笑容看了眼江陵，转身向着道天宗的方向飞去。那里有几个老家伙，可能需要点威慑了。一瞬间场面冷清下来，只剩下江陵、龙希月以及呆滞的上官夭夭。江陵，这次谢谢你，是我。打住，我还喜欢你之前那个胡搅蛮缠的样子，麻烦你恢复一下。龙希月咬牙切齿冲向江陵。江陵，你找死！停，这事还没完。龙希月疑惑道，还有什么？这4枚百香丹给皇后娘娘，这枚万香丹给陛下。别拒绝，发生这么大动静的事，陛下他绝对会调查的一清二楚，你就老老实实把这里的情况全部讲清楚，别美化，别撒谎。还有这个，里面有着一本极品天阶功法万花录，可以用作炼气淬体，送你了。江陵把画卷扔给懵逼中的龙希月，毫不在乎。万香丹你不要了，这天阶功法你也就这么送我了。江陵心中一哼，你那老子心眼小的跟芝麻一样，来自你们皇家秘境的东西我可不敢贪墨，而且我有顺物天赋，早就掌握了，不如送个人情。这功法对我没用，送你了。你能叫我独道吗？龙希月这话憋了很久，终于说出口道，独道不适合你，小气鬼，试试吗？喂，你去哪？吃饭？你们这些魔人的妖精能饿死我，我和你一起，我请客。不需要，有约了。龙希月望着江陵拉起上官夭夭奔跑的背影，咬牙切齿，气得萝莉脸红彤彤的。主要是2件事，一个是江陵的态度，另一个好感度系统，他也是连错3道。毫无疑问，下等。丁，好感度+1。聊了半天才好感度+1。江陵，你是不是瞎啊？我这么可爱的萝莉，你都不心动一下？过分，太过分！望向江陵离开的背影，龙希月嘴角一翘。江陵，我知道你有好多秘密，肯定不会直接告诉我，那我就自己调查了。说完，他便直接捏碎一道符箓，跟上江陵的背影。先去看看，你就干嘛去？常言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清雅琴瑟。张婉梦闭着眼，手指轻轻撩拨琴弦，心中的愁意不断汇集。师尊的状态越来越差了，虽然已经靠江之意给的续命丹稳住神魂，但看样子撑不过3个月了。道天宗其他派系正在死死盯着秦派的这块蛋糕，如果师尊真的撑不过去，秦派只能成为其他派系的附庸了。不行，我必须拿下江陵，获得涅槃丹。想到江陵，张婉梦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原来最瞧不起的人，现在看来竟然如此深不可测。秦派的情报网乃是9州大地数1数2的情报机构，可一点都没查出江陵的漏洞。真是这些年一直死皮赖脸磨在自己身边，导致调查他的人基本没有几个，力度也小得可怜。真是小看了他啊！想到系统的考核，张婉梦心中浓浓的不安。他最在乎的人，他最爱做的事，他的梦想，这每一项他都找不出答案。这个江陵太能伪装了。再想起那时候听到的心声，冷酷狠辣，目标极其清晰，而且心智近妖，想要攻略完成极其困难。该怎么找突破口呢？小姐，京都内线信息，最高级人物江陵信息。一个青衫丫头急匆匆走来，会报道。张婉梦疑问道：什么消息？万花亭处，江陵施展太微毒经的巅峰手段，起死回生，逆转百花生死。什么？张婉梦刷一下站起身，满脸不可置信。他不伪装，要出事了。
青山丫头小云一愣，惊道：“小姐，你早知道江陵有此能力？”她前面都在伪装，没有理会小云。张婉梦脑海飞速运转，原来如此，怪不得不用给我好脸，原来是要入仕了，打算借着道子之位开始入局当今九州吗？这一出手可真是大手笔啊！20少年，绝世天才，仙法大成，逆转生死。明天不，此时此刻，很多情报机构可能都疯了一般地在玩命调查这个纨绔大少。听着张婉梦的沉吟，旁边的青山丫头小云满脸的震惊。那个江陵如此恐怖，我们都被他骗了。给我复述一遍全部过程，要全部内容。随即，青山丫头小云将万花亭内幕一字不落的详细汇报给了张婉梦。只见他脸色疯狂改变，果然如此，这个家伙不打算藏了，天赋、悟性以及才情已经巅峰造极了。不过他为什么现在才元婴呢？对了，拜血蛊，一切解释通了。这些年他一直在对抗拜血蛊，在这种情况下，竟然所有人都没有发觉拜血蛊的嗜血之痛，俯身独坑研究太古独道的钻心之苦可怕。这样的人真的很可怕。如今对他来说，最大的顽疾拜血蛊解除了，他自然不需要隐藏了，我也就没用了。小云，我们去找江陵。好，我这就。啥？去找江陵干嘛？小云不可思议道。张婉梦郑重道：我不答应青灵丹仙从了他弟弟吗？啊，小姐，你真要去和江陵那恶少那个？你觉得现在的秦派还有和丹仙讨价还价的能力吗？小云低头不语。2年前，秦派遭遇莫名势力，3名秦派老祖同时殒命，不得已情况下，派主闭关突破，结果突破失败，神魂俱伤，已然奄奄一息。一旦派主灭秦上人离世，缺少顶端战力的秦派，在九州大局上就会变成一个待宰的羔羊。小姐，按道理来说，婚约解除了，那家伙来的会更勤快。昨天没来，今天万花节又没来，真是奇怪。会不会他已经对小姐不感兴趣了，所以您就不用陪他那个了？闻言，张婉梦心中却出现了失落。原本她很反感江陵，恨不得对方彻底从自己眼前消失，可如今消失了，她心里却空荡荡的，感觉丢了什么宝贵的东西。张婉梦啊，张婉梦啊，你真是可笑。别人来讨好你时，你无比厌恶，现在他彻底离开了你的世界，你反而要赶着送上门，生怕他觉得自己没价值了，真是可笑啊。张婉梦摇摇头，挥去心底的自嘲。1万的好感度，他必须在3个月内刷够。如果不去找江陵，别说1万好感度，一点可能都没戏。醉生梦死楼最大的包间，姓刘的最好别烦我，今天你那个二哥就差点把惹毛了，现在老子就想好好吃个饭。呀，林哥，我和那帮蠢货能一样吗？咱这19年的交情，你不了解我。刘子渊凑上去，眉飞色舞。刘子渊，刘家嫡系4公子，江陵最要好的死党，标准的死胖子。他和江陵合称是京都2霸，成天无恶不作，欺男霸女。这老天也不长眼。江陵是地级血脉，刘子渊这货是上等极品的0级血脉吞食兽，据说里面还有一丝饕餮血脉。刘子渊地位可不是万花亭里的那个刘子阳能比的。虽然父亲都是当今刘家家主，但刘子渊的母亲是皇帝胞妹黎阳公主，所以他也算是龙家血脉之后了。也就是如此地位和资质，决定了他的骄横无理。刘子渊唯一能服气的，也就是血脉比他高、地位比他高的江陵。2人更是从小玩到大，属于死党了。当刚到醉生梦死楼的时候，他一听到最大包厢被江陵订走，直接没皮没脸走进来。林哥，你这脸咋虚成这样？这是被哪个美人榨干的？是你旁边这个清纯可爱的丫鬟。刘子渊见西西靠上前，兴奋地问道。此时上官夭夭神情呆滞，宛如个真丫鬟一样，在江陵旁边傻傻坐着，完全不理会外界一切信息。江陵没好气道：滚，没看老子烦着呢。一想起自己刚获得的底牌就暴露出来一部分，就来气，还给了那个萧栋收拾烂摊子，真是晦气。除了系统奖励，其实自己啥也没有获得。刘子渊一拍桌子大吼道：老板呢？这是死哪去了？美女呢？还不上来？没听到我兄弟烦吗？江少刚刚说只吃饭，其他啥也不要。门口的老板闻言一个机灵，急忙跑进来解释道：放屁，我兄弟是吃素的，光吃饭来你醉生梦死。上醉销魂蚀骨的节目，我记得不是刚来一批异族吗？好，老板连连点头，急忙下去安排。江陵满脑子问号，老子真是来吃饭的。昨天和旁边这个狐女大战1天1夜，今天本想干掉萧栋，结果反而给那蠢货收拾了半天烂摊子。要不是有顺物天赋，让自己太古读经掌握到无上宗师的地步，
现在自己可能还在皇帝姥儿面前磕头求饶呢。我现在就想老老实实吃点东西，补充体力。至于为啥来这，静啊，快饿疯了。现在又来了个不要脸的损友，真是让人脑仁疼。问题这兄弟真是掏心窝的哥们，自己又不好意思拒绝。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看看所谓的节目吧。旁边包厢，龙希月咬着牙，愤怒在桌子一拍：刘子渊，你个混蛋，竟带坏人！他是跟着江林的身后来的这里，他就想看看江林约的人是谁，以及想调查出江林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没想到江林只是来吃饭的，这让他莫名其妙的开心了许多。江林现在可是自己的天命道侣，他是自己的。可刘子渊的出现让他瞬间火冒三丈。什么人啊？这不是让江林哥哥把持不住吗？实话说，我也想看看异族的节目效果如何，还没看过这类节目呢，是不是真有他们说的销魂蚀骨啊？小丫头眼中光芒一闪，急忙摇响铃铛：把你老板叫来，立刻马上，我们老板在陪重要的客。话没说完，皇家腰牌便直接摆在服务员面前。10秒后，老板立马出现在包间内。是西月公主啊，小的有眼不识。嘘，把隔壁节目送到我屋里来，给他们送一些悲伤情曲就行了。啊，那是江少和刘少，你是觉得他们比我身份重要了？龙希月故作脸色铁青，大有马上发飙的冲动。公主殿下，小的绝无此意，绝无此意，我立马给您上。老板直接跪下，连连磕头。不错，要是敢删减，要是不精彩，明天我就让人把这里给查封了。对了，那边要怪罪你，你就说特殊人安排的，他们惹不起。要是一直逼问，就说是太子说的。还有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看了那个，你懂吧？老板趴在地上连连点头。行了，你下去吧。对了，悲伤小曲儿必须弹，直到他们离开。看着老板满头是汗的离开，龙希月眼神中充满着兴奋。我就是怕对江哥哥身体不好，我先帮你看看。你敢玩老子？刘子渊猛然站起身，仿佛下一秒就要撕了老板。刘少，刘少，真不是我的安排，有大人物指定的。老板趴在地上不停磕头，四周的美女站在原地瑟瑟发抖。狗屁大人物，连逛窑子都要抢。你要是不说出来个名字，我直接送你去见阎王。刘少，那人真惹不起，接下来您3次的消费全部免单。麻蛋，我在乎那点钱，劳资兄弟2年了，第一次来这，你这么给我掉链子，我要知道那货是谁。江林翻了个白眼，是你自己想看吧？他丝毫不管刘子渊发脾气，继续埋头奋战在餐桌。这一瘦肉就是美味，外酥里嫩。哇，这汤又鲜又滑，真是回味无穷。这个鳞笋更绝，五色俱全，晶莹剔透，入口更有股清爽提神的感觉。是太子殿下。随着老板的声音落下，江林手头的动作一致。龙战，那个中品地级古龙血脉的家伙，那家伙可是心狠手辣，对4大家族一点好感都没有，一心想全力洗牌培养亲信。这也导致4大家族麻烦不断，让萧栋一次次在众女面前挺身装逼。而出龙战背后是和上官家齐名的尹氏家族、司马家族，不好惹。不过没事，等萧栋进入了道天宗，你们慢慢斗。原剧情，龙战利用江陵丢失道子之位的恼怒，试探出萧栋底细，随后对萧家暗部进行了一次大面积围剿，让萧栋被迫换了次地图，去其他地方装逼成长。这也是个狠人。不过这一次我就不当你的急先锋了，你们慢慢玩古龙和真龙之间的战斗会很有意思吧。不过司马家不能放任下去，必须找个由头收拾一下，后期自己成为混沌使魔的傀儡就有对方的手脚。刘子渊怒火中烧，正准备开口骂时，江林一把拉住他，开口道：兄弟，来吃东西，没必要为这点小事生气。刘子渊见有台阶，也知道刚不过龙战，立马下坡，只是嘴里还愤愤不平道：这次我是看在林哥面子上就算了，我们吃东西。江林想到什么，突然回头问向地上的老板：龙战就一个人？老板顿时汗流雨下，想到龙希月的保密，支支吾吾说道：2个人，还有个特别神秘，看不清。江林挥挥手，心道应该是司马家的人。这时候应该是开始布局刘家和秦派了。刘家马上就开始失势了，萧栋也就勾搭上刘家大小姐刘嫣了。刘嫣也是大女主之一。话说那个刘嫣好像还和自己有婚约吧？行了，你下去吧。江林挥挥手，准备继续开吃。老板如同从鬼门关走了一遍，深吸一口，急忙跑向门外。麻蛋，把曲儿给劳资换了。刘子渊怒骂道：这也是那位的安排？龙战，你欺人太甚。饭桌上，刘子渊左搂右抱：林哥，你真不来一个？看着娇滴滴的，去，
别烦老子，这种取下你还能玩下去？你牛皮！林哥，你不会被张婉梦那货甩了，然后在这里化悲痛为食欲吧？不至于，一个冷冰冰的石头，犯不上。你别忘了，你和我姐还有婚约呢。我姐那个好看的。你少废话，张婉梦现在求着我和她在一起，我都不屑看一眼。林哥，你可拉倒吧，前几天去萧家闹得沸沸扬扬的，可是京都人人皆知的。切，那是我想去看看萧战之后究竟怎么样，结果那货连一个回合都接不住。林哥，我咋听说你用毒了吗？你元婴对付个金丹还用毒，我都替你骚得慌，怪不得张婉梦看不上你。你放屁，那张婉梦从头到尾不过是我的一个挡箭牌。门口，张婉梦手放在把手上，愣了一秒，果然如此，利用我骗过所有的情报组织，不愧是你啊！张婉梦眼中闪过愤怒，手指微微有几分颤抖。旁边的侍卫丫头呆了，一旁阻拦的老板也呆了，他们从来没见过张婉梦如此发火。这个来自己9天的仙女怒了，不过很快她便调整好情绪，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好感度只要让江林对自己有好感就行。男人嘛，只要给足面子，我不信好感度能少。好了，你们在门外等着吧，别说我来了。张婉梦挥手退下来的所有人，自顾自走向弹琴之人，挥手让其离开。看着张婉梦的背影，所有人暗暗称奇，难道这个天之娇女真的爱上那个纨绔少爷了？刚进外门，内层的守卫看到来人竟是张婉梦，哪怕是江六也不敢出声制止。张婉梦何许人也？江林苦舔了4、5年之久的女神，得罪江林你还能留个全尸？要是张婉梦一个不开心，江林可以灭你全族，让你生不如死。张婉梦坐在古琴前，看着瑟瑟发抖的侍卫，不由得一笑。突然间他还挺喜欢这种感觉，这个江林前面伪装的真贴心啊，哪怕最近的守卫都以为他非自己不可。嗡，试音声响起，江林一愣，抬起头问道：刚刚那曲没弹完，咋就换了？太不专业了吧。林哥，你还懂琴呢？我好歹去了琴社上100次，你在质疑我？粉红流光中，龙希月眼睛睁得大大的，脸色红扑扑的，看着台上的表演，露出震惊的表情。桌子上的美食是一动未动，他更忘了关注隔壁的动静。古琴前，张婉梦闭上眼，手指肆意在琴弦上拨弄。小时候，父亲说，家族只有我一个高品质血脉的后辈，未来家族的复兴只能靠我了。再大些，师尊说，秦派核心弟子凋零，唯有我琴心通透，重现秦派的风光，就拜托我了。而如今，天道说，我的天命道侣是江陵，一个我原本看不起，现在看不透的危险人物。此刻，我要为了师尊和秦派的存亡，必须来讨好他。我这忙碌的一生，怎么那么像被操控的傀儡？仿佛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一般。琴音起，问新曲。江陵猛然起身，看向弹琴处，这声音记忆中太熟悉了。天地间的琴音，仅有一人能如此纯粹，那只有张婉梦。这气息是自我怀疑了，那妞上次见就不对劲，这次更是跑过来给自己诉说他的疑问。江陵手臂一挥，琴帘被一道真气拉开，一副绝世容颜出现在他面前。琴道天才张婉梦。刘子渊也站起身，尴尬的挠挠头，看了看张婉梦，又看了看江陵，好像懂了些什么，又好像啥也不知道。林哥，你们聊，我妈喊我回家吃饭。说完，他一溜烟消失不见。琴声还在响，可江陵脸色却很微妙。乐理太能表达情意了，获得顺物天赋，他的思维已经是顶级了。这赤裸裸的问意，他要是再察觉不到，白瞎了他的神级思维。正愁不知道从哪个女主下手开启偷心任务，这就直接送上门了。不过不对啊，你自我怀疑，问我干嘛？我又不是你师傅，也不是你爹，又没给你压力，也没有对你有啥期待，你问我干嘛？一定有哪里出来问题，真是莫名其妙。难道绝世魅体让自己的魅力属性升太高了，直接把他心给迷住了？可拉倒吧，人家修的那是绝情琴心，除了骚动，谁还能打破绝情，化作专情？曲落人醒，张婉梦睁开明亮的眼珠。江少，重新认识一下，我叫张婉梦，和青灵丹先约定好了，这1个月我都是你的，你愿意做什么都可以，还请江少怜惜。几句话，江林也明白了些原委，原来自己那便宜一姐出手了，怪不得这女人快怀疑人生了。原剧情中是自己强逼对方就范，而现在是江之一出手，直接以利益交换。很明显，对方为了师尊选择了出卖自己，为了那个灭情上人能多活几天，值吗？不管那么多了，正好利用这次机会，看看如何斩去桃花运。反派斩运任务，每斩断主角，消动1次桃花运，
血脉品质提升1级，进度0、10。目前进度0、10。目前血脉品质太微子毒蛇下品地级血脉。如果真能利用张婉梦给萧栋布置一场杀劫，或者将萧栋在张婉梦身上的气运给夺过来，自己的血脉直接上升为中品地级血脉，自己真气品质也就可提升了。在修真界，真气的品质决定了修士的核心战力。像江陵地级的真气，完全可以越级击杀0级的元婴巅峰，而且元婴圆满后，觉醒的本命神通也就会越强。可以说，真气乃是修士的命脉，品质越高，修士上限也就越高。目前斩断萧栋关于张婉梦的桃花运，自己可以提升血脉，而萧栋只会提升一个小境界，完全划算。这个任务越拖，对萧栋越有利。至于怎么斩断，自己要好好规划一下了。想到了这里，江陵一下子隐地附身，直接从凳子上站起来，满脸激动道：“婉梦，你说的真的吗？你知道吗？我等这一天多久了？你不要怪一姐太强势，真的是我太爱你了。”什么？这和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啊！他不应该会冷漠拒绝自己吗？张婉梦人傻了，完全没想到会这样。之前心中准备的一长串说辞完全无效了。本以为江陵都不会再鸟他了，他想通过秦派和自身价值让江陵真正动心，完全没想江陵会是这个态度，还是一如往常的油腻和肉麻。没等张婉梦反应，江陵直接拉着张婉梦坐在椅子上品尝起美食。这对于江陵来说太简单了，当了9次反派了，欺男霸女的事太得心应手了。来，婉梦，我喂你吃。张婉梦浑身僵硬，脑袋完全不够想的，傻愣愣地张开嘴，吃下江陵喂来的美食。酒足饭饱，这顿饭江陵吃得极其痛快，还时不时刺激下张婉梦的底线。他要做的就是今天拿下张婉梦，明天就把她扔得远远的。然后谁爱和这个大女主掺和，谁掺和去婉梦。今天是万花节，我们去赏花，今晚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张婉梦眼中依旧混沌，她很想看清眼前这个男人的真面目，可她怎么都看不清。此刻一切和前几年没区别，还是那副令人作呕的架势。可如果不是经历过退婚萧家之事和详细的万花亭情报，她真的会认为这还是那个纨绔风流子。我要是拥有永久的读心术该多好，眼前的这个男人我真看不透。不经意的，她想念起了之前奖励的30层读心术，可惜还没好好利用，就被江陵躲过去了。怎么，婉梦，你不去看花河吗？听到询问，张婉梦这才从迷离中回过神来。不能这种状态，刷新好感度为主。想到自己的目标，张婉梦瞬间恢复清醒，不禁心中又对江陵忌惮了几分。他可能是故意乱我思绪的，不能再这样，我要占据主动地位。江少，谢谢你，这些年我都终于知道你是真心对我的，我当然愿意和你一起赏花河。这些年是我不好，浪费你太多真心。念头通达，张婉梦瞬间进入角色，破罐子破摔，还是心中别有算计。这个张婉梦有点意思，不过我的目的很简单。吃干抹净，随手一扔，江陵嘴角微微翘起，也不犹豫，拉起张婉梦向包厢外走去。迎面走来一个熟悉面孔，龙希月。他怎么在这种地方？此时龙希月满脸通红，脑袋已然乱糟糟。原来世上还能有这么有趣的事。希月公主，你怎么在这？听到江陵的声音，龙希月立马从刚刚的表演节目中惊醒过来。她红着脸，又看到江陵和张婉梦在一起的情景，心里更是乱糟糟的。今天不适合兑现，下次再和你比。路过，我妈叫我回家吃饭，我先走了。说完，龙希月头也不回，直接向门外跑去。京都有一条河，上端连着夏国最大的天海，下端接着夏国最急的帝江。这条河名为花河，四季皆有花开。曾经大夏开国皇帝生日当天，该河万花齐放，无比璀璨，因此每年的这天就被命名为万花节，大夏子民同庆。花河两边是热闹的集市，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江陵和张婉梦并排走着，身后跟着还沉浸在万花亭事件中的上官夭夭。江陵，你送我这支昙花，我真很喜欢，谢谢你。真的吗？婉梦，你喜欢，我以后每天都给你送。江陵，你对我真好，你闭上眼，我也有个礼物送给你。张婉梦踮起脚，轻轻在江陵脸颊轻啄了一下，迅速装作鸵鸟状。睁开眼，江陵痴迷盯着张婉梦，两人你侬我侬，好似神仙眷侣。每每过路之人看到二人，皆是满满羡慕。这就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吧？殊不知二人心思各怀鬼胎，都在算计对方。江陵在试探张婉梦的底线和目的，他打算最快时间攻心，上垒对方，完成任务。
而张婉梦在适应这样的身份，不断讨好江陵，获取好感度。目前他已经靠着一点好感度积累到100多点了，又获得了一项上古擒技之法，由于评价等级过低，只获得第1试。刚刚那一吻直接获得了70好感度。就在这时，二人身后的上官夭夭猛然从浑浑噩噩中醒来，他想清楚了。江陵，我明白了，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月上是萧栋哥哥，你想赶尽杀绝，想利用龙息月直接除掉萧栋哥哥，还在萧栋哥哥面前故意那么羞辱自己，最后无法杀死萧栋哥哥，你还顺势做了救世主，所有人都被你骗了，你伪装的可真深。他望向前面谈笑风生的江陵，仿佛看到了一个隐藏在黑暗中的毒蛇，正在面对自己放出獠牙。等着，等我恢复完璧之身，我一定要为萧栋哥哥除掉你。就在这时，他空间天赋突然感受到危险，有敌袭，目标不是自己，是前面这个女人。要不要出手呢？虽然刚刚他陷入了迷茫，但并没有失去对外界的观察。这两个人没羞没臊的秀恩爱，让他其实很不爽。他恨不得杀了江陵，生吞其血肉。但有另一个女人在江陵怀里撒娇打闹时，心中又有一种特殊的憋屈和怒火。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无来由的感觉有人抢了自己的东西。有这女人在，我刷好感度恐怕更难。和江陵这种恶人关系那么好，能是什么好人？我凭什么要提醒你们？心里想到这里，上官夭夭便假装看不到不断接近的敌袭。突然一道玄门罡风袭来，直接击中张婉梦，浅蓝色的霓裳裙瞬间染红一片。这一刻江陵才感受到敌人是空间系的杀手。妈的，老子最讨厌空间系，这玩意就是个 bug。 这攻击手法是玄门封魔司马感，应该是龙战和司马家对秦派的布局，自己的护道人都没发现对方，局势有点意思了。噗！张婉梦身受重伤，躺在地上奄奄一息。这一击破了张婉梦的护道气，碎了他的琴心。对方是个狠人，摆明了要张婉梦的命。要不是琴心护体，张婉梦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看了眼地上的张婉梦，江陵直接取出最上乘的疗伤灵丹，喂给他，稳住他微弱的命脉。他还有用，不能死，要死也要偷心任务完成。唰，又一道玄门罡风，还敢出手！江陵怒了，眼神一眯，手中法诀已出，黄泉地狱。瞬间一道结界勉强挡住了那道罡风。黎树，帮我护住张婉梦。下一刻，一个方脸中年男子出现，江陵的护道人李满堂。还请少主不要冲动，对方有空间术法和伪装神通，非常棘手。江陵没有说话，看了看四周惊吓的人群，又看了眼地上的张婉梦。张婉梦面色虚弱，眼中已然绝望。琴心就是他的道心，他的道基。琴心碎，意味着他的琴之道途毁了。很快他的修为就会逐步消失，退回炼器，只能重新铸造道基。20年的努力，一朝皆废。看着江陵眼中的蜥蜴和认真的脸庞，他嘴角却翘了起来。看样子是我输了，还没开始我就输了。你果然一直在伪装，以前是我小瞧你了，只可惜这昙花是被毁了。其实我是真的挺喜欢的。莫名其妙的话，江陵不理解。他低头望去，那被罡风碾碎的昙花是他刚刚在路边买的。在京都，只有我江大少欺负人的份儿，这次被欺负到头上了，不能忍。江陵咬牙切齿道：好好的血脉突破机会，恐怕因此要推后了。他心里那个恨啊！护道人急忙劝道：少主，对方是化神期的，还精通空间术法和伪装神通，我们找不到他，也不留不下他，要不算了。江陵摇摇头，眼神逐渐凝结。就算是炼虚期的来了，这次我也不会放过他。你打算怎么做？在京都，没有人能让江大少吃亏。下一刻，漫天银针飞向人群某处，只见一道身影冲飞而起，飞在花河之上。江家之人，你这是何意？什么时候尹氏家族的人敢如此明目张胆在黄州之地出手？江陵懒洋洋地走向河栏边，高声道：空中之人乃是司马家族之人，玄门封魔司马感，后期把萧栋逼上绝路的家伙。刚刚罡风一出手，江陵便知道是他的功法。最重要的是，他是隐藏大家族司马家的绝世天才。司马家也是个大反派家族，是太子龙战的后盾。刚刚在醉生梦死楼，他有想法找点事，没想到现在对方就送上门了。那司马家族对四大家族可没有一点好感，江陵也对司马家没有一点好感。江家的覆灭有对方一半的作用。至于这次司马家出手，倒和江陵无关，主要是司马家想要获取秦派的掌控权。此时的秦派二弟子正是司马家族的棋子。
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斩首行动，本来应该在30几章之后的剧情，没想到提前了。原本张婉梦在这时情心破碎，萧栋在段天涯的指点下，帮其重新建起了专情情心，至此也就造就了3000琴音，只为君坛的痴情情仙。只可惜现在萧栋自身难保，还在昏迷之中。这些不是重点，重点是江陵很不爽，好好的一次提升血脉品质的机会被破坏了。入世就要懂入世的规矩，司马家没教过你吗？看着江陵的咄咄逼人，司马敢冷冷道：你什么意思啊？我不懂。话音未落，江陵直接起身，一道身法直接冲向司马敢。那人是江家大少，他不是刚刚到元婴吗？是啊，现在怎么突然元婴后期了？卧槽，他直接对话神器高手出手了，这恶少猖狂啊！就膨胀呗，这次可踢到硬板上了，对方可不是阿猫阿狗，可是传说中最强的司马家族之人。是啊，还是稀有的风系空间血脉。这时周围人群纷纷注意到这一幕，开始嘲讽起江陵的不自量力。地上的张婉梦迷离地看着江陵的背影，这才是你本来的面目吧？拜血骨一去，再也没阻碍你修为的羁绊了。1日2境界，这是憋了多久啊？另一边，江陵已然来到司马敢面前，一道黄沙般的领域直接展开。臭小子，你敢！司马敢没有犹豫，直接出手。风极奥义，散风落，一道道凝实的真气在空中聚集。可令所有人惊讶的是，还没来得及凝结成风，就直接四散消失。扑通！下一刻，司马敢直接摔进万花河。江陵俯身直冲向司马敢，地狱结界落在河上，宛如一道枷锁，控住司马敢。不，我怎么中毒的？卑鄙小人，你竟然使毒！你敢动我，司马家不会放过你的。江陵活动一下身形，嗤笑道：传说中人类史上最强家族司马家不过如此，你们要想隐世，就在极南之地藏好。这里是大夏盛世，只有大夏天子说的算，最强的家族只有天子册封的江家。此乃皇城之地，今日又是万花节，俗称劲舞节，你已犯下死罪。江陵手中响指一达，整片花河之上慢慢凝结紫色花朵，是黄泉路的彼岸花。不知哪里响起一句惊呼，所有人都看向花河。这是江陵在万花亭夺下萧栋机缘获得的系统奖励，彼岸花毒和修罗地狱。今天我话放在这里，以后谁敢动我江大少的人，我会亲手送他进地狱，明的弄不死你，暗地里我也会整死你。有谁不信，完全可以试试。江陵冷冷看了眼河面上生不如死的司马敢后，极其霸道地看了眼四周观望的人群，一时间他的状态气势冠绝全场，好不嚣张。观望的人群都默默低下头，不敢与其对视。婉梦，这就是我陪你的彼岸花，好看吗？张婉梦神情复杂，但眼中露出一丝感激。看着二人眼中的交流，上官夭夭气就不打一处来，说不出来哪里气，就是很生气。上官夭夭咬着牙，神气啥呢？不过是彼岸花毒借助地狱领域凝成的幻影罢了，和真正的彼岸花相差10万8千里呢。此时司马敢的身体慢慢被彼岸花毒覆盖，他的容颜一点点衰老，气息逐渐衰弱。唰，一道寒芒划破夜空，空中再出现一人。江兄，这事定有误会，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司马兄吧。楼台旁，刘子渊抱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孩猛然站起来，是龙战那个王八蛋，林哥给我往死里干他。石头上，上官夭夭握紧手中的软剑，随时准备上前。无论如何，江陵不能现在死，必须等我恢复完整处子之身。这时江陵抬起头，面容不变，带着笑意望向那一身锦衣的威武男子。请问现在和我说话的是大夏太子龙战，还是道天宗的龙战师兄？有区别吗？龙战微微一笑，手里光剑在空中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如果是龙太子，我便谨遵旨意，送司马兄上岸。龙战眉头一皱，冷哼道：如果不是呢？那就不好意思了，敢惹我江陵之人，我必杀之。江陵眼神一厉，看向满头白发的司马敢。彼岸无忧，地狱花开。突然一朵朵彼岸花迎风飘起，化作漫天花雨。花河之上漫天黄沙，彼岸花灼灼生辉，花毒漫天，死气笼罩。江陵下杀手了。龙战厉声喝道：你敢！江陵目光一凝，猛然看向龙战。说话者可是太子殿下。龙战眉头紧皱，开口：司马家就彻底出事，和自己绑定，司马家的所作所为都会牵连到他，这样对后续计划相当不利。寂静，全场寂静，唯有漫天花瓣肆意飞舞，映在江陵和龙战二人之中。河中司马敢彻底衰老，意识慢慢消退，
直到失去最后的呼吸。一代化神器的天骄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就死在了彼岸花毒中。龙战握紧手中长剑，眼中龙影四现，恨不得上前一剑斩杀江陵。好，很好，江陵，你做得很好。江陵微微一笑，缓步到司马杆尸体边，随手一挥，尸体化作尘埃四散开来，仅留下了一朵妖艳的彼岸花。谢师兄夸奖，这花作为谢礼。说完，四周彼岸花凝聚出一道花路，将这朵最耀眼的花缓缓送往龙战处。上官夭夭眼神震动，这是真正的彼岸花。嗡，一道剑光龙鸣，直接破开花路，斩碎那彼岸花。江师弟，还是少碰这妖花，当心玩火烧身。龙战冷冷冰说完，直接消失不见。我还是那句话，谁敢惹我，我就让谁死。司马家想来，我接着。只要你们敢，100年内我定灭尽司马族。江陵独自站在花河之上，霸气无比地说道：劳资是反派，怕的是主角的气运，不是你们这群地点。江陵登上辇车，嘴角流出一丝血渍，装过头了吗？但好爽啊！张婉梦身受重伤，今天是没机会进行实验了。不过有了今天的事，后面拿下这个妮子应该没问题，还是错失了血脉进化的机会了。哎，这里面绝对还有天道气运的影响。京都东宫，啪嗒，龙战愤怒将手边的花瓶摔倒在地。告诉我，那个纨绔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那么恐怖？一名老者连忙弯腰，瑟瑟发抖道：那小子之前绝对一直都伪装，他用毒的手段已经到了无上宗师的地步，我感觉到他好像能无时无刻都在使用太古毒经，好几次甚至能让我的神念中毒。龙战一拍桌子，这一切我能不知道？我说的是司马杆怎么被发现的？最后那个彼岸花为什么能变成真的？他明明只是个元婴期的家伙，怎么能做到化神期的巨献？还有司马杆怎么中毒的？那彼岸花我也不知道，应该是特殊功法的手段，利用司马杆的尸体培养出来的。至于司马杆的暴露和中毒，我也全程没感应到。老者身体颤抖幅度更大了几分。废物，你炼虚期的高手，竟然没看透一个元婴期的小鬼，是卑职惭愧，见识短浅。滚！这事我要3天内知道原委。还有，告诉司马家，给老子把江陵的底细摸清楚了再行动，否则老子不介意到时候落井下石。是。龙战满脸戾气，死死地望着江家方向。看出来我要灭四家的心了吗？可你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就让你们先蹦跶一段时间，等我布局完秦派和刘家后，再收拾了肖战的暗部。江陵，我们慢慢算账。不过没想到你竟然藏得这么深，竟然让我都感觉到了一丝害怕。看来是要给你增加点阻碍了。你不是喜欢美女，我这边可培养了不少。鉴于你这么给力，那极品美人鱼就送你了。实话说，我还真舍不得。京都6扇门院内，一个巨大石碑上突然亮起光芒。地榜99，萧栋；地榜第4，江陵。这两人才刚上元婴期，就直接突破人榜，进入地榜。江陵那子竟然能冲上地榜第4，什么鬼？一名守榜人惊讶道。就在这时，身穿飞鱼服的绝色美女从堂内走出，此人是4大家族南宫家天骄南宫冷雨。萧栋，萧战之子，从西南小世界回来，曾经金丹期时连杀3位元婴，现在进入元婴期，实力更加难以估计。听闻此话，守棒人不由得赞道：不愧是战神之后，好风采，确实有实力能上地榜。可那江陵又为何？他不过一个纨绔，借助江家权势欺压百姓，作恶多端。南宫冷雨眼中寒光一闪，冷冷道：前日午时，江陵击败萧栋，将其打成昏迷。今日上午，万花亭中，江陵使用太古毒经无上神通，化腐朽为生机，逆天改命。今日夜里，花河之上，地榜第3名化神期巅峰的司马杆与其动手，被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宛如蚂蚁般被捏死。你觉得他有实力登上地榜吗？守棒人手中水杯一颤，不敢置信道：怎么可能？南宫冷雨眼中厌恶之色更浓。此子用毒手段已经到达宗师地步，真气品质也到了恐怖的地级。案发当时我就在现场，不亲眼所见，我也不敢相信。如果今天他不是全程以王法为由头，我恨不得当场就把他抓进地牢。守棒人一脸沮丧，真是苍天无眼，让此子得势，京都的百姓要遭殃了。南宫冷雨冷哼道：既然他已经成为元婴后期的修士了，我就可以接手对他的调查了。啊，宇千卫打算直接调查江陵？哼，魏家灭门案、北区纵火案以及虎源血迹案，哪一桩大案少得了他？宇千卫还请三思啊，这些案子门主已经定案，不可翻案啊。
南宫冷语厌恶道：“皇上听信江之意的谗言，逼迫我父亲强行定案，我绝不会放任江陵这个罪魁祸首逍遥法外。宇千尉，你这是要违背圣意啊！江家和亲陵皇妃那里的压力，南宫家恐怕撑不住啊！”哼，正面对抗第一家族和绝世丹仙，我没那么愚蠢，我已经派人接近江陵了。等铁证如山的时候，我看他们怎么翻案。那人能行吗？江家等级森严，一般人很难接近江陵的。那可是个绝色美人，以江陵的好色性格，自己就巴巴上去了。宇千尉，您真是舍得杨送虎口。杨，我派去的可是狼，曾经烟雨楼的杀手，身上人命过千，我让他戴罪立功，只要此事能成，我就让他进入6扇门。真能行吗？我听说江陵荒淫无度，每周都要换侍妾，能排得上他吗？他已经进去了，现在前面就一个夏家的丫头，很快就能接近江陵了，以他的媚术肯定没问题。京都外隐蔽峡谷，4、5人汇聚在一起，围着昏迷不醒的萧栋。少主还没醒来吗？还没有，试了所有手段都没办法唤醒少主。江之意那娘们的清灵丹气真是无解。哎，我们还是等诸葛军师那边的消息吧。众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没有一点办法。听说了吗？江家恶少进入地榜了。单杀司马杆以及万花亭里面的手段确实有那个实力。哎，真是苍天无眼啊！我还听说前几天少主被他当众扇脸，今天万花亭再次赤扁，真担心少主心态啊。你多虑了，少主在小世界几经磨难，次次逆风翻盘，心态怎么会因为一个纨绔出问题呢？快看快看，地上的传送阵亮了，地面上的6芒星阵亮起，出现了一个娇美可人的女子，是4大紫衣之一的多面妖姬大人。妖姬大人是来辅佐少主的，没想到总部竟然直接派出了紫衣，少主这次稳了。只见那女子摇摇头，勾起邪魅的微笑。我可不是来辅佐少主的啊，那妖姬大人是来。女子下意识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妩媚道：“军师命令让我搞定江陵，控制江家。”什么？一个江陵竟然需要妖姬大人您亲自出手？众人惊讶，不可置信。女子看向地上的萧栋，开口道：“鬼手圣衣那边还没出关，没人能解开江之意的清灵丹气，那怎么办？难道就让少主一直昏迷着？”女子摇摇头，取出江之意给的那枚丹药。刚刚军师那边已经确认过了，丹药没有任何毒性，而且是下品仙丹，应该能让少主恢复。那妖女怎么会那么好心？肯定有诈。女子一个白眼：“你还有其他办法？”诸葛军师占卜过了，此劫少主虽会吃些亏，但肯定能化险为夷的。好吧，要是少主有个3长2短，我一定去杀了那个妖女。众人齐心协力下，龙纹丹药缓慢服入萧栋体内。下一刻，萧栋身体血光四射，宛如一座火炉。一瞬间，他的精气神全部补了回来，并且气质灼灼攀升，大有直接冲上元婴圆满的趋势。不行，少主是要凝结9品元阳元婴的，现在元婴圆满，之前的底子全白搭了。是啊，现在真气品质才地级，最多能6品，这样太可惜了啊。我明白了，这就是江之意的谋划，光明正大的阳谋，让少主无法成为9品元阳元婴。在旁人惊呼中，萧栋猛然睁开眼，他眼神一横，直接引导体内的力量涌入血脉。轰！庞大的能量直接让真龙血脉品质再次升级，9品神级血脉。什么？少主血脉等级提升了？这丹药也太逆天了，竟然能提升血脉，简直闻所未闻。少主真是胆大心细，那妖女的计策落空了。许久，萧栋才缓缓收了功，看向四周。啊，吴伯伯、赵叔，你们都在。呼，傻小子，这次你可是从鬼门关过了一遭，谢谢你们，这次是我莽撞了。这位是……萧栋看向多面妖姬，眼神中闪过一丝痴迷。人世间竟然有如此尤物。一边的吴山干咳一声道：“这是总部的紫衣使者，多面妖姬大人。”女子微微低头，娇声道：“多面妖姬，见过少主。”萧栋连连摆手：“没事没事，这次麻烦了妖姬使者，属下分内职责，还请少主勤加努力，早日调查出主上战死内幕，重振光明会。”萧栋立马点头道：“我会努力的，父亲之死，我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光明会，我也会发扬光大。少主，属下还有任务在身，就先告退了。吴山，你们送少主回萧家。”说完，多面妖姬的身影消失在原地，无影无踪。望着多面妖姬消失的背影，萧栋怅然若失。妖姬使者，他有什么任务啊？是军师的命令，好像和江陵有关。哼，江陵那子，我绝不放过他。萧家，后山，老头子，老头子。萧栋呼喊着灵魂中的戒指，可没有人回应他。究竟发生了什么？老头子的灵魂竟然直接陷入了沉睡。检查一番后，
发现段天涯灵魂并没有受伤，萧栋舒了口气，要努力提升实力，帮助老头子重铸肉身啊。这几天的事让他有种不真实感。首先是实力，这2天莫名其妙的突破让他甚是疑惑。先是莫名其妙到了元婴期，受伤后又到了元婴中期，虽然等级提升的都很扎实，但还是不放心啊。尤其是在元婴圆满前，不能再这么升级了。先多掌控几门功法，把真气品质提升神级，再凝聚出神级的9品元阳元婴，才能打造最完美的元婴。萧栋望向头顶的月亮，心中有种说不出来的憋屈感。自从来了大世界，自己就处处别扭。张家的退婚之耻，袁家的破坏秘境之仇，万花亭的重伤之辱，一幕幕让他心中怒火中烧。今日之事，他日必百倍奉还。大世界，能人异士层出不穷，面对他们，自己的修行资源还是太少了。如今又丢了传送梭，失了昆仑镜，所以几天后的道天宗入门大会一定要去。想要强大，必须要争夺更多资源。家族没有适合自己的修行资源，道天宗才是我的必行之路。在此之前，袁家的仇一定要报，家族秘境崩塌的难题也要处理。好在老头子前面说了，秘境之石的具体地点就在黑原森林里。过2天和袁家的比武结束后，就过去看看。萧栋又看向不远处的房屋，好几天没见瑶瑶妹妹了，不知道她去哪里了，心里总是怪怪的。刘家灯火通明，一二，这3年你一直在轮回战场上，真是委屈你了。华丽雍容的妇人拉着一个扎着马尾辫、身穿净服的英气女孩，满脸心疼。这英气女孩正是江林的婚约对象刘嫣儿，道天宗4道子之一，天之娇女，身负极品地级血脉，赤金白虎血脉。这丫头是个狠人，14岁进入夏至军，参与了上千次与异族战斗。3年前，她晋级元婴，更是直接前往轮回战场参与万族之战。在军中，她战功赫赫，被誉为铁血女战神。刘家这场家宴，明面上是万花节共庆，实则就是为她接风。刘嫣儿倒了杯茶，递给妇人，真切道：“娘亲，嫣儿不好，这么久都没好好孝敬娘亲。”妇人接过茶，心疼道：“没事没事，嫣儿长大了，这么懂事了，在战场上没受伤吧？”“没有，那些异族同等级的，我能一个打10个。”说完，刘嫣儿大大咧咧坐在旁边的位置上。妇人继续问道：“那在那边吃的何用的？怎么样，没委屈吧？”“我的部队供给是最好的，这方面江家那边没少给支持。青莲皇妃每个月还专门派人送一批丹药，根本用不完。”聊到战场的事，刘嫣儿神采飞扬。突然，她好像想到什么，向下面一众兄弟姐妹望去。一瞬间，刘家所有小辈和女眷都瑟瑟发抖，不敢与其对视。二子刘子阳更是缩了缩头，遮蔽身形，可见此女原先是有多霸道。刘子渊呢，又上哪鬼混去了？主位上，妇人脸色一尬，急忙打着圆场道：“子渊啊，现在在金丹期巅峰，可能在准备突破境界。”妇人正是皇帝之妹，黎阳公主，刘家家主的正妻。刘嫣儿和刘子渊是他的亲生儿女，他很明白自己女儿刘嫣儿的性情极其泼辣。若是让刘嫣儿知道刘子渊出去鬼混，那刘子渊定少不了一顿胖揍。想到自己娇生惯养的儿子，他还是有些舍不得。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个声音：“痛快啊！看到龙战那小子吃瘪，太痛快了！去青楼都要插队，还给我放哀曲，江林就应该连那小子一块收拾了。你是没看到司马家那人死的时候，龙战的脸又黑的呀？”打开门，刘子渊看到刘嫣儿那一瞬间，宛如老鼠见到猫，腿已经开始发抖。“姐，你咋回来了？”刘嫣儿活动活动脖颈，手指的关节微微响起。“你，我啊，姐，我错了，疼，您轻点。大过节的，您刚回来，注意休息啊，别打脸。”一阵鸡飞狗跳后，刘嫣儿宛如淑女般坐回原位，而刘子渊鼻青脸肿坐在刘子阳旁边。这时，黎阳公主一脸无奈，也知道在无奈谁。“子渊啊，你和龙战是表兄弟，没事多亲近，不要恶了关系。”刘子渊点点头，没敢出声。刘嫣儿突然开口道：“今天你和江林在一起？”刘子渊一个机灵，瞬间开口道：“是的，在醉生梦死楼，林哥没有点任何服务，只有吃饭。3年来，林哥从来没有逛过青楼，一直刻苦修行，修为已经元婴后期了。就在今晚，他还孤身斩杀了司马家的化神修士。”说完，刘子渊闭上眼，心里不断道：“江林，老子只能帮你这么多了，别说我不够兄弟黎阳公主惊到，她不是刚刚成为元婴吗？”这时，后背席第2座的刘子阳起身道：“回娘亲，
庶子对正妻的称号都为娘亲，紫渊弟弟所说应该是真。黎阳公主疑惑看向他，怎么说？刘子阳复述了一下万花亭场景，随后道：之前江陵肯定在有心藏拙，实际上他早就是用毒宗师了。以他的手法，对没有防备情况下越级杀敌不是意外，但没想到的是，竟然是司马家的化神修士，还是有些恐怖的。此语一出，刘家整个大堂为之一惊。江家大少已经这么恐怖了。刘嫣儿眼神一顿，封藏的记忆在他的脑海中回溯，那还是炼气期的时候，自己拉着他非要探索野生秘境，结果被筑基期的狼群围住，自己身受重伤。他满脸灰尘，挡在自己身前，一遍遍释放毒针，直到所有妖狼被毒晕，他背着自己走出秘境。刚出秘境，他就晕倒了，原因竟然是他中了自己的毒用毒宗师。现在你应该不会中自己的毒了吧？刘嫣儿眼神迷离，那个满脸灰尘的身影灼灼生辉。就在这时，一个浑厚的声音响起：哦，江家小子已经这么了不起了。子渊，你去叫他后天过来一趟，我是好久没见那小子了吧。来人正是刘家家主刘安仁。啊，父亲您想见他，我明天就把他喊过来。刘安仁哈哈一笑，朗声道：他明天要晋升到天宗的道子。刘嫣儿脱口问道：不是10天后吗？刘安仁摇摇头：这我就不清楚了，后天他来了，你自己问吧。明天呢，你是去不了他的晋升仪式了，要和我一起去面圣。还有，黑原森林受潮将近，镇守黑原城的责任也就落在我刘家头上，刚好你回来了，这事我就交给你了，没问题吧？没问题。江陵别院，上官夭夭眼神恢复神采，目光灼灼。江陵，我想清楚了，你从一开始就知道那个月上就是萧洞了。你早知道萧洞的弱点，所以利用龙息月释放安魂香，去除萧洞体内灵魂的帮助，导致天地炼丹流失败。就算萧洞不毁了百花，你也会出手。你算计龙息月让他失控，就是想利用万花亭秘境直接杀了萧洞，结果出现了吴山。你一直等，想看到万花亭秘境重创吴山，你一击灭掉萧洞。可惜万花亭秘境是生活型秘境，攻击手段太弱，直到最后你出手救百花，也并不是要救萧洞，而是明知萧洞死不了，做的利益最大化。这一场戏，你从始至终的目标都是杀死萧洞。看着恢复神采的上官夭夭，江陵无所谓道：那又如何？我本来就想杀了他，他不死，我怎么用那件至宝？我没想到他那么不在乎你，竟然为了一个至宝直接放弃你。上官夭夭眼中失落一闪而过，这是他难以度过的坎。我想知道，你当时明明对我很失望了，为什么不让自己直接去死了？江陵抬起上官夭夭的下巴，玩味道：可能是自己的第一个女人，有点舍不得。上官夭夭摇摇头，不太笃定道：我觉得，你知道，我一旦使用了献祭神通，可能会刺激到萧洞。我感觉得到，你是怕萧洞的。江陵嘴角露出一丝欣赏，不愧是正牌大女主，这么快就能复盘全过程。不过江陵丝毫不慌，因为上官夭夭从中毒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不可能逃出自己的算计了。哪怕仙人降临，没错，我是怕萧洞，那又怎样？看着江陵丝毫没有反驳的态度，上官夭夭更加好奇眼前的这个青年。上官家的信息全是错的，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纨绔？好一会儿，他终于发泄出心中的烦恼。看着脑海中13点的好感度，上官夭夭不由一阵心疼，又要从头来过。完璧之身，自己一定要恢复，顺带讨好他，让他对自己放松警惕，解开自己身上的毒，最后自己亲手杀了他。他不允许对萧洞哥哥这么危险的敌人存在于世。这次是我冒昧了，对不起。哦，那今晚上侍寝吗？我的1儿丫鬟。江陵也不介意上官夭夭的想法，他已经是棋子，就跳不出棋盘了，最少在毒没解开前，他跳出不去。上官夭夭一个机灵，低下头，脑海中不断天人交战。如果再拒绝，他恐怕彻底会疏远自己，还怎么取得他的信任？这样心思的人，自己一点行为他都可能捕捉到。反正昨天已经发生了那么多次关系，不差这次了。等好感度到了1万，自己恢复了纯阴真元，再服下处子丹，还是完璧之身，这一切都不会存在了。好，我同意。上官夭夭抬起头，房间内空无一人。叮，好感度20。提醒，好感度为7，若连续3天低于0以下，姻缘机缘将会消失。什么？不行，不能低于0。没有机缘，我根本恢复不了完璧之身。下次我绝不能优柔寡断了。反正已经发生关系了，还在乎那些细枝末节干嘛？低下头，桌上出现一行字：花河之案
我很失望，下次再如此，你可以自行离开了。上官夭夭呆了，他一切都知道。另一边，江林早已离开，回到了江家的住宿。系统领取今天的生存奖励，丁，生存2天，获得1日满额修为2，首日奖励额外龙涎香毒。龙涎香毒产生龙涎之香，具有催情魅惑之能。亲爱的反派先生，此毒虽远不及万玉奇毒，但中此毒者依旧难以保持理智，很快就能成为您的忠实玩物，还可以开发更多姿势哦，并且毫无副作用哦，请您放心使用。检测宿主可以吸收该毒源，真气等级不变，已到资质上限，是否吸收？吸收。虽然这玩意没啥作用，但有总比没有强。很快，他就感觉到自己彻底掌控了龙涎香毒，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出这种毒药了。不错，以后自己的元气中又多了一份毒。不对，尼玛，这毒改造了我的体香，散发的是催情的龙涎香。自己这画风越来越奇怪了。不过有了这个，拿下那些女主会方便一点。快点完成偷心任务，提升血脉资质，追上萧冻。还有9天传送缩，也要快点解开血链了。清晨，江府，这觉睡得真舒服。江林美姿滋伸了一个懒腰。来人，本少渴了。江林躺在床上，不愿睁眼，享受着大少爷的快乐。不一会儿，一名女子便来到江林身旁，温柔地端起茶杯给江林喂水。好香啊！下一刻，一股清香的水流滑进江林口中。没等他继续回味，他猛然睁眼，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完美的容颜。对方眼神痴迷，不断地向江林靠近。好香啊，少主，我好喜欢你的味道啊！妹妹的中了自己身体散发的龙涎香，看服饰，这是自己的贴身侍女，应该没关系的吧？日出3竿，数个时辰后，在江林心满意足的起身准备穿衣时，那丫头颤颤巍巍努力撑起身，要伺候江林穿衣。不用了，你是第一次，好好休息吧。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什么印象？少爷，奴婢下。诗柔，是少爷上月在教坊司赎回的，前段时间在荣总管那里学习规矩。什么？夏诗柔？江林猛然回头，看向床上那妖艳欲滴的尤物，猛然瞳孔紧缩。曾经魔界4大魔头的冰蝎魔族，最恐怖的大罗金仙啊！他的转生体，完了！原剧情中杀死自己的人出现了，还被自己上垒了。丁，恭喜宿主截胡第5女主，尊敬的反派先生，我对您的胆大举动表示无上的敬意。魔祖夏雪寒恢复前世记忆的时间将会提前1半时间，祝您好运，获得奖励上古绝世阵图天地大阵，追溯卡1，指定一件你3个小时内看过的物品出现在你面前。阵图天地大阵，上古主位面核心阵图，可构建天地大阵，攻防一体的最强位面护阵，可自行吸取万界逸散的能量，无需能量补给。卧槽，什么鬼？老子上个侍女，竟然是4大魔祖的蝎族，他不是下一卷才出现的角色吗？怎么现在就出现在我身边了？还把觉醒时间提前1半，你要玩死我狗系统！你改剧情。丁，尊敬的宿主，原剧情中您由于被萧冻的败血谷整治半残，荣总管害怕夏诗柔影响您恢复伤势，3月后才将其送入您房中。现您没有受伤，自然就正常给您送来。您的原身可是下过命令，每周的侍女必须是新的哦，不然就要撤了她的总管之位。妹妹的，合情合理，没有一丝破绽。完了完了，把这个魔头给上了，自己的命真保不住了。原剧情中，他见到夏诗柔后就一直动手动脚，但由于当时准备元婴大圆满，导致没有上垒。后续在一次秘境危机中，他遗弃了夏诗柔，让萧冻英雄救美后一直待在萧冻身边，直到中后期龙战横推萧家，萧冻被困秘境，千钧一发之际，他觉醒前世记忆，瞬间施展顶级实力保住萧家，其后更是直接跃进江家，毫不留情杀死对他曾经动手动脚的江陵。原剧情中，这娘们后面恢复了记忆，虽然守护了萧家，但他还是把萧冻打成了重伤，理由是对他亲待，有动手动脚行为。你妹的，连萧冻都这样，更别说自己了，到时候谁来也不好使。真想现在就把这女人直接弄死，可惜不能啊。转世者一旦受到非自然死亡的威胁，就可以直接觉醒前世所有记忆和大部分实力。江林脸色极其难看，一点也没有获得阵图和追溯卡的喜悦。这本书里面他最不想碰到的2个人，一个是萧冻，还有一个就是眼前楚楚动人的夏诗柔。前者是气运开挂，并且还有天道给他撑腰，而对于这女人就是一种宿命的无力感。前面几次剧本杀死他的都是原剧情中的杀他之人，他总感觉这次也会剧情闭环，自己死在这魔头手上。这个魔祖可不是开玩笑的，真是杀了上百万人才有的称号。
不能那么悲观，也不是完全没机会。后面大剧情中好像有个天地灵宝大道纯益天莲叶，可以洗去人的前世记忆与因果。有了那东西，魔祖那就是自己的贴身小丫鬟。现在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的拖着他，别恢复记忆。要想恢复记忆，唯有2个方式：一是必死之局，觉醒前世保命手段，强行复苏记忆；二是自身实力恢复至前世的一半。所以只有把他保护好，不受刺激，并且想方设法不让他恢复到前世实力的一半。如果没死亡觉醒的条件，真想直接弄死他，何必把自己放在这么危险的境地？不过我也没必要太担忧，以自己现在这个底子，等你醒了，谁比谁强还说不定呢。刚稳定好心境，江林耳边又响起梦魇般的机械音。丁，主角萧动修为提升至元婴圆满，成9品元阳元婴。丁，检测到宿主连续3次截胡主角关键物品，利用系统机制导致主角萧动元婴圆满，真气品质却未达到神级巅峰。天道对天命之子萧动进行补偿，赋予其7日的鸿运齐天气运。鸿运齐天，通过字面就知道，无非就是走路捡宝贝，喝水突破境界，呼个吸就能领悟高级意境狗系统。你这样给主角开挂，有意思。好好好，你这么玩就别怪我脏了。这2天我不算计他了，换个容貌和他交朋友，我不信我薅不到这气运的羊毛。接下来他不是要去黑原森林找秘境之石吗？我就在黑原城给他摆好台子，让他赚够便宜。他要吃肉，我必须喝点汤。所有计划和目标全部搁置，前往黑原城薅天道气运羊毛去。吃了这么多亏，这次我必须赚回来点。丁，完成斩运任务。10血脉提升1个等级，宿主血脉升级成为中品地级血脉，太微紫毒蛇升级为双头太微地狱蛇，一头为太微紫毒蛇，另一头为地狱古焰蛇。宿主太微紫毒蛇血脉大成，触发血脉返祖，获得血脉神通太微毒蛇心。宿主触发双头蛇属性，开启第2血脉地狱古焰蛇，火系属性，凝结火系元婴中。什么？这是属于触发特殊事件，直接把对方身上的桃花运吸收了吗？江林心中震惊，没想到张婉梦那里没有结果，在这里找到了斩运的最简单方法，将桃花变成烂桃花即可。双头蛇体内竟然出现2个元婴，一个是元婴后期的毒系元婴，还有个正在形成的火系元婴。不错不错，多了一个底牌。此时床上，夏诗柔害羞地躲在被子，偷偷看着江林。他从小在夏家长大，前段时间夏家当代家主犯下死罪，株连3族，其余家眷被送去教坊司，夏诗柔正是其中之一。但他刚进去就被江林赎了出来。作为自己从小到大接触的唯一男性，夏诗柔对江林完全没有反感，反而是一种浓浓的依恋，仿佛是来自血脉深处的好感。这不仅是绝世媚体的作用，很大程度是蛇蝎绝配的缘故。当看着江林帅气邪魅的侧颜，夏诗柔更是彻底呆了。丁，触发天道姻缘，姻缘道侣。江林，恭喜宿主与姻缘道侣结成天作之合，奖励天命神通贯气天眼，神级傀儡18鬼位。观气天眼，天命神通可以看见人身上的气息，以此判断来人的意图。18鬼位，18个神级傀儡，每一个傀儡实力与自己完全相同。18傀儡同时出场，可使用18鬼阵，实力可提升1个大境界。只要剩余1件傀儡，其余傀儡都可自行修复。丁，由于您与姻缘道侣为天作之合，好感度任务转换为陪伴任务。陪伴任务，宿主只需要陪伴在姻缘道侣旁即可，奖励修行速度提升10倍，每10天获得1个随机礼盒。请问宿主是否激活天道羁绊系统？丁，该机缘完全遵循宿主自愿原则，除保密条款，本系统不得向外界透露，否则立刻魂飞魄散，外无任何负面惩罚，任何时间都可以选择放弃该机缘，并且前期获得的奖励不会消失。以上条款均受到天道约束，请宿主放心。激活江少爷竟然是天道钦点给自己的姻缘道侣，我和他还是天作之合，我只要陪着他就行了。夏诗柔满脸红晕，心中无比激动。他不知道什么神通，什么血脉，他也不在意。脑海中的一连串声音，他就记住了，他和江林是天作之合。天道给他的任务就是陪着江林，只要陪着江林就有好处。连天道都认可我和江少爷，真是再好不过了。我一定会好好陪着少爷，天天让他开心。想到这里，他又害羞地往被子里缩了缩。这一次绝世媚体没有给夏诗柔考核，甚至没有什么复杂的操作，因为此刻单纯的夏诗柔已经彻底沦陷。但这一切江林不知道，他还在思索详细的计划。在这个世界，他要步步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这是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了，哪一步都不能错。
每走一步都要给自己多留一条路。诗柔，以后你就是我的妾了。江林的声音突然响起。夏诗柔愣了一刻，连忙起身摆手道：少爷不要，诗柔知道少爷对我的好，这样会让少爷难做的。虽然只是妾，你不要介意，等我话语权再高一些，你就是我江林的妻子，我在这里给你保证。江林很严肃地看着躲在被窝中的夏诗柔，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36计，攻心未上。夏诗柔受宠若惊，满眼不可置信。啊，谢谢少爷，诗柔不配的，我是从教坊司出来，会辱了少爷的名声。江林直接打断他：名声，我从来不在乎那玩意。听好了，今天起，你就是我江林的妻子，没有你拒绝的权利。江林态度很霸道，丝毫没有给夏诗柔拒绝的余地，这是他的后手。接下来，他要对这个女孩好到令人发指。哪怕夏诗柔以后恢复了夏雪寒的记忆，江林也要他不好意思对自己动手。身为反派，这点人心都笼络不上，怎么配活到最后？来人，来个女的，去给我的爱妾弄一件金丝流仙裙，要最上等的。很快，一件精美绝伦的服饰出现在房内。啊，少爷，不用，我自己来穿。江林脸上露出玩味的笑容。乖，听话，不许动。夏诗柔很美，那是一种温软如玉的小家碧玉之美。江林想不到，被誉为绝命魔祖的家伙，为什么能转世成这么温婉可人的娇女？只见夏诗柔满脸通红，在江林手忙脚乱中穿好了这极其复杂的流仙裙，这是谁设计的？太麻烦。不过我的诗柔穿起来真漂亮。看着痴迷的江林，夏诗柔满心欢喜。很久了，她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开心过。这一刻，眼前的男人成了她接下来人生的唯一。少爷，六执事已经来找您5次了。夏诗柔软糯糯道。江林在她鼻梁一刮，轻声道：诗柔，以后你是这里的女主人，没必要那么客气，喊他们名字就行了。说完，他转过头对着阁楼外吼道：江六，江六，给老子进来！不给我解释清楚，大早上叫我4、5次的原因，老子让你这2天都站不起来。江六满头大汗地跑进房内，看到仙气飘飘的夏诗柔，一愣，急忙低下头，不敢直视。少主，到天宗那边一直在催您，赶紧去参加道子之位受封典礼。什么？受封道子？啥时候？今天。我去，啥时候定的？我咋不知道？你昨天咋不说？江林脑袋直接大了。不是10天后吗？剧情又发生变化了，和萧洞的鸿运齐天有关系吗？应该不会有关系吧？这明显是利好我的事，应该是江之意那边的问题。摸了摸左手的手链，一道信息浮现心间：给我好好表现，敢丢我人，回来，我饶不了你。听着江之意传来的声音，江林心中感动万分。想到萧洞的入门典礼，江林没有太担忧，到时候大不了自己再让道子之位就行了。江林打定主意，现在不和萧洞正面刚，等底牌和实力足够，再不好局，这剧本谁赢还说不定呢。少主，我也是早上刚知道的，据说您师尊混莽上人，刚从道天秘境中取完东西回来，就是为您准备道子仪式的东西。江林有些诧异，究竟哪里出问题了？少主，别发呆了，宗主已经出关了，所有人就等着您了。这么急，你咋不早说？啊，我前面要和您说，您说天塌下来也不要打扰您，否则就宰了我。江林急忙整理衣装，回头对着夏诗柔说道：诗柔，和我一起去。啊，少爷，我去，不合适吧？诗柔满脸吃惊，略微有些慌张道：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今天起没有危险行动，你就一直陪在我身边。江林目光沉稳，语气很坚定。这一举动让江六都有些动容了。少主还从来没对任何一个女人下过这种命令，看来这个丫头是得宠了，以后得多巴结一下。还没等他细想，江林的话又响在他耳边：我要那夏诗柔为妾，你去把这事给我办妥。顺便你告诉整个江家所有的总管，夏诗柔以后就是江家的少奶奶，别看名分是个妾，这只是暂时的。少主这不合规矩，老爷那边会。你别管，做我交代的事就行了。属下遵命。还有，你现在去黑渊城给我安排一下，具体内容我会告诉你的。我参加完道子仪式会立马过去的。江六急忙点头，额头上满是汗珠。诗柔，我们先去到天山。好的，少爷。诗柔，你该叫什么？夫君。道天宗核心山脉，道天山。江林呢？小子竟然迟到这么久，让宗主等了近1个时辰了，真是岂有此理。是啊，这江家一家都是神经病。那疯婆子昨天过来着急得不得了，甚至直接毁了上百颗宝元丹，100颗啊！这第2天举行仪式了，那个臭小子竟然还晚这么久不见踪影。算了，这个月已经捡了3颗宝元丹了，再传到那疯婆娘耳中，你不怕
他把那一炉全毁完，那下个月我们这些老骨头怎么办？听到这，大殿中10几位赫赫威名的十玄长老面面相觑。宗主坐在主位上，看着空间戒指中那颗七彩斑斓的丹药，心情无比舒适。一枚极品的护天灭灵丹啊！没事，让我在这里等1天都没事。江陵本来就是要成为道子，不过提前8天而已，啥都不损失。自己白白获得一枚渡劫保命神丹，太赚了。他表面故作开怀之色，这事我也有几分责任。我明天要准备闭关冲击大成期了，所以不得已提前了。江陵那小子可能临时才知道吧。此语一出，所有人面面相觑，不再言语。这时，江陵带着绝美的夏诗柔进入大殿，立马躬身道：“弟子江陵早晨突然天人交加，直接突破到元婴期圆满，所以耽误了宗主、师尊和各位长老的时间，请诸位处罚。”没错，江陵是靠着上午的领悟，成功突破到元婴期圆满，还结成了排名第47位的上古毒鹰万毒元婴。他没有等上官夭夭承诺的排名第3的上古九幽蟒毒鹰，那些材料准备时间太久，江陵等不起，他必须要跟上萧洞的步伐，不然身为反派会被大道气运无情遗弃的。而且上官家的东西他还是不放心的。到天山主殿中，诸位长老目光集中在江陵身上，面对江陵的请罪，所有人面面相觑。谁敢处罚你？罚了你，这个月我们的丹药份额恐怕真全没了。江陵也知道江之意肯定路给他铺好了，所以一点担忧都没有。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有惊觉过来，江陵刚刚说什么？他晋级元婴圆满了？怎么可能？他不是上个月才晋级元婴期吗？气势没错，是元婴圆满，今天刚刚突破的，不会嗑丹药了吧？这样容易伤了根基。没有嗑药，气势很浑厚，真气也已经提升到地级，劫的原因是地级品相的上古万毒元婴。话说已经地级了，那还需要9曲断肠毒干嘛？江之意的脑回路和正常人一样吗？长老们窃窃私语，宗主脸色从始至终没有变过。这一切都是些琐碎之事，江陵突破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他只在乎自己的修行就可以了。哪怕是黄泉到天宗，也是听调不听宣。在这个实力为尊的世界，只有自己足够强，谁都不能限制自己。好了，江陵，我也不怪你，你天资足够，性情又得众位长老推荐，如今修为也是同辈佼佼者。我问你，你可愿成为到天宗的道子，发扬宗门实力，捍卫大夏威名？我问你可愿意？这一问仿佛来自9天云霄，在江陵灵魂中宛如惊雷响起。道天宗建宗万年，历经人族存亡战、百朝争夺战以及目前的诸界大战，作为这方世界的核心势力，他从始至终都在金字塔的上端。他的每一个道子，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人族的佼佼者。我愿意。江陵虽然内心知道很快这道子就会被萧洞拿走，他依旧朗声回答。这是江之意一片心血，他不愿浪费那女人的用心。厚重的钟响起，压抑的人族之气蔓延，道天秘境开始散发灼灼光辉。第1200代道子授位仪式开始，随着浩瀚的礼乐，复杂的仪式正式拉开帷幕。曾经的江陵虽然是纨绔，但不是废物。大家族养不出废物，更别说那个人还是钦定的少主。所有的仪式礼节，江陵落落大方，不卑不亢。众人看在眼中，也不得不承认江家的教养与身孕。此时，眼前这个少年没有一丝轻浮，没有一丝纨绔之意。所有人内心不由感慨，好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年。大殿最角落，夏诗柔痴痴看着中央的江陵，嘴里喃喃道：“这就是我的郎君，未来共度一生的人吗？我好幸福啊！”远处，窥天镜中，江之意看着江陵的身影，也呆了过去。他是自己一步步培养大的，每一处礼节，每一处神情，他都做得无比到位。我的灵儿真的长大了。萧家后山，一道蓬勃的气息直冲云霄。萧洞突破了，元婴圆满，凝结的是天地公认的最顶级元婴，9品元阳元婴。从这一刻，萧洞真正开启了道途。正所谓一枚元婴生于父，从此我命由我不由天。并且萧洞凝聚的是9品元阳元婴，是公认最强大元婴种类，最强大的真龙血脉，加上这最强大的元婴，主角的光辉已经开始锋芒毕露了。唯一可惜的便是元婴定型时，他的真气还没达到最顶级的极品神级。没关系，天道的补给来了。只见天地变色，异象横生，9品将士天道赐福，玄元祥鹤，一股股天地伟力冲刷他的身体。中品地级真气直接提升至极品地级。祥云散去，他灵魂深处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小子，你太冒进了！既然不等真气提升至神级，再让元婴定型，否则
现在真气已经极品神级了。借助天道补给，段天涯从昏迷中醒来。萧栋惊喜道：“老头子，你醒了，说说你情况，怎么回事？真气品质不圆满，就元婴定型，你这是暴殄天物，自毁前程啊！还有你这精元怎么透支这么严重？”萧栋升级了，灵魂中的段天涯却没有一丝开心，反而是浓浓的气愤。自己沉睡这段时间，这小子究竟在干嘛？老头子，我也搞不懂，修为突然就像洪水猛兽一样，直接突破了瓶颈，我甚至都反应不过来。段天涯仔细检查了萧栋身体，沉思片刻，血脉元婴成色极品，不像有人暗算你，等级修为也很是稳固，看样子应该是五爪真龙血脉的神级特性。萧栋紧张问道：“以后还会这样吗？”这应该不是特例，以后你的修为可能还会如此突破。真龙血脉竟恐怖如斯，光靠符运就直接能拔高元婴等级。接下来要抓紧时间增加底蕴，不然等你化神期了，你的真气品质真就彻底定性，就再无希望成就神级品质了。萧栋连忙点头：“好的，我现在全身心投入到领悟功法之上，尽快将真气品质提升至神级，哪怕花费原来100倍的气力，我也会成就神级品质的原因。”这时段天涯脸色没有好转，反而更难看起来。“小子，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竟然用自己的精元本源提升血脉等级。”萧栋听着段天涯的阴沉，心里瞬间变得不安起来。那是我重伤昏迷醒来时，我体内凭空多了一股强悍的力量，我没想到是自己的精元本源。段天涯冷哼道：“那是金龙撞虎丹的效果，激发血脉底蕴，凝聚出精元本源。只有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服用该药，激发出精元本源，拼死一搏。”灵魂中，段天涯阴沉着脸。身为人族历史上4圣之一的药圣仙，这丹药他一看便知，这就是奔着让人断子绝孙去的。对方是在欺负门外之人，不知道此丹药的本质。你给我说说我昏迷后的具体情况。萧栋略有不安道：“当时天地炼丹流进行到最后一步，我无法凝聚成百香丹，担心伤到百花核心，临时想起你说过的那句采药静如成日月，还需造化靠念成，所以我就利用天地之念凝丹而成。结果……”段天涯怒道：“臭小子，你怎么敢用天地之念呢？天地之念乃是无上伟力，它一出现，怎么可能就满足于空中的那部分香气？土生土养的百花一感受到天地之念，更是纷纷交出花茎，舍身为天地。”萧栋神情呆滞，恍然明白了，杀鸡用牛刀，结果吓死了所有的鸡。段天涯恨铁不成钢。实话说，你小子很聪明，最紧要关头理解透了炼丹真意，采取了举措。第一次天地炼丹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当时你什么都不做，也根本伤不了百花的本源，只是空中花香四散回归罢了。我常常和你说，天地炼丹流是无伤炼丹的流派，你怎么想不起来呢？萧栋愣住了，可当时明明快要吸取出花源了，是因为你使用的方法乃是最上乘的自然之法，百花亲近你，想要多奉献一些。花草乃是天地之灵，它们有意识的，会自保的。你又没逼迫那些百花，它们发现自己要受伤了，肯定会立马收起花茎，不再释放香气。萧栋恍然大悟，我应该用那些百花之念凝聚百香丹。段天涯点点头，心底还是出现了一丝欣慰。少年完全没有因为失败而沮丧难过，反而在积极思考如何去改进。孺子可教也。不错，确实如此。那这和你服用金龙撞虎丹有什么关系？于是萧栋便将前因后果解释了一下。哼，江家小辈欺人太甚。萧栋身体一颤，他从来没见过段天涯生如此大气。小子，接下来你可能有罪受了。老头，什么意思？闻言，萧栋紧张起来。金龙撞虎丹又称断子绝孙丹，在成就仙人之前，你都不能房事了。萧栋瞳孔放大，惊呼道：“为什么？任何一个男人突然没了男性的能力，都是难以接受的。”段天涯叹了口气道：“金龙撞虎丹可以激发隐藏在人体最深处的精元本源，就是你当时提升血脉品质的那股力量。精元本源就是男人那方面的核心，没了那东西，自然也就没了行房的能力。和前面炼制百香丹一样，你太心急了，不好好观察情况。如果你能仔细感受，你便能感受到能量的来源不是丹药，而是你的胯下。当时只要你不随便动用这股力量，它会自行回归的。”前面的风风雨雨，萧栋从来没有彻底颓废，可听到这话，他直接坐到了地上，双目失神。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老头子，你一定有办法的吧？他渴望地看着段天涯，眼神中充满了苦涩。段天涯安慰道：“成仙时会脱胎换骨，可以重聚精元，
只能等成仙吗？萧栋有些绝望。年少时，他为了凝聚九品元阳元婴，必须保持童子身。现在好不容易元婴了，结果被告诉自己没那能力了，只能等成仙。段天涯摇摇头，天地间除了早已绝迹的女娲之土外，仅此一法。听到这句回答，萧栋沉吟片刻，眼神不断变化，最后停在坚毅之光上。好，只要有希望，我萧栋就一定不会放弃。不就是成仙吗？我萧栋成仙便是了。段天涯眼神微亮，越发欣赏萧栋年少多坎坷，不见少年初心仪。萧栋目光悠悠看着天际，我太弱小了，见识太短，那些人都在欺负我，都在给我挖坑。老头子，我听你的，我再也不会软弱，再也不会懈怠了。我要努力学习，努力强大，让那些人都匍匐在我脚下。江陵，我要让你生不如死。这时他想起遥远家乡的一句话，宁可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不远处，上官夭夭见天空祥云不断，是九品元阳元婴。萧栋哥哥在元婴定型了，真好。可惜我没办法当面祝贺萧栋哥哥。话说，如果自己没毁了江陵的元阳之身，恐怕他元婴定型时也是这种情况吧。无论如何，终究还是我误了他。一声叹息后，他脑海中又想到刚刚听到江陵那妾之事，他仿佛一晃神，想起了那天江陵说的话：花河之案，我很失望，下次再如此，你可以自行离开了。最后的时候，江陵的态度很真，而且系统中的好感度已经彻底为负，还有6天，好感度系统恐怕就会自行解除。不行，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我还没恢复完璧之身，我一定要拿下江陵。这时他又想起花河之旁江陵和张婉梦的郎情妾意，以及刚刚得到的纳妾消息。女人方面，他可真是不停下来。为什么自己现在有点心酸呢？我爱上了他，不可能，我做梦都想杀了他。到天宗，金碧辉煌的大殿安静下来，仅留下江陵、夏诗柔和另一位绝色御姐。小子，实话说，我真的不愿当你的带路人，奈何你一姐给的实在太多了。绝色御姐瞥了眼江陵，一边摆弄着手中的罗盘，一边嘴里絮叨着。江陵微微弯腰谢道：多谢林长老。此人就是前文提到的与男主萧栋没有直接交集的唯二绝色美女的另一个，萧栋未来的师娘，合体期巅峰林清雪。讲道理，你这次晋升一事的表现确实长脸，但我依旧保持我原来的态度，就3个字：看不起。林清雪毫不留面，江陵也不生气，反而满脸陪笑，因为林清雪是执法长老，掌控着道天宗的刑部，实力是明面世界的第1档级别。这女人典型的杀人不眨眼类型，在道天宗中专门负责干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敢惹她的人在道天宗没有一人，再大下也难找一个。首先，她的实力和当今宗主相当，据说在攻击方面甚至还要略胜一筹，可以说是道天宗明面上第2强的人。第1人是萧栋未来的师尊剑魔独孤彻，可独孤彻一直暗恋林清雪，老舔狗了。后来在萧栋的助攻下，林清雪才看上独孤彻。此时林清雪手中罗盘光芒四射，一道虚空入口出现，而他没有理会出现的入口，转而好奇地打量着夏诗柔。这丫头血脉不错啊，江家小子，你要不让给我，我收个关门弟子。江陵脸色平静，直接拒绝。林长老，这是我江陵的妻子，是不会让的。妻子？不说你一姐同意不？你们家老头能把你脑袋拧下来？没关系，我江陵要做的事不需要任何人同意。切，我就是看他跟着你，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一朵鲜花怎么就被你这个玩意给玷污了呢？一直沉默不语的夏诗柔听到这话，直接抬头冷冰冰道：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夫君。江陵正在研究那刚形成的传送通道，突然感觉到了极低的气压，他急忙转头看向夏诗柔，他正倔强地望着林清雪，没有一点退让的意思。好妹妹，别这么玩，你2魔女干起来，整个道天山都不够你们玩的。好了，诗柔，林长老是长辈，不能用这个语气。说完，江陵就摸了摸夏诗柔的脑袋，满是温柔。我不允许任何人这么说夫君，哪怕是长辈。夏诗柔眼中充满着坚定，丝毫没有退让。看到这一幕，林清雪没有一点生气，反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哦，我没看错吧？血脉浓度这么高，竟然觉醒了远古血脉神通，好像是歇系的。江陵微微躬身，谢长老保密之情，他日江陵必有厚报。怪不得你们2人气场如此贴近，原来如此，蛇蝎本一家，天作之合啊！林清雪摆了摆手，顿时对夏诗柔的兴趣少了一大半，因为他着实看不起这个臭名昭著的江陵。近墨者黑，在他心里对夏诗柔的好感也大大降低了。
我对泄露这个消息没一点兴趣，对你，我就一个观点，看不起。多看你一眼，都是浪费我时间。好了，马上去道库了。这妮子是宗外之人，能进这大殿都是大家睁一眼闭一只眼的事了，下面的路就不能跟着走了。江林点点头，转头道：师哦，你在这里等我一下，等会儿忙完这事，我就带你去其他城市玩去。好的，夫君。夏诗柔娇滴滴回道：别你侬我侬了，就一会儿的事。林清雪没好气的直接将江林拽入传送通道。这条路是通往道库的路，它有个特别的名字，叫道途。每个人走在这条路上会有不一样的困境，需要迈过它才有机会寻到道库，取得宝贝，完成道子典礼的最后一步。你姐是害怕你在这条路上被困境留下，所以花了大价钱请我来。所以你放心，你被困住，我会出手把你扔过去的。有了坚实的后盾，江林没有犹豫，直接踏上光路。剧情中，萧栋走道途的时候遇到的是曾经的心魔、父亲的血仇以及童年的阴影。萧栋靠着自己的坚韧意志走完这条路，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往前走着，四周的光辉宛如星海般的漩涡，深深吸引着他。一道道影子从他身边经过，他见到了前9次副本的主角，见到了萧栋，而随后出现了夏诗柔、上官夭夭和江之意这些人的身影。有人向他怒吼，有人向他扑来，还有人在旁边劝说，其中有不屑，有鄙夷，有理解，有愤怒，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都给我滚开，谁敢拦我，我弄死谁。江林眼神冰冷，丝毫没有理会周围的虚影，直直地走上道库。他身上霸道的气势越来越强，在越发耀眼的气势下，那些虚影开始慢慢后退，不敢再上前。就这样，江林一步步走过这条半摆的通道，来到道库门口，手刚放在门上，所有的虚影消失。什么鬼？就这简单，没有困境能拦住他。打开道库之门，江林走入其中。下一刻，林清雪出现在他面前。没想到你这么快走过道途，看来这次的报酬是我最好挣的一笔。这里就是道库，身为道子，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件物品作为你的道器。你姐的意思让你选9曲断肠毒，我看你真气已到了地极，而且觉醒了血脉器官蛇心，那恐怕已经是世间最强的毒了，就没必要选那个毒了。虽然看你不爽，但拿了那么多好处，还是和你说一下，这一次道库里有2道无上真传，你可以看看。说完，林清雪消失不见。江林走在偌大的道库中，琳琅满目的东西让他眼花缭乱。这种情况，傻子也知道怎么做。先看等级最高，依次往下排。当然，萧栋这种龙傲天除外，哪怕他选择垫脚的东西都是无上至宝。自己这种普通人还是算了，道库中大部分是武器。武器的等级分为普通玄器、灵器、仙器、圣器、9天至宝、神器以及道器。这里最高的等级是圣器烈天神弓。看着其霸气无比的介绍，江林很心动，但他是不会选武器的，因为如果你离开到天宗或者被挤下道子之位，东西是要回收的，相当于你只有使用权，东西并不是完全是你的。江林才不打算干这种赔本的买卖，还是拿个消耗品划算，到时候就美滋滋的说用完了，这多爽。大不了功法也行啊，自己已经学会了，别人也夺不走了。走到功法区域，功法等级分为天地玄黄级别的灵技，以及可遇不可求的仙法和道法。江林现在倒是缺一个火系的基础法，虽然他激活了火系的地狱古焰蛇血脉，拥有了第2元婴，可他还没有个基础法修行。在这里，火系最高等级的基础法是天级上品功法燎原白火诀。算了，都不太适合我，还是回江家找吧。随即他转身走向消耗区，里面便是一些天材地宝、丹药符箓和极少的知识传承。一进入该区域，江林率先看到就是2团炽热的光团，正是林清雪说的2道传承。走近一看，其中之一竟然是无上正道传承真意，只要吸取，立马就会成为正道宗师级别的存在。这是上古的正道传承啊！江林心动了，毕竟他刚刚得到天地大阵的阵图，如果再获得这传承真意，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但江林还是忍下了，他有神级天赋顺物，多看点正道之书，成为正道宗师不是难题。这玩意对自己来说作用没有想象中那么大。随即他转头望向另一个更加艳亮的光团，江林直接呆了。10大绝世琴星排名第1的9天霓凰琴星，不是，原小说剧情中没有提及过啊。还有萧栋，你小子来过这里，你是知道这里有这琴星的。那后面张婉梦琴星破损，你为什么不告诉他？秦派还有最后一枚道令，完全可以兑换啊。其他人想让秦派去死，可张婉梦是为你动心，破碎琴星啊，你也舍得不告诉他？
你是伪光正的龙傲天男主啊，不是博爱到没有私心的吗？这是作者美化了主角吗？还是说从始至终萧栋想要的就是一个深具专情情心的附庸，挥去复杂的情感？江陵后退一步，毫不犹豫地转身准备离开。张晚梦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血脉提升的道具，为了他浪费自己一个获得底牌的机会非常不值。丁，接触到隐藏关键道具9天霓凰琴心，反派生存系统触发隐藏支线任务凤凰的堕落。前情提要：本为正牌女主的凤凰之女张晚梦，由于退婚之因，宿命齿轮发生偏转，与主角萧栋羁绊发生松动。身为反派的你，借机英雄救美，让其对你倾心，你决定趁此机会将其黑化。任务目标：奴化凤凰血脉之主张晚梦，堕落值达到 100%。 任务奖励：1. 开启奖励，极品仙法火凤涅槃诀，火系顶级疗伤仙法。2. 进度奖励，1000点反派值，每完成堕落值 10% 即可获得。3. 完全奖励，偷窃卡神级道具，可随机从目标身上偷窃一项能力转移到自己身上，目标无任何限制，仅需在目标方圆3里之内就可偷窃成功。隐藏支线任务凤凰的堕落开启条件：获得关键道具9天霓凰琴心，帮助张晚梦觉醒羽皇传承。刚刚准备离开9天霓凰琴心的江陵，突然听到脑海中隐藏任务的消息，整个人愣了一秒。什么鬼？这玩意能让张晚梦提前获得羽皇传承？那不是第4大卷才出现的玩意，提前100万字出了。最重要的是，江陵死死盯着任务奖励，开启奖励就能获得极品仙法火凤涅槃诀。他可是刚刚获得火系血脉，地狱古焰蛇点开介绍，江陵彻底稳不住了。火系极品仙法，仅具有火系血脉的修仙者可学，主要功效是受伤状态使用，利用火系真气进行涅槃疗伤，所有攻击伤害皆可治愈。这仙法的极致乃是涅槃重塑法门，只要火系真气仍有，他就能在战斗中做到不死不灭。这完全是开挂的仙法啊！江陵现在拥有着中品地级的地狱古焰蛇血脉，这可是标准的火系血脉。这血脉最强大的地方就在于它提供的真气源源不断，现在配上这个法门，可以说前期他能横着走了。更让江陵坐不住的是那最终奖励的偷窃卡，没有任何的限制条件，只需在目标方圆3里之内。江陵脑海中瞬间想到一个目标，最终的反派 BOSS 混沌使魔。他现在被封印之地，江陵可是知道的，而且被封印的他只有2个能力，每一个都能概念级别的禁忌之力。江陵深吸一口气，这一刻他已经知道自己的选择了。收起激动的念头，他没有着急选择9天霓凰琴心，他决定再看看这个道库还有什么好东西，说不定还能触发新的隐藏任务。来到天才地宝区，他一眼便看到了最中央的9曲断肠毒，仿佛生怕他看不到一样。一姐有心了，可惜这毒对我没多大作用了。天才地宝没有等级，一般按年份判断它的价值，他所炼制的丹药或者灵液倒是有等级。丹药分级：下品、中品、上品、极品、玄丹、灵丹、仙丹、圣丹、道丹。走到丹药区，一枚泛黄的瓶子瞬间吸引他的注意力。起死回生再造丹，圣级丹药，这不就是妥妥的复活币吗？江陵心动了，再一次心动了。他恨不得现在直接把丹药抢过来。和仙法火凤涅槃诀不同，这玩意不需要任何真气，哪怕你死了都能给你满血救回来。江陵脸上出现少许的迟疑，一边是涉及到顶级奖励的隐藏支线任务，一边是再来一次的复活币，看似很难抉择，但江陵根本不需要纠结选择哪一个，因为他可以全都要。他还有一个稀有道具追溯卡，没错，上垒下施柔获得截胡奖励。追溯卡，指定一件你3个小时内看过的物品出现在你面前，所以他只需要选一个，另外一个回家后追溯出来就行。至于道库为什么多丢一个东西，那就不是他操心的事了。他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明面上究竟该选哪个。半晌过后，他决定明面上还是选择9天霓凰琴心。真传太少，丢失起来事态太大，也很好调查，没必要冒这个风险。至于这个丹药，就没这个显眼了，等发现的时候，老子直接来个死不承认就行。想到这里，江陵伸手抓向那瓶子，打开瓶盖，他看到一枚通体金黄的元丹。目标完成，回去之后就把它追溯出来。有了这个，再加上仙法火凤涅槃诀，那就是双重保险了。我不信天道你这么玩不起，我都这样了，你还能让我像和前几次一样被秒杀？虚空中，林清雪愣住了，这臭小子在干嘛？在秦星面前的时候情绪波动最大，在疗伤圣丹药面前待的时间最久，现在看样子
要选这枚起死回生再造丹，就这么怕死？你背后是江家，你怕个啥啊？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啊！那正道真传多适合你，正道宗师配上你的毒，简直小无敌组合，好不好？你既然看一眼就放弃了，这脑子是干嘛的？我要是有这个后背，一巴掌拍死行了。正在他以为江林确定起死回生丹时，江林突然放回了原位。理智啊，江林，千万别犯错，那正道传承才是你的正确选择。江林，别冲动。可让林清雪大跌眼镜的是，江林宛如逛菜市场一般翻完整个道库，最后竟然再次越过正道传承，回到琴心传承面前。江林深深看着那耀眼的光芒，里面仿佛是一只翱翔的凤凰。他嘴角微微上扬，心中已经想好了接下来的布局。暗处的那些家伙们监视我这么久，你们不就是想知道我的底细吗？接下来我就让你们见证一下什么叫极致的舔狗反派。站在秦星面前，他脸上出现了极度纠结的表情。和张婉梦一点都不大，真的，这个破秦星一点都不划算。张婉梦可能根本没法吸收，自己白白与正道传承擦肩而过。还有张婉梦继承了秦派，有道令可以自己兑换，可那些老鼻子会让秦派重新起来吗？他们知道我不会选秦星，所以才摆出来的吧？不，我在胡说什么？话说张婉梦现在可以自己凝聚秦星，最快7年就能稳定，再花3年就能恢复元婴巅峰实力，而这玩意也就能让他立刻恢复实力，甚至变得更强。不对，我又在想什么？张婉梦自己凝聚的秦星更贴合本身，更自由。可他的经历，除了他师父带他走过的绝情路，他还能凝聚什么秦星？他或许一辈子都找不到自己的路，凝聚不了秦星。不对，张婉梦天之娇女，怎么可能被这一道门槛束缚住？而且他背后还有张家呢，根本不用我操心。张家现在自身难保吧？他的处境恐怕已经难看到了极点。我说过要帮他的。看着江林跑到秦星面前，开始风言风语，林清雪满满鄙夷。这是什么草包？现在这种时候，竟然还在想着去舔张婉梦。好在我用隐蔽符记录了这一切，我一定给江之一看。到时候他看到这情况，还不得直接吐血，然后彻底对江林这个烂泥失望。对，就这么干。暗处中，盯梢江林的众人也都十分惊讶。万花节上，道天宗3道子之一，秦派最耀眼的继承人，当今人族顶级天骄张婉梦被司马杆偷袭，秦心破碎，而其追随者江林暴怒出手，单杀比自己高1级的司马杆，一举成为地榜第4的青年。这已经是京城人尽皆知的事。他们都知道江林喜欢张婉梦，没想到能这么疯狂，连自己连选道器的机会都放弃了，只为救回张婉梦的秦心。江林一手捂着眼，一手抓向秦心的盒子，都快哭了。张婉梦，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我的正道传承，我更强大的资本。别哼唧了，选好了就走吧。林清雪出现在空间中，一脸嫌弃道：我现在领取道子任务，是不是可以额外领取一件修行的天才地宝？林清雪眉头一皱，冷声道：是的，你先出去先领任务吧。为什么出去领啊？我就在这里领，下一次再来这里就没这些好东西了。你们这些抠门鬼！江林满肚子牢骚，对着林清雪就是喋喋不休。说完，他直接拿出道子之令，只看了一遍任务清单，就直接发过去一道神念：领取道子专属任务。首次领取任务，难度普通，前往黑原森林寻找特定的秘境之时，请前往执事堂领取任务具体信息和专属秘境探测时限时3个月。道子专属福利，道库内选取一件天才地宝。看到领取完毕的消息，江林大步流星走向天才地宝区域。萧洞，我在黑原城等你这个气运之子。看着江林宛如土匪一般走回道库，林清雪咬着牙跟了上去。江林，你别想胡拿东西，那些真传武器和丹药都不能碰，你只能拿那些天才地宝。江林翻了个白眼，知道了，我选万年龙蟒真血。林清雪一愣，惊讶道：你为道蟒选的？切，要不是你们抠门，我能这样吗？平时藏着掖着，连无上3长老都兑换不了，就你们能做得出来？林清雪一扭头哼道：与我无关。话说你这样，我更看不起你。林长老，我的事你别操心，我想的是大树之下好乘凉，没骨气的东西。万蟒山，江林走到主殿之中，一屁股坐在主2的位置。师傅，你再不出来，我就拆了你的万蟒殿了。下一刻，一道满头白发的魁梧身形出现在大殿中。逆徒，你刚成为道子就没有定型，有失脸面。江林撇了撇嘴，我在万蟒殿待了3年，从来没见你规矩过。道蟒坐在正位上，我的大殿，我做的就是规矩。论不要脸，还是你厉害。江林敬佩道。道蟒没好气道：别废话，典礼时我就看你真气已然地极了，
应该没选九曲断肠毒吧？没有，选了道真传。不聊这个，我给你带辆宝贝。江陵直接岔过话题，把万年龙蟒真血直接扔给道蟒。什么？万年龙蟒真血？道蟒猛然起身，眼中迸发热烈的欲望，深深看了眼江陵，满满的感动。他在合体期后期已经困了50年之久，如果有着天才，恐怕早就登上巅峰之境。江陵选这个东西是有特别考虑的。剧情中，他晋升丹药被萧洞做了手脚，结果导致重伤，被独孤彻一剑斩了仙元。道蟒是江陵在道天宗最大的后盾，没有道蟒，光靠江之意，他在道天宗很难挣到核心资源。修行之路，财履法地，缺一不可，资源尤为重要。道天宗的资源无疑是这方世界最富裕的，尤其是后期，道天宗也是就具有去往仙陨之地的资格的，那里可是江陵为萧洞选好的坟墓，所以仙陨之地的名额他必须万无一失。上官家是一个选择，道天宗这个选择也不能就这样放弃。而且身为反派，他要做的就是势力越来越大。和独行侠的主角不同，他必须有足够的人脉去消耗主角的气运。师傅，咱别那么没出息，你不早就知道这真血的存在了吗？嗨嗨，是我失态了，他们这次为了凑够3600样宝贝，也真是够下血本的。江陵仰头喝下杯子里的灵水，咂咂嘴道：师傅，这次你不突破到合体期巅峰，你真的别认我这个徒弟了，丢人！滚！安稳聚拢神石，准备突破化神期吧。这是安神草，比不上龙芒血，但也是地宝了。接过盒子，江陵眼睛一转，谢谢师傅，都忘了和你介绍了。师柔，这是我师尊，大名鼎鼎的混蟒上人，为人豪爽，对待徒弟突袭更是倾囊资助，慷慨大方。师尊，这是师柔，你突袭，您就看着给点神器仙丹什么的。道蟒转头看向夏诗柔，眼睛瞬间放光。突袭好血脉，竟然是地级蝎血，和那孽徒竟然是天作之合，有珠联璧合之象，可以。道蟒也不作假，直接取出一件仙器。这混元乱世鞭是当初9天至宝损魔鞭的残绳炼制而成，已经属于下品仙器，就当是我的见面礼了。要不你和江陵一样都入我门下吧，我传你无上混元经。江陵赶忙站起来，把鞭子一把夺过来，疯狂眨眼睛道：师傅，算了，我不想我家诗柔那么累。夏诗柔低着头听着江陵的安排，对于江陵的安排他都会去听，夫唱妇随是他从小到大被灌输的思维，而且他也不愿意离开江陵，想要和他无时无刻在一起。道蟒微微一眯眼，耳边传来因果2字，他瞬间反应过来，此女绝非那么简单，可能和因果大能扯上关系。这徒弟赶上那种大能也太勇了吧。哈哈，是我老头子冒昧了，这枚静心仙丹就送与突袭，好生照顾自己。江陵一把接过仙丹后，立刻面露难色。师傅，其实不瞒您说，我为了那个龙蟒真血，领到一个四处跑的任务，要准备不少东西，还要带着诗柔，他东西也不少，您肯定也舍不得委屈他。道蟒握紧拳头，咬着牙，努力挤出笑容。爱徒说的有理，我这里刚有枚不用的空间戒指，也就4-5立方，就送给你们2人了。空间戒指极其稀有的宝贝，罕见程度不亚于顶级仙器。江陵直接从道蟒手中拽过戒指，连着鞭子和仙丹都塞到夏诗柔手里。诗柔，还不快谢谢师傅啊！谢谢师傅，师傅您人真好，真大方。走出道天宗，江陵抬头望了眼深邃的天际，道天宗的谋划正式开始准备了。道蟒，这个棋子还能用不少时间，这点人情付出还是要的，希望你到时候不要掉链子，不然我不介意按剧情走向送你去道法之地。张家，张婉梦的私人情社。婉梦，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这么危急的时刻，你还有闲情雅致去赏花？知道多少人盯着秦派吗？盯着你的命吗？张文远满脸通红，愤怒地看着张婉梦。就在刚刚，他还在忧愁张家的局势越来越被动了。17年前，肖战死在轮回战场时候，陪葬的还有张家中层精英。如今，张家老祖寿元将近，人才又出现断层，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他已经开始准备让张婉梦进入朝堂了。可突然听到张婉梦情形破碎的消息，他整个人都要崩溃了。这就不是人才断代了，而是张家无望了。之所以张家还能在大夏4大家族之列，除了合体巅峰的张家老祖，便是因为张婉梦绝世天骄的身份，道天宗的承认和旧秦派人的支持是最重要的原因。可现在他情心碎了，修为也要完了，秦派会选新的继承人，道天宗也不会再承认他道子的地位了。再等年底张家老祖受惊那时，张家会瞬间被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势力盯上，直到变成和萧家一样的现在情形破碎。你道子之位不保啊，没有道子身份，
你置张家于何地？你怎么振兴秦派？你对得起你师父的教诲和期许吗？这段时间你又是退婚，又是逛花河，是不是因为爱上江陵了？张文远已经开始愤怒了，来来回回的走着。和江陵无关，我会重塑秦心的。张婉梦抚着琴，很平静的说道。张文远咆哮道：多久？在16年吗？张家等不起了，秦派等不起了。婉梦，这次我对你很失望，现在唯有之计只能靠江家了。原本我从来没想过要用你的幸福换取家族的利益，可现在家族没办法了。明天我就会同意亲临皇妃的提议，与江家联姻。你和江陵培养下感情吧，那孩子这段时间对你确实很上心。这时张婉梦的母亲立马上前恳求道：老爷，江陵那人毫无底线，小小年纪就无恶不作，不能把婉梦往火坑推。张文远一挥手怒道：妇人之见，现在还有我们选择的权利吗？只愿那个江陵能对你女儿保持如今的新鲜感。张婉梦没有伤心，也没有解释，只是想到昨晚挺身而出的江陵。江陵，这是不是也是你的布局？接下来张家以及秦派都不得不倒向你，好一个一箭三雕。虽然不想以这么被动的身份走向你，但我好像也没有其他办法。噔噔噔，急促的脚步声跑了进这琴房。小姐，江少来了，让我把这个盒子给你。他还凶巴巴的命令我，让我小心点，磕着碰着了，要我好看。他还说他和你恩断义绝，他现在烦死你了，一点也不想见你。啊，老爷，夫人，云儿错了，云儿不知道你们在这里。张文远脸色铁青，看着地上的云儿。那江陵真的说很烦婉梦，不愿再见他。云儿连忙回道：是的，江公子是那么说的。张文远咬着牙，他人呢？已经离开了，说是去黑原森林执行盗子任务。张文远一拍桌子，转头问向张婉梦：究竟发生什么了？他不是昨天还为你挺身而出吗？张婉梦看着手中密闭的盒子，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心里有种莫名的悸动，和秦道有关。分别前他说要帮我1个晚上就找到了东西，他不是随口说说。不过秦心可是无上道基，外物作用不大的，他现在要做的不应该是等我彻底无路可走，吃干抹净吗？现在帮我干什么？婉梦，我在和你说话呢。张婉梦回过神，敷衍道：知道了。张文远一挥袖子，哼，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和江陵的关系修复好。你现在的重点就是成为江家少奶奶。下月我会在家族宴上邀请江陵，宣布你们订婚之事。别让我出手去做一些事，否则就不是这么简单了。说完，他直接走出了琴社。张婉梦的母亲拍了拍他的手，深深叹了一声，满脸愁容地跟着张文远离开了。小云，起来吧。小云满脸问号，疑惑道：小姐，你为什么不和老爷说清楚事情原委？本来就是江陵的问题。张婉梦摇摇头：不重要，我已经知道父亲的态度，解释也是这种结果。哼，那个江陵更过分，他竟然纳妾了，昨天还在小姐面前献殷勤，真是虚情假意，我都差点被骗了。张婉梦笑着回道：江陵没那么简单，他做的是绝对有深意，而且一个妾而已。不过现在真正难受的是刘嫣儿，他们可是有婚约的。小云彻底懵了。啊，小姐，昨天你不是说喜欢江少吗？张婉梦摇摇头：傻丫头，逢场作戏你看不出啊？啊，你们昨天那么亲密是假的啊？张婉梦笑道：云儿，我靠近江陵是为了师尊和张家的处境，而江陵那可是万年的狐狸，极能伪装，他对我也就是为了张家和秦派。你相信他的话，被卖了你还帮着数钱呢。小云眉头紧皱，可他还挺身而出斩杀那个可恶的刺客。张婉梦回道：这涉及到他的面子，追求那么久的心仪之人在他身边被人重伤，他要是不出手，以后谁还愿意追随他？小云惊道：啊，这样啊。不过无论如何，按照老爷的意思，小姐以后只能嫁给江陵了，您必须要管住他，不能让他那么随意纳妾。张婉梦眨了眨明晃晃的眼睛，不解道：这和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他的生活，我嫁给他是利益捆绑，而且他有他的生活，我要弹我的琴。小云一拍脑门，自家小姐傻了，弹琴弹傻了，这是什么脑回路啊？没救了！咔嗒，盒子闪出一条缝，一股无比精纯的神念飘向张婉梦。九天霓凰琴心。张婉梦瞬间合上盖子，好半天才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小姐是最高琴道传承，琴心传承。小云直接跳起来，激动道。张婉梦深吸一口气：是的，而且是琴心之最，9天霓凰琴心。小云道：太好了，
有了这个琴心，小姐不用调修为了，不会被老爷骂了，也不会被夺走道子之位了。怪不得江林要提前晋升道子，原来是要帮小姐取得琴心啊！看样子江林不是小姐说的那样，他对你是真心的。张婉梦懵了，疑惑道：他晋升道子之位不是10天后吗？他提前了。小云兴奋道：对，就是今天，小姐刚刚在养伤，秦派的消息就没往您这里送去，说是他拜托青灵皇妃花了大价钱将晋升典礼提前了10天。典礼举办得很仓促，在整个大夏都已经传开了，说江林少爷行事蛮横霸道，玩弄道门规矩，原来他是为小姐考虑，是为了这个琴心啊！太好了，提前10天，小姐的修为不会崩溃了。好像只有这一种原因。张婉梦的眼中出现了极其困惑的色彩，她想不到还有什么原因能让江林耗费这么大代价将典礼提前10天。唯一的解释，那就是为了这琴心，为了自己的实力不崩溃，为了自己，他花了很大代价，被所有人误解，还放弃自己应得的道气。不应该啊，他现在应该让自己崩溃，走投无路，不得不依附于他吗？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他是真的爱自己的？张婉梦看向江家方向，眼中迷离，不知所措。从小灭情上人带他走的就是绝情路，他从不信有真正的爱情。他一直认为爱情不过是那些弱小者寻求陪伴的借口，或被肉体欲望操控的颓靡者。这一刻他真的迷惑了。江林，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小姐，我这就去和老爷说，没必要去找青灵皇妃。张婉梦直接打断。不会的，这个消息他很快就会知道的，他还是会把我送过去，甚至会拿出秦派的利益换取江家的支持。现在张家已经走到最危险的时候啊，这样小姐进入江家会很被动的。小云焦急道。张婉梦突然笑了起来，仿佛想通了一样。重要吗？江林想要的无非是我、秦派和张家，我在乎的只有秦道罢了。但他已经为我付出了3年，还放弃了自己的道气，为我选了这琴心。所以作为回报，我每天给他弹曲琴，在我的范围内满足他的一切需求。刚好我现在去找他，师傅的涅槃丹还要指望他呢。小云满眼无奈，小姐的脑回路真令人琢磨不透。要是有个人能这么为我，我恐怕直接幸福死了。小姐，江林少爷已经启程去黑原森林了。他真走了？他好像在我们府门口碰到了萧家少主萧栋，他连招呼都没打，直接就启动仙羽鹤飞向传送阵了。哎，那好吧，我先吸收琴心，稳固修为，刚好可以去参悟那首有凤来仪，回来弹给他听。江府，别给我打马虎眼，我要立刻马上见江林。前面他胡闹我没意见，现在没经过本姑奶奶同意，他就直接纳妾，是忘了我这个未婚妻了。我去轮回战场3年，他江大少是真飘了。一个扎着马尾辫、身穿劲服的英气女孩站在江林房间门口，满脸怒火。江家内府总管江荣战战兢兢，拦也不是，劝也不是。他哪想过自家少主这么不靠谱，竟然直接把自己刚送过去的一个丫头那成妾了。现在江林跑了，江家长辈一个不出来，让自己顶包，我这是招谁惹谁了？刘小姐，江少真的去了黑原森林，等他回来，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刘烟儿直接将房门踹开，四处看了看，发现江林确实不在，转头看向江荣。我听说那丫鬟是你调教的？矛头顺转，兴师问罪的语气让江荣满头大汗。完了，这姑奶奶要拿自己开刀了。这个姑奶奶可是远近闻名的泼辣，从小便喜欢舞刀弄枪，没少揍自己那不争气的少主。也就3年前，她去了轮回战场，自己少主才开始敢彻底放飞。可想而知，这姑奶奶有多恐怖。都是我不好，没管好府内丫鬟，导致江少被迷了心智。江荣一咬牙，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哼，别以为我不知道江林那货的本色，以后你要再给他送任何丫鬟，我饶不了你。此言一出，不远处的院内3名绝色美人瞬间抬头，满脸懵逼。还没见到江林，直接被判了死刑。事情好像不太对啊，难道那个夏家的丫头也是被派过来的卧底，提前迷住了江林？他以为跑到黑原森林我就拿他没招了，真是姑奶奶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本来打算后天去黑原城的，老四给我准备下，今天启程。说完，刘烟冷哼一声，头也不回走向江府外。皇宫太和殿，江爱卿觉得今天这太和殿的香味如何？聊完正事，龙之阳坐在桌前，看似无意地问向江浩元。江浩元深吸一口气，思索片刻，脱口赞道：百香为主，万香为辅，争香斗艳，宛如置身夏日花海。下一刻，他眉头一紧，一道：不对，味道变了，好像是秋意袭来，万花尾香。
竟然又变了。陛下恕老朽见识浅薄，不曾听闻竟有如此花香，短短片刻中竟有如此多变化。龙之阳笑着站起身，走向香炉，取出一枚流光剔透的丹药。炼制这香丹的可是江爱卿熟知之人，我们打个赌，你就来猜一下此人是谁。你若猜对，下一届镇魔使的名额让你来定，如果你猜错，就答应朕一件小事。江浩元急忙弯腰道：陛下所说何事？臣定赴汤蹈火。龙之阳连忙摆了摆手：别，我们这不是君臣之言，只是朋友间打个赌，搞那么正式干嘛？江浩元脱口道：莫非是我那一女青灵皇妃？龙之阳仰头笑道：非也，乃是江陵那小子所炼。犬子！江浩元脸色彻底懵了，说出江家任何一个人他都不是太吃惊，但唯独江陵，他都感觉太阳是不是打西边出来了。自己去一趟龙元秘境，天地倒转了。没错，正是江陵，用的还是失传的天地炼丹流手法呢。江浩元还是不敢相信，质疑道：陛下没拿老臣说笑？当然没有，你大可去问江陵。好了，朕要你做的事就是抽个时间，朕要见见他，不过不是以天子的身份。江浩元内心虽是各种不解，但还是恭敬回道：好的，陛下，我明天就回去安排犬子。龙之阳摇摇头，笑道：他已经离开京都了，等他回来吧。江浩元深吸一口气，这一句话就彻底意味着江陵已经进入到陛下的视线中。究竟是福是祸，他还看不清，总觉得这事有些荒诞。好了，江爱卿刚从龙元秘境回来，甚是辛苦，下去休息吧。对了，那个镇魔使的位置现空着，等我见完江陵那小子再说。萧家，我去，萧洞少主竟然是元婴期圆满，不是金丹巅峰。萧洞少主好帅，竟然一招击伤袁家长老，强杀袁家少主。快看，那是什么招数？竟然扛下了炼虚期高手的一击。演武场上，萧家群情激昂。此时的萧洞火力全开，一人面对整个袁家，完全 carry 全场。回来了，那种无往不胜的光环回来了。萧洞一扫这几日的憋屈，站在袁家少主的尸体上。袁家，当日你回我萧家秘境，如今该连本带利的还回来了。袁家家主脸色震惊，满满不敢置信。此子元婴期竟然能抵住自己炼虚期的实力。小子，你别高兴得太早，我儿和江家少主乃是同窗师兄弟，如今你杀死我儿，江家少主不会放过你的。萧洞冷冷看着袁明，毁掉萧家秘境也是江陵授意的吗？袁明盛气凌人道：是又如何？别以为你现在元婴期了，有些怪异手段就能为所欲为。江陵少主已经成为道天宗道子，他不会放过你的。很快萧家将不复存在。我劝你现在直接自裁，我会替萧家求个情，不至于满门暴毙的下场。萧洞眼中一冷，扬言道：哼，不过靠着父辈的废物纨绔，他不来找我，我也会亲自找他算账。看着眼前的闹剧，远处的上官夭夭眼中流露出一丝不满。萧洞哥哥的思维太极端了，江陵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废物纨绔怎么可能成为地榜第4名？此时的他彻底不见昨日的颓废，已经完全恢复了原本的冰雪聪明样子。这一次江陵外出，没有带上他，也没有限制他的出行，仿佛彻底遗忘了他。这丝毫没让上官夭夭气馁，反而让他彻底决定要以身入局，除掉这个祸害。他决定放下所有身段，讨好江陵，凑齐好感度的同时成为他的心腹，为后期斩首行动铺好一切的路。他绝不允许江陵这样恐怖的强敌安稳发育强大。这一次他过来就是想和萧洞告个别，恰巧遇到了眼前的场景。思索片刻后，他表情失落道：算了，还是不见了，把这封信送给他吧。想到那天萧洞身上的耳坠，上官夭夭心情瞬间低落了几分。我真的对你来说没有那个项链重要吗？萧洞哥哥，我相信你，这里面一定有些误会。不过夭夭要下线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我不得不委身于江陵那个魔头。等着我会以清白之身再来见你。阴影处走出一个老者身影，接过信封。小姐，回溯清楚了，当时司马敢使用罡风偷袭小姐时候，江陵便已经完成下毒了。上官夭夭一愣，震惊道：什么？他怎么做到的？太古毒经中的顶级神通借法染毒，通过施法者释放的术法将毒素追溯到原主。上官夭夭，他一开始就直接下了杀手。上官洛眼中复杂，深深道：是的，此子心狠手辣，判断局势的能力极其强大，上古毒经已经被他参悟到了无上宗师的地步。我们前期对他的资料全是错的。无上宗师？怎么可能？他那么年轻。上官洛继续道：小姐，内堂也已经查清楚了，
他在万花亭使用了太古毒经的无上神通毒元化式，您身上的恐怕一时半会没办法解开了。这一次上官夭夭彻底坐不住了，在他印象中萧栋已经是顶级天才了，博览群功，每样功法都能短时间领悟至大师级别。可现在对比下来，江陵才是真正隐藏的妖孽。因为通晓万法需要的是天赋，但是想要在一法上取得巅峰，就不单单是天赋，那需要没日没夜的钻研。他很难想象一个不满20岁的少年需要匍匐在毒坑中多久，才能将太古毒经掌握到如此境界。这比练成元阳圣体还要煎熬上百倍。小姐，你千万要小心，能将太古毒经练到如此地步，每一个都是心狠手辣，毫无人性之辈。从他蛰伏这些年来看，此子比以往之人更为老练狡诈。我建议你现在就远离此人，离得越远越好。我有预感，人族很快就要因为此子乱起来了。上官夭夭对自己的护道人的话很认可，没有逆天心性，江陵不可能有如此成就，还能伪装到所有的信息系统都察觉不到，这份隐忍已经是顶级的了。而且这几天的布局完全可以看出来，身在局中，自己宛如一个提线木偶，被他任意摆弄。想到这里，上官夭夭眼神坚定起来。别人怕你江陵心思沉重，可我不怕，因为我还有天道姻缘系统帮我。江陵，我一定会让你付出该有的代价。越想，上官夭夭越发坚定自己的想法。我已经这样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决定以身入局，除此祸害。再看了眼被众人簇拥的萧栋，上官夭夭毫不犹豫向着黑元城的方向飞去。江陵，你不带我，我可以自己去找你。想甩掉我，不可能的。黑元城，江陵躺在最豪华的房间中，在他旁边，夏诗柔刚刚闭上眼就进入了梦乡。看着累坏的夏诗柔，江陵心中极其复杂。虽然江陵知道这妮子就是个定时炸弹，还是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炸弹，但他还是忍不住靠近。二人仿佛就是真的天作之合一样。这个世界的血脉真的很神奇，单单一个蛇蝎绝配，让自己已经心软数次。无论如何，我都要防着点。任何时候，这个世界的女主都是不可信的。挥去杂念，现在有个最难的问题摆在江陵面前，究竟让不让夏诗柔踏上修炼之路？这个世界资源有限，很多小家族重男轻女，以男子修炼为主，女眷之流基本不让修行。被一灭三族的夏家正是这样的家族，所以这个旁系的夏诗柔身为地级血脉，却无人知晓，甚至没有接触过任何功法。夏诗柔是仙界冰仙魔祖夏雪寒的转世，如果他实力一旦恢复到了前世的一半，他便能觉醒前世记忆，恢复前世所有实力。那时候知道自己失身江陵，他不得把江陵万剑凌迟啊。按理来说，江陵想也不用想，直接把他当成金丝雀养着行了。可好死不死，还有一个苏醒情况，那就是非自然死亡威胁。这是一个大时代，天下大乱将至，哪里有安全的地方？江陵随时都有可能嗝屁，他怎么确认对方能安全一辈子？所以唯有他有一定自保能力，才时时都面临死亡的威胁。有自保能力就必须要修行，修行就有可能苏醒，这就是一个死循环。夏雪寒的资料在江陵的脑海中不断闪过，冰仙魔祖以冰道闻名万界，冰道实力让人闻风丧胆，一旦苏醒，身为凡人的自己必死无疑。目前看来，对方苏醒应该是必然事件不，还有一种条件。记载中说，转世者如果渡劫成仙，没有修习过原来武学或性格天翻地覆，那就会自动遗忘前世。就是说，如果转世者和前世的修行之路完全不同，就可能无法觉醒记忆。就算没有天地之宝大道纯益天莲叶，也可以让他遗忘前世。不过这种可能性太低了，不能接触到前世所学的任何功法，经历也要和前世大相径庭。要求虽然比较苛刻，但并不是没有机会。想到这里，一个确实可行的思路出现在江陵脑海。夏诗柔的血脉乃是地级中品的万域冰祭血，你前世修习冰魔道，这一世我就让你以血入道，还不断提升你血脉影响。你前世孤苦无依，尝尽各种辛酸痛苦，这一世我万般呵护，把你宠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你前世杀人无数，血气入骨，这一世我让你十指不沾人兽血，安心只做无忧女。这样的天差地别，我不信你还苏醒。江陵浮躁的心一点点稳定下来，看着不远处密密麻麻的乌云，他感到一种风雨欲来的前兆。黑元城是小说第2卷的大剧情，处心积虑的龙战，千年难遇的兽潮，见缝插针的妖族。可江陵丝毫没考虑接下来黑元城的大剧情，而是一直把心思放在夏诗柔身上。有人知道肯定会问，为一个现在没有任何实力的小丫头片子，
花费这么多精力，值吗？江林的答案毫无疑问是值，很值，一定值。在小说世界，因果最大。他能确定的是，如果这个世界自己要死亡，一定是死在夏雪寒手里。自己必须做好万全之策，上策攻心，中策改变功法和修行途径，下策寻找大道纯一天连夜，三策同时进行。我不信，这局我翻不了。我不是救世主，黑元城对刘家的死局，人族龙脉的安危和我无关。我只是一个夹缝中生存的反派。气运之子萧栋随时都要上门，把自己挫骨扬灰。命运之敌夏雪寒一旦觉醒，自己必死无疑。黄泉和尹氏家族司马家随时要收割江家，补充皇库。混沌使魔的势力早已盯上自己，要炼成傀儡，复活其四大使者之一，还有各种各样的仇敌在等着江家倒下，把自己扒皮抽骨。所以我没得选，我只能明哲保身，步步为营。我就是在活着的前提下，一步步成为最终的活下去的反派。不过黑元城的利益我可不会放弃。萧栋，我在这等着你，等着你的鸿运齐天。日出三竿，江林看了眼熟睡中的夏诗柔。修行吧，这是你必走之路。确定了思路，江林思考着该选什么功法让他修行。蝎系是四大毒虫系血脉之一，走邪道最好的选择就是毒系，而且记载中冰蝎魔祖没有用毒经历，和他打架基本上是冰霜开干，所以就选毒技了，最大化远离他前世的功法。功法吗？那肯定是最好的上品仙级功法太古毒经。江林是太古毒经的大成者，可以手把手教他，以防他接触到原来武学，哪怕1/1000可能他苏醒了，自己这良苦用心也能成为对方对自己下手时的犹豫，那就够了。而且他从来不担心这些功法被泄露，有顺物在，别人需要100年的成就，他只需要1瞬间。别人奉为珍宝的功法，他却没那么在乎，因为他知道太多顶尖功法的所在了。而且几天后，他的反派商城开启，他还能兑换提升功法等级的道具。最重要的是，真正恐怖的那些功法是唯一性的道法，那些才是江林后续的图谋不传之秘。现在算是初步安置好了这个定时炸弹，接下来该想想自己的打算了。这个世界以实力为尊，想要活下去就必须提升自己的实力。主角也是人，也要遵守这方天地的基本规则。只要自己的实力足够逆天，那主角的气运也不是不能抗衡。现在只要苟着发育就好。此时他的太微子毒蛇血脉已经到达了元婴圆满，他不着急，凝结神识，进入下一步的化神期。因为地狱古焰蛇血脉现在还是元婴初期，他有预感，这个血脉到达元婴圆满时，可以和万毒元婴有叠加态效果，不一定比最强的9品元阳元婴差。对于修炼，他可是一点都不操心。他也是有金手指滑掉系统的。丁，恭喜宿主成功苟活第3天，日常奖励为1日满额修为。作为一个反派生存系统，除了截胡奖励，还有每日生存奖励，这个每日奖励一直恒定不变，就是1天的满额修行。意思就是不管江林1天修不修行，到凌晨了自动视为他修行了1天。这个修行量是由他自身底蕴和功法的最上限决定的，不包额外提升的修为量，比如和夏诗柔双修的量。可以说有这系统，他根本不需要修行。感受着昨日份的修为补给，江林胸腔中燃起一丝火焰之气。中等地品血脉地狱古焰蛇，火凤涅槃之火。丁，观摩极品仙法火凤涅槃诀，触发神级天赋顺物。丁，顺物天赋触发，火凤涅槃诀掌握成功，彻底掌握法门涅槃重塑。没错，张婉梦那边已经吸收了9天霓凰琴心，开启了羽皇传承，他也就领取到了开启奖励。借着火凤涅槃之火，他开始塑造火系元婴。他塑造的是元婴珍稀榜排名第1732名的7火赤灵元婴，需要收集到7种异火，融入元婴之中，则可以到达元婴圆满状态。这元婴是来自皇宫的地级上品秘法7火炼天录将之意搞到的，通过鸳鸯双星炼传过来的。这元婴并不是很强，主要作用就是拥有7股火焰本源，可储存极多火焰真气，续航能力很强。再配合上地狱古焰蛇血脉，它的火焰真气基本上宛如汪洋大海，滔滔不绝。以此为基础，仙法火凤涅槃诀才是最恐怖的状态。所以虽然这只是个地级上品的功法衍生的原因，但是江林一点也不嫌弃，而且只要是用的顺手的功法，他就会毫不犹豫学习。有顺物天赋，基本上没啥成本。地级上品又咋了？多少小家族为了一本地级功法争得头破血流。而且在等自己3天后解锁了反派商店，
还能提升功法等级呢。地级升到仙级甚至道级都不是什么问题。江陵对比过所有的开局，这一次运气已经是最离谱的。上垒2大关键女主还毁了主角的金手指，可以说江陵赚得盆满钵满。逆天的火凤涅槃诀，变态的顺物天赋，保命的起死回生再造丹，以及越发恐怖的血脉力量，这开局他已经心满意足了。接下来只要稳住不浪，他绝对有机会干掉萧冻。真想知道我的血脉提升到极致会是什么。江陵现在最想的是通过偷心任务提升血脉品质。现在自己是双头太微地狱蛇，下一个品质是啥呢？3头蛇4头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剧本中的女主双修。他想到了这本书里形形色色的女主。作为一个典型的1000万字爽文，这里可是有不下100位绝色美女。可惜啊，隔壁的林清雪不在女主范围之内。不过就算是女主我也不敢碰，这娘们是这本书前1半的战力天花板，不能惹。身边已经有个祖宗了，再来一个自己多少条命都不够玩的了。没错，林清雪这次也跟来了，那个和江陵一起进入道库的林长老。这次毫无疑问还是江之意下了本钱，害怕江陵在黑原森林中发生意外，于是请了林清雪压阵。林清雪本来不愿意的，但想着江陵走道途自己啥也没干，就拿了江之意那么多好处，着实有点不好意思。刚好自己过段时间也要来黑原森林收拾一下煞文幽阳蟒，这次就一块来处理了。哼，不要脸的2个人，从进了房足足2个时辰，没羞没臊。你个夏诗柔看着文文静静的，怎么这个时候和换了个人一样，嘴上说着不要，就你动静最大。林清雪双目赤红，握紧手中的剑柄，恨不得立马过去砍死江陵2人。可人家小2口亲亲爱爱，确实也没啥大错。人家也布置了静音阵，可对自己合体期巅峰的存在根本不管用啊。而且他现在还要参悟天地规则，不能封闭五官，否则容易错失灵感交加之机。下次我要是再和江陵一起出来，老娘的灵字倒过来写。诗柔，你的血脉是万玉冰际血，极其稀有的中等地级血脉，而且还身具血脉神通冰魔冥蝎长。血脉神通是血脉达到极致后出现的返祖现象，出现概率极其稀有，使用这种神通是没有任何消耗的。那冰魔冥蝎长是剧毒神通，最少能让你使用的毒素威力翻10倍。听到江陵的耐心解释，夏诗柔惊呼道：啊，那会不会让夫君中毒啊？江陵亲昵地在他鼻梁一刮，笑道：不会的，我身具蛇心，我们可是珠联璧合，蛇蝎心肠，怕不怕？面对蛇蝎，女生皆是畏惧之心。夏诗柔也不例外，她下意识往江陵怀里钻了钻，嘴硬道：不怕，只要和夫君一起，我就喜欢。江陵继续道：蛇蝎乃是4大毒虫之流，所以我们这种血脉最好修习毒道，刚好也能最大化发挥冰魔冥蝎长作用，你愿意吗？夏诗柔没有一丝犹豫，直接道：夫君说好，那就是最好的。听到这句话，江陵有点汗颜，这个丫头也太相信自己了。不过自己说的确实是实话，相对于冰道，毒道确实更适合现在的夏诗柔。好，既然如此，那我便教你太古毒经。此语一出，隔壁的林清雪呆滞了，这个小子神经病吧？那可是仙级功法，你说拿出来就拿出来。你知不知道江之意当时为这个功法花费多少心血吗？你就这么分享给一个妾室，你懂功法的保密性有多重要吗？有一天你绝对要死在女人手里。没等林清雪反应过来，江陵便开口讲述起来太古毒经。话说我是不是要避讳一下这功法？就在林清雪准备出去转转，下一刻江陵妙语连珠，深浅搭配让他眼前一亮。太古毒经，以毒入道的绝世经典，修为越往上，林清雪便越明白，所有的功法无外乎都是向道而去。江陵已经彻底领悟太古毒经，自然也就触碰到了毒道的边缘。毒道也是道啊，达者为师，在功法领悟这方面，林清雪是远远不如江陵。一句句简单到了极致的话，在他耳边却振聋发聩。突然敲门声打断了江陵的授课，林清雪眼中突然杀机狂现，何人阻我误导？少爷，您要的蓬莱全席已经备好了，可以用餐了。门外江六轻声道：既然已经黄昏了，我的好诗柔，收拾一下，我带你吃大餐，好好补足精力，晚上为夫带着你好好淬体。这时林清雪也才反应过，太阳已经落山，白天已过，真是恍如隔世啊。想不到江陵此子在毒道见地竟然如此恐怖，一席话竟然让自己对道义的领悟提升了一个档次。传言中他的太古毒经已经大成，现在看来真的不能再争了。这一刻江陵的形象在他心中悄然发生改变，
改变一个人的态度，不是疯狂对他好，而是突然做一件远超出他认知的事，直击他的灵魂。咚咚咚，这时门口突然响起敲门声。林长老，要一起吃饭吗？江林声音响起，林清雪罕见的没有反感，这次悟到自己欠他一个恩情啊，以后有机会给江家卖个好吧。门外，江林收起手，带着夏诗柔准备去厢房用餐。他知道林清雪很讨厌自己，不是很看不起自己，根本不会和自己一起吃饭的。自己来这一趟也是礼貌之举，对方怎么说也是江之意请来的道天宗前辈，能刷点好感度就刷点吧，毕竟接下来他在道天宗的布局还需要对方的支持。刚准备走，门竟然打开了，林清雪仙气飘飘的走出来。发什么呆，不是吃饭吗？江林掐了下自己，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你不是铁面无私不近人情的火阎王吗？你不是很看不起我吗？干嘛和我一起啊？我只是客气一下啊，你来了我反而放不开了。我等下该怎么吃小诗柔的豆腐了。走在厢房的路上，有着林清雪这个绝世强者，所有人的行为很是拘谨，林清雪倒是无所谓，第一次主动打量起江林。五官如刀刻般俊美，身段高而修长，在恰当得体的锦服衬托下显得极其高贵优雅，好一个绝世容颜的少年。第一次林清雪从心底认同一个男人的容颜，原来自己之前一直带滤镜看他，都忽视了这少年竟然有如此容颜。他心中还在感叹，耳边突然传来一道声音：少爷，幺儿来晚了，请您责罚。上官夭夭到场，是小家碧玉形象，和上次百花亭的模样有几分相似。林清雪瞳孔一紧，好厉害的媚手，这女人身上的迷雾我竟然都看不透。没想到江林这小子桃花运这么好。江林此时也在纳闷，他来干嘛？自己离开他不应该乐得清闲吗？自从上次花河之畔上官夭夭选择袖手旁观的时候，江林就知道对方绝不是要铁了心依附自己，肯定是另有所图。本来想着晾上他一段时间，等萧冻鸿运7天 buff 消失后，再利用他逼萧冻解开9天传送缩的血迹，没想到他竟然跟了过来。不过好像也没什么影响，刚好借着这段时间好好调教一下这只狡猾的小狐狸。哦，我知道了，你在后面跟着吧。江林冷冰冰对回了句，转头对着林清雪伸了个请的手势。看到这一幕，上官夭夭不甘心地走到队伍的后面，心底咬着牙恨道：这是彻底对我失望了吗？看来我要多付出点，才能让这个魔头回心转意。萧冻哥哥，别介意夭夭的轻贱，我真的是不得已。包厢内菜过5味后，江林举起酒杯，率先开口道：林长老，这一路感谢您的庇护，我知道您公事繁忙，接下来您赶紧去忙正事，我这边还是比较安全的，就不浪费您的时间了。林清雪眉头一皱，她发现我偷听她讲课了，再赶我走，不会这么小气吧？不对，我们的目标都是黑原森林，哪怕分开也应该在黑原森林外围。他明显是不想离开黑原城，这里面绝对有事。如果在昨天，我肯定毫不犹豫转身离开。不好意思，小家伙，现在我赖上你了，不薅完你的羊毛，我是不离开的。打定主意后，林清雪直接道：这你说的不算，我是受到江之意的嘱托来的，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啥时候回去，我啥时候任务完成。江林一愣，什么玩意？原剧本里面，只要这女人看不过眼的人，规矩死活都和她没关系。以自己这样的人，在她眼里不就是茅厕里的石头吗？不应该离得越远越好吗？还讲个屁的，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世界真是太奇怪了，一个二个莫名其妙的。别说你，就算江之意来了，我也是这个态度。你什么时候回到天宗，我什么时候离开。在江林费了9牛2虎之力劝说后，林清雪的态度依旧很强硬。此刻江林知道打发走这女人没戏了，他本意是打发走林清雪，然后进行伪装，等着萧冻前来。萧冻现在就是最牛逼的欧皇，不蹭上点欧气，江林肯定是不甘心的。好好，你不走，我看你能给我耗到什么时候。思索片刻后，他再一次开口道：林长老，我此次出门本意是来练心问道，培养神识，我们现在这样太招摇了，所以我打算全部易容，然后入室。林清雪冷冷道：我不需要，你爱干嘛干嘛。江林故作为难道：林长老威名在外，这让入室的效果，哼，不会耽误你的入室。说完，林清雪服饰一转，气质陡然变化，瞬间宛如一个普通凡人。好高端的手段，样貌明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却感觉像2个人一般。之前是高不可攀的9天仙子，而现在宛如隔壁家的大姐姐。江林心底叹了一口气，看样子这女人铁了心要陪自己一起玩了，或者说鸿运齐天的效果已经出现了，自己就想沾沾萧冻的光，
就出现这样各种意外情况。先是上官夭夭莫名前来，又是这个萧栋未来的师娘跟狗皮膏药一样，想甩都甩不掉，都是怕萧栋受伤。这保险一环一环的，天道气运果然够狠。无所谓，这次本来也没想着做啥坏事，不止不会做坏事，还要做好事。我会好好帮助一下我们的大主角萧栋呢。那好吧，接下来还要继续麻烦林长老了。察觉到江林表情中的无奈，林清雪顿觉好玩。小样儿，我倒想看看你究竟想干嘛。叮，触发天道姻缘，姻缘道侣。江林，什么声音？脑海中突然出现的声音让林清雪一惊。叮，本系统由天道衍生，为天命机缘，仅宿主拥有，声音仅宿主能听到。天道衍生，天命机缘，怎么可能？天道没事衍生这种机缘干嘛？林清雪下意识四处张望，有人在算计自己，还是产生异响了？请问宿主是否激活？激活后可获得新手大礼包，必出极品仙法烈焰焚天逐海诀。叮，该机缘完全遵循宿主自愿原则，除保密条款，本系统不得向外界透露，否则立刻魂飞魄散。外无任何负面惩罚，任何时间都可以选择放弃该机缘，并且前期获得的奖励不会消失。以上条款均受到天道约束，请宿主放心。林清雪检测一圈后，并没有发现自身有任何异样，周围也没有任何可疑的人。江林也在气呼呼的吃饭，好像还在纠结自己没有离开的事。放下初步的戒备，林清雪才看向脑海中的提示：极品仙法烈焰焚天逐海诀。那可是神话中火神容师的成名功法，只要自己点头就能获得。这么离谱，那可是极品仙法，要不试试？在犹豫2秒后，他还是选择了激活。摆在面前的仙法，谁能拒绝啊？叮，天道姻缘系统激活成功，请进行评级考核。说明，评级考核影响宿主的新手大礼包和宿主等级评定，考核成绩越高，奖励愈加丰厚。考核开始，请问你真的了解江林吗？林清雪眼神微迷，这一系列都是些什么玩意？我了解他干嘛？这样的纨绔恶霸还需要深入了解吗？不过他独到研究的确实还是可以说到一下的。问题1，江林最在乎的人是谁？ A. 他本人。 B. 张婉梦。 C. 江之意，他一姐。 D. 黎明众生，他本人。林清雪没有丝毫犹豫，脱口出：叮，回答错误，请听下一题。哈，江林那种人不是最在乎自己。对，好像还真不是。道库之中，他放弃了自己盗妻的选择，只为张婉梦的倾心。看样子这小子更爱美人啊，更让我瞧不起他了。下一题，下一题，这次算我马虎，接下来我不可能错了。问题2，江林平日最爱做的事是什么？ A. 吃喝嫖赌，欺男霸女。 B. 游山玩水，听曲喝茶。 C. 刻苦修行，提升等级。 D. 乐于助人，拯救众生。吃喝嫖赌，欺男霸女。就在林清雪对这个回答极度满意的时候，耳边的机械音再一次打了他的脸。叮，回答错误，请听下一题。怎么可能错误？天道眼瞎了。平日里他杀人放火，恶贯满盈，京城内妇孺皆知，你说哪里错了？没等林清雪理清思路，耳边的问题再次出现。问题3，江林的梦想是什么？ A. 后宫佳丽3000，夜夜笙歌。 B. 3间2瓦，隐居桃源，与在乎之人长相厮守。 C. 登顶世界之巅，成就永生不死。 D. 天地大同，百姓安居乐业。林清雪看了眼左拥右抱的江林，犹豫了半晌，弱弱的回道： A。 叮，回答错误3次，本次考核结束。宿主评价等级为下下等，最差。说明，评价等级影响后续任务的奖励，等级越高，奖励越好，下下等仅有基础奖励。提升评价的方式有2种： 1. 与天命道侣江林提升羁绊度。 2. 考核界面答对更多题目，考核界面已冻结，下次开启时间7天后。叮，恭喜宿主获得初始大礼包，下下等。初始大礼包激活，获得极品仙法烈焰焚天逐海诀。叮，解锁好感度界面，提升天命道侣的好感，可获得相应奖励。好感度达到10、100、500、1000即可获得，好感度越高，奖励越好。提示好感度达到1000，可获得大成单1。目前好感度0，与以前江林对宿主好感度无关，从此刻开始累计，可加可减。评级下下等，好感度奖励资质为最下品。说明，评价等级影响好感度奖励的品质，如好感度达到1000，系统会奖励大成单，
此时根据宿主的评级发放相应大成丹的品质。林清雪凌乱了，江林这小子伪装这么深，好好，我倒要看看你真正的面目。获得1000好感度就能拥有早已失传的大成丹，这还不简单？以我的身份，稍稍给他买个好不就行了？不过这个机缘有点恐怖啊，一上来就是各种仙法仙丹的，假的吧？是来乱我道心的吧？就在他还在疑惑时，脑海中出现了一段极其深奥的文字。没错，正是极品仙法烈焰焚天逐海诀。半晌过后，林清雪直接人傻了，这个功法说的是啥？他究竟让我干嘛？努力很久后，林清雪发现了一个令他很扎心的事实，他堂堂合体期巅峰的修士看不懂这个功法。黑元城福来酒楼2楼靠边的餐桌坐着3个人，还有一个清秀女孩站在俊俏少年的后面，给少年揉按着肩膀。坐着的正是江陵、林清雪和夏诗柔，站着的是上官夭夭。除去林清雪，剩余3人面貌皆是易容之后的样子。柔儿，你要知道，毒道主要在制毒、养毒和用毒3方面体现，其中用毒为最核心的部分，太古毒经便是用毒的最强功法，其中最核心的要领便是万毒起一元，一元化太古。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感受源源不断的毒药，发现他们的共同点。夏诗柔双眼灵动，认真地听着江林的讲解。我一定会好好努力，争取早一天帮上夫君。江林毫不避讳地讲解着太古毒经的基础知识，丝毫没把林清雪和上官夭夭当成外人。此时上官夭夭心中惊骇，早知道江林毒道造诣巅峰，现在越听越觉得可怕。仅仅半个时辰，我一个从没接触过毒道的人，竟然都能理解大半。他不避讳我，是在用我身上的毒威胁我吗？另一边，林清雪这时候完全心不在焉，满脑子都是那玄而又玄的烈焰焚天逐海诀。这法诀真是狗屁不通，创造他的人就是脑子有病，不可能有人能看懂的。不对，眼前的小子说不定可以。据说太古毒经可排名第3难的功法，他造诣都这么深了，这个功法应该也可以想到这里。林清雪故作不屑，极为傲娇道：小子年纪轻轻就妄想为人师，就不怕误人子弟？小子有能耐让我考考你。江林微微一愣，我叫我女人和你有啥关系？误不误人子弟和你有啥关系？以你那功法理解能力考我，好像是你不配原小说中，可能是作者太懒，不想思索太多功法名字，又或者觉得林清雪就是配角，不用浪费太多时间描写，就把这个人族前期最高战力设定为功法文盲，除了火系剑诀啥也领悟不出来，然后硬生生卡在合体巅峰数十年，直到被萧洞超越。碍于林清雪威名，江林只能无奈道：还请林长老赐教。林清雪毫不客气：那我就随便考你2句。气回丹自结，存火入坎位，阴阳生反复，万火化凶煞，烈焰起双眸，煞威漫八方。这3句是何意？林清雪话音刚落，江林耳边传来熟悉的机械声：丁，顺物天赋触发，残缺无名功法理解成功，掌握技巧火煞之威。江林一喜，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他现在身上的火系功法皆是辅助之类，正好缺攻击类的火系功法。这林清雪说的功法，明显就是一本不错的火系功法之法。送上门来的功法，不学都对不起自己的顺物天赋。看着沉思中的江林，林清雪心中满怀期待，但表面上还是故作样子道：好好想想，这就一个简单的地级功法，如果这你都解答不了，还是趁早别误人子弟。一边的夏诗柔听着林清雪略显刺耳的话，满脸不开心：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夫君，误不误我和你没关系，我自己知道夫君的才华，货真价实。这时江林急忙回过神，拽了拽夏诗柔娇嫩的小手，开口道：柔儿，没关系，林长老也是为你好，身为长辈，考验我一下也是理所应当。林长老刚刚说的这几句，乃是火系功法中煞气凝结的法门。林清雪眼中金光一闪，这小子真能理解。表面上他漫不经心道：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用来凝结火煞的，你说说此言具体何意？江林随即开口道：首先在丹田中以真气化火，存入八卦方位的坎位，然后以明火和暗火反复变化，吸纳丹田内万缕火真气，凝结成煞。闻言，林清雪心中大动，没错，就是这样。在丹田的坎位，他成功凝结出了极其恐怖的火煞。见江林突然没了声音，他有一丝急切道：然后呢？烈焰起双眸，煞威漫八方，这句怎解？你不会了。可江林还是没说话，眼神只看向客栈的1楼大堂，这让林清雪也不由自主地看过去。大堂内涌入4、5个彪形大汉，冲向角落饭桌的一个普通少年，是城外黑云峰的6当家，
李豹子元婴巅峰的高手，那小子绝对要倒霉了，非死即残。肯定的，李豹子为人嗜血残暴，我们赶紧撤，免得引火烧身。大堂内人心惶惶，不少食客起身灰溜溜的离开。李豹子脚踩着萧栋的凳子，咄咄逼人的问道：“我派去赵家村收保护费的小弟，是你打伤的？”萧栋瞥了眼黑脸的李豹子，平静道：“是又怎么样？拥有金丹实力，不想着为人族大业贡献一份力量，满脑子鱼肉乡里，欺男霸女，我没打死他，都是最大的宽容了。”李豹子满脸怒意，一拍桌子：“小子给脸不要脸，现在给我跪地认错，不然我让你死无全尸！”一瞬间，他带的小弟所有真气都锁定在萧栋身上。萧栋体内断天涯突然开口道：“小子，你体内中毒了，先不要轻易出手，不然这毒要进血脉里面了，会有点麻烦。现在只需要用真气把毒逼出来，以你的真龙之气，这毒也就几分钟就能逼出来了。”萧栋一怔，死死盯着旁边的李豹子：“又用毒？我平生最讨厌用毒的人。”自认为得手的李豹子仰头大笑起来：“哈哈，臭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非要得罪我黑云峰后，求死不能！”楼上，林清雪满脸不耐烦，对着江林道：“那傻小子，你朋友？”江林摇摇头。林清雪又道：“你想帮那个傻小子？”江林没有说话，没点头也没摇头。林清雪眉头紧皱，劝道：“小子，我劝你别多管闲事，行走江湖最忌讳得罪不明来路的人。年轻时，我曾和那小子一样，嫉恶如仇，为了一对母女，剿灭了一伙地痞流氓。结果是在我走后，那块贫民区被夷为平地，连生我养我的林家也遭遇了灭族之难。虽然后来我强大起来，把仇敌满门屠杀，但我那些至亲之人都回不来了。所以千万别得罪你不清楚来历的人，你不知道他后面牵连着什么。别以为你背后是江家，还是有很多势力不买你们家的账，王氏宗亲、魔教六派以及尹氏家族。不过我可以帮你动手，前提是你回答完我的问题。”耐心听完林清雪好心的劝解，江林笑着摇摇头：“我可是大坏蛋，林长老说的，我能不懂？”林长老刚刚说的问题中，最后2个句话烈焰起双眸，煞威漫八方，乃是用煞的高明手段，以眼为灯，火煞为光，八方之地皆在威能之内。林清雪满脸错愕，他在说啥？一句晦涩难懂的话变成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你的意思具体是？没等林清雪说完，江林双眼突然变红，火光四溢。下一刻，漫天凶煞从他体内疯狂涌出，顿时弥漫整个酒楼。凶煞所过之处，无人能挡，无人能阻。砰！李豹子连反应时间都没有，直接重伤倒地。只见空气中红褐色的煞气蔓延李豹子的全身，他在地上痛得生不如死。周围他的手下更是一瞬间没了气息。短短眨眼间，江林的威能就已冠绝八方。大堂内所有食客都吓得面容失色，连滚带爬跑出酒楼，生怕沾染上那恐怖的火煞。我明白了，只要调动火焰之力涌入双眼，坎位的煞气竟然能自动释放，所看之处都可生成煞气领域，领域内可随自己心意调动煞气，想杀谁杀谁。江林才情竟然如此之高，短短时间竟然能悟透仙法真谛，还能释放出来。林清雪心中满是震惊，不可思议看着双目鲜红静静喝茶中的江林，仿佛一切和他无关一样。江林身后的上官夭夭也惊了，他不是毒系吗？这火系什么鬼？他怎么出手的？怎么调动煞气的？看不透，完全看不透啊！这家伙越来越诡异了。这时，地上的李豹子艰难爬起来，往口中扔去一粒丹药，恢复几分气力后，抬头死死望着江林：“小子，敢留下姓名吗？”江林慢慢放下茶杯，抬起头，将手中的折扇划一下打开。西华林家，林慎之向黑云峰6当家问好。此语一出，最吃惊的是林清雪，她表情惊讶，不敢置信地看着江林，仿佛在问江林：“你什么意思？敢当我面冒充我西华林家？你不想要命了？”没错，西华林家正是林清雪的本家，50年前被灭门，仅剩林清雪逃出，成为如今到天宗顶级战力。如今江林借用这个名号，让他怎么能平静？好小子，黑云峰和你没完！李豹子扶着门框，一步一拐地向外面走。西华林家的名号他没听过，以为就是个哪个小家族。他边走边在心底不停盘算接下来怎么复仇。江林挥动着手中的折扇，轻轻道：“我说过放你走了吗？”说完，手中折扇稍稍用力一挥，一股热浪涌向重伤的李豹子，又一股火煞，比刚刚的还要浓郁。不，你不能杀我！我们大当家乃是化神巅峰的存在，他不会放过你的。看着不断逼近的火煞，李豹子疯狂扔出符咒抵挡，可惜只是螳臂挡车，毫无作用。他没想到
这少年要下杀手，他怎么敢啊？我可是黑云峰6当家。眼见热浪即将逼近，一道倩影突然出现，直接出手击溃热浪。是一个身穿黑色劲服的英气女孩，腰挂一枚龙纹令。镇元中将刘嫣儿，城内禁止武斗，你们还造成人命伤亡，违反了大夏明律。鉴于受朝将至，你们被征调了，如果能将功补过，这次就既往不咎了。看着英姿飒爽的刘嫣儿，江林的思绪回到原小说剧情。原剧情中，萧栋在城外赵家村行侠仗义，得罪了黑云峰的土匪，随后被齐6当家追到黑原城内报复。结果发生冲突时，萧栋不小心中毒，刘嫣儿恰巧遇到，出手帮助，二人正式见面。接下来就是二人共同抵抗受潮，互相欣赏。直到第4波受潮到来之际，刘嫣儿突然接到自己的弟弟被绑架的消息，必须前往黑云峰解救人质，一边是黑云城百姓，一边是自己的亲弟弟。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并成功抵抗过了第4波受潮。刚战斗完，刘嫣儿想也没想，直接冲去黑云峰营救刘子渊。可令他和黑原城内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一次受潮竟然不止4波。在刘嫣儿还没离开半个时辰，黑原城1000年来最恐怖的受潮席卷而来，城墙被破，百姓十不存一。最要命的是，妖族趁机潜入，挖断黑原城的龙脉。龙脉挖断之后，在阴差阳错中，好处全被萧栋吸纳了。此战之后，九州震动，夏皇震怒，刘嫣儿第一个背锅。萧栋再利用肖战的旧势力，顺势来一波英雄救美江林的思绪回到了那张英气的脸庞。刘嫣儿嘛，话说她可是我的婚约对象，而且还是我那天才弟弟从小到大魂牵梦绕的梦中情人，也是后期江家势力与萧栋正式交锋的导火索。她是本书第4女主，仅次于绝情琴星张婉梦，倒可以利用她来完成偷心任务，提升血脉等级，获得截胡奖励。不过要等到萧栋的鸿运齐天结束，不然鬼知道中间会发生什么变故，说不定还给他当了嫁衣。收回思绪，越过刘嫣儿，江林看了眼地上如死狗般的李豹子。不好意思，刘将军，我没办法按照你的命令来执行。地上这个土匪，今天我杀定了。刘嫣儿眼中一冷，盯着江林，仿佛随时要动手。他很讨厌眼前这个少年看自己的眼神，仿佛自己没穿衣服一样，站在对方面前。你想违抗我的命令？话音刚落，化神之威直接爆发，涌向江林。刘嫣儿14岁参军，17岁前往轮回战场，19岁统领万人之战，20岁成就化神。可以说他的实力是一步步打出来的，是站在异族的鲜血上铸造出来的。面对刘嫣儿的化神之威，江林手中折扇轻轻一挥，火煞的气浪再次飞出。下一刻，化神之威竟然被这赤红的热浪硬生生挡在二人之间。林清雪眼睛一亮，这火神的火煞之气果然霸道，竟然能让江林以元婴的实力抵抗化神的威压。看着刘嫣儿脸色逐渐冰冷，仿佛随时都要再度出手，江林才淡淡开口道：家姐是到天宗直见人林清雪，西华林家属于皇权特赦，大夏明律管不到我。林清雪，此名一出，全场一致。林清雪咬牙切齿，恨不得把江林撕成2半。又是盗用我西华林家的名头，又是敢当我面貌冲我弟弟。好好，要是你后面不把烈焰焚天竺海诀给我讲透，我和你没完。上官夭夭看看林清雪，又看看江林，满脸疑惑。不应该啊，林清雪是个嫉恶如仇的人，怎么可允许那恶霸冒充自己的弟弟，辱没西华林家的名声呢？二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还有我想不通，江林这举动究竟是为了什么？不行，我越来越跟不上他的思维了，必须赶紧获得他的信任，成为他的枕边人，才好分析他的思路。1楼的刘嫣儿满脸阴晴不定。林清雪道门直见人，林家自然是皇权特赦。刘嫣儿从来没见过林清雪，但她的威名在大夏那是人尽皆知。最强记录，单人深入妖域，连斩妖族10大合体及妖将后全身而退，毫发无伤。哪怕是刘家老祖都不敢惹那个疯子。小时候林清雪一直是他的偶像，他一直立志要成为林清雪那样的绝顶高手。传闻西华林家不是已经灭族了吗？但也只是传闻，林清雪从来没有证实过。现在看江林那样子，对方也不像作假，敢在这公众场所明目张胆说出来。如果是假的，都不用他出手，林清雪不会留他在这个世界上。可令他想不到的是，本尊就坐在上面，甚至连容貌都没发生变化。而地上那李豹子听到江林说话那一瞬间，立马向外跑去。妈的，对方是钢板还是1万米厚的？自己拿啥和对方玩？化神巅峰的大当家，妈的，听到林清雪3个字，恐怕都要连夜赶路跑人。跑吧，惹不起，一点也惹不起。没等他跑2步，身后便传来一道懒洋洋的声音。其实煞威慢八方，还有种说法，
林清雪猛然激动地问道：“什么？煞过留痕，痕碎天地面。”后面的话李豹子听不到了，他只感觉自己身体好像变得很大，意识逐渐消退。砰！残存在李豹子体内的煞气突然爆炸。上古火神祝融的成名功法果然名不虚传。林清雪神情激动，仅仅3句功法就能让江陵举手投足间杀死一个元婴巅峰的修士，而且对方丝毫没有抵抗之力，真是捡到宝了。另一边，刘嫣儿深深看了眼江陵，满眼的警惕。这火煞真是恐怖，在战场上绝对是大杀器。与此同时，萧栋体内的毒液彻底被逼出来了。只听灵魂深处断天涯道：“火神煞气，那小子修的是火神容式的功法。二位一块喝一杯吧。”江陵举起茶杯，向着刘嫣儿和萧栋发出邀请。刘嫣儿深深吸了口气，道：“我还有公事在身，就不打扰了。”说完转身离去，连看萧栋一眼都没有。与原剧情中他被刘嫣儿带到军营不同，这一次二人一点交集没有，不愧是战场血牡丹，够劲。看着刘嫣儿离去的背影，江陵对刘嫣儿越发欣赏。这女人的性格是整本书里塑造最突出的，哪怕上官夭夭这个第一女主都要往后排排。轮回战场面对巫妖联合，死战7天7夜，最后选择了自爆，引动了天河落日之举。可以说他用自己的身躯化作人族，在轮回战场最后一道防线，以一人之力将100万联军拖在轮回战场。一句天河落日血牡丹，100万联军现金沙，足以证明其人格魅力。这时萧栋已然走了上来，多谢林兄出手相助，在夏夜断江，家道中落，现为散修。看着完全陌生的面孔，如果不是熟知剧情，知道李豹子会找他寻仇，江陵自认是不可能辨别出萧栋的。听到对方伪装的名字，气得江陵牙根直痒痒。原剧情中对方可不是这个名字，断江断的就是我江陵的江啊。看样子这段时间的操作让他恨到如此地步了。不过这都是小事，本来就是水火不容，有我没你的存在。不过现在你可是我的香饽饽，我等你的鸿运7天，快等死了。来来来，叶兄快请坐，这都是小事而已。我林某平生只有3好：好茶、好事、好美人。叶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是人中豪杰。遇到有人为难你，我肯定要帮帮场子。萧栋被江陵说得面红耳赤，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哪有，我和林兄相比，还是远远不如的。江陵看着稚嫩的萧栋，笑道：“你我一见如故，不如结为异姓兄弟。叶兄意下如何？”此语一出，在场几人皆是一愣。林清雪不知道江陵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还是很吃惊，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让江陵一上来就主动结为异姓兄弟？想到江陵现在顶着西华林家自己弟弟的名头，心里总感觉怪怪的。不过要是自己还有个族弟在世就好了。记忆深处的一个个身影渐渐在江陵身上汇聚，这一刻他感觉对方真的成为了自己的弟弟。林慎之这个名字正式出现在了他心底。小子，林慎之这个名字我同意你用了，但你要敢用这个名号胡作非为，别说江家，皇帝也保不住你。还有，既然你现在打着我弟弟的名号，以我林家的家规，接下来每天我要考核你2个时辰的修行理解。听到林清雪的传音，江陵嘴角微微一笑。猜对了，这个女人就是想让自己给她破解功法，还考核我，真是可爱的女人。这正合我意，她这个功法明显不简单。丁，好感度加10，获得奖励稀有一火攻心毒火。林清雪嘴角一撇，我都允许你用我的名号了，你才给我10点好感度，真是抠门的家伙，一点也不如你姐姐，人家多大度。这个毒火对我啥用也没有啊，不过对江陵好像有点用。虽然不知道他怎么使用的火系真气，但这个异火无疑更适合他。等你帮我破解完功法，我就当给你的奖励吧。有时间真可以研究研究这个道侣机缘，说不定自己凑齐1000好感度，真能获得了大成单了。在好感度系统方面，有人欢喜有人愁。另一边，上官夭夭则一直打量萧栋，他知道江陵此行的目标就是此人，只要自己能帮江陵完成这次目标，一定能改变他心里的看法。负的好感值宛如悬在他头顶上的利剑。还有3天，如果不能辩证，他对付江陵唯一的底牌就没了。这段时间下来，他自认自己不可能玩得过江陵的，所以这一次他在心底反复告诉自己，一定要通过这次机会重塑2人关系。但他不知道的是，他正在算计的人正是他最珍视的人。再一次如万花亭一般，2人见面不相识。此时听到江陵要和自己结为异姓兄弟，萧栋满脸惊喜，觉得遇到人生知己。林兄如此高看我，我怎么能不识抬举？
江林直接举杯道：“来，叶兄，我以茶代酒敬你，这一杯后，你就叫我慎之就行。以后你我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好。萧栋一碰杯子，仰头喝下，好不豪气。江林也不犹豫，直接喝下。老天，你听到了啊？接下来我们有福同享的，把他的鸿运齐天分我点呗。江林知道这是不可能，但也不是没作用。接下来会因为这关系，短期内鸿运齐天的反面效果就不会直接作用到他身上。来，叶兄，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二姐林青雨，这个是弟妹夏若，这个是我的丫鬟仙儿。萧栋不停点头，和几人打过招呼。这时灵魂中的段天涯突然开口，那林青雨不简单，眉宇间有道气蔓延，神识已经大成，修为绝对不低。那夏若儿身处奇物之中，周边应该有着连接着因果长河，而且她戒指流光溢彩，绝对有一宝，我感觉恐怕是神器之流。如果我没看错，那个丫鬟使用的媚术也来自仙法。说完，萧栋心中极其震惊，对方家族的实力真是强得可怕。那是仙法，我苦苦寻求那么久都没碰到一本，不然我真气现在早就成为神级了。再看人家林兄，连丫鬟用的都是仙法，和不要钱的一样。不行，这条大腿的报上。不多会，萧栋主动攀谈起来。甚至这次来黑元城做什么？江林眼中一亮，不怕你问，就不怕你不问。鱼儿要上钩了。我这人平生极好事，天下闲事我都要参与几分。我听闻黑元森林受潮将起，我自要凑凑热闹。黑元城最近可是比较热闹，等下就有个中型交易机会，我们一起去看看。萧栋满脸拘谨，不瞒慎之，我手头比较紧，还是算了。江林手中折扇一开，挥挥手，叶兄不用担心，接下来集会看中什么，我给你买单，就当小弟送给兄长的见面礼。啊，那怎么好意思？走吧。江林不给萧栋拒绝机会，直接拉着他前往集会地。黑元城四方商会。小姐，那里好浓重的骨气，里面一定有宝贝。哦，我们去看看。一个身穿紫衣，身材曼妙，脸上遮着细纱面罩的女子，带着青衣丫鬟走到了一个摊位前。小姐，就是那本最破的书，里面内容绝对不简单。小吴，你确定？绝对没错，小姐，我们捡到宝了。紫衣女子眼中一喜，叫来老板。老板，这个怎么卖？刚刚出土的50枚中品灵石，买定离手，能不能便宜？紫衣女子话还没说完，就被一道声音打断。老板，这边10本秘籍，给我打包，我兄弟看上了。话音刚落，10枚上品灵石已经扔给老板，剩下的钱就当给你小费了。胖老板眼睛一亮，赶紧接住灵石。大客户啊，急忙弯腰道：好好，我这就给您包好。紫衣女子顿时急道：老板，分明是我先来的，先选的东西。小姑娘，我们这边讲究谁先付钱就是谁的，可能和你家乡那边的规矩不一样。轻佻玩味的声音响起，气得紫衣女子咬牙道：敢问阁下尊姓大名？只听哗一下，眼前青年手中的折扇打开，西华林家林慎之，平生3好，好茶，好事，好美女。美女，有时间一起喝个茶吗？我们可以聊聊当今的天下大事。听着江林玩味轻佻的话语，紫衣女子恨得上去给对方一剑。小姐，别冲动，此子是人族的天命之子。紫衣女子惊道：人族的天命之子，你确定？青衣丫鬟点点头，肯定道：绝对没错，对面几人的综合气运，我根本没办法使用望气眼。紫衣女子疑惑道：既然没办法直视，你怎么确定这个人就是，而不是另外那个男的？青衣丫鬟解释道：我在妖庭藏书阁中长大，自幼了解人族的历史，每一个大时代的人族天命之子都是妻妾成群，左拥右抱。你看那折扇男子旁边围满了绝色之女，而另一个则相貌平平，孤单隐之，怎么可能是天命之子？紫衣女子闻言点点头，对青衣丫鬟的话表示认可。小欧，我们先撤，这秘籍就先放他那里几天。紫衣女子深深看了眼江林后，转身带着丫鬟直接离开。望着二人离去的背影，江林眼底极其冰冷。他一开始就认出来了对方二人的身份，二人分别是妖庭公主东皇盼和其侍从小巫。这一次黑元城龙脉被断，就是二人所为。对于妖族，江林从来没有好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也就萧栋妇人之人，成就至高之后，还留有了东皇妖族一脉。不过话说二人在这个摊子前驻足这么久，这次一定有好货。那青衣丫鬟小巫可是巫秘属成妖，巫秘属又称寻宝属，可观气定宝。不知道感知到萧栋这个天命之子莫，最好感知到了，然后你们狗咬狗去。怎么了？甚至对那2位美女动了心思。
萧栋走上来打趣道。江陵笑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林慎之三好中，孰好美色为之最？此语一出，江陵身后的林清雪和上官夭夭表情真是五花八门，精彩极了。我信你个鬼！我做天道考核第3题就选的这个答案，错到姥姥家了。这个江陵嘴里就没一句实话，唯有抱着江陵手臂的夏诗柔面色平静，反而拿脸蹭了蹭江陵的胳膊，宛如一只撒娇的小猫。萧栋则是满脸羡慕道：慎之真是率真之人，雅兴之人。闻言，上官夭夭白眼一翻：什么人嘛？好色还是雅兴？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时地摊老板打包好了那10本秘籍递给江陵，江陵接过后故坐好奇道：我看叶兄好像很缺功法的样子，是有什么难处吗？萧栋挠挠尴尬道：没错，我本就是散修，而且所修的功法不是很完善，需要大量合适的功法完善。鱼儿上钩了。这信息江陵早就推测出来了。萧栋的本命功法是包罗万象功，需要修炼大量的功法，使得自己的元婴真气提升到神级品质。本来萧栋应该在100多章之后才凝聚9品元阳元婴，那时候他已经成为了道天宗的道子，成为独孤彻的徒弟，修习了大量功法，真气品质那时候已经是神级上品了。而现在嘛，加上天道赐福，可能才地级上品。唯一一本好点的功法万花录还被江陵在万花亭中截胡送给龙溪月了。本来3本天级极品秘籍就可以了，现在他已经元婴圆满了，恐怕要10本以上了。本来江陵打算直接再截胡一个女主，直接送她去化神期，让她成就神级真气更加困难，一步步绝了她这个优势。但突然来的鸿运齐天的气运打了江陵一个措手不及，好像这个鸿运齐天就是给萧栋补充这个短板来的。前几次面对鸿运齐天时，他被虐得连渣都不剩，但这次他必须要做点什么，不然他想象不到这7天后的萧栋又有多少新底牌。靠这气运直接成为神级真气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与其让事情逐渐脱离自己熟知的剧情，不如自己主动送他成为神级真气。于是江陵制定这堂堂正正的阳谋，用萧栋的鸿运齐天去从那些未知的古籍中选出那些隐藏的极品功法，自己则用顺物天赋全部掌握。没错，这一次我送你成为神级的9品元阳元婴，但不好意思，你会的功法我也会了，而且我还是顺物直接领悟到极致。所以来到集市，江陵想也没想，直接带他来功法秘籍的区域，只有这样他才能薅到羊毛。至于那些道具区，江陵想也没想，绝不可能，那就是纯粹资敌的选择。江陵一拍胸脯豪言道：叶兄不用多说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接下来整个功法古籍区有看上的我包了。萧栋还没反应过来，灵魂中的段天涯兴奋道：小子，你的气运到了，有这样的冤大头在，功法的进度可以好好提升一下了。萧栋挠挠头：这不太好吧？段天涯急道：有啥不好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万一你再突然冲到化神境，你的真气再想提升，就要10本仙法了。萧栋一咬牙：好，以后我会好好补偿他的。回到表面，萧栋感激道：慎之的恩情我定永生不忘。江陵摇摇头：叶兄太客气了，我就一要求，我这人好奇心重，你所买的功法能让我看上一遍吗？萧栋毫不犹豫：当然，本就是慎之出钱，这些理应是你的。江陵不再废话，直接拉着萧栋在庞大的功法古籍售卖区逛了起来。什么龟背甲靠，什么破书烂纸，又是什么断笔残符，只要萧栋看上，江陵毫不犹豫，直接疯狂买。在这过程中，江陵身后的3个女人眉头越皱越紧。夏诗柔看着戒指中越来越少的灵石，都想哇哇大哭起来。我的小灵石没了，都没了。林清雪心中也有少许怒意，这个少年胃口好大，真是贪得无厌。江陵现在脑子烧掉了，没看出来对面完全是把他当冤大头了。而且这古籍区就是赌，买这么多有用的能有几个，就是纯浪费灵石。他已经好几次给江陵传音，可对方都以没事敷衍他，气得他恨不得直接给这小子2剑。倒是耳边好感度不断提升的机械音，让他知道江陵在心底是感谢他的，算这小子还有点良心。上官夭夭倒是心中越来越晕，这江陵究竟想干嘛？这个平平无奇的少年究竟有什么值得江陵如此投资？如果自己直接把江陵需要的东西拿过来，那好感度肯定哗哗涨。可他已经使用了各种探测手段，也一无所获。而此时江陵正在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中。丁，顺物天赋触发，天级极品千钧遁术，领悟成功，彻底掌握千钧遁。丁，顺物天赋触发，仙级下品白云气仙图，
残，领悟成功，彻底掌握翻云覆手。丁，顺悟天赋触发，天级极品百鬼路刀诀，领悟成功，彻底掌握百鬼拍门。只要他看完一遍功法的全貌，便能顺悟，简直就是逆天。短短一天，除去30-40级本天级以下的功法，江林已经顺悟了7本天级极品，1本仙法残卷鸿运齐天，真是恐怖如斯。小子，你的气运真到了！一个小小的黑元城，我们竟然找到了7本天级极品功法，还有1本仙法残卷。灵魂中的段天涯十分激动，不停感慨着。萧栋也心情大好，还是多亏了老头子，没有你，我根本想不到那些破纸烂石表面竟然刻着天级的功法。段天涯仰头大笑，顺带嘲笑起江林：你那个兄弟真是幼稚，我还以为他说要看一下是要回去好好琢磨一下，还担心他有要无还，没想到就是走马观花看一遍。以他这样子，别说那白云气仙图的仙法残卷需要日日观摩才能有所感悟，就是前面地级极品的黑木枪法，他可能连那些字都没读完。看样子就是为了在人面前装装样子，遇到这样的冤大头，真是你的福气。闻言，萧栋还有点不好意思：老头子，你还是别这么说甚至了，我们占了他那么多便宜。段天涯哈哈大笑：傻小子，这是你自己的福运，来了就把握住，他亏多少和你有啥关系？大不了后续有机会了帮他一把，有什么的？你只需要越来越强，等许久以后你成为了仙神，那冤大头反而会无限感恩，你给他这次机会赞助你。萧栋听得热血沸腾，心中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成仙，一定要成为最强的人。来到集市最后一个古籍功法摊位，江林开口道：叶兄，这个摊位有要选的吗？没等萧栋说话，灵魂中的段天涯突然兴奋道：小子，快选那本九州记事录。萧栋拿起书，好奇道：老头，这本书看着这么新，又是环游记事的杂书，不像是什么功法秘籍啊。段天涯激动道：别看他新，他已经有上万年历史，人族10大古仙之一的逍遥真仙，在他最后一次仙劫之前，把他生平3大绝学分别封印在3本九州记事录中，而你眼前这本就是其中之一，真是上天垂赐，今天你小子的运气简直逆天了。闻言，萧栋心中大动，古仙绝学，甚至我确定了，就这一本了。江林接过萧栋手中的九州记事录，开始翻动起来。和之前的情景完全不同，他脑海中的顺悟天赋完全没有反应。不对，这不是功法秘籍，九州记事录乃是1000年前的古籍，记载着九州人文风光，现在已经被新九州记事录淘汰了。难道他只是想了解一下1000年前的人文风貌？不对，有段天涯那个活的记事本在，那东西根本对他没有用。而且刚刚他情绪起伏极大，里面绝对有猫腻。该出后手了。江林依旧盯着手中的九州记事录，仿佛被某段历史吸引住了一样。在众人看不到的角度，一道真气涌入传音符。突然，一道黑影袭来，长剑直指江林本人。慎之，小心！萧栋急忙提醒。段天涯也焦急道：自古传承多争端，果然刚拿到手就有意外出现。林清雪面色平静，毫不担忧。以眼前那刺客的实力，他只需一眼便能化解对方所有的攻势。而且江林那些小动作瞒不了他，他想知道江林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另一边，上官夭夭直接出手，一道空间屏障直接出现江林面前。江林，还想试探我？这次我不会再让你看到我的犹豫了。他对空间的敏感程度极高，并且他全程都在关注江林的一举一动。就在江林刚拿出传音符时，他就已经发现了。想考验我的忠诚度，我可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他直接使用最强真气，全力围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屏障。就在他志得意满时，黑影的长剑直接穿破他引以为傲的屏障，向着江林继续刺去。不好，是仙气，破法剑！上官夭夭脸色大变。下一刻，黑影直接奔向江林，招招杀手，每一击都是奔着要江林的命。上官夭夭慌了，这不像江林自导自演啊，哪有上来全是招招毙命的剑诀，用的还是排名第1的仙气破法剑，一剑破万法，剑血灭7魂。见江林不断落入下风，他急忙看向身后的林清雪和夏诗柔。林清雪面色平静，丝毫不打算出手，仿佛这一切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夏诗柔躲在林清雪身后，死死盯着焦灼的战场，小手紧紧抓着衣摆，好像很紧张一般。得，这2位也指望不上了。望向萧栋方向，只见萧栋丝毫没有出手的打算，仅仅是盯着江林手中的书籍，提心吊胆的模样，仿佛身在危局中的江林和他一点关系没有，
那本古籍别被损坏就行。这什么人啊？亏江林对你那么好，给你买那么多书籍，还异姓兄弟，叫得挺亲的。这时候做缩头乌龟，真令人作呕。啥也不是，他一咬牙，直接莲花起步，赶往战场。没等他接近，一道破法的剑锋袭来，直接削去了他的护体真气，将他击伤。噗，什么鬼？对方还是化神巅峰。上官夭夭化神中期，现核心功法乃是仙法极品天魅功，以此为基础的防御，竟然挡不住对方溢出的一丝剑气。那对方只可能是化神巅峰。最恐怖的还是破法剑，我的空间之力完全挡不住。不行，江林不能死啊！我还没恢复完璧之身啊！我知道对方是谁了，烟雨楼杀手榜排名第1的破法剑魔，炼虚之下第1人。林小姐，救救林少主！战局内，江林疯狂将身法升到了极致，利用火煞之威不断抵御破法剑威势，可他身上的剑伤越来越多，鲜血已经染红他的白袍。如果不是他体内疯狂运转火凤涅槃诀，他早就死得不能再死了。再来还不过瘾。江林左手擦去嘴角的血渍，右手则不断挥动折扇，释放一道道火煞之气。小子，元婴气能挡我这么久，你已经很不错了。可惜你今天必死无疑，谁让有人出价那么高要你的命？说完，破法剑白光四射，仿佛要毁天灭地一般。天级极品功法入魔剑心诀。此时林清雪眼中逐渐凝重起来，手指已然开始聚集真气。这小子不要命了，他究竟在干嘛？拿命演戏吗？萧栋紧张地看着战局，额头冷汗直流，甚至要没了。灵魂中段天涯回道，看样子那小子惹了不该惹的人，对方乃是化神巅峰，足高他一个大等级，而且对方还是用剑的好手，使用的剑法也是招招毙命，完全是奔着他的命去的。这些已经很难对付了，再配合上破法剑的功法，那林甚至不好弄了，就看他那个姐姐要不要出手帮他了。小子，你现在知道了吧？人外有人，少管闲事，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萧栋心中长舒一口气，点头道，老头子，我明白了，还好我听你的了，没有上去帮忙，不然我现在恐怕已经身受重伤了。段天涯满意的点点头，不过那林家小子已经很不错了，这种情况下坚持足1刻钟，丝毫没有因为伤势而表现出颓靡之色，还能越战越勇，确实是个天骄。看样子他本命功法不是火神成名之法，而是另一种恐怖的火系恢复类功法，要是他再有完整的火神之法，说不定真能全身而退。萧栋眼中满是羡慕之色，我要有甚之的功法就好了。不远处3层阁楼顶站着2道倩影，那人族天命之子这就要死了。东皇盼摇摇头，怎么可能？天命之子怎么可能就这么死去？我感觉他在测试自己功法的极限。旁边的丫鬟小屋惊讶道，啊，这都快死了还测试自己功法的极限，拿命测试？东皇盼深吸一口气，你见他除了那个火煞之气还用了其他手段吗？唯有体内的火系恢复类功法罢了。你觉得人族的天命之子只有这点手段？小屋不可思议道，啊，面对高自己一个大等级的修士，用的还是仙气榜第1的破法剑，他敢这么玩啊？东皇盼深深看了眼江陵，道，是啊，此等豪情不愧是人族道子。此刻黑衣杀手终于凝结玩路魔剑心诀，破法剑上白光冲天，直生生斩向江陵。江陵嘴角一翘，终于来了。他将手中9州记事录往前一扔，先去承受那冲天的剑光。下一刻他浑身欲火，双眼通红，阁下也尝尝我这改良版的技能地狱火鬼。说完，江陵身后出现一道黄沙之门，瞬间冲出100道火鬼之影，直逼那冲天白光。段天涯眼中震惊，嘴角呢喃道，好恐怖的技能，何人所创？林清雪惊道，这等招数闻所未闻，是和火系功法造成的，我竟然从未听过，江陵是从哪里得来的？上官夭夭眼中露出浓浓的不可思议，江陵这子果然深藏不露，竟然也是火系大家，难道他是火毒双血脉？这他隐藏也太深了，天下人被他骗得好惨。远处东皇盼眼中出现了浓浓的忌惮，这代的人族道子比我强。一边的小屋急了，小姐，你怎么能长他人威风，灭自己的志气呢？你的大日幻觉威力更强啊。东皇盼摇摇头，我的大日幻觉来自前辈所创，而对方这招乃是自行融合之计。小屋愣了几秒，呆呆道，不可能吧，他才多大就能自创功法了？东皇盼失落道，修罗地狱的顶级神通地狱之门和失传许久的百鬼路刀诀的无上法门百鬼拍门，再以火系真元推动，成为如今他口中的地狱火鬼。
这里面出错一步都会功法反噬，自断经脉。小巫惊道：啊，他这么恐怖，那2本秘籍都领悟到无上级别了，还能在此之上创造出全新的招数。轰！巨大的爆炸响彻整个黑元城，硝烟散去，离爆炸最近的上官夭夭最先清醒，他奋力爬起来向战场看去，一道金光在尘烟中绽放出耀眼光芒。那是什么？另一边，身为烟雨楼最强杀手的严12心中已经开始骂街：你妹的，遇到个怪物，这小子感觉跟打不死一样，自己的破法剑之威都没办法在身上留下伤势，只要对方体内妖火一动，伤势就立马消失，简直太邪门了。最恐怖的是，最后这一招是你一个元婴该放出来的吗？那100道火鬼硬抗自己巅峰绝招后，还能有2道在那虎视眈眈看着自己，你作弊啊！这次恐怕杀不掉那小子了，真是白忙活一场。就在他郁闷无比的时候，他看到一缕金光，那好像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丁，顺悟天赋触发半步道法清净诀，领悟成功，彻底掌握巅峰神通清心净语。江林脑海中响起了顺悟天赋触发成功的提示，半步道法清净诀。我想起来最后一卷中五彩地功法，这是逍遥古仙的传承。他脸色阴沉，丝毫没有获得半步道法的开心。功法的等级分为天地玄黄级别，在天级上面还有这仙法，在仙法上面还有恐怖的道法，而半步道法就是无限接近道法的秘籍。按理来说，江林获得半步道法肯定激动万分，而此时他的脸色愈发阴沉，因为这功法对他基本没用。这功法的作用是清千域净万毒，乃是道法以下最强的解毒秘籍。要是萧栋学了此法，自己的毒道就要被克制的死死的，一定是前几次毒道把萧栋坑得太狠了。退婚之举，自己用毒干掉了他2件金手指；万花亭中，自己用安魂香沉睡了他的金手指老爷爷；后面自己又用金龙撞虎丹把他弄得断子绝孙。就算刚刚那个李豹子都用毒印控了萧栋好一会，让其与宿命女主刘嫣连相遇的机会都错失了，所以萧栋对毒的抵抗能力可以说是他最大的短板。这里面最大的原因是那个狗作者在后面设计了一大堆他和女主不小心中毒，然后互相以身相救的情节。如果他对毒性免疫，怎么名正言顺发生那些精彩绝伦的剧情呢？虽然原剧情中那些剧情因为各种意外都没有触发，但是原作者还是保留了这个期待感。江林没想到这么快天道就来修复这个 bug 了，而此刻自己甚至不能阻碍萧栋获得这个功法，不然下一刻鸿运齐天的反面效果就会直接作用到他身上。江林深吸一口气，心道：算了，直接引爆最后几只火鬼，撤。至于后面谁获得这个道法，和自己无关了。此时严12已经彻底看到金光的全貌，是顶级仙法，还有道运。他毫不犹豫冲上前，直接抓住金色书页，向着人少地方冲走。什么刺杀目标，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这功法我必须拿到，谁也别想拦我。可他还没走2步，就正面撞上江林已然引爆的火鬼。噗！好小子，连我的无形乱影步都能预判。爆炸之后，严12衣衫破碎，嘴流鲜血，握着破法剑的手都有几分颤抖。我看你能预判几次？无形乱影步。不远处，萧栋见到这一幕，急道：林兄拦下他，帮我夺回功法，那功法对我有大用。在严12硬生生撞上第2只火鬼的自爆后，江林都不忍去看向他惨烈的模样。好好的路，我不拦你，你直接走好了，非要用什么无形乱影步。鸿运齐天的反噬真是恐怖。不过无论如何，我都不插手了。怎么取回清净诀，那是萧栋你自己的手段了。想到这，江林直接转身离去，扶起地上的上官夭夭，向着林清雪方向走去。这时萧栋急了：林兄不能放他走啊，他身上的是仙法啊。没等江林说话，上官夭夭听到这话，心中已经满是怒火。他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少爷，别理这种人，完全不在乎你的死活，满脑子只有他的功法。随后转头对着萧栋冷声道：小子，你想要那功法，你自己去抢，你看不到我家少爷已经身受重伤了吗？闻言，萧栋面露几丝尴尬，想想也对，自己真是病急乱投医。对方刚刚已经坚持那么久了，现在哪还有精力去抢回那功法？可那是办不到法啊。有了那功法，自己就再也不用怕各种毒计了，以后就再也不会被江林那子阴了。他不甘心就这么放弃。灵魂中，段天涯开口道：光靠你根本拦不住那杀手，这样我教你一法，可最大潜能调动血脉之力，再配合上9品元阳元阴之威，足以应对那重伤的杀手。但1天内你不能再动用任何真气。
萧栋毫不犹豫道：“老头，你快说，我愿意做。”这时，严十二刚从最后一只火鬼的余波中逃出，状态甚是狼狈。小鬼，你要再敢阻我，我定要你命！转头一看，江林早已远去。就在他刚舒一口气时，迎面是从天而降的一掌，好恐怖的气势，绝不能轻敌。严十二急忙调动体内所有真元，使出自身绝学迎了上去。砰！巨大能量波爆炸后，他躺在地上，身受重伤。对方是何人？好恐怖的元阳真气！把功法交出来！萧栋浑身金光，冷声道。严十二一擦嘴角的血渍，恶狠狠道：“想要功法，就凭你，别白日做梦了。你以为就靠你这用血怒法提升的实力，就能拦下我？”萧栋眼中金光一闪，那我就自己取了。探龙手，一道道金手飞向严十二。只见那金色书页硬生生从他怀中飞出。哼，真以为我合体之下第一人是吹出来了？是你们逼我的。破剑式。下一刻，漫天出现了无穷的剑影，迎上萧栋的探龙手。不远处，江林带着上官夭夭来到林清雪旁边，看着随时准备出手的林清雪，江林摇摇头道：“林长老，别想了，那秘籍和我们没有缘分。”林清雪冷声道：“天地大道皆为无主之物，修仙之路无非一个争字，谁争到了就是谁的。你江大少什么时候信缘分了？”江林手中折扇一挥，全身鲜血瞬间消失不见，整个人状态恢复如初。这一操作让上官夭夭和林清雪皆是一惊，这小子手段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他们清晰地感知到江林是真真正正恢复到巅峰状态，刚刚那么大的消耗，顷刻间就能恢复如初，开什么玩笑？这样以后还有谁敢和他打消耗战？江林笑着道：“林长老，听我的就行了，我不会让你吃亏的。如果你想当炮灰，那我也不拦着。”林清雪深深看了眼洒脱自如的江林，沉吟片刻后语重心长道：“慎之，修行之徒切勿动仁慈之心，那子不值得深交。前期你危难之际，他选择袖手旁观，如今为了功法，却不惜动用血怒之气，可想此人之品行。”听到林清雪教自己慎之，江林嘴上的笑容更胜几分，自己的布局有效果了，对方开始认可自己了。他毫不犹豫开口道：“二姐，所言极是，慎之领教了。”下一秒，林清雪突然说道：“我明白了，你是故意的。杀手是你请的，你知道里面有封印的秘法绝学，你是在用杀手的破法剑破开秘法的禁制。”虽然林清雪是功法文盲，但她不傻，反而很聪明，短短一瞬间就明白了一切。江林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伸出手道：“二姐看戏辛苦了，我们不如到那边凉亭休息片刻，然后等叶兄取回秘籍。”林清雪见江林没有反驳，知道自己说的八九不离十了，冷哼一声后，他头也不回，走向那凉亭。江林温柔地抱了抱夏诗柔，宠溺道：“诗柔，刚刚有没有吓坏了？”夏诗柔软糯糯道：“虽然知道夫君不会有事的，但心里还是止不住的紧张。”江林摸摸他的头，笑道：“晚上我好好帮诗柔抚慰一下受惊的小心脏，你先和林长老去凉亭休息吧。”“好，夫君，我先过去了。”在夏诗柔离开后，场面上只剩下了江林和上官夭夭了。他还不敢相信这是江林的局，他怎么敢的？请一个化神巅峰的杀手来杀自己，用的还是破法剑，他疯了吗？一个不小心就会死的，就为了破开一本书籍的禁制。可现在为什么又不去争了？究竟为了什么？我对你还是有这些失望的，我一直等你的七星空间。怎么？那天之后，你就在一直逃避，连自己的本命神通都不愿再用了，从内心深处都想忘记那段回忆。算了，等你心结没了再来找我吧。丁，好感度10，当前好感度为17。提示：道侣好感度低于10，持续1天后天道因缘解除。不，我没有逃避，我刚刚就是忘了。不是，我相信林清雪不可能不管你的生死的，根本用不着我出手的。上官夭夭急了，绝不能再掉好感度了，再掉他彻底没希望了。下一刻，他直接施展七星空间，江林和他瞬间来到那个熟悉的流光空间中。还没等江林反应过来，柔软丰腴的身体紧紧抱住他，紧接着那妖艳欲滴的嘴唇贴了上去，在江林耳边吐气道：“我真的已经认识到，你才是我接下来的唯一，我以后都是你的妖，你相信我好不好吗？”上官夭夭体态妖娆，媚眼如丝，一副任君采撷的小女生之态。软玉在怀的江林面对如此景象也有些吃惊，他没想到上官夭夭为了取悦自己，连媚术都用了大有在这里再来一场的姿态。只是一句否认，用得着这么卖力自证吗？
这女人葫芦里卖的啥药？真想赖着自己了。感受着怀中的柔软，江林轻轻在她嘴唇上点了一下，挣脱了她的怀抱。我期待你的改变，外面的灵长老要等久了。上官夭夭眼中一惊，我的天魅功完全对你无效。他不知道的是，江林刚刚修的清净诀对于魅术和幻术完全无效。一股绝望在他心底蔓延。不行，这样绝对不行，我必须要获得好感度。没了天道机缘，我该怎么办？走出七星空间，萧栋和严12的战斗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萧栋处处落入下风，只是勉强能缠住严12，但这已经很恐怖了。刚刚江林对战的时候就是被动回血，然后东躲西藏，但萧栋也只是能缠住对方而已。想要取回清净诀基本没有可能。炼虚之下第一人可是吹出来的。甚至快来助我，这仙法我们一起参悟。闻言，江林正要开口，上官夭夭一咬牙走到江林旁边，搂住他的脖子，直接堵上他的嘴，疯狂索取起来。足足半晌后，他才从沉醉中醒来。答应我，别去帮那个小人了，他不值得。说完，上官夭夭直接跑去凉亭。江林愣了几秒，这家伙来真的，那边可是老相好的。丁，好感度加10，好感度为7。提示：道侣好感度低于0，持续5天后天道因缘解除。听到好感度提升，上官夭夭心中一松，直接忍不住笑出声来。果然有用，装得多不屑一样，一个吻就提升了10点好感度。小样儿，我还拿不下你。远处严12越来越烦躁，他没想到连续遇到2个变态的元婴期。刚刚那个江林宛如打不死的小强，还有从来没有听过的功法，打自己一个措手不及。这个愣头青更是不讲道理。一个元婴用了血怒技后，真元甚至比他这个化神巅峰还要浓厚。最恐怖的是，他所学的功法太博学，根本没有固定的模板，完全找不到他的弱点。虽然影响不到自身，但各种小手段层出不穷。憋屈，特别憋屈。从出道以来，第一次他有实力根本发挥不出来。不好，是苗界的蛊术。刚刚被火鬼爆炸的伤势要扩大了。趁着严12防守，萧栋再次使用探龙手。只见金色书叶再度向着萧栋飞去。眼见功法易主，严12眼中一横，这是你逼我的。破法剑，一剑破万法。下一刻，一道赤白色的光芒直接斩向那记载清净诀的书页。唰，白光之后，金色书页一分为2。严12瞬间拿起一半向天边飞去，而萧栋将另一半收入怀中后，急忙起身准备追击。小子，别冲动了，你的血怒之气已经要没了。追上去，你也不是他的对手，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接下来你是最虚弱的时刻，赶紧回到那个冤大头身边，不然周围那些围观的人要对你动手了。灵魂中段天涯劝道。萧栋低头看了严手中残破的书页，上面是个镜子。太好了，对方抢走的是清心部分，我手里是禁毒部分。江林，你的毒对我没用了。还没等萧栋彻底兴奋，一种无尽的虚弱席卷全身。不好，血怒之气没了，副作用来了。凉亭中，江林看着乱七八糟的集会场，还有10几个昏迷的路人，心中感慨万千。这就是九州世界，弱肉强食，修士之间战斗随处可见，余波杀人的事件比比皆是。黑元城更是如此，夏国边境之城，这里鱼龙混杂，又称罪恶之都，所以这里的人面对这样的场景已经见怪不怪了。不一会儿，6扇门的人及时的出现，开始打扫战场，恢复原本的秩序。那小子真的会来找你吗？终于，林清雪憋不住了，开口问道。要是我就直接有多远逃多远。江林笑着回道。别忘了血怒诀还有副作用呢，用不了多久，他就是块任人宰割的肥肉。上官夭夭一道。那杀手为什么不再等等？江林低头喝了口茶，摇摇头。再不撤，南宫家就要请他去喝茶了，现在看来撤的已经是有点晚了。抬起头，江林看向天际，3道光芒追着一道白光的景象，不愧是鸿运齐天，反噬已经开始了。严12，祝你好运，千万别死了。就在这时，萧栋已经来到凉亭，一见面，萧栋便开口道：慎之，你可要救我啊。没等江林开口，上官夭夭没好气道：哼，我家少爷好心给你买功法，可在他危急时刻，你帮都帮，现在为了抢功法导致自己虚弱不堪，凭什么还要我家少爷救你？此时上官夭夭对萧栋的厌烦已经到了极致，他从没有见过有如此不要脸之人，比江林还恶心。萧栋满脸通红，讪讪道：我当时见慎之没有出声求救，以为他还有余力。闻言，上官夭夭、林清雪和夏诗柔眼中鄙视之意更浓。
懦夫，敢做不敢承认。而江陵却习以为常，这就是小白文男主的通病。对比自己实力高的敌人，明哲保身，牺牲队友，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君子报仇，10年不晚。对比自己实力低、身份低的敌人，扮猪吃虎，出尽风头。对于普通想资助他的人，你的资助对他们来说天经地义，甚至需要你感恩戴德，不能有一点私心，不然就是另有所谋，最后吃掉你，或者让你倾家荡产，都是有可能的。身为他的同伴，仿佛觉得这些无可厚非，本就是你有所图谋，自作自受。可一旦跳出他的同伴身份，就会觉得这样的人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吃相极其难看。看着满脸怒火的上官夭夭，江陵嘴角微微一笑。如果有一天你知道对面是你的萧栋哥哥，你会作何感受？哈哈哈，有趣了。没想到你自己已经上钩，那就不介意我再点一把火了。够了，仙儿，我和叶兄一见如故，乃是知己好友，他怎么可能害我？刚刚就是因为你，我本要帮叶兄出手的。江陵假装呵斥上官夭夭道。上官夭夭冷冷一哼，转头不理江陵。此时他内心对萧栋已经厌恶到了极致，虽然知道那江陵绝对不安好心，但这个萧栋也是个小人，活该被江陵算计。随即他又转头对萧栋说，叶兄，你放心，只要林慎之在，就不会有人动你一分。闻言萧栋一喜，正要心安理得接受时，看到上官夭夭想要吃人的眼睛后，他也想起自己求援时上官夭夭强吻江陵，强行不让对方没来救自己的场景。不行，慎之好美女，万一这女人强行使绊子，我可能真待不下去。我这状态最少也要撑上1天，等我实力恢复。他一咬牙，取出那清净诀残卷，甚至这功法我们一同修习。江陵笑着摇摇头，手中折扇刷一下打开。君子不夺人所好，叶兄真是之物，我怎么能横插一脚呢？叶兄放心，这几天我会护着你的。来，喝茶，你大战一场，身体肯定疲劳过度，这灵茶可祛乏解痛。江陵一手端杯，一手摇扇，好不惬意，甚至没有多看萧栋手中的功法一眼，好似这不是仙法，而是某个破烂货一样。这等情景对照下来，显得萧栋更加不堪起来。好一会儿，萧栋才讪讪道，慎之大恩，我永生难忘。江陵只是笑着举起手中杯，叶兄客气，喝茶。看着满脸尴尬的萧栋，江陵知道铺垫够了，时机到了，该进行下一步了。用鸿运齐天去找失落的宝藏，那才是正解。此时的萧栋还在纠结，忍不住又问道，这功法甚至真不打算看看吗？江陵摇头道，我这人对什么都有好奇心，但都保持不了长久态度，唯有茶和美人怎么品都不会厌。你看这茶叶上的纹路，仿佛带我在时间长河中游荡，这香味沁人心鼻，仿佛让我置身于梦境之中般，入口后仿佛将梦境落实，各般滋味真是美得不可言表。江陵的状态甚是沉醉，仿佛瘾君子一般。看着这样的江陵，上官夭夭和林清雪人都懵了，他们已经分不清江陵真正的面目了。仙法你都不看，在这里品起茶了。萧栋闻言开口道，如有机会，我定送慎之些好茶。江陵眼睛一亮，叶兄此言当真？萧栋拍胸脯道，当然，如果碰到上好茶叶，我一定送给慎之。一边的上官夭夭和林清雪满脸鄙夷，对萧栋的话一点也不相信。而江陵却笑道，那小弟就提前谢过叶兄了。叶兄接下来可有什么安排？萧栋挠挠头回道，我本来打算去黑原森林寻找机缘，现在修为被限，只能需要慎之庇护一段时间了。江陵挥挥扇子开口道，无妨，这都小事。突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叶兄，我有一个好玩的地方，你去不？萧栋问道，哪里？江陵神秘道，叶兄可知失落的宝藏？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是一懵。然后萧栋摇头道，不曾听说。江陵开口解释道，传说在人族存亡战之前有个大时代，名曰神魔时代。那个时候龙凤遍地，神魔当道，直到最后神魔灭世战把天地打碎，分成3个大世界，无数个小世界。萧栋点点头，这些我听过，可和你说的失落的宝藏有什么关系？江陵继续道，在神方阵营有一个名为锻造神族的强大族群，他们以锻造神器为终身目标，族内打造过无数天兵至宝。在其灭族之前，他们把全族所有的宝贝全部放在一起，然后藏在了乱流秘境。后世有无数知道秘辛的人前仆后继地涌入乱流秘境，可至今没有被发现那些宝贝，因此这批宝藏又被称为失落的宝藏。据说里面甚至还有神器和神族的功法传承。闻言，萧栋心中大动，
他现在就剩下一本天级极品功法，就能成为神级真气了。所以他手握9本极品的功法，已经不缺什么功法了，倒是很缺一件趁手的兵器。如果真有那样的地方，自己说什么也要去看看。老头子，真有那个宝藏吗？灵魂中段天涯点点头。那小子说的不错，我也为此去过几次乱流秘境，可一无所获，真实性还是有待考量的。不过去看看也是可以的，虽然找不到失落的宝藏，但如果有机缘，说不定能碰到一本天级极品的功法，刚好让你成就神级真气。萧栋一听，很是认可段天涯的话，于是他对江陵道：难道慎之知道乱流秘境所在？江陵微微一笑，其实啊，入口就在黑元城，进去也不难，只需要一枚极品灵石。萧栋惊道：多少？1枚极品灵石。灵石的品质分为下品、中品、上品以及极品。下品灵石是这个世界的最通用货币，1枚下品灵石足够攻炼7巅峰的修士修行1天，而中品灵石可供普通筑基修士1天修行，可以兑换100枚下品灵石。上品灵石则可以兑换100枚中品灵石，可供金丹修士修行1天，修真界高级战力修行基本都是用它。而极品灵石则不属于这些范畴，它可以自行吸纳天地灵气，源源不断产出灵气，简单说就是一小型灵石矿。极品灵石极其稀有，只有最顶级的灵石矿才能产出，而且每年份额极其稀有，修真界很少将其当作货币使用，甚至炼虚期修士都很少使用极品灵石修行。舍不得啊！1枚极品灵石最少可兑换10000枚上品灵石，在混乱多战的时期，甚至可以换到数十万枚上品灵石。可以说乱流秘境的门票直接就是上亿下品灵石。看着窘迫的萧栋，江陵摆摆手，大气道：我知道叶兄手头紧，这次我给你出了。对于别人来说，这极品灵石价值奇高，但对于江陵这个江家第一顺位继承人来说，还是拿出来的。江家九州明面第一家族，手中最少握有3座顶级灵石矿。没等萧栋感激的话说出来，最先反驳的人出现了。夏尸柔急忙捂住自己的空间戒指，我不同意，打死我也不同意。他要进去，他自己掏。极品灵石我只有5枚，不行，绝对不行，那是我的灵石，我不同意。看着护崽般的夏尸柔，江陵摇头失笑道：好弱儿，回去再给10枚极品灵石。夏尸柔摇头坚决道：不行，我们已经花了好多钱给他买东西了。就在这时，灵魂中的段天涯开口道：对了，小子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乱流秘境每到月满之日，其内部的灵气宛如仙人洞底，可萃取真元，对修行帮助极大。明日和后日乃是月满之日，刚好你也可以重新调动真元，好好萃取一下你的真气，正好将你之前连升3级的弊端去除掉。而且你还可以汲取其内部的乱流之力，培养丹田内的混沌珠，争取早日开发出它所有的功能。萧栋闻言一咬牙，直接道：甚之，这次你一定要带我，此行我所有收获都归你。江陵急忙摆手：叶兄哪里话，都是兄弟，我理应帮你。夏尸柔直接打断江陵道：我不同意。萧栋急忙道：甚之，这样我所有的收获我们对半分，就当你雇我帮你寻宝，我交1半的收获，如何？你已经对我有再造大恩了，我们兄弟别拘泥于这一点了。就在江陵满脸纠结时，一边的上官夭夭嘲讽道：哼，说得好听，进去了拿到法宝传承了，你还能想到现在的话？还是说如果只获得1件法宝，是不是还切成2半啊？一句空口白话，真是可笑。听到这满是嘲讽的话，萧栋心中满是憋屈。果真如书籍所说，自古为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我说了，我自能做到。上官夭夭冷哼道：结拜时你还答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结果我家少爷帮你买了那么多书籍，你却眼睁睁看着他被人刺杀，这就是你的说到做到。上官夭夭的话很刺耳，萧栋满脸通红。这事他自认确实是他的问题，要是他提前知道血怒记或者自己的昆仑镜和9天传送梭还在，他绝不会袖手旁观。可之前他真没有实力对付那杀手啊。他脸上一怒：我已道心起誓。金秋之后的黑元城渐渐泛凉，天气也开始多变。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开始转阴。凉亭中，萧栋挺直身板：我已道心起誓，此次前往乱流秘境探宝所得的物品，按价值的1半交给林慎之，如果不能均分，我自行凑齐相应的价值补给慎之，如若凑不齐，则收获皆为慎之的。若违背以上承诺，我道心自愧，天地不容。轰隆！话音刚落，天地间响起一声巨雷。江陵心中都紧张了几分，他本意就是谋划到这样的结果，本来后面还有几步操作，没想到上官夭夭这么给力，直接逼萧栋当场起誓。
如今面对如此天地之威，江陵还是有几分紧张。天命之子，齐天鸿运啊！稍不留神，惹火烧身啊！这一刻，江陵图谋枭动的鸿运齐天已经到了明面上了。接下来是堂堂正正阳谋，以鸿运齐天去寻找失落的秘藏，要么天道啥也不让枭动获得，白白浪费他5天时间，要么让他获得秘藏，和自己均分。无论哪一种，自己这局已经稳了。江陵眼神迷离，望向天际。接下来无论怎么走，我都不会赔了。史魔，我们看看谁的动作快。这秘藏我吃定，我说的，谁来也不管用。如果真让我一无所获，我不介意毁了这秘境。我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下一秒，江陵思绪瞬间拉了回来。表面上，江陵继续假惺惺道：“叶兄，这是何必呢？”萧栋坚定道：“慎之，我意已决，你就不用劝我了。”江陵故作无奈道：“哎，那就这么定了，我们明天5时启程。”尘埃落定，夏尸揉气鼓鼓瞪了眼萧栋，转身跟上江陵步伐，向着客栈走去。远处的阁楼上，小吴眉头紧皱，疑问道：“小姐，那可是半步道法，我们不动手？”东皇盼摇摇头，叹了口气：“哎，你觉得我们出手，有几成可能活着从那人族天命之子手中逃出？算了，又不是真的道法，不值得。我们还是先去乱流秘境转转，出来的时候，黑原森林的那条蛟龙也该完成蜕变了，我们再把它接回妖域。这里是人族的地界，我们还是要稳重为主。到了乱流秘境，就看你的鼻子灵不灵了，让我回不了本，你这个月的奖励我可就要扣下来哦。”小吴眼中金光一闪，兴奋道：“小姐，你放心，小吴定不辱使命。”黑原森林，一个隐蔽的山洞中，严12身受重伤，气势低迷。“师傅，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这次可就没了。”一个悦耳的女生从黑暗中走出，严12咬牙切齿道：“南宫家那些人欺人太甚，迟早有一天我会端了南宫家的。”女生道：“师傅，你还是别生气了，容易气火攻心，加重伤势。”火堆旁，严12看着眼前凹凸有致的女子，眼中流出一丝贪念。“彩儿，刚好为师现在身受重伤，血脉受损，不如趁此我们双修，我能恢复伤势，而你解开血脉枷锁。”“真的吗？”“师傅，彩儿等这一天等好久了。”那名为彩儿的女子闻言，眼睛一亮，仿佛朝思暮想的心愿达成了。严12嘴角邪笑道：“来，彩儿，让为师抱抱。”他张开怀抱，名为彩儿的女子走了过去，欲要依偎在他怀里。可他还没感受到柔软，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接刺入他的胸膛。严12一脸不可置信，看向那女子：“吴彩儿，为师将你从小抚养长大，你竟然如此恩将仇报。”吴彩儿嘴角森然一笑：“师傅，一路走好。你知道我等这一天多久了吗？吴家上下78口人的灵魂都在等这一天。”噗嗤，吴彩儿将匕首取出，鲜血奔涌而出。“彩儿，别杀我，我知错了。我给你当牛做马，别杀我！我告诉你，当年灭你全家的幕后主使是谁？”下一刻，他将匕首放在严12的脖子上。“师傅，别挣扎了，匕首上是排名第1的毒，见血封喉。我没想着让你活下去，而且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江宇，九州名面第1家族江家2少爷。”严12疯狂咳血：“我帮你杀了他，放过我。”吴彩儿笑着摇摇头，随后匕首猛然按下去，鲜血瞬间如同喷泉般洒到他洁白的脸上。吴彩儿颠颠撞撞站起身，拿起严12的头颅，疯狂地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你们看到了吗？杀人凶手已经死了，彩儿做到了。马上我会把那个江宇一样送过去。”渐渐的，他平息下来，脸上的笑容消失不见，宛如冰霜覆盖一般。一脚翻开严12死的不能再死的躯体，搜出来一枚戒指和一张残破的书页。“静心法，这就是你死都要抢的功法，怪不得有了这个，杀手最大的阻碍血孽心魔完全不是问题了。师傅，谢谢你，没想到你最后还帮我铺好了未来的路。我会带着你的破法剑以及这静心法，明动九州3界。”取出破法剑，吴彩儿一剑刺向严12的心脏，一股股血流顺着长剑涌入吴彩儿体内。只见他双眼通红，血脉之力不断攀升。筑基、金丹、元婴，直到化神。轰！一股强悍的血气直接炸开。化神中期，神族血脉果然名不虚传。光是杀戮汲取就能直接帮我解开血脉禁锢，还能成就化神修士。好渴望鲜血啊，真想吃点肉。不，我怎么了？清醒点，彩儿，
我要喝血，我要吃肉。不，我是人，我不能失控。对，静心法，我要修习静心法。我好我要杀戮。只见吴采儿神情癫狂，一会儿清醒，一会痴狂，仿佛走火入魔般。下一秒，他双眼通红，颠颠撞撞跑洞穴，向着黑原森林深处跑去。世人常言火起于外，而这功法则说，真正的火是藏于心中的不灭心火，强大心火便可引动天地之火，为己所用。这功法核心就是以心火引动周身血脉，继而以心火锻炼丹田，再而以心火淬炼神魂，最终以心火贯通天地，上焚苍穹，下主沧海。听着江林的侃侃而谈，林清雪眼中出现了神往之色。简简单单一个大纲，就让他已经心驰神往。他想象不到，等自己真正练成之后，3界之内还有几人能与他抗衡。然后呢，这功法后面需要做什么？江林缓缓道：第一步，凝练心火。凝练心火需要借助情绪之力，常以煞气、怒意、欲望等烈性情绪培养心火。具体的法门是？1个时辰后，林清雪心满意足点点头，她全部听懂了。她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实验了。就在这时，她想起自己是长辈，是来考验她的。随即她端起架子，轻咳一声：不错，甚之，这功法解析还不错，里面还有少许瑕疵，但不用气馁，明天再接再厉。江林嘴角一撇，他已经完全确认了，对方是想白嫖自己讲解功法的。怪不得前面没直接走，原来是想要自己帮忙解析功法啊。挺好的，这波完全双赢。虽然只看到这个功法的一角，已经被这浩然的威势吸引了。这功法不简单啊。此时林清雪又想到什么，甚之，虽然明天在乱流秘境，但讲解考核功法不能落下。江林失笑的点点头，明白呢，二姐。听到江林喊自己二姐，他已经习惯，反而会有一种莫名的欣喜。那个叶小子不简单，他真气磅礴的离谱，功法又有些诡异，不是常规路子，小心点。江林将手中折扇一展，笑道：本为兄弟，哪有小不小心？林清雪嘴角一撇，哼，就知道你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当心被阴着了眼睛。江林摇摇头，森然道：不会，我会把他推到阴神的地位。望着江林离开的背影，林清雪眼神中罕见出现了一丝复杂。他看向脑海中的天道姻缘系统，姻缘道侣，江林，好感度26，极低，评级下等，考核锁定中，剩余5天14时，已获得奖励：攻心毒火10点好感度，烈焰焚天烛海诀激活奖励，提示好感度达到1000点，解锁大成丹。实话说，林清雪从来真正没有在意过这个系统，哪怕它里面的奖励恐怖至极，她都能保持初心。她生性本就无拘无束，不会为了什么刻意讨好别人。本来她的心境是最稳的，结果江林一句西华林家，林慎之让她的心乱了。江林的风度，江林的才华，以及江林的眼界，实实在在惊艳到了她。如果可以，林清雪真的希望，她要真是林慎之该多好。我这是怎么了？太想念了林家了吗？这个机缘也是搞笑，那个毛头小子怎么可能是自己的道侣呢？不过他长得确实有点姿色。停，我在想什么？赶紧修炼烈焰焚天烛海诀，凝聚心火。心火分为上中下和极品4等，我最好培养出极品心火。走出林清雪的房间，江林迎面走来，上官夭夭，少爷，今天有我事情吧？上官夭夭眉眼流波，声音娇柔。他本就是修习媚术的大家，现在专门前来讨好江林，一颦一笑中都是倾国倾城。听着这个开场白，雷得江林外焦里嫩。什么鬼？你是这个小说的第一女主，你可是萧洞的青梅竹马，为萧洞后期奋不顾身，不惜性命，堕身成魔的。你现在这个样子，以后还怎么面对你的萧洞哥哥？好不好吗？上官夭夭一边靠近江林，一边撒娇道。哪怕江林已经将清净诀修炼至大成，看到如此尤物，心中都忍不住开始躁动。但很快江林眼中一定，虽然不知道对方究竟为什么变成这样，但他还是打算晾上官夭夭几天，毕竟越难得到的越会珍惜。而且萧洞就在旁边的客房，这几天就不主动刺激那个吉祥物了。嗨，夭儿，今天我太累了，改天吧。看着江林眼中的清明，上官夭夭怒火中烧。我就这么没有魅力吗？我都这样了，你还能保持理智？要不是试过江林的实力，他都以为江林不行了。表面上他继续刺激江林道：你是不是不行？江林微微一笑：我行不行，你应该最清楚。上官夭夭故作委屈道：那你为什么不爱惜腰？难道因为那个夏诗柔？他明明是后来的。上官夭夭眼中泪光闪烁，简直是人见犹怜。
是个人都忍不住上去安慰一下。就在江林不知道怎么回答时，萧栋恰好从房内走出，撞见这一幕。嘿嘿，不好意思，慎之，我路过。路过。萧栋急忙解释道。江林见状，急忙道：没事，我刚好有。可上官夭夭丝毫没有理会这一幕，见江林想借此开溜，他一把将江林推到旁边的墙上，堵住了江林接下来的话。第二次了，第二次这样了。见到这一幕，萧栋打了寒战，急忙退回房间，关上门，大口喘着气呼呼，甚至真是好风流啊，真是羡慕他。算了，不想了，我还有夭夭妹妹等着我呢，我要尽快成仙，重造自己的精元。现在开始修习今天获得的那些功法吧。好一会儿，他听到旁边江林的房门打开。夫君，我还以为今天你不回来了。怎么会？说了要给我的小宝贝淬体呢。那就请夫君好好帮我哦。听着旁边的修行声，萧栋握着手里残缺的清净诀，满脸悲愤。人比人得死啊！门外，上官夭夭满脸怒火。我哪里比不上那个小丫头？我都送上门了，你竟然选她！丁，感知到宿主手段欠佳，天命道侣好感持续过低，额外提供支援一次，获得上古合欢宗不传秘法御焰勾引术。耻辱，赤裸裸的耻辱！身为地湖血脉，主修仙法天魅功，结果拿不下一个男人，还需要天道给支援，真是耻辱，太耻辱了！听着房间内悦耳的声音，上官夭夭咬牙切齿道：你等着，终有一天你会沉迷于本小姐的魅力下。黑元城集市深处，东皇盼和小屋来到一家不起眼的小店铺。老板，去乱流秘境。老板一抬眼，笑着问道：2个人。东皇盼回道：2个人，2枚极品灵石，一经传送，无论有何收获都不会退款的。东皇盼点点头，扔去2枚极品灵石。好说好说，2位跟我来。很快，老板带着2人来到了后院。这是回城符，5天内想出来就可以直接使用，5天后它会自动把你带回到黑云城外方圆3公里的随机地点。东皇盼接过回城符，转身带着小屋走入传送阵。一道流光闪过，2人身影消失不见。老板脸上笑容消失，鄙夷道：这年头谁都以为自己是气运之子，失落的宝藏哪有那么容易获得？300年来，天天都有人进去，要找到早就找到了。话说有没有神魔还是一回事呢。还宝藏。话还没说完，他就看到了4、5人走入自己的店铺。他急忙迎上去，笑道：客官打算去乱流秘境？江林点点头，疑惑道：有这个想法。老板，你说真的有失落的宝藏吗？那老板毫不犹豫道：当然了，那可是锻造神族遗留的全族家底。江林疑道：不应该啊，按道理神魔灭世战规模应该很大，锻造神族应该把压箱底东西拿出去打架，毕竟那可是生死关天的事，怎么还把自己的好东西葬起来呢？老板一愣，犹豫片刻道：那应该是锻造神族遗留的传承之地，希望自己的锻造手艺不至于彻底失传。江林又摇摇头，这也是老板一人揣测而已，既然怕失传，那不如刻在不朽石碑上，供后人瞻仰，世世代代永流传，更不应该藏在这里，唯恐有人找到一样。老板脸色一尬，上下打量了下江林，抱拳道：敢问客官所为何事？江林故作心疼道：我这里5个人进去可是一大笔钱啊，所以我想好好思考一下进不进去。闻言，老板眼睛一亮：5人都去，这样除了回城符，我再送你们5个定位符，互相确认位置，再送你们1个地图。有了这地图，找到宝藏的机会就更大了。白光一闪，5人同时来到乱流秘境。刚进来，众人就发现自己身处于一片荒漠之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完全没有任何参照物。上官夭夭探过头看了眼江林手中的地图，运气这么差，我们现在在千里荒漠区。就在这时，萧动灵魂中的断天涯道：小子看来这一次肯定颗粒无收了，这荒漠根本走不出去，我曾有一大成期好友3次前来都被困在这里，毫无收获。萧动眉头紧皱，疑惑道：不过千里对于大成期来说应该不难飞越啊。段天涯解释道：乱流秘境乃是特异性秘境，在这里面一切遁术都是失效的，甚至不能飞行，哪怕仙人来了都不行。而且最难受的是，每到午夜子时，四面八方的方位就会打乱一遍。萧动疑问道：那岂不是说那个地图就是一张废纸？段天涯点点头，差不多，这个秘境宛如一片死海，但每天都会有人把水搅浑，前人的经验基本上没啥用，就大概知道里面有几个区域。闻言，萧动深吸一口气，看来此行寻宝之旅要无功而返了。不过自己的目标是趁着今夜的乱流灵力，好好洗去自己修行的杂质。
还可以让混沌珠吸收那些乱流灵力，培养出自己乱流秘境。无论如何，自己都不亏。这时，只听江林开口道：“大家别灰心，说不定失落的宝藏就在荒漠呢。走走，开始我们探索。来，叶兄带路，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萧栋闻言，只能点点头。其实他心里已经失望了，觉得无论如何，这一次寻宝基本没戏了。他现在更想的是躲在一个安全的角落，好好修炼。人家来这里本来就是为了寻宝，你现在也是被雇佣的，若是劝他们修炼，绝对会被那几个女人的唾沫淹死。而且那林慎之也不会站你这边，你呀，还是要小心到新誓言啊。听段天涯的提醒，萧栋点点头，开始带路之旅。江林丝毫不担心，如果萧栋的鸿运齐天都找不到失落的秘藏，那就证明只有混沌使魔才能找到，那就是不是自己现在能图谋的了。日落西山，几人一无所获，甚至连头妖兽都没看到。众人都无精打采的，唯独江林除外。他满眼兴奋，四处打量，仿佛周围全是宝藏。因为他知道萧栋的鸿运齐天已经起效果了，单单没遇到妖兽，这就很有问题。原剧情中主角团来这里，可是被变异的沙漠妖蝎群好好折磨了一顿。好了，累了一天了，我们就在这里扎营休息吧。听到这句话，萧栋宛如听到最美妙的声音。他已经迫不及待修行了，因为他早就感受到越来越浓郁的洗发灵气。他毫不犹豫，直接靠在一块巨石之后，开始闭目修行。而江林则取出一道阵盘，只见他随手一抛，阵盘化作3道精致的帐篷。二姐请。没忘考核功法的是，不错。林清雪面带笑意，进入了一个离自己最近的帐篷。不远处，东皇畔和小屋的情形就相当不容乐观了。他们正在和一群体型巨大的妖蝎苦战，竟然都是化神巅峰的沙漠妖蝎，真是离谱。小欧，你确认气味是从那边的区域传来的？小欧回道：小姐，我确定就在那一块，而且只能通过这个区域。东皇判一咬牙：好吧，孽畜，是你逼我的。只见他直接变身，一条遮天蔽日的妖龙向着妖蝎群冲去。大日幻觉，一时间尘沙漫天，昏天黑地。另一边，江林给林清雪讲完法诀，走出帐篷，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道强劲的空间之力直接将他掠走。少爷，今天你可不许再拒绝妖了。娇滴滴的声音响起，江林抬头望去，他已经身处在上官夭夭的帐篷之中了。巨石旁，萧栋悠悠醒来，成功了。经过乱流秘境1个多时辰的真气洗涤，他身上的真气弊端全部消失了。乱流灵气作用真是极品，混沌珠赶紧多吸收点。就在这时，萧栋感慨道：唉，慎之真是好福气啊，2个都是国色天香，还各有千秋的美女。灵魂内，段天涯冷哼道：女人只会瓦解修士的修行意志，使其玩物丧志。萧栋，你千万别学他那样。萧栋赶忙点头，但还是忍不住看了眼帐篷，压住心底的羡慕。羡慕之余，他心底还有几分别样的情绪。他总感觉哪里有些怪怪，只是自己想不出来。日出3竿，林清雪手中紧紧握着长剑，他真的想上去把江林和上官夭夭这对狗男女斩了。不知为什么，这是让林清雪心里贼不爽，说不出哪里不爽，就是很不爽。他本来要用煞气增强刚刚凝聚出的星火的，结果搞得他根本心情去弄。不过此刻他胸腔内凝聚出来的星火越来越旺，真是奇怪，我用煞气辛辛苦苦维护1天，才长1丝，怎么这一夜星火就已经成型了，势头还越来越猛。仅想了一会儿，他心烦意乱，不想去理会了。就在这时，他看到江林走出帐篷，只见江林昂首阔步，神清气爽。江林这时也看到林清雪，他便开口打招呼道：二姐早啊。林清雪满脸寒霜：废物，真是浪费了你的天赋。还没等江林开口询问，林清雪头一甩，头向着另一边走去，完全不想搭理江林。这女人咋了？一大早吃枪药了？就在这时，夏诗柔走上前，满脸心疼道：夫君，累着了吧？我后面会劝劝妹妹的。如果别人说这话，江林绝对以为对方是争风吃醋，而夏诗柔完全不是，她满眼心疼，丝毫没有什么所谓的不满，仿佛真的要去劝上官夭夭。江林宠溺地摸了摸夏诗柔的头，心道：要是她不是夏雪寒的转世，该多好。虽然心中略有遗憾，但江林还是很宠溺道：还是我的若儿好。夏诗柔低着头，用蚊子大小的声音说道：夫君，我其实也想和妹妹一样的。帐篷内，丁，好感度加100，目前为93点，历史最高107。恭喜宿主成功实现扭亏为盈，保住了天命道侣，维持住了好感度，下一次奖励将品质升级。提示：
请宿主再接再厉，良好的道侣关系从相知相助开始。上官夭夭正在细心地描着眼眉，只见他嘴角微微上扬，他能感受到江陵对自己还是很痴迷的。只是这个男人对自己戒心相当大，看样子必须要一步步瓦解他内心的戒备，才能走入他的内心。但这太难了。上官夭夭很明白，江陵这种人就是老谋深算的毒蛇，骨子里极其冷血，根本不会给自己机会。别看现在人畜无害，还乐意当冤大头，实则必定有自己的图谋。等一步步靠近事情真相的时候，他才会解开自己的伪装，露出自己的獠牙。前面万花亭时，江陵笑面虎的本质他就已经见过一次了，不到最后一刻，他根本不会露底，很少有人能猜出他究竟想干嘛。等一切真相大白，才会发现此人有多么阴险狡诈。这种敌人才是最恐怖的。阴谋诡计上，我真玩不过你，但我也有自己的优势，天道姻缘、天魅功以及刚刚获得的秘法，只要我能迷住你，就能一点点刷出好感度。丁，下一阶段好感度奖励已升级，好感度达到500点，获得神级血脉卡，血脉直接提升神级。咔嚓，听到耳边响起了的机械音，他整个人一愣，随即他身躯开始颤抖，手中眉笔也随之断裂。半晌时间，上官夭夭才勉强回过神，不可置信道：血脉提升，他本是7星地湖血脉，地级极品血脉，我可以升级为神级血脉了。天道这事还没遗弃我，我不是他上官悠悠的附庸品，凭什么一胞双胎他就是神级血脉，我就是地级血脉？凭什么他能在上官家享受万千宠爱，而我只能前往小世界无人问津？就因为一句我的血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血脉成长，就因为他是神级，而我只是地级。现在不一样了，我也有机会成为神级血脉，这个机会我绝不能放弃。萧冻哥哥，夭夭真的是迫不得已，夭夭拒绝不了。又想到昨夜的事，上官夭夭脸上一红，急忙起身走出帐篷。接下来我不会再犹豫了，现在谁也不能阻止我，哪怕是萧冻哥哥。黄沙漫天，江陵几人又闯荡了一天，周围依旧无边无际的沙漠，甚至我感觉我们又走回来了。萧冻眉头紧皱，他是真不想浪费时间了，与其在这里瞎转，还不如利用这乱流之力好好修炼一下。江陵低头看了眼地上的成块黄沙，眼中一亮，是蝎毒，这种毒素最少是化神级别妖兽才有的，那只有沙漠妖蝎群了。证明路线应该没问题，秘藏入口就在附近，这毒还有活性，证明蝎妖死的时间不长。看样子我们前面一直有人帮忙肃清了整片区域，这小子的鸿运齐天真是了不起，连架都不用打就已经走到这里了。那练虚境的蝎妖王死了吗？应该没有，本来几年后萧冻的实力已经到了化神后期了，九死一生杀死了练虚境的蝎妖王，然后取得他的妖核，开启失落秘藏的沙门。这一次提前来，江陵都没想凭借这些人干掉蝎妖王，他已经提前做了很多保险。先是江之义送的极品道符，里面有着3道毁天灭地的攻击，足以斩杀合体初期的修士，还有从江家武库中取出的屠灭大阵，完全可以虐杀合体以下任何目标。最后就是意外跟来的林清雪这个顶级战力，所以江陵早就做好了直面炼虚期的蝎妖王。现在看样子自己应该不用那么麻烦了，前面已经有人帮忙探路了。看着天空中的光线渐渐变暗，又要晚上了吗？休息。江陵眼神坚定，越是快接近秘藏，自己越要沉住气，万事以稳为主。萧冻还有3天半的鸿运齐天，哪怕最后一无所获，自己也算是浪费掉了萧冻7天的鸿运。我们先休息吧，叶兄，说不定明天。话音未落，远处突然出现沙尘暴，一股强大的龙卷风向众人迅速袭来。少爷小心，好像是妖兽。上官夭夭第一时间出声。这丫头现在挺上道的嘛。江陵对着上官夭夭满意的点点头。话说有个空间系保镖真不错嘛。丁，好感度加5。上官夭夭嘴角一翘，好兆头，昨天的事终于让他放下戒备了，好久没有在日常事情上加好感度了。看样子我的方向对了，以美色引诱为主，再以日常展现自己的价值为辅，逐步瓦解掉他的戒备。就在这时，萧冻灵魂中断天涯突然开口道：小子，是变异的龙尾蝎妖王。对面就差一口气了，那龙卷风是他使用的特定逃逸之术，你快迎上去杀死他，取出他的妖核。那妖核可以炼制仙丹龙油丹，可强化肉体，有一定机会可以获得龙血精华。萧冻闻言眼睛一亮，开口道：甚至莫怕，我去会会他。只见萧冻身上金光一闪，一道道虚影飞向那龙卷风。一刹那，
原本浩浩荡荡的龙卷风突然土崩瓦解，近100丈妖体出现。江陵眼中猛然震动，是些妖王，重伤送上门来。不愧是鸿运齐天，天道果然不想混沌使魔获得这份秘藏。我赌赢了，我看看没了业火红莲的混沌使魔还怎么血漫九州，还怎么屠戮江家，怎么将我炼成业火魔使。江陵忍住激动，仔细观察着周围的情况，重伤蝎妖的人究竟是谁？一道紫衣和青衣出现在他的视野中。妖族道子东皇盼，靠着那只寻宝的老鼠找到这里吗？靠自己化神之能竟然能重伤炼虚妖兽，不愧是妖族的天命之子。看样子他也身受重伤，生命危在旦夕了。江陵脑子思绪瞬间奔涌，如何利益最大化？如果一个天命之子不能把秘藏调出来，那2个呢？瞬间江陵决定了治好对方，共同寻找遗迹。而且对方应该已经知道萧洞是人族气运之子了，没有原书中前面的情感铺垫，东皇盼绝对会下黑手。刚好用你在明面上抵抗萧洞的鸿运齐天的反噬吧。现在和第4卷的内容越来越像了。萧洞、上官夭夭、东皇盼、小屋只是把第一魔使赵羽凡和司马烈换成了自己和林清雪。好，这样越来越有趣了。想到这里，江陵完全不去管萧洞的战局，直接冲向东皇盼。美女，我们挺有缘的，短短2天时间又见面了。现在有时间喝杯茶，聊聊天下大事吗？如果你对天下大事不感兴趣，儿女情长也不是不行。看到江陵，东皇盼瞳孔紧缩，人族天命之子，完了，自己这是要没了。刚刚把底牌和真气全用在那只蝎妖王身上了，疗伤丹药已经用干净了，他正准备恢复一道妖元，使用最后的回城符逃出去。现在看样子不现实了，这个人族道子绝对不会放过自己。刚刚他一定就在远处观察，直到自己和那个蝎妖两败俱伤，然后前来收渔翁之利。就在他已经绝望之时，江陵取出一杯茶给他喂了下去。下一刻，他体内的伤势竟然恢复了大半。他在救我，难道他没看到自己妖化的场景？他艰难地看向林清雪和上官夭夭几人，那几人神色正常，看自己的眼神丝毫没有异色。瞬间他恍然明白，是自己吓自己了。感谢林公子救命之恩，前些时候我态度有些恶劣，还请林公子见谅。我叫东方盼，南方群岛一个小家族。江陵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道：南方群岛那可离黑元城有点远。东皇盼急忙解释道：是先祖留下的传送阵，我是打算参加这个月的道天宗收徒仪式的，现在以黑元城为中间点。江陵又疑问道：东方姑娘已经化神期，还要拜入道天宗？东皇盼点点头，当然，南方群岛偏僻浅陋，难有炼虚法门，所以我想前往道天宗求得一法门。江陵心里摇摇头，这妖族道子真是撒谎都不会，全是破绽，真不知道萧洞是怎么被他骗得团团转。这时一边的小屋也醒来了，看到江陵的瞬间突然吓了一跳。你不要伤害我家小姐。东皇盼急忙拦下小屋，小屋，是这位林公子救了我们，不要胡说。另一边萧洞的对战已经到了结尾，那蝎妖王本就已经重伤濒死，在面对强势的萧洞，等死已经是肯定的了。哗，萧洞一剑直接破开蝎妖的头颅，取出蝎妖王的妖核。妖核，修真界仅次于灵石的存在，可用于修炼功法、炼器、克阵以及炼丹。这些妖王的妖核价值大概可达1枚极品灵石，可以说萧洞此行已经回本了。东皇盼看到萧洞拿到些妖王的妖核后，槽牙都要咬碎了。他心里那个恨啊，基本上他所有底牌都用了，就差最后一哆嗦，结果被对面截了胡，自己还要感谢对方救了自己。只听萧洞率先开口道：甚之，这妖核我有大用，后面如果再无其他收获，我会按照价值的1半补给你的。上官夭夭眼中闪过鄙夷，啥你都有大用，这人的人品是真有问题，我倒要看看你后面用什么补。而江陵则无所谓，这玩意你有啥用都不重要，因为等会儿它就是消耗品，去打开秘藏大门。于是江陵摆了摆手，笑道：无妨，叶兄先用。萧洞挠挠头，笑道：多谢慎之，接下来我们继续探索。江陵摇摇头，累了一天了，我们休息吧。今天算是有个好兆头，近来2天遇到了第一个妖兽，还是重伤濒死的，接下来会越来越好的。听到这话，地上的东皇盼咬紧牙齿，心里那个恨啊，搞半天你就在我后面进来，一直跟着我的屁股后面，合着我是给你开道的。这时小屋传音过来：小姐，我们要不要提前溜走，趁夜色去往那块宝藏区，我已经感受到极其浓重的宝气了。东皇盼看了眼走向帐篷的江陵，
丝毫没有管他们的意思。这个意思仿佛在说，你爱走就走，和我没关系。又想到他一直在自己背后捡漏不行，自己现在过去，说不定还是给他开路。想到这里，东皇盼毫不犹豫道：不去，我们现在身受重伤，刚好和他们一起，借助他们的力量去开道，等合适时机了，我们抢到宝物就撤。和昨天一样，江林和林清雪在帐篷内讲道，上官夭夭和夏诗柔在另外2个帐篷中，而外面除了萧栋，又多了2个身影。萧栋仅仅盘膝修行，什么防护都没做，但他周边时不时出现浓稠的气流，仿佛只要靠近就会吞噬掉对方。东皇盼仔细打量着萧栋，眼中出现浓浓的警惕。小姐，那小子好像也有点恐怖，他的竟然自带护体阵法。东皇盼深吸一口气道，不是顶级护身仙器，也是顶级护身功法，没想到那林慎之的一个护卫就有这等底牌，我们绝不能冲动。此时萧栋已经修炼完毕，混沌珠已经吸收了空气中大量的乱流之力。小子，那2个女人很危险，关键时候一定要防着点她们。段天涯的声音响起。萧栋忙问道，怎么回事？段天涯道，我看那青衣女子瞳孔上有天生符文，紫衣女子额头有灵光溢散，不是灵异之事，就是异族祸害。萧栋紧张道，那我现在给慎之去说，直接把他们赶出去。段天涯摇摇头，别做无用功了，那小子明显看上对方的美色了，不可能赶走他们的，而且跟在身边也好，这样不至于他们在暗处，我会时刻帮你提防住他们的。萧栋感激道，多谢老头子了。帐篷内，其实星火愈烈，该功法也就越强，但却不能失控，我觉得可以搭配一些小的法门，便能培养出自身极限的星火。林清雪好奇道，什么法门？江林道，我这里曾经接触过一个法门，叫静心咒，二姐你可以听下是否管用，帮忙指导1、2。林清雪眼睛一亮，快说快说。下一刻，江林便从清净诀中衍生出一道咒语，专门用于静心明志。林清雪越听心中越激动，这咒法简直就是为这个功法诞生的，仅仅默读一遍就能把失控的情绪给肃清，彻底避免了引火烧身的风险，完全平衡了激发心火和控制心火的矛盾。江林心中一撇，那不然呢？我都这样了，后面到天宗的票你不投给我，别怪我给你使绊子。能得到二姐的认可，看来我的悟性又提升了。那二姐，你看今天已经快1个半时辰了，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休息了？林清雪原本欣喜的表情瞬间化作冷冰冰的态度，没好气道，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去干那些颠鸾倒凤之事？感受到林清雪那杀人目光，江林急忙辩口，怎么会呢？我更喜欢和二姐论道讲经。闻言，空气中原本冰冷的气氛瞬间消失不见，林清雪嘴角微微上扬，臭小子，算你识相，来把最后这一段也分析一遍。江林内心极度愤恨，真是八匹万恶的资本家，我不要休息的。但表面上江林还是开始耐心地讲解起来，这个关系他是必须打好的，因为他要用林清雪给独孤彻挖好坟墓。夜入3更，林清雪眨着明亮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江林，此时江林正在侃侃而谈，气度非凡，好一个风华少年啊。二姐二姐，这一段我已经讲复述3遍了。江林连续的叫声，林清雪瞬间从发呆中回过神，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红色。行了，今天就到这里。我听你一姐说你在收集异火，今天讲的不错，这个攻心毒火给你了。江林眼睛一亮，攻心毒火，极品稀有啊，自己正愁不知道怎么把毒与火进行搭配呢，这就送上门了。怎么打算今天在这睡？我可不给你留位置。江林收下异火，急忙道谢离开。看着江林手忙脚乱的离开，林清雪扑哧笑了出来，真是傻小子，不过1个异火而已。帐篷外，江林刚出来，上官夭夭便迎了上来。少爷，仙儿等你好久了。轻柔的声音仿佛能勾起每个男人最深处的欲望。嗨嗨，仙儿，今天可能不行，后面有时间我会好好宠幸你的。江林嘴角带着玩味的笑容，神情坏坏地说道。说话时他还不忘在上官夭夭身上开了一遍油。上官夭夭眉头微皱，撒娇道，少爷，你舍得让仙儿独守空房吗？江林脸色微正，开口道，今天我真有安排，别闹。看到江林这样，上官夭夭只能深吸一口气，过犹不及，不能老用合欢宗的御焰勾引术。那好吧，仙儿听话。说完，上官夭夭脸直接凑到江林脸前，没等江林反应过来，一个缠绵的深吻已经袭来。远处萧栋刚刚吸收完乱流之力，混沌珠已经可以开始产少量的乱流之力。萧栋一睁眼就看着那激情的一幕，
本来大功告成的欣喜瞬间消失不见，只有浓浓的羡慕和深深的郁闷。帐篷内，听到江林的拒绝，林清雪嘴角微微上扬。算你小子还识相，知道不能沉迷女色。可他话还没说完，夏诗柔婉如百灵鸟的声音就传入他耳边：江林，你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另一边，上官夭夭咬着嘴唇气呼呼道：好好，这就是你的正事，雨露均沾是吧？清晨的风穿过绵延不尽的荒漠，东皇盼率先睁开眼，看向天空中泛红的日出。他已经恢复80%实力了。那林慎之的茶真是恐怖，简直就是疗伤圣药。东皇盼看了眼刚刚平息战斗的帐篷，心中鄙夷道：沉迷女色，不务正业，这样的人族道子真是配不上他的天赋。这时小屋也醒了过来：小姐，今天的方位竟然没有发生变化，还是正北方。东皇盼点点头，知道了宝藏的位置，那里面绝对还有层层考验，甚至还有可能有妖兽把守。这一次我绝不先下手了，我要当黄雀，让人族道子先探好路，我再出手抢宝藏。时间一点点流逝，直到日出三竿，江林才悠然走出帐篷。叶兄，我们准备出发。东皇盼心中满是鄙夷，本就5天时间，你晚上还要休息，早上还不起来，这都快中午了再出发，真是玩物丧志，浪费时间。很快几人再次踏上了征途，左转右绕，众人依旧一无所获。但和前2天不同，今天遇到了好几头化神期的妖兽，众人经过好一顿折腾，最后在萧冻的逆天战力下才勉强击杀。此时江林心中暗暗可惜，没人开路了。黄昏已至，阳光洒在一望无垠的沙漠上，宛如金色的海面一般，波光粼粼。萧冻知道以江林的性格该休息了，他早对这次寻宝不抱有任何期待了。这几天一直在沙漠中上下一直在搜索，啥都没有看到，这路更是自己凭感觉胡乱带的，能寻到宝藏才怪了。但想想还有2天，他真的有点不甘心。虽然他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真想看看失落的秘藏里面究竟有啥。另一边，小屋疑惑道：小姐，我感受到宝藏就在这里啊，可天上地下都没有啊。东皇盼心中也很郁闷，他也不知道原因，而且很莫名其妙，对方啥装备没有，就这样走到了小屋探测之地。小屋乃是千年寻宝鼠得到成精，他的天赋乃是天下独有，对方光靠气运瞎走都来到这里了，而且看似是左绕右转，实则完美避开了一些难缠的妖兽，这是何等的气运？难道真就是人族当心？现在宝藏就在这里，该怎么打开呢？江林看着无尽般的沙漠，心中感慨道：应该就是这里了吧。那只乌秘鼠已经连续动用3次忘宝术了，下面就看你的了，萧冻，能不能勾连通神之路，能不能获得锻造传承，就看你的造化了。我只要一个东西，业火红莲，其他全是你的，我都不在意。就在这时，萧冻问道：慎之，接下来我们继续赶路吧，就剩2天时间。江林手中折扇挥一挥，打断他道：叶兄太着急了，天地皆是一个因果，是你的终是你的，不是你的那也不好强求。萧冻嘴角一撇，内心很不认同。天道酬勤，大道争锋，修仙无疑是个争字，与人争，与时间争，与天地争。像你说的什么都等着天地因果送给你，那人人都可以成仙问道了。虽然内心很是不满，但他也不好强求，只得答应下来。入夜，江林和林清雪讲完功法，就在准备离去时，江林道：二姐，接下来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你千万别暴露实力，只需要护好自己和夏诗柔，然后看好这枚回城符，关键时候帮我捏碎它。林清雪接过回城符，头一甩，没好气道：我的事不用你管。傲娇，相当傲娇。江林现在完全看不透林清雪的情绪，阴晴不定，一会儿开开心心的，一会儿凶神恶煞的，但总之还是很配合自己的，感觉就是邻居家闹了脾气的大姐姐。摇摇头，挥去杂念，江林道：二姐，去看星空吗？今天的星星应该很美。林清雪眼中金光一闪，随即想到什么，没好气道：去好好陪你的爱妾和丫鬟，别在我面前献殷勤。江林失笑道：真不去看看，你不会后悔的。林清雪一道：这么想让我去，那去看看。江林嘴角微微上扬，伸出手，请。帐篷外，段天涯正在对萧冻讲解龙油丹的炼制方式。老头子，你说这妖核里面真有龙族血脉？萧冻取出些妖王的妖核，对着漫天星光看向妖核的内部，它的内部如蜂蜜一般，深琥珀色在星光下显得格外美轮美奂。肯定的，我不会看走眼的。那尾巴就是龙族后裔的特征。不好，我控制不住它了。段天涯话还没说完，
萧动手中的妖盒突然飞向空中。不远处，江林正在陪林清雪散步，身后跟着上官夭夭和夏诗柔。余光中，他看到了萧动手中妖盒飞起，他知道该来了。下一刻，空中那妖盒突然化作冲天的光柱，直指星空。什么情况？东皇盼急忙转身看向这天地异象。小屋兴奋道：“小姐，应该是宝藏开启的现象。”东皇盼沉声道：“随时准备抢了宝藏，然后使用回城符逃回去。”明白，小姐。林清雪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联想起江林的邀请。你早知道了。江林将手中折扇一收，露出他标志性的宠辱不惊的微笑。该来了，总不能真的空手而回吧？我真的很像冤大头吗？二姐，别忘了我说过的话。上官夭夭将眼底的震惊死死压入心底，这每一步都在江林的算计中。难道他这次来黑元城就是为了这个宝藏？根本不是什么道子任务。而且他还知道那个叶断江能够找到宝藏，打开宝藏入口。怪不得他要对叶断江那么好。果然不到最后，根本不知道他的谋划是什么。只见星空之下，一道沙门渐渐凝聚成型。萧动神情兴奋，激动地对段天涯道：“老头，宝藏入口出现了。”段天涯看着这一幕，心中也是感慨道：“虽然龙幽丹没戏了，但既然真让你们找到宝藏入口了，真没想到宝藏就藏在沙漠区。”就在这时，江林走上前道：“我们进去吧。”很快，众人纷纷走入沙门。一片漆黑过后，众人来到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山谷，这里宛如一座被掏空的山峰，四周都是刻满密密麻麻纹路的岩石壁，中央是一个大型的祭坛，上方还能看见漫天星辰。就在这时，突然一道空灵的声音响起：“欢迎诸位来到锻造神族的传承之地，生命不止，锻造不休。灵与兽的区别就在于锻造，锻造之中蕴含有无限大道。有缘人，无论你是哪一种族，请接受我们的考验。考验通过者将获得我们锻造神族的传承。”下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分到了一个个小空间，面前突然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器具和熔炉。接下来，你们将要按照脑海中的功法锻造出指定的10件玄器。10件玄器分别为祭坛10层阶梯的钥匙，只有登顶祭坛，才有机会打开传承之路。声音落下，众人脑海中出现了一道功法，功法名字只有一个字：锻。丁，顺物天赋触发，基础法诀锻，领悟成功，掌握上古锻造术。江林眼中出现一道明悟之色，他没有犹豫，直接开始按照要求打造法器。如果打造失败，他的计划就要落空一半。不过这是不可能的，有顺物这个 bug 般的天赋在，他基本上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刀、枪、剑，一个又一个的玄器在江林手中成型，每一次锻造，他就对锻造更加明悟几分。就在江林已经完成9件法器时，萧动才开始动手了炼制。靠着自己顶级理解和段天涯的指挥，他也慢慢上手中，至于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林清雪本就是功法文盲，完全不理解，他直接选择了放弃，坐在一边修炼功法。上官夭夭道也是天资聪慧，一步步开始试验。可惜在第2把铸枪时没控制住火温，直接炸膛了。东皇盼更惨，他在炼制刀时就没把握好真气使用，结果太过霸道，导致模具直接损坏。唯独小屋还算好点，凭借他对宝物之气的观察，勉强做出来刀和枪。可惜在铸剑时，他锻造天赋短板彻底暴露，根本没办法控制住器具。小姐，根本不行，我们从来没接触过锻造术，怎么可能按要求炼出来这10件武器啊？闻言，东皇盼深感认同。你现在能感受到宝藏位置？小屋摇摇头。从进来那一刻，我就感觉这里全部是宝贝，我根本找不到具体在哪。东皇盼深叹口气，难道这宝藏注定与我无缘？随即他看向不远处的江陵，陡然他眼中金光一闪，对方已经将最后1件戒尺炼出来了。我们放弃锻造了，但不代表对于宝藏我们也就放弃了。小屋眉头一皱，不解道：小姐什么意思？难道还有别的办法越过那台阶？那可是远古神族的手段。东皇盼摇摇头，冷冷道：我们不行，不代表别人不行。小屋急忙看向江陵，瞳孔猛然收缩。什么鬼？他已经铸造完了？难道他之前还兼修了锻造之术？东皇盼深深吸了口气，恐怕是这样的。人族的气运之子果然名不虚传。小屋满脸不敢置信道：锻造之道乃是当今修真界门槛最高的辅修之道，他竟然也能有此成就。东皇盼点点头，表示认同。修真界将近100万年历史，唯独一道传承没有断过，那就是锻造之道。这就是灵和兽的区别。灵者可以锻造器物，辅以修行，而兽者
只能天地生养，靠吞噬掠夺得以修行。但这并不是说灵者就很好锻造器物，能锻造器物者，无不需要大量时间积累经验，不断领悟锻造的诀窍，磨练自身的技巧。哪怕最低级的玄器，都需要锻造者对真气的掌控程度极为苛刻。这样花时费力，还没办法直接强大的途径，基本很少有人去主动修习。一般只有底层散修才会常年将精力放置在这个上面，以帮他人炼制器物，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东皇盼真没想到，江陵竟然会花时间在炼器这种杂道之上。正好有他炼制成功，就让他把宝藏取出来，然后我们再抢过来。小屋弱弱地道：我们真能从那样的变态身上抢到宝藏吗？也不怪小屋没有底气，主要是江陵的表现太过逆天。古籍集市上，他能硬抗化神巅峰的杀手，还能一击将其击伤。最恐怖的，用的还是自身创新的功法，现在又会锻造之术，仿佛就没有他不会的。这人看着温文儒雅的，和善可欺的，可实际上他究竟有多少底牌，小屋真不敢去细想。当然我们希望不大，但我已经给父皇发去消息，让他给我派遣100名妖将，偷偷埋伏在黑原城外。我已经在他身上做了标记，一旦出去，100名妖将直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最好能直接干掉他。小屋惊道：小姐打算提前使用那布局100年的传送阵？东皇盼冷冷道：如果能杀死人族的气运之子，顺便获得古神秘藏，很值了。所以我让父亲送来100名元婴，10名化神，甚至1名炼虚妖将，成败就在此一举了。要不是传送阵有限制，我都想让父亲出动合体修士，可惜那传送阵容不下啊。这样的阵容已经是最优解了。另一边，江陵眼中火光一灭，给我开！熔炉打开，一把紫黑色的戒尺从火焰飞出。玄器探测尺，恭喜有缘人炼完规定器物，是否选择登上祭坛？江陵看了眼远处的萧栋，此时萧栋才练到第3器物双手剑。不登，我要继续熔炼。江陵眼神平静，淡淡道：先不登，我要升炼这些器物的品质。修真界的器物等级分为普通玄器、灵器、仙器、圣器、9天至宝、神器以及道器。升炼是将器物等级提升的一种手段。这本功法中包含最简单的升炼手段，就是千锤百炼，这也是万金油的升炼法门。江陵之所以不现在直接去祭坛，是因为他根本不着急，他要等萧栋先去，因为他根本没资格走通神之路，获得此处传承锻造神体。他对那个神族的玩意也没兴趣，而且他还知道那神体的致命弱点，所以送给萧栋刚刚好。萧栋那小子是有着古神血脉的，他是有资格的，这就是天命之子。所有好东西仿佛都是给他留好的。江陵要的就是他取走锻造神体，然后自己跟着进入锻造神族的神库中。无论接下来萧栋收获什么，基本都是自己的，因为锻造神体基本是无价的，他必须凑够和锻造神体等价的物品，不然他就等着道心崩溃，修为皆失。而自己跟着去，就是取走神库中的业火红莲，以防他落入混沌使魔手里。按理来说，江陵现在只需要等着就行了，可他却选择继续升炼。锻造界有句俗话，炼宝有风险，升炼需谨慎。升炼是极其有风险的事，一个不小心就很容易让自己前功尽弃。而江陵之所以这么选，他完全可以承担这个风险，因为登上祭坛的路，每走一个台阶就有机会升级自己一件法宝，法宝品质不超过仙器，投入的玄器品质越高，机会也就越大。江陵知道自身没有鸿运齐天，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只要自己投入的都是灵气，那就一定能升级。10层阶梯意味着10个等级，也就相当于2个半大等级，仙器都可以直接成为神器。如果熔炼失败，还有其他几个空间的材料自己可以用的。江陵取下空间中的大锤，开始从单手刀开始锻造。当当当，一声声打铁声响彻整个传承之地。江陵在干嘛？他脑子有病。弄完了不去获得传承？林清雪率先睁眼，满脸疑惑。此时上官夭夭也是好奇地看着江陵，很是不解。小姐，你看那人族道子是不是脑子不好？不去获得传承，反而开始生炼起那些没用的东西。东皇盼微微有些惊讶，很快他就想明白了，惊叹道：哎，这就是天才。小巫一道：小姐，你说的是啥意思啊？东皇盼悠悠道：对自己要求永远极其苛刻，每件事情都要追求最极致，你说他不成功，谁成功？这时候萧栋刚刚炼制完双手剑，坐下恢复起真气。老头子，你说甚至是不是傻了？非要生炼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干嘛？段天涯沉吟道：看样子我知道低估那小子了，没想到他道心如此坚定。
萧栋疑惑道：“什么意思啊？”任何事情他都坚持自己的初心，面对古神秘藏，他依旧在做他自己。这样的人傻得可敬，任何事都要完美的，是真的很傻，很可笑，但也很可敬。你现在还是不要学他的，浪费时间。我们要最大化利用自己的运道，而是只为自己心中那一点执拗，白白错过机缘。萧栋深深看了眼江陵，深吸一口气：“我学不了圣之，我没他的才情，但我也会努力做我手中的每一件事，把这些做到最好。”说完，他起身继续开始锻造剩下的7件器具，而江陵丝毫没有在乎任何人的眼光，只是一直低着头挥起手中的巨锤。叮叮当当，萧栋在练第4件玄器时，江陵在挥舞铁锤；萧栋在练第7件玄器时，江陵还在挥舞铁锤。直到萧栋第9件玄器已经练完时，江陵依旧在挥舞铁锤。终于，第1件下品灵器单手灵刀诞生。江陵眼中的金光越来越亮，不同于顺悟，一种手法上的感悟在他心中荡漾。原来这就是锻造，在锻造器具时，也在锻造我自身。生炼的过程就是在淘汰自身和器具的劣势。正如修行一样，越往上的境界，自身的弱点就越来越少。练气时，呼吸变强了；筑基后，身体变强了；金丹后，血脉变强了；元婴后，真气变强了；化神，那就是神魂变强，每一步都是在强化自身的一步，这就是锻造的过程。江陵没有犹豫，他取出回马长枪，继续开始了锻造。小屋惊讶道：“他要全部生炼啊？半天就生炼1件，其他的生炼完5天之期都过了。”东皇盼眉头紧皱，过与不及，真是浪费时间，先取宝藏啊！他再也忍不住，大声道：“林公子，注意时间，我们只能在这里待1天半了。”而江陵丝毫不管他的言语，一遍抡锤，一遍感悟。渐渐的，他的呼吸变得更稳了，身体也更加凝实，血液跳动得更有力量，真气也越发厚重。从半天生炼1件，到2个时辰生炼1件，再到1个时辰，萧栋练完最后1件测量尺时，江陵也开始生炼测量尺。走出锻造空间，萧栋看了眼满手伤痕的江陵，摇摇头：“甚至我承认你值得我学习，但很多事真的没必要。这传承，我就先接受了。”说完，他便走向祭坛台阶。另外几人被这一幕弄得极其无语。本来江陵稳稳的传承，现在白白让人。林清雪眉头微皱，想不清楚江陵的图谋。夏诗柔满脸心疼，紧张地盯着江陵满是鲜血的双手，很想劝他下来，别那么伤害自己。上官夭夭则好奇地看着萧栋，又看看打铁中的江陵。这一次，他倒是没有太多惊讶。无论如何，江陵不会亏的。那个叶断江就算全拿了宝藏，也是有江陵一半的。他只有一个疑问：江陵怎么舍得把宝藏的一半直接让给那小子？而一边的东皇盼满脸焦急，他更希望江陵获得宝藏，那样收拾了江陵一个，就干掉了人族气运之子，又能获得古神遗藏。现在看样子古神遗藏要被那小子拿到手了。不行，古神遗藏我也不能放手。标记，东皇盼不再犹豫，直接将一道标记打到萧栋身上。2个人都不能留。萧栋刚踏上祭坛的第1层台阶，耳边就响起空灵的声音：“恭喜有缘人荣登锻造神路，每登一阶，可指定自身1件不超过仙级法宝，有机会提升1个小等级。如果有缘人锻造之物为灵气，则必定可使法宝提升1级。”声音响起，所有人一怔，皆是看向江陵。他知道这个消息，他又是故意的。东皇盼冷哼一声，本以为是初心所为，原来是为了这点奖励，真是舍本逐末。萧栋急忙拿出一柄长枪，染血战枪，这是我在小世界长辈送我之物，我说过要把他的枪法发扬光大，就这件吧。这时空灵之声道：“请放第1件锻造之物。”萧栋取出单手刀，下一刻单手刀融入台阶之中，第2台阶显出石影，获得提升机会，极品灵气提升等级为仙级下品。萧栋闻言一喜：“仙兵，我有功法类仙兵了。”其实萧栋没少接触过上等宝物，比如可以任意穿梭各个空间秘境的9天至宝、9天传送梭，还有前面被江陵毁了的神器昆仑镜，以及他仅剩的可容纳天地万物、绝佳修炼道场的道宝混沌珠，但是攻击类的法宝他还真没怎么接触过。可能是原作者真不知道萧栋要是再有了攻击神器，该怎么平衡战力了。原本的萧栋属性太超标了，但现在神器昆仑镜被毁，9天传送梭被江陵所得，仅剩1个混沌珠。身为天命之子，萧栋面对江陵已经开始力不从心了。趁着这个机会，天道气运毫不掩饰的开始给萧栋加筹码，获得提升机会，仙级下品提升等级为仙级中品。
萧冻浑身激动，不断投入刚刚炼制的器具。第4阶梯、第5阶梯获得提升机会，仙级极品提升等级为圣级下品。第8阶梯、第9阶梯获得提升机会，圣级极品提升等级为下品9天至宝。第10阶梯获得提升机会，下品9天至宝提升等级为中品9天至宝。最后，萧冻手握长枪登顶祭坛，这就获得了9天至宝，全部都触发升级了。那个灵圣之孩傻傻锻炼灵气，结果不是和人家一样，说不定只要走上去就能触发升级。这一切江林都没有抬头看一眼，他还在挥动着铁锤砸向测量尺。此时他对锻造领悟已经来到了大师级别，这一次他打算练出来极品灵气。另一边，萧冻正式登顶祭坛。就在这时，祭坛上的纹路开始灼灼生辉，他刚刚投入的测量尺再次凭空凝聚出现。下一刻，前9道台阶的兵器也纷纷涌出，融入测量尺。测量尺等级不断升级，中品玄器、上品玄器、极品玄器，直到最后极品灵气。恭喜有缘人获得寻宝尺，请进入通神之路，选择你的造化。下一刻，一道从天而降的通路诞生。萧冻接过寻宝尺，毫不犹豫踏入通道。看到这一幕，东皇盼直接起身想要冲过去，结果还没靠近祭坛，一股无形力量直接击退他。请有缘人炼制10件法器，成功者才可登入祭坛。东皇盼使劲砸了一下地面，看样子这宝藏真不能自己取了。就在这时，江林猛然睁眼，测量灵尺，极品灵气。活动一下脖颈，江林看了眼祭坛上的通路。萧冻已经开启了通路吗？还有半天时间，和原剧情一模一样。然后他成功获得锻造神体，取得几件关键秘宝，而剩下的那些则被第一魔使赵羽凡带走，其中就包括业火红莲。江林也不再犹豫，走出空间，踏上祭坛台阶。恭喜有缘人荣登锻造神路，每登一阶可指定自身一件不超过仙级法宝，有机会提升一个小等级。如果有缘人锻造之物为灵器，则必定可使法宝提升1级。请有缘人指定一件不超过仙级的法宝。江林直接挥了挥手中折扇，笑道：就这件逍遥仙扇。帅，可是一辈子的事。空灵之声继续道：请放第一件锻造之物，未获得提升机会，但所投器具为灵气，触发升级机会。仙级极品提升等级为圣级下品。东皇盼一愣，还真让他用上了，真有他的。我要自行选择升级方向。空灵之声回道：所投器具为灵气，有权决定升级方向。众人一愣，还能这么玩？江林眼中神色坚定，虽然气运可以让你成功，但我凭借脚踏实地的实力也可以成功，甚至更上一层楼。运气者听天由命，但实力者自己说的算，自古以来皆是如此。第一台阶、第2台阶圣级下品、圣级中品，直到第9台阶，江林手中折扇已经出现了神纹，神级下品。仅仅走了9步，江林便多了一把神器。东皇盼眼中出现了深深的忌惮，小屋则喃喃道：不愧是气运之子，比起同辈就是要略胜一筹，不怪小屋会误解。江林选的器具乃是他专门让江之意为他找的极品仙器逍遥仙扇，他的起点就比萧冻高一个大等级。萧冻从小世界而来，萧家也没落许久，其实萧冻能有一个极品灵器已经很不错了。说回来，江林还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去选择法宝的晋升方向，完全相当于自己炼制的武器。可以说江林在这一环节完全碾压萧冻。最后一个台阶，江林取出测量灵尺扔了过去。本来这是萧冻的操作，极品灵气的钥匙使得他神级下品武器直接蜕变成神级极品的武器。原剧情中这一段已经在第4卷了，萧冻已经有很多仙器底牌了，而且他还得到过一个锻造传承，所以在这里他顺风顺水，甚至也练出了极品灵气的测量灵尺。在第10台阶，他的嗜血神枪直接从神级下品成就神级极品，最接近道器的存在。现在这机会是我的了。所炼制器物为极品灵器，有缘人实属天纵奇才，获得极致提升机会，将指定武器提升至所在大阶段的极致。神级下品提升等级为神级极品。江林整个人气质陡然变化，一时间众人不敢正视。火元阴本命器逍遥神扇，没错，江林已经将这个扇子进行了最严格的本命血炼，而且每次提升等级他都会灌以心血，落上神识。最直接的就是他每次改造核心步骤就是非我之魂不可用，非我之气不可用，非我之意不可用。现在这扇子就相当于他的一个器官，随心所欲，畅快自若。
这一切本来是萧栋经历的，但现在全部被江陵截胡了。可这一次江陵并没有截胡奖励，因为这不算截胡主角的气运，毕竟主角也把握住了，他的染血战枪变成了9天至宝。至于没有像原作中那样获得神级极品的武器，那是你自己不给力，怪不了别人的祭坛上。江陵接过凝聚成仙器的寻宝仙尺，没错，他的寻宝尺也比萧栋的高一个大等级，因为他的测量尺本就是极品灵器，所以经过祭坛熔炼，直接提升为了极品仙器。祭坛上，江陵没有直接走入通道，而是取出一个瓶子，倒出2滴鲜血，涂抹在自己的额头，随后他才看向那悠长的通道。此刻萧栋已经开始获得锻造神体的传承了，是时间到我上场了。我承认他天纵奇才，可惜最大的机缘已经被别人抢了。是啊，另外的那个小子已经开始获得传承了。哎，本该吃肉的，结果只能喝个汤了。东皇盼和小屋看着祭坛的情景，冷嘲热讽。林清雪则闭上眼，继续凝练心火，丝毫不担忧接下来的场景。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总是觉得这一切都是江陵故意的。越了解江陵，越发现那小子身上好像有着无穷的秘密，吸引着自己。小家伙，我倒是想看看你还能给我制造多少惊喜。上官夭夭神情更是自然，他知道江陵绝不会把资源让给别人，这一切全在他的掌控中，而自己要做的，去辅助他，去配合他，做好一切可以刷好感的事情。如果有机会，我可以把叶断江所获得另一半东西也抢过来送给江陵。这时江陵已经踏上了通神之路，接下来我的情景和赵羽凡一样，应该是直接绕过铸造神体的萧栋，去往神族的神库选择秘宝。进入琉璃般的透明通道，江陵一边打量四周，一边思考剧情。1步2步，可江陵还没落下第3步，意外突然降临，通神之路开始剧烈颤动，仿佛天崩地裂。没等江陵反应过来，他面前突然出现一个分叉口。糟了，严12死了！念头一出，江陵想也没想，直接转头就跑。可惜新出现的通道直接将他吸了进去。宽阔的空间，一道庞大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干，完大了！天道你够狠！江陵没有管那道身影，抬头望了眼平静的琼宇。这一刻，他脸上的从容不迫彻底消失了。他没想到，这剧本的剧情才刚刚开始没几天，天道就正式下场布局。他自认自己算计圆满，以鸿运齐天去寻找失落的秘藏。要么天道让萧栋什么都获得不了，白白浪费他5天时间；要么让他获得秘藏，和自己均分。无论哪一种，自己这局已经稳了。可天道硬生生选择了第3种，让自己死。自己死了，萧栋就能得到所有的机缘，就没了最大的阻碍。自己是阳谋，天道更是阳谋，知道自己一定会去取夜火红莲，必须要走这一遭，所以严12就必须死。没有活性的神族血脉，我就没资格走上通神之路，反而只能通向神怒禁区。没错，严12也是神族后裔，第一魔使赵羽凡就是靠他的血液通过的通神之路。从始至终，我没有正面抗衡过萧栋的鸿运齐天，哪怕他立下道心誓言，也是上官夭夭自发行为，可依旧落入如此境界。只有一个可能，天道下场了，大道至公的天道下场了，对付一个元婴修士。江陵不弃反笑，那反噬可是半年的休眠时间，你受得了吗？只要你一睡，天象大变，天下皆知，那动乱你能接受？你就不怕混沌使魔的苏醒吗？你就这么看得起我，连使魔的威胁都可以往后排排，你就不怕这半年内大道崩坏，3界大乱吗？你就不怕这半年内你的代言人死掉吗？萧栋，人族的气运之子之一，唯一的天道代言人，注定要成为最强道圣的存在，注定要再度制定道规的存在。天道不允许他的成长出现一点变数，因为道规越多，天道则越强，所以看到自己要阻碍萧栋，这方世界的天道急了。江陵依旧望着天，仿佛他在等天道的回应。可惜天空依旧平静，只有那庞大的身影慢慢站起身。那是一道半人形半兽形的巨型怪物。4万年了，终于有灵把我唤醒了。哦，一个蝼蚁，就你也配贪图神族的宝藏？你可知这是何地？浩荡的声音响彻整个山谷。江陵渐渐低下头，那难道这就是你的选择吗？如果我活着出去，半年内我避乱大道，毁道规。江陵眼中充斥着浓浓的冷光。那巨大身形的半人半兽的怪物怒吼道：蝼蚁，本神在问你话呢。江陵眼中杀意四射，朗声道：给我闭嘴！锻造神族的老家伙，我知道你们能听得到。现在放我出去，不
不然我必毁了你等众生之基，将你等灵魂置入业火地狱，永受煎熬之苦。咚咚咚，那半人半兽的怪物听到江林的话语，疯狂跺着地面，内心极其愤怒。该死的蝼蚁，你敢对伟大的神族这么说话，我要你活剥了你的皮！说完，一把巨斧劈向江林。空间外，东皇盼看到这一幕，眼中金光一闪，心中无限喜悦。人族的气运之子死定了，那怪物恐怕有大成之危了。叫你自己托大，死了活该。看样子这地方只能有一人传承，再有人进去就要面对神罚了。林清雪猛然睁眼，手中已经出现一把洁白的长剑，这是大成巅峰之威，直面大成修士也是你的安排吗？你玩这么大？江林咬牙道：这是你们的选择，我知道了，希望你们不要后悔。千钧遁术，刷一下，江林身形消失在原地。不可能，你是怎么使用遁术的？这里是有着竞速神痕的。怪物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消失的蝼蚁。江林冷声道：你们真以为我没点准备的手段就敢来这里了？怪物怒叫道：小小蝼蚁，不过躲过本神一击，就在此放大话，我看看你接下来怎么逃出我的锁定攻击。蛮神之斧。这一次江林没有躲，因为他知道自己躲不掉，大成锁定之威根本不是他能抗衡的。他只是平静地转过头盯向外界，仿佛在等死一般。空间外，上官夭夭心中莫名出现了慌乱。江林不能死，他死了我也没了。不，他一定还有手段。对，还有回城符。我现在太容易着急了，稍稍遇到点事就自乱阵脚。对了，这种情况我完全可以趁此机会刷一波好感。所有思考仅仅一瞬间，只见他口中念出一道法诀，下一刻他直接消失在原地。仅片刻后，江林出现在了他的位置，而他出现在那怪物面前。空间置换，七星地狐的本命神通。江林，我不信你铁石心肠，这你都不长好感。这里一切我都不在乎，我要血脉提升卡。江林，我先出去等你了。回城符。回城符。外界，东皇盼眼中瞳孔一缩，这太疯狂了，那个女人疯了，基本是连想都没想就直接和江林换位置了。他不知道进去之后是要死的啊。所有地方只有神怒空间不能使用空间之力啊！不愧是人族气运之子，连死都有人毫不犹豫代替他。出来的江林也是愣了一秒，自己还没发动留在上官夭夭身上的暗手啊，他怎么主动替自己送死了？不过现在事情好像简单起来了，上官夭夭这一举动直接帮自己破局了。也就是说，天道，你玩脱钩了。想到这里，他毫不犹豫转身走向夏诗柔的锻造空间，一边走一边嘴角露出一丝玩味。天道，你想到这个局面了吗？哼哼，竟然有人愿意为我去死，吃惊吗？不过哪怕他不出手，他体内的傀儡骨也会让他发动置换的。想知道我怎么种上去的吗？慢慢去猜吧。你真以为我会把一个女人无缘无故带在身边？现在好玩了吗？既然你下丸子了，该轮到我了。我现在可是完胜哦，我还有傀儡骨没用，该到我反击了。江林眼底愈发冰冷，这一次的危局让他想想就汗毛倒竖。如果自己不多几手准备，恐怕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果然算计天道的路步步艰险。夏诗柔见到江林赶来，急忙起身。夫君，柔儿很听话，没有动任何材料哦。江林眼中的寒芒完全消失不见，换成标志的宠溺。他摸了摸夏诗柔的脑袋，温柔道：柔儿真乖，你先去找林长老，出去之后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夏诗柔软糯糯地道：好，那夫君注意身体，我先出去了。夏诗柔离开后，江林眼神立马冷了起来。他看向此时的神怒空间，上官夭夭彻底绷不住了。他没想到这里面竟然完全不能使用空间之力，他宛如待宰的羔羊，疯狂地使用着上官家给的防御底牌，可惜只是螳臂挡车。毒神者，给我滚回来，我要喝你的血，吃你的肉。那怪物疯狂地砍向上官夭夭，状态甚是癫狂。咔嚓，上官夭夭最后的项链出现裂痕。他努力移动着重伤的身体，看向外面。他想看到江林，想看到江林胜筹帷幄地告诉自己，他还有办法，自己要撑不住了。从小他就被上官家遗弃到小世界，唯有萧栋陪着他。再大些，上官家可怜他，给他些资源，并且配了一个普通的护道人。仅仅这些就让他开心了很久。他真的不贪心，只想家族承认他，只想和萧栋一直在一起。可这一切直到来到大世界全变了。萧栋被坏人打成重伤，自己复仇却丢了清白。天道垂怜自己，让自己还能有重新清白的机会，
甚至还能提升血脉等级。自己刚丢掉所有包袱，准备全力以赴，可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为什么要让我现在去死？哗啦，胸前的项链彻底碎裂。这是他记忆中没有画面的母亲给他的，可以挡住大成修士的3击。他最后的底牌，下一刻没了防护，强大的威压要把他压到窒息。一股鲜血从他嘴里喷涌而出，那巨大的怪物满眼通红，向他走来。江林，你是放弃我了？我是不是就不该做这种小聪明的事？要是萧栋算了，他也放弃我了，我可能就是注定被遗弃之人。看向外面，他根本看不到江林的身影，因为江林进入本来属于夏诗柔的锻造空间，可江林却可以透过锻造空间壁看着神怒空间的景象。他眼神冰冷，丝毫没有波动。别那么沮丧，如果我前面发动了傀儡骨，你现在可能是必死无疑。无论因为什么原因，你主动选择替我去死，这一举动救了你半条命。现在就让我看看太古神族的荣光和当今血脉修仙的辉煌，谁更胜一筹。星爆声音落下，江林不再看向神怒空间，反而抓起一件件器具，开始再次锻造10把通向祭坛的玄器。神怒空间就在上官夭夭放弃抵抗，准备受死之时，突然他血脉开始疯狂涌动。这是他眼中突然出现北斗7星符号，没等他反应过来，最左边的星星突然放出耀眼的光芒。轰！巨大的光芒迎向那如山岳般的怪物，那怪物还没反应过来，就硬生生挨了一击。地面之上，小屋惊讶道：“小姐，那是什么招数？竟然能有大成之威？”东皇盼眼中一悸，深深吸了口气。上古失传秘法星爆术的绝学星爆和血怒技的融合。小屋弱弱问道：“是那个林慎之改动的？”东皇盼点头：“是，而且这招式就是他发动的。”小屋不解道：“啊，不是那个女孩发动的？林慎之离那么远，还能在神怒空间发动绝招？”东皇盼有点忌惮道：“是傀儡骨，他通过傀儡骨把那女孩的身体当作一件武器，而武器的能量来自于女孩的血脉。”小屋一愣，以血脉之力硬抗神明，那女孩什么血脉，竟然有这种威力？东皇盼悠悠道：“不出意外，极品地级7星地狐。”小屋不忍道：“那林慎之好狠的心啊！那女孩用自己的生命把她换出来，他用那姑娘的血脉作为武器，而自己躲进锻造空间，不知道干什么。”东皇盼摇摇头：“我也不知道，但绝不会那么简单。”半晌之后，怪物摇摇晃晃站起身，擦了擦嘴角：“蝼蚁，你竟敢推倒本神，我要你生不如死！”神迹汉月。此时锻造空间，江林正在埋头锻造，这一次他速度极快，仅仅1刻钟，下品灵气单手灵刀已然成型。看到那如小山般的怪物正在凝聚大招，江林冷冷道：“星爆！星爆！”只见上官夭夭眼中连续2颗星星直接放出耀眼光芒，轰隆，天地晃动，整个乱流秘境上方疯狂颤抖。另一条通神之路中，萧栋悠悠醒来，只见他右手被出现锤子印记，左手被为火焰印记，额头有熔炉印记。他昂首挺胸，气质如日中天。锻造神体成，万年之后，神体再降人间。回过神的萧栋看向通神之路，此时的通神之路也出现了尽头，是山谷的最上端。萧栋走出尽头，宛如井底之蛙，走出了井口。这一刻，漫天星空出现在他眼前。恭喜神子通过历练进入神库，请神子用寻宝尺选取奖励。看着萧栋登到山谷最顶端，东皇盼的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了他身上。小物，怪不得你感应不到宝物，原来那漫天星光就是一件件宝物。小屋深深吸一口气，原来如此，怪不得。不过我们要锻造的那尺子，竟然是用来取到天天星星的，神族好大的手笔啊！东皇盼死死盯着萧栋，准备好，等娜子取完他宝物，我们立刻用空间仙符动手，争取在里面直接抢走宝藏。小屋用力点点头，好的，小姐。此刻除了林清雪和夏诗柔在一旁静静看戏外，都在紧绷着神经。江林疯狂地砸着手中器具，丝毫没看一眼萧栋，只是偶尔抬起头，淡淡的喊一句星爆。上官夭夭眼中的星星越来越少，生机也越来越弱。那怪物身上渐渐出现了裂缝，时不时的还会掉落下几块肉，而萧栋满脸红光，兴致勃勃地挑选着神库中的宝物。萧栋每用手中尺打下天空中的一件宝物，东皇盼手中的仙符就会握紧1分。时间一点点在流逝，直到江林挥出最后一锤，极品灵气测量尺。1个时辰，他再次复刻了前面的情景。他毫不犹豫走出锻造空间，再次踏上祭坛。
恭喜有缘人荣登锻造神路，每登一阶，可指定自身一件不超过仙级法宝，有机会提升一个小等级。如果有缘人锻造之物为灵气，则必定可使法宝提升一级。熟悉的声音响起，没错，这是一个 bug， 只要再来一次，就能再获得一次晋升机会。宛如不智能的网游一样，每走一遍同样的路，熟悉的 NPC 就会再说一遍同样的话。但江灵知道，这条路可是上古断神台阶，后续萧洞成仙后，就是用这个台阶复活了整个锻造神族，然后和混沌使魔的势力开始较量。如果不能重复使用，怎么复活那些上万神族呢？这一次我就选这个寻宝尺。所有人一愣，江灵脑子坏掉了，这玩意有啥用？你又去不了神库，你要它干嘛？江灵没有理会众人的目光，开始他新一段的登阶之旅。未获得提升机会，但所投器具为灵气，触发升级机会。仙级极品提升等级为圣级下品。江灵听到熟悉的声音，嘴角微微上扬。下面的人觉得江灵在浪费机会，升级这无用的寻宝尺。但上面的神族和天道知道内情，他们最不希望江灵提升的就是他手中寻宝尺的等级。寻宝尺的极限乃是锻造神族无上地位的摘星尺。摘星尺所过之地，只要是断神一族，皆无法抗，无法防。所以他们最不想江灵的寻宝尺提升等级。如果可以，他们会直接命令锻造神阶不要提升江灵手中物的等级。但规矩就是规矩，这方世界第二大便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不成天道。锻造神阶出现的规矩就是这样，神族默许，天道承认。否认这规矩，就是断了神族复活的途径，否了天道存在的意义。第一台阶、第二台阶圣级下品、圣级中品，直到第9台阶，江灵手中寻宝尺出现了神纹，神级下品。各位，我要最后一步了，你们真的不来阻止我吗？第9台阶之上，江灵朗声道：还有你也怂了？不是已经下子了吗？现在怎么退缩了？再来半年啊，我看你还有什么子？不行，你亲自下场啊，我知道你还有神罚之力，降下来啊！你猜我能不能挡住他？江灵望向天际，眼中凶威浩荡。9次反派，他已经与天道对抗过9次，他完全不带怕的。他的理念只有一条，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须要对方动其根基反派最忌讳，就是你认为自己是反派，时时刻刻想着对付主角和天道。你要知道自己的目标，在达到自己目标前需要一定时间的蛰伏，这段时间是痛苦的，是需要低头的，可能会去讨好主角，会去当舔狗，会去自我麻痹，会自己创造出缺点，但为了那个目标你必须忍耐的，然后一步步的布局，直到达到自己的目标。这就是江灵经历那些爽文中反派唯一能存活的可能。祭坛外，小屋眉头皱起，四处张望，没有人啊，他在和谁说话？东皇盼摇摇头，这个灵甚之疯疯癫癫的，完全不知道在干嘛。该去抢宝藏的时候非要练气，然后差点死在神怒空间，好不容易出来，现在又登上祭坛，在疯疯癫癫挑衅着空气。他打算继续去送死，活着不好吗？非要作死，这人真疯了。第9台阶，江灵看着平静的天际，又看了看平静祭坛，嘴露出一丝嘲讽。这一局我赢了，谁也拦不住我了。我说过的那些承诺，我会一条条完成。踏上第10台阶，江灵手中戒尺开始蜕变，所炼之器物为极品灵气，有缘人实属天纵奇才，获得极致提升机会，将指定武器提升至所在大阶段的极致。神级下品提升等级为神级极品。熟悉的配方，熟悉的情景，江灵手中的戒尺成为神级极品。独元婴本命器摘星尺，第2本命器诞生。台阶上又一个新的寻宝尺出现。就在这时，神怒空间的怪物彻底癫狂了，他不能在这个蝼蚁身上再浪费时间了，他必须要关闭神怒空间了。真想把最强的力量用在魔族身上，可惜没时间了。天神怒，月山崩，天月。此时上官夭夭此时已经面色惨白，气息极其微弱，感觉就剩下一口气了。他眼中的星星也仅剩一枚。江灵不再犹豫，直接踏入通神之路。这一次神怒空间没有强行拉他进去，可他却直接选择进入了神怒空间。这一次不要你拉我进来，我自己来。空间外，这货有毒，直接去送死。小屋满脸不解，小姐，我搞不懂，他完全可以直接去神库拿宝物啊。东皇盼点点头，认同道：是啊，他手里的还是神器摘星尺，说不定可以取下漫天繁星，没有任何限制。而此时那怪物手中的大招已经成型了，空间震战
巨斧周边出现浓重的气浪，那是力量的具象化。看着这一击，上官夭夭心中再度认命，大成巅峰一击，星爆根本拦不下来，他没机会了。而江陵淡淡道：“以星为名，冠以地位，地星爆。”上官夭夭身体悬空，眼中最后一颗星光不断放出剧烈的光芒，周身一股股血气不断涌入那星光，化作更大的光芒轰隆，巨大能量碰撞，整个神怒空间开始被撕碎。可恶的蝼蚁，我要你死！天跃，天跃！巨大的怪物疯狂地劈向上官夭夭，仿佛在畏惧着什么到来。但那地心自爆竟然硬生生挡下了所有的攻击。东皇盼嘴角猛吸了口凉气，林慎之竟然要完全废了那个人。七星地湖血脉啊，所有的星都爆了，还没完，最后还要以地湖血脉为养分，扩大星爆的威力。听到东皇盼的话，小屋怒道：“那林慎之真不是人，那姑娘舍身救他，他还那么折磨人家。”东皇盼没有接话，只是悠悠道：“但那姑娘活下来了，为了救她，那人族道子没有去往神库，而是进了神怒空间。”就在这时，江陵身形直接闪现到那怪物背后，手中的摘星尺直接送入他的体内，没有任何阻挡，宛如刀切西瓜一般。这就是摘星尺在锻造神族的无上权威。不，我不死，我还没灭了使魔！那怪物疯狂呐喊，但身体完全挡不住摘星尺的刺入。时间长河的冲刷之下，你现在连仙人实力都没了，灭不了使魔的。神族守护者曾经出卖过神族的堕落之神，在神魔大战之后，收集神族残躯，重新拼凑出新的躯体，甘心在此守护4万年，只为神族重生。我很敬佩你的赎罪之心，所以我用你们的无上族气送你去死。我给过你们机会，是你们选择与我为敌。我本来的目标只有业火红莲，不好意思，现在我要断了你们神族的根。话音落下，摘星尺直接穿过怪物的头颅，神怒空间瞬间土崩瓦解。江陵提着奄奄一息的上官夭夭再次出现在祭坛上，空中还有散落的尸块不断下落，这些都是曾经神族战死的尸体。你这次不错，竟然选择为我去死。虽然你不知道那里不能用空间之力，但你还是来了，宁愿自己放弃宝藏，也要留我下来，去争夺一丝宝藏的可能。上官夭夭露出一个苍白的微笑，谢谢，你没完全放弃我。我知道，你最开始就是可以让七星全爆，直接破碎空间的，只是我的身体承受不住，会直接死掉。江陵冷笑道：不，只是我需要你拖住他而已，我要炼制神器，摘星尺。上官夭夭苦笑道：没关系，你来了就行。江陵看着越来越多的尸块落下，不再理会上官夭夭，直接把他扔向林清雪。二姐，他还有用，就拜托你了。林清雪没好气道：我不需要你教我做事，我想救他，自己会救他。江陵失笑道：二姐考核我那么久，这一次我给二姐交份毕业试卷。说完，他转头望向祭坛上仅剩的一条通道的另一端，萧栋耳边传来空灵的声音：神子，你没时间挑选了。萧栋一道：不是说我能选10件宝物吗？我才选6件。空灵声迅速道：前面已经告知神子，知道进来的秘诀，他日可再来挑选。萧栋摇摇头道：算了，来一次要1枚极品灵石，我付不起，就这4个吧，前面已经想得差不多了。说完，萧栋操控着寻宝尺又打下来4颗星辰。在打完最后1颗星辰后，寻宝尺上裂纹达到了极点，直接碎了，消失在星空中。东皇盼看到10件宝物全部落到萧栋手中，他毫不犹豫道：动手。他和小屋身形顿时消失，出现在神库之中。小子，快小心，那2个人来偷袭你了。听到段天涯的话，萧栋急忙防御，可惜他只有元婴巅峰的修为，锻造神体还没有完全磨合好，根本挡不住东皇盼2名化神巅峰的全力一击。锻造神族之地，谋害神子，神罚灭魂。突然，天空中降下一道灰白色的雷霆之力。东皇盼和小屋看向那道雷霆，眼中皆出现了骇色。神罚之雷，终者生死道消，快走！2人毫不犹豫，直接捏碎回城符，消失在原地。而神罚之雷向着他们出现的地方依旧劈了下去。江陵看到这一幕，仰头大笑起来：哈哈，这就是你们的解决办法。我还以为神罚之力会落在我头上，想借着神罚之雷就此劈断这通神道路，断了我去神库的路，哪那么容易？现在第一谜底解开，颠倒诀。江陵口中突然读出一段口诀，四周岩石壁上的纹路突然颠倒过来，一道紫黑色的能量出现。空间深处，一个满脸白色胡须的老者形象的灵魂体猛然睁眼。当初建造这神渊之地的神族里面，
也有使魔的奸细。怪不得那小子能在神怒空间使用遁术，原来只要默念颠倒诀就能忽略尽速神痕。就算你进入神库又如何呢？你只剩下1个时辰就要离开乱流秘境了，就算有摘星尺，又能摘多少宝物呢？繁星48000颗，让你取走上千颗又如何？轰隆！灰白色的神罚之雷和紫黑色的使魔一击正式撞上，空间晃动，有天崩地裂之势，一层层滔天气浪蔓延整个山谷。江陵迎风站立，头发肆意飞舞，周边皆是掉落的尸体，宛如一个灭世魔头般。神族，做好迎接我复仇的准备了吗？寻宝尺，给我去！江陵将手中仙气寻宝尺顺着通道扔向神库，在密密麻麻的繁星中，寻宝尺迅速找到了目标，轻轻一打，下一刻，宛如星辰坠落一般，一件宝物直接落入江陵手中。业火红莲之重，到手。江陵毫不犹豫，直接炼化，纳入火系元婴中培养游戏正式开始。话音落下，他直接放弃寻宝尺的控制，他已经没时间一个个打落，然后再接住了，而且他并没有打算这么干，他要上主苍穹，下焚地壳，岁日灭神。此时，灰白色的神罚之雷和紫黑色的使魔力量还在抗衡。巨浪之中，江陵猛然跺脚，下一刻，他脚下出现一道阵法，阵图天地大阵使用成功。阵图天地大阵，上古主位面核心阵图可构建天地大阵，攻防一体的最强位面护阵，可自行吸取万界溢散的能量，无需能量补给。这是上垒下施柔的奖励。此时被江陵拿出使用。就在这时，祭坛开始疯狂抖动，天地大阵开始疯狂吸收祭坛中的能量。深处灵魂状的老者满脸惊骇，天地大阵，这小子怎么可能有上古主位面的核心阵图？不，你不能碰那祭坛的能量，那是我神族复活的根本啊！快让神子阻止他！老者撕心裂肺地怒吼着。可还没叫醒萧洞，江陵就开始了下一步的操作。只见他甩出摘星尺，顺着通神之路直接飞向神库，飞到了那漫天星辰。我一定山河，尺落满星辰。下一刻，摘星尺疯狂变大，不断地击落每一个星辰。一时间，漫天流星。这就一世银河落9天的壮美吧。江陵毫不犹豫，直接取出逍遥神扇。去，给我接住这漫天的星河吧！扇子瞬间变大，遮天蔽日。天地大阵，给我起，去附着到逍遥神扇上去。吸收吧，疯狂的吸收吧！那神罚之雷，那使魔力量都吸收进去，那漫天神气，那无数残骸都吸收进去。下一刻，所有的东西都在涌向那扇子。这就是江陵改造方向。双面空间，承载万物，该我锻造了。江陵眼中火光一起，漫天煞气疯狂涌现，烈焰起双眸，煞威漫八方，星火起，天地燃。话音落下，那漫天的煞气全部化作火焰，整个天地仿佛都着火一般。林清雪眼中一亮，嘴中喃喃道：果真是上主苍穹，下焚地壳。这种威力，江陵已经凝聚出极品星火了。这才几天，他是怎么做到的？深处，那名老者灵魂直接癫狂了。身为锻造大家的他，瞬间就明白了，完了，那小子要用我们整个锻造神族炼器。他用天地做熔炉，以祭坛能量、神罚之雷和使魔力量做养料，最后再用融式功法烈焰焚天竺海诀煅烧。他要炼的器物是以天地大阵为基地，以逍遥神扇为容器，以那些尸骸为骨架，再以我们的4万神兵不断喂养。他要炼道器，不，他必须有道法、道规以及道义。他一个都没有，怎么可能炼成道器？难道他要炼禁忌魔器？也不对啊，哪有怨、怒、杀、戾4气？江陵仿佛能听到他说话一般。只见他嘴角微微上扬，淡淡道：这些你们可以给我提供啊。老者猛然惊醒，震怒道：你要干嘛？话音未落，天上的星辰已经全部落下，掉入逍遥神扇的白面。江陵手掌一翻，遮天蔽日的扇子同样翻转。我说过，我会将你等灵魂置入业火地狱，永受煎熬之苦。现在我要兑现诺言了。老者撕心裂肺的大吼道：神子，快醒来，快去阻止那魔头，他已经入魔。快击落天上的摘星尺，不要再让它变大了，他要撕裂整个天幕，毁了这方天地。你在接受神体传承时候答应过我了，要复活锻造神族，我们会供你吊钱100年。现在你要救下我等啊！那魔头要将我等炼入他的扇子中，永世接受业火焚烧。这时萧洞才从之前对神罚之雷的余波中苏醒，刚刚他是离得最近的，所以昏迷了一小会，一醒来便听到神族老者的话。
再看向要阻止之人，竟然是林慎之。慎之生性随和，乐于助人，他怎么可能会把生灵的灵魂炼化到扇子中呢？一定中间有什么误会，待我说开了就好了。想到这里，萧栋便闪身向江陵遁去。身为锻造神体，尽速神痕也就对他没用了，所以他也就能用遁术了。此时江陵屹立于祭坛中央，周身火焰环绕，那火焰上冲天宇，下漫地壳，充斥在整个山谷之中。炽热的气浪在整个山谷中滚滚翻涌。在江陵头顶是附着天地大阵的逍遥神扇，祭坛中存在万古的能量，以及神罚之力和使魔遗留能量，全部疯狂向他涌去。而那扇子宛如饕餮一般，疯狂地吞噬着漫天掉落的宝物，有仙器，有圣器，有9天至宝，甚至还有神器。每吞噬一件，它表面就会多一道流光溢色。这时天空中的所有星辰都被摘星尺击落，但它还在疯狂变大，仿佛要把天撑破。神子，你快点，千万别让他把天撑破。那老者的声音已经开始变得焦急万分。萧栋小心翼翼左挡右绕，不断加速赶向江陵。这小子疯了，这是要炼制禁忌魔器啊！他不怕魔气反噬吗？段天涯声音也在萧栋耳边响起。萧栋心道，魔气伤天害理，我必须阻止慎之。段天涯谨慎道，小子，你小心点，这火焰乃是上古火神龙氏本命绝学，你的锻造神体都不能抗衡，别惹怒那小子。没想到他真的会火神绝学，看样子当初他对那个杀手还是留手。萧栋深深看了眼此时凶威赫赫的江陵，对段天涯点点头，我会小心的。终于萧栋来到江陵10米之外，慎之手下留情，此处与我再造之恩，还请慎之高抬贵手。江陵悠悠睁开眼看向萧栋，他又抬头看向被摘星尺不断撑开的天宇。天道，这就是你不愿就此沉睡，苦苦支撑这一个时辰的原因，还想用鸿运齐天对付我，让我站在萧栋对立面，受到鸿运齐天反噬，真是不死心啊！这一次我对付的只会是神族，而等你沉睡后，我会慢慢收拾萧栋的。江陵收起嘴角的不屑，转而看向萧栋，露出标志性的微笑。叶兄，你可知道此地是何之地？江陵没有直接回答萧栋问题，而是转头问向萧栋。萧栋想也没想就回道，乃是锻造神族传承之地。江陵摇摇头，叶兄，你我都明白，这是神族留着的重生之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叶兄打算养虎为患？听到江陵的话，萧栋眉头微微一皱，这是他知道的。在他接受锻造神体传承的时候，神族长者已经和他说过这些，而且复活的关键则是他成仙后利用这方天地的法门将他们从时间长河中拉回来。只要自己复活他们，神族就承诺供他调遣100年。按照段天涯的说法，100年后他已经可以问圣了，神族要是碍事再灭了就可以了。萧栋深以为然，所以他毅然接受了传承。见萧栋沉默，深处的神族老者着急道，自古以来神族一直与人族秋毫无犯，甚至给人族提供修行功法，哪里来的异心？你别被那魔头带偏啊！灵魂中段天涯也道，小子，你的锻造神体还需要依靠神族遗留之力锻造成完全体，还是出手帮一下他们，如果后期能成功复活他们，你也能多一批强大的手下。闻言，萧栋深吸一口气，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慎之所言过了，神族留下功法供人族修行，人族以神明为贵，血脉以神级为最，武器更以神级为尊，两族互相扶持，何来慎之口中非我即你的关系？你也走过这祭坛，手中折扇成为神级极品，也是神族一则。神级极品已然是当世最强等级，何必铤而走险成就禁忌魔器？万一被反噬，反而得不偿失。听着萧栋劝告，江陵眼中出现了鄙夷之色。萧栋怎么说也是这方世界的主角，是什么让对方竟然如此厚颜无耻，说出这话？嘴上全是道义，心里装的全是自己的利益。真以为我是你的小弟了？我要为了你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真是可笑。接受着我给你的利益，关键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毫不犹豫站在自己的对面，不愧是你，天命人。可惜你现在身上还有鸿运齐天，不然我绝对趁着现在天道疲软直接弄死你。细翻整个寻宝，江陵从来没有对萧栋有过一丝坏念头，因为他知道有坏念头气运就会反噬他，然后天道就有机可乘了。详情可以参考死的不能再死的严12，以及差点被神罚的东皇判。这方世界第3大气运，江陵避因果，用规则同样也要敬畏气运。天道可利用气运，但不可操控和指定气运，所以他会选择气运之子，
成为他的代言人，也就是天命之子。面对萧栋的鸿运齐天，江陵不敢与之为敌，所以结拜，所以送书送机缘，只愿喝口汤。哪怕现在天道疲软，江陵依然要慎重。此刻他就在盯着自己，一旦自己做出错误选择，他就会立即利用气运布局弄死自己。现在来到新的对弈关键点了，只要江陵拒绝萧栋，就是要站在鸿运齐天的对立面。如果不拒绝，自己苦练一场就前功尽弃。可江陵丝毫不担心，只是再次转移话题。叶兄此行可是赚得盆满钵满，可记得道心誓言？闻言，萧栋脸上出现一丝别扭。当然，这10件宝物便是我的所得。江陵点点头，又笑着说道：叶兄最大的收获应该是那锻造神体，上锻神魂，下炼肉体，大成之后无坚不摧，那可是无价之宝啊。萧栋脸上出现一丝尴尬。确实如此，所以我选的宝物都是最有价值的。这9件给慎之，差不多刚刚好算我收获的一半。其中7件9天至宝和2件神器，确实能比上他锻造神体的价值了。至于为什么只取了2件神器，那因为萧栋手中只是极品灵器的寻宝尺罢了，2件已经是极限了。而萧栋只是自己留了一个9天至宝穿云帆，一个用于移动的防御类保命器具。这一次江陵丝毫没有客气，直接收下了那9件宝物。这是萧栋自己承诺的，此行本来就是江陵算计好的双赢操作。江陵掏了门票，让萧栋有机会进来。萧栋获得了锻造神体和2件9天至宝，还有染血战枪，让他底蕴大增。而江陵获得萧栋获得的其他9件宝物，完全合情合理。毕竟天下从来不会有免费的午餐，所以江陵丝毫没有畏惧鸿运齐天会反噬自己，这一切都情理之中。就在萧栋还在心疼的时候，神族老者突然说话：不好，他在转移话题，耗你时间，摘星尺要把天撑破了。萧栋猛然抬头，那尺子无限大了，仿佛要把天地都要撑爆掉。不是仿佛，是这乱流秘境的天地真的盛不下那摘星尺了。萧栋急忙开口道：慎之，万物有灵，就高抬贵手吧。发现了吗？已经晚了，现在神族那些遗留灵魂想自爆都来不及了。既然如此，那就摊牌吧。江陵笑着问道：叶兄，真的要阻我？萧栋手握长枪，挺身而出：慎之，魔气伤天害理，请你停下。这一刻空气凝结，萧栋已经蓄势待发，想要打落空中的摘星尺。他已经完全忘了前面江陵对他的恩泽以及过往的承诺，他满脑子只有一个信念，不能让魔气诞生，神族不能灭。江陵没有回答他，只是看向林清雪，叫了声：二姐，到你了。林清雪嘴巴一撇，好戏还没看过瘾呢，就要自己拆戏台了。他还是直接取出江陵给他的回城符，在所有人的目光中捏碎了回城符。叶兄，出去注意安全。江陵低沉的声音响起。萧栋顿感不妙，糟了，是我的回城符，忘了，完全忘了，当初自己的回城符甚至没有给自己。甚至不要执迷不悟啊，魔气误人啊。可回应他的是一道流光，带他离开了这里。江陵嘴角的笑容彻底消失，碍眼的家伙终于消失了，该收拾你们了。摘星尺，给我破！声音落下，遮天的尺子突然放出剧烈的白光，冲破那漆黑的夜空，宛如一张黑纸被撕碎。黑幕碎裂之后，出现一颗刺眼的光球，宛如烈日当空。星星为什么会亮？一定是有太阳的光辉洒到他的身上。没错，这就是这个秘境的太阳，由数万神族魂魄聚集而成，光芒四射，不可直视。江陵眼中凶威浩荡，我说过的，我会让你们堕入业火地狱，现在我要做了。这时光球中的上万灵魂皆已苏醒，纷纷道：阁下饶命，我等神族愿意为阁下效力100年，不，永世做牛做马。江陵嘴角一翘，好啊，那就立下誓言吧，我就放过你们。中心老者眼中金光一闪，咬牙道：阁下所言为真。江陵笑道：你也可以选择不信。下一刻，摘星尺瞬间化作一把长剑大小，直直射向光球。我信，我等神族以命魂起誓，愿以世代奉阁下为主，永世不得背叛，不得拥有二心。我等神族以命魂起誓，愿以世代奉阁下为主，永世不得背叛，不得拥有二心。我等神族，光球中上万铸造神族皆跪地起誓，哪怕前面那威风凛凛的老者。看到这一幕，江陵仰头大笑：你们的忠诚我收下了，现在我同意放了你们。真的？太好了。是啊，我们又有复活的机会，不至于空等4万年。就在神族兴致冲冲时，江陵悠悠道：
但我要让你们去以魂去铸造我的魔器。闻言，所有神族满脸愤怒，纷纷站起身，或是怒骂，或是嘶吼，皆在指责江陵的无耻。可惜江陵没给他们抱怨时间，迎接他们的是他们曾经最辉煌的杰作，象征着锻造神族无上权威的摘星尺。一尺过，烈日碎。这些曾经屹立于上古的大人物，就这样被一个元婴期的修士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哪怕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还拥有曾经1%的实力，江陵都只能连滚带爬的跑路。可这就是规则，天地规则，死了就是死了。修为散尽，苟活求生。要想跨越规则，就要用更高级的规则，或者创造新的规则。烈日碎裂，无数灵魂落入山谷。江陵翻转头顶之扇，用黑面开始吸收那数万灵魂。孽畜，你敢！小子，我诅咒你不得好死！混蛋，毁我神族复生希望！我要你死啊！灵魂疯狂呐喊，仿佛要将江陵碎尸万段。可惜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力量。江陵眼中一定，冷声道：上主苍穹，下焚地壳，岁日灭神。以天地大阵为基，以上古神躯为骨架，正面化天地道兵，背面纳无尽幽魂。无形邪扇，给我成！空间中所有能量不要命的涌向江陵头顶的扇子中。轰！强大气浪直接炸裂山谷。空间正中央，一道黑白折扇悬浮于世。无形邪扇，居无定形，一神一魔，一面天，一面地。天为白面，地为黑面。白面为灵之窍宇，纳尽天下神兵，使得此扇可化为万千兵刃，演化无穷妙法。黑面为兽之地狱，吞尽神魔妖兽之魂，以业火焚烧，使得怨气滔天，用作鬼法魔功。此扇还保留了天地大阵属性，自行吸取储存万界逸散的能量，可用来自行修复或者自行改善结构，达到无时无刻最适应江陵的状态。自此，专属江陵的禁忌魔器无形魔扇成。黑元城集市深处，刻有通往乱流秘境空间法阵的后院突然爆裂，商铺老板急忙跑来，看到爆炸的法阵，浑身颤抖。完了完了，神族遗藏出事了！来人，快快快，把消息给殿下送过去！可他还没安排完，整个城市开始地动山摇，10年一度的兽潮降临了。商铺老板满头汗珠，神情开始慌张。老板，镇元军封城了，还布置了隔绝大阵，消息根本传不出去啊！快把我们店门口的记录水晶取回来，我们走另一道空间阵。乱了，殿下的布局彻底乱了。就在这时，一个粗犷的声音响起：没必要折腾了，老板，我家少主说这里的一切都要消失，哪怕是一只苍蝇。那店铺老板急忙转头看向说话，一个粗犷的男子身后跟着2个黑衣人。你是何人？这是我的店铺，赶紧给我滚出去！江六的方形脸上露出一道残酷的笑容。我是来要你命的人。说完，他一挥手，身后的2个黑衣人直接冲上去，雨声、刀兵声、惨叫声混杂在一起，很快只剩下了淅沥沥的雨声。2名黑衣人很快又回到江六身后。少主说这里要彻底消失，仿佛什么都没有出现过一样，你们懂吗？黑衣人皆弯腰应道：属下明白。江六满意地点点头。你们跟了少主这么多年，应该知道他不喜欢看热闹的人。黑衣人道：六执事放心，所有听到声的人都会消失在这个世界。江六笑道：不错，记得是从爆炸声开始。弄完这些，领上一笔资源，去西海秘境修行吧。黑衣人皆弯下腰，兴奋道：谢六执事，谢六执事。江六摇摇头：是谢少主。夏国京都6扇门大院正中央林立的3道最高的石柱突然亮起最左边的，一边瞌睡的守傍人猛然惊醒，是武器榜，又有新的高阶武器被锻造出来了，不知道又是哪个锻造大家的成果。光芒散去了，让我看看。武器榜第146位9天至宝燃血战枪，竟然是9天至宝，好厉害！不对，还有光芒，竟然连续出了2件巅峰武器。6扇门中，这个石柱乃是天地锻造榜，它连接着监察9州世界的无上至宝山河图，所有在9州世界锻造而成的宝物都会被它记录。当然，不是在9州世界诞生的，或者是上古遗留的，就不会在榜单上出现。比如萧洞获得穿云帆，以及江陵获得的那9件法宝。光芒散去了，是排名第14，摘星尺。什么？上古神族的无上至宝被人重炼出来了？不行，我要赶紧回报给门主。什么？还有光芒？这一次，巨大的光芒冲天而起，光芒照耀整个京都，宛如第2道太阳一般。9州神器榜第1名，禁忌魔器无形邪扇。完了，魔器问世了。
天下又要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了。京都皇宫，皇帝龙之阳躺在龙椅上，闭着眼休息。一个太监站在他的身后，低声道：“陛下，魔气降临，还是排名第一，您又要费心了。”龙之阳摇摇头：“还没影响到江山社稷，朕不用操心，先让道天宗看看情况吧。”太监疑惑道：“陛下，为什么要把镇魔使的位置留出这么久的时间？现在天下各处都开始有魔道的身影了。”龙之阳嘴角微微上扬：“以前我一直没想好用谁，毕竟这个位置权力太特殊了，谁拿上去都会影响格局。对了，江陵出去几天了？”太监道：“江家那个纨绔大少江陵，他已经去黑元城6天了。”龙之阳望向道：“受朝的时候过去，那小家伙有点意思。”太监低声道：“陛下，我听闻江陵和太子殿下不太对付，好像还有些矛盾。”龙之阳面无表情思考了一会儿，随即淡淡道：“有着司马家的扶持，如果他还摆不平江陵，皇位给老三也不是不行。”太监疑惑道：“可燕王的血脉？”龙之阳摇摇头：“青龙老祖要陨落了，他的龙元完全够提升老三资质的，所以龙战那小子最好别让我失望。”陛下有废除的心。太监瞳孔一缩，不敢再接话。半晌之后，龙之阳仿佛想起什么，继续开口道：“你看看你，老是岔开朕的话题。江陵那小子不错，有脑子，有天赋，知分寸，朕很欣赏他。”太监疑惑道：“就是因为一个万香丹？陛下，他隐瞒实力那么久，肯定居心叵测。”龙之阳反问道：“一个万香丹不够吗？还有啊，你们一直说他隐藏实力云云的，他有隐藏过吗？”龙之阳这一问，那太监愣了一秒，恍然反应过来：“对啊，江陵明面的实力就是元婴期啊，只是用什么手段连胜2个小级，成为后期而已。大家族哪个没有这种手段？何况江陵还是地级下品的血脉，太正常了。江家一直在外，都是把他的战力扩大4-5倍的宣传。要是藏拙，那也应该是江陵的亲弟弟江宇。内部消息说他应该已经化神了。这几天江陵的消息，唯独让人意外的是，恐怕只是一个太古毒经罢了。众人没想到一个纨绔竟然能把太古毒经领悟得这么透彻而已。强大的落差让这个事情太有戏剧性了。这个最多算是底牌吧，在如今修真界，哪个修士没点底牌呢？如果真是有心藏拙，不过是万花亭中一些绝技的花罢了，江家赔上些东西就行，不至于就把自己辛辛苦苦藏了这么多年的东西直接暴露出来。而且出事当时他完全没想隐瞒，处理得落落大方，把自己的身份摆得很正。太监越想越发现江陵那子的心思细腻。龙之阳睁开眼看向呆滞的太监，笑道：“想通了。”那太监急忙回神，连连点头：“还是陛下英明神武，洞察人心。”闻言，龙之阳嘴角笑意渐渐消失，眼中闪过阴狠的寒光。我就喜欢这种清楚自己身份的真聪明人，而不是自作聪明的玩火人。比如司马家，再比如萧家那些旧部。黑元城外，江陵将手中折扇一甩，便化作一件白袍出现在自己身上。“你真不怕这魔气反噬啊？”林清雪走上前，有些担忧道。江陵摇摇头：“不会的，这并不是魔气，它正面是道，背面是魔，有天地大阵阴阳调和，何来反噬？”林清雪疑惑道：“少骗我，哪里来的道？”江陵笑道：“神族上百件神器，里面各种道义已经完全融进去了。”林清雪又疑问道：“那道法和道规呢？”江陵笑着摇头：“道法、道规，用不着。我的东西，我的法，我的规就够了。”江陵说得很随意，但其中的语气是浓浓的霸道。想到乱流秘境中的江陵，林清雪不由得又是一阵神往。他不是嘴上说说，他就是这么做的。乱流秘境最后时刻的江陵，确实是有狂的资本，以凡人之躯炼神族，化魔扇，真是赫赫凶威。哼，别以为你巧舌如簧，一旦我发现你用魔扇为非作歹，我绝不会手下留情，为人族铲除你这个祸害。江陵没接他的话，递过去一个石块形状的东西。林清雪疑惑道：“什么东西？给我，拿这个让我闭嘴。”江陵点点头：“9天至宝点金石。”林清雪嘴角一撇：“9件宝物，你就给我一个破石头，最起码也给个神器啊。”江陵回道：“那2件神器只有神力才能使用，放你那里没用。”林清雪没好气道：“你就能用了？”江陵点点头：“我的无形善意吞，那就是我说的算了。”林清雪咬牙道：“哼，神器什么？小心我给你抢走。”江陵笑道：“没用的，这把扇子的核心就是我，没有我，天道都碰不了这扇子。
这个石头，它的价值对于你来说，价值远远超过一件神器。林清雪接过石头，疑惑道：“有你说的这么玄乎？”江林道：“我本来想送二姐一把仙剑，可想想你的剑肯定是本命器，心意贯通，肯定也不会换，就忍痛割爱，把这块石头送你，当你的魔剑石。”林清雪不解：“魔剑石？”江林点头道：“当你把它耗尽时，你的剑也就是神器了。”林清雪眼中金光一闪：“真的假的？”江林伸出手：“不信，你还我。”林清雪直接收入戒指中：“凭什么还你？我也动手了，帮你出力送走了那个叶断江。话说那人不过就是一个原因，以你的实力，至于那么惯着他吗？这不像你的风格。”江林也不隐瞒，有点怕他，主要还是怕他的气运，不想这么快就对上气运这个天堑。林清雪眉头一皱，若有所思一会儿后，点头认同道：“确实，随便挑个古籍就选出个办不到法。万年来没有人找到秘藏，他一去就直接找到了，确实气运有点逆天了。怪不得你这么是好那小子，就是利用人家气运找宝藏。”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一批妖兽和守城的人厮打在一起。这一批妖兽极其强悍，人族不断有人受伤殒命。林清雪眼中凶光一闪，手已经按在长剑之上。江林笑着摇摇头，拉着林清雪的衣袖，向着黑原森林走去。接下来我去调查秘境的事，你去收拾煞纹幽阳蟒。这黑原城的受潮与你我无关，你还是别出手了。林清雪满脸不忍，同为人族，还是守护人族边境的英雄，怎可袖手旁观？江林停下脚步，淡淡道：“如果我说这是个局，专门吞高阶修士的局，你还出手吗？”林清雪一仰头，不服气道：“你忘了我是谁？我是九州第一剑，在九州能困住我的局可不多。”江林失笑道：“在局外时清醒无比，深入局内却看不透，想不清。酒馆中我击杀黑云峰李豹子前，你劝我不要多管闲事，现在到你了。作为回报，我告诉你了，这是一个局，一个你也承担不起的因果局，可怜谁就要承担谁的因果。如果你要出手，就要做好心理准备，别忘了西华林家是怎么被灭的。”说完，江林松开林清雪，独自走向黑原森林。林清雪深吸一口气，看向不断倒下的人族修士，他眼前又闪现出贫民区的那对母女，以及那血色的林家大院。他手一松，头也不回地追向江林。他自诩实力藐视那些妖兽，只需要一剑，妖兽便有来无回，那些人族就绝对不会死。可他却不敢陷入因果，天地之下，因果最大，修真者需要避因果，保本心。听到疾驰儿的风声，江林嘴角微微上扬。36计，攻心未上。这一局他不愿让林清雪出手，他要让事情按照原剧情走下去，这样他的先知优势才是优势，这样他后面的布局才有用。任何一点出错，就容易让他白白布局一场。至于一点人吗？死了就死了吧，我不是救世主，我可是反派，和我有什么关系？没有落井下石，已经是我最大的仁慈了。在江林离开后半个时辰，原地出现了50名黑衣人，其中领头的是一个2米的壮汉。这时他身后的黑衣人说道：“西将军，我感受到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丝气息，但很奇怪，只出现了片刻就立刻消失了。”西将军眉头紧皱，沉吟道：“公主说她标记了2个人，一个是气运之子，一个是宝藏之人。公主带着那100名元婴去拦截那带有宝藏的家伙，让我来阻截气运之子。我来时，妖皇和我说秘藏无所谓，但人族气运之子必须死。这次连妖族无上至宝，索性灭魂钩都让我带来了。可现在为什么标记只出现一下？”就在这时，他身后一个瘦弱身形的黑衣人开口道：“西将军，我刚刚联系了公主，她也不知道，应该是那气运之子发现了什么，把气息遮蔽了。公主还说，那气息在7天之日不可能会被抹去，大成修士也不行。她让您想想办法，逼出气运之子。”西将军脸上闪过一丝厌恶，不耐烦道：“气运之子果然难缠，我已经在这些位置只派不少妖兽屠杀人族，那人族气运之子愣是没有冒个头，和乌龟一样。黑犬给追溯气息。”只见他身后一个黑衣人眼中红光闪动，鼻子前出现一股股玄妙的气流。5分钟、10分钟，直到15分钟。突然，那黑衣人七窍流血。“将军，西方40公里。”说完，黑衣人气息全无，死的不能再死了，是反噬而死。黑犬乃是化神中期的修士，千里追踪乃是他的化神神通，竟然被对方直接反噬而死。闻言，西将军道：“看样子对方身上是有件极强的防御法宝，我们小心点。”随即他看向西方，疑惑道：“现在受潮正是危机时期，
那人族气运之子不守护城门，反而深入黑原森林，他是想干嘛？迟则生变，我们快点过去，以防对方再度变换位置。黑原森林内，江林身上的白袍突然发出一道微光。哦，有人在找我吗？是赵羽凡，还是妖族？我端了赵羽凡在黑原城的老巢，他应该还定位不了我，那就只剩下妖族了。不去对付萧洞，来找我干嘛？难道萧洞已经被他们抓了？供出东西都在我手里？不至于，虽然天道沉睡了，但萧洞身上还有2个时辰的鸿运齐天，他们只会被反噬。江林思索片刻，便知道了。看样子，那个东皇判也标记自己的气息，但自己有着神族的五光神袍，这神器的反噬可不小哦。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林清雪看着江林站在原地思考，不禁张口问道。话说，你的小妾和丫鬟出事了？江林摇摇头道，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到了黑原城了。林清雪道，你可真有手段，连隔绝大阵都阻挡不了你。江林道，是江家的手段，我可是江家大少，没点保命手段，说不过去吧？林清雪没好气道，你就舍得让他们回黑原城休息？这旅途那么劳累，不好好伺候你一下？江林深深吸了口气，双手一摊，故作无奈道，二姐，你以为我不想？一个重伤濒死，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跟着我就是拖后腿的。林清雪眼睛一白，哼，算你小子还知道点分寸。江林手中一边把玩着秘境获得的摘星尺，一边靠近林清雪，邪笑道，其实我这主要是想和二姐多一些独处时间。瞬间，林清雪宛如被刺激的小猫，连连退后好几步。江林，你离我那么近干嘛？你想死啊？下一刻，江林直接手中摘星尺甩出去，一把搂住林清雪，消失在原地。臭小子，找死！林清雪话音未落，二人刚刚所在之地突然出现巨大的爆炸。敌人！林清雪急忙挣开江林的怀抱，眼神慌乱的四处张望，脸上还残存着微红。江林看着摘星尺飞向的方向，眼中出现了一道厌恶。他最讨厌空间系的修士，无论人族还是妖族，只要扯上空间系，就没有一个讲道理的。连林清雪这样合体巅峰的修士都没办法第一时间察觉到 bug， 纯纯的设定 bug。这尼玛血脉天赋也太重要了。砰！100米外，一个壮汉举起盾牌，硬生生扛下了摘星尺。摘星尺，顶级神器，横扫整个锻造神族，无敌手。但那更多的原因是摘星尺是锻造神族的圣物。锻造最初的规则就是用来惩戒和奖赏锻造神族的，所以锻造神族任何手段都扛不住。但如果对象不是锻造神族，那就它是一把锋利的神剑，还要看掌控者的实力才决定它的威力。但依旧是神剑，能抵挡神剑的绝非凡子。看清来人，江林瞳孔一缩，西来，未来最顶级的妖将，追随萧洞征战魔窟世界的极先锋，妖族除东皇判外唯一一个靠自身成为妖仙的。他现在应该是炼虚期高手。这次妖族好大的手笔啊，竟然连炼虚期修士都派出来了。按理来说，林清雪应该松松杀掉他，但我怎么有些心慌？哪里出了问题？江林眉头紧皱，手臂一挥，摘星尺，给我回来！见江林收回摘星尺，对面的壮汉西来放下手中的盾牌。妖将西来见过人族气运之子。2米壮汉单手举盾，右手握锤，身后站着9名黑衣人。江林瞳孔紧缩，眼中出现了浓浓的忌惮。他想过妖族会派出高级战力，但他想林清雪在这应该没问题，就没有第一时间跑路。可他没想到这么离谱，1名炼虚，9名化神，对面竟然称呼自己为气运之子，这绝对有误会。不是萧洞，他根本不知道气运之子这回事，那段天涯更不可能现在告诉他。那就是东皇判那个妖族公主，连这个都能判断错，身旁还带着一个稀有种族巫秘术，这还错，真是个废物。看来对方就是来灭掉人族气运之子的，而目标变成了自己。鸿运齐天的效果真是离谱，自己这就成了萧洞的替死鬼了。这时林清雪握紧剑柄，已经准备出手了。准备撤，打不过。林清雪突然转头看向江林，表情一副你在逗我。我堂堂合体期巅峰修士，在妖域连斩10名合体期妖将，你告诉我这几个烂鱼臭虾我打不过？不用看来眼珠子瞪出来也打不过，不用看来眼珠子瞪出来也打不过。江林的语气极其坚定，丝毫不像开玩笑。林清雪悠悠道，你不知道我去妖域吗？江林却反问道，你听说过大闹天宫的故事吗？林清雪一愣，摇摇头，没听过。江林心道，听过就怪了，一个猴子靠着自己通天的本事打上神界，搅得神界大乱，
但最后却被一个护卫带着36个小兵挡下片刻。知道为什么吗？林清雪摇摇头，不知道。江陵冷冷道：这个世界实力不仅仅只是修为神通，还有很多。林清雪眉头紧皱，什么？江陵坚定道：比如阵法。你想知道那猴子最后怎么了吗？林清雪道：怎么了？江陵悠悠道：被拦住片刻后，一个大人物用了大手段把那猴子关了500年。林清雪冷声道：能关我500年的大人物还没现世呢。江陵道：如果大人物换成宝物呢？林清雪还想反驳，但江陵声音重了1分道：妖族至宝呢？说完，远处的西来鼓掌道：好故事，好眼光。如果小妖没看错，这位应该是人族执剑人林清雪，曾有幸在您前往妖域时远远见过您的尊容，没想到这次来见人族气运之子，有幸再次见到您，想和您讨教2招，不知可否？林清雪握着长剑，随时都想冲上去，但江陵的眼神死死压住了他心中的冲动。西华林家，林慎之向西将军问好。江陵不断把玩着手中摘星尺，眼睛死死盯着2米壮汉。西来冷冷道：阁下就不要想逃了，我身后有4名空间修士，你逃不掉的。江陵笑道：西将军，我说我要逃了吗？西来冷哼道：那就好，我们手底下见真章。说完，他身后9妖瞬间消失，下一刻他们便出现在江陵和林清雪周边，围成一个特殊阵法。好精妙的妖族战阵！林清雪眼中出现了一丝惊讶，这战阵内的气流竟然是合体之威，9个化神竟然有这等手段，怪不得江陵说打不过。以这个阵法，加上那领头的人还不好说。江陵手中摘星尺，直指苍天，朗声道：翻云覆手，毒火漫天。这一刻，天地间突然云雾翻腾，暴雨落下。西来眼中冷光一闪，不就是毒火吗？这点手段我还是不怕的。变阵，魂斗阵。说完，他鼻子上出现一根尖骨，飘出一缕缕白气。江陵眼中一亮，毫不犹豫，直接抓起林清雪。感谢西将军相送，我们来日再见。千军盾。下一刻，他和林清雪的身影消失在白气之中。西来眼中突然清明，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竟然对着江陵2人释放了魂斗真气。魂斗真气可变化天地8大方位，乃是变阵最好用的真气。在变阵时，免疫外来一切负面影响，比如毒素。我刚刚什么时候中了他的幻毒？他不说不跑的吗？人族就是奸诈，我看你能逃到哪里？100公里外，江陵抱着林清雪的身形出现在一处悬崖边。你怎么做到的？那大块头为啥对着你释放那助力真气？江陵挥了挥手中的摘星尺。我可是毒系血脉，摘星尺也是毒系血脉的本命神器，用毒才是我的看家本领。林清雪瞬间明悟，一开始挥出摘星尺的时候，你就已经下毒了。当然，你以为我在那瞎扯浪费时间干嘛？我在等毒素发酵，他在那装逼，活该。江陵想想最后那大块头，满脸不可思议，想想就痛快。这时林清雪沉吟道：那几妖不简单啊，配合起来行云流水，毫无破绽。那战阵也是极其恐怖，能竟然有合体之威。如果妖族量产这样的模式，恐怕轮回战场就能所向无敌了。江陵摇摇头，那几个妖修单独拿出，我都有机会单杀他们。这一切全部都是因为那个西来，以他的实力，现在只能维持10妖的阵法，而且那10妖也只是化神期，再高他也驾驭不了。此妖乃是太元魂斗系的道成妖，他的犀牛角乃是天生的阵眼，可演化千百套阵法，每套都会比原来的提升10倍威力。如果我们被那魂斗阵困住，就不好搞了。那大憨憨身上肯定还有功法类之宝。林清雪点点头，深感认同。果然啊，修行一途哪有绝对安全？如果江陵不介绍，自己这次绝对要栽大跟头。话说他怎么知道那么多？感觉他什么事都知道一样。林清雪想到了什么，开口道：我们赶紧走吧，万一他们再追上来就不好了。江陵道：如果不太背，应该不会了。林清雪疑惑道：他们很精准找到了我们，现在为什么不会呢？江陵道：因为负责追踪的妖已经死了，死在我的五光神袍下了，但就怕万一。突然悬崖开始剧烈晃动，江陵眼中一冷，好像有点背，万一来了。悬崖之下，一只巨蟒迎向太阳，冲天而起。只见他周身黑气环绕，头顶肉冠不断吸收天地精华，身上开始出现耀眼的鳞片。煞纹幽阳蟒要化焦，林清雪眼中瞳孔一缩，煞纹幽阳蟒是他此行的目标。黑原森林
原来是人族最大内战百朝争夺战的主战场。在这里死了接近上千万修真者，上亿平民。后来轩辕问天使用大造化之术移山填海，把这里改造成如今看到的黑原森林。时隔5000年，这黑原森林地下依旧会不断涌出煞气，以防这里形成煞气绝地，道宗在此处豢养了一只吸煞的极品阳蛇，专门负责吸收地下的煞气，然后到天宗会每隔10年派门内长老前来斩去阳蛇身上的煞纹。虽然每次都会把阳蛇身上的煞气斩得一干二净，但是近千年来，这阳蛇的底蕴越来越夸张，已演变成了阳蟒，实力已经到了炼虚巅峰，还出现了一个很霸道的名字——煞纹幽阳蟒。300年前，道天宗已经有人提议杀死该蛇，以防出现变数。结果每次前来，那蛇感知到杀意后，立马遁入地下，不见踪迹。只是长老只好守株待兔，费尽好些气力，只得勉强斩去该蛇的煞气。至于杀死它，已经极其不容易了。所以这次斩煞的任务交给了林清雪。林清雪和煞纹幽阳蟒都是火系，这样感知起来会更加准确。道天宗的意思是，如果有机会直接斩杀他，以防他晋升合体境的蛟龙成为一大祸害。现在屋漏偏逢连夜雨，身后是杀意冲冲的西来妖将，眼前是即将晋升合体境的煞纹幽阳蟒。林清雪眼中出现了少有的慌乱。江林，你说该怎么办？煞纹幽阳蟒一旦成就合体，我对上他优势就不大了，因为这里是他的地盘，他能调动地下的煞气，那玩意儿不好搞。我们要不撤？江林看着腾飞而起的阳蟒，脸色变得极其冰冷。撤不掉了，这个煞纹幽阳蟒和妖族一伙的，已经和那个西来通风报信了。刚到那几个人已经到了。就在这时，西来厚重的声音响起：不愧人族气运之子，分析的不错，可惜没有奖励。敢算计我，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生命的代价。江林脑中思绪不断旋转，他在思考解决办法。我就想敷衍一下自己此行道门任务，怎么就发生了这种事？不好搞，真不好搞。求援完全来不及了。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消耗西来的妖元，直到那9人配合出现问题，逐个击破。毕竟现在最高战力还是在我方，一旦阳蟒化蛟，形势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双方都有合体期了，自己就会被动起来。虽然林清雪是合体巅峰，但这里是煞纹幽阳蟒的主战场，战力就基本抹平了。但对面的战阵太 bug 了，还有太多空间系的妖修，自己应付不了，迟早会输。最要命的是，那西来绝对还有致命宝物，随时等着关键时刻来上那么一下不行，太被动了，绝不能让阳蟒化蛟。二姐，我来拦住这些人，你把煞纹幽阳蟒斩了，绝不能让他化蛟。江林声音冷酷，已经做好大战的准备。林清雪气质一变，直接瞬间化作9天仙子，最强形态人族直见人，清雪剑客上线。他没有任何质疑，只是冷冷道：能撑多久？到死。说完，没等林清雪回答，江林已经率先冲了出去。摘星尺，给我破开他的盾。西来眼睛一亮，赞扬道：好气魄，以元婴正面抗炼虚，你是第一个，我就送你一个体面的死法。9位结阵速杀。9妖瞬间站位，死死围住江林，开始层出不穷的释放各种攻击杀招，全部打在江林身上。江林身上白袍瞬间光芒四射，免疫大半伤害，剩下的江林也不管，任由那些伤害打到自己身上。一瞬间他身上伤痕遍布，但下一瞬间他身上火光一转，又再一次完好如初。火凤涅槃诀，火之不灭，生之永存。他的摘星尺依旧锁定着2米外的西来。小绝天剑法，天级极品剑法，在黑云城古籍区所学，蹭萧洞的鸿运齐天来的。西来高举盾牌，手中铁锤迎向摘星尺。就在这时，江林眼中金光一闪，千钧盾。下一刻，摘星尺突然消失不见，出现9妖之一背后。江林的盾法已经大成，甚至可以操作武器使用盾法，可以说奥妙无穷。西来鼻子一哼，鼻尖骨刺瞬间释放剧烈金光，固若金汤，顶级神器摘星尺硬生生被挡在金光之外。江林眼中闪过一丝不甘，这一局不是神器没用，是他的修为根本发挥不出来摘星尺的威力。原因就是原因，之前的江林太嚣张，只是用的旁门左道，唯有实力才是大道。当正面实力足够强的时候，他那些旁门左道就失效了。这时西来声道：你们先拖住他，我去助阳蟒化蛟。江林冷声道：我说过了，想过去要先让我死。西来不屑道：你自身难保还那么嚣张，我看你拿什么拦我。
说完，西来向着阳蟒化礁的方向冲去，江陵直接撞向九妖之一，翻云覆手，云雾之间，一只大手向着那妖捏去。在云雾出现瞬间，战阵的联系弱了一分。西来眼中金光一闪，这绝对是仙法招数，想用这种简单手段拦住我，做梦！身外身，一道分身出现，鼻尖的骨刺释放出了同样的光芒，瞬间控住了场。西来不再犹豫，向着阳蟒化礁的悬崖奔去。江陵眼中金光一闪，脚下突然出现一道六芒星法阵。谁说只有你们有法阵的？江家至宝屠灭大阵，合体之下皆是蝼蚁。以江陵为中心，一道方圆100米的上下大阵笼罩住西来和那九妖屠灭。江陵手握阵心，释放一道道气浪，众妖脚下本来完整的图片瞬间破灭，而上面的众妖宛如身体要被撕裂一般，急忙护卫自身。哪怕一旁的西来也不禁开启护体。我说了，谁也走不掉。西来脸上狂怒不止，小子，这是你逼我，本来想最后收拾你，现在我先拿下你，让我看看你那白袍能撑多久，你那恢复术能撑多久，还有你这大阵能撑多久。屠戮大阵，给我结阵。西来鼻尖的骨刺突然释放红色光芒，只见那九妖眼中突然出现红光，一道道血气围在江陵周围。突然绞杀之感席卷江陵全身，强大的痛意席卷他的大脑。清净诀，清净诀，一遍遍清净诀才让江陵勉强维持理智。妹妹的，这样不行，迟早脑袋先炸掉。他一边维持着屠灭大阵，一边念叨着清净诀维持思维。不行，必须打断屠戮大阵。他单手维持屠灭大阵，另一只手突然取出一枚道符，释放一道漆黑的光芒。没错，是江之意送他的极品道符，里面有着3道毁天灭地的攻击，足以斩杀合体初期的修士。这本来是为了在乱流秘境斩杀些妖王的。西来看到那渗人的光芒，立马取出厚重的盾牌，调动全力挡了上去。轰！西来连退数步，手中盾牌出现道道裂痕，就连他的嘴角都出现了血迹。好恐怖的威能，这绝对是合体修士的攻击，不愧人族之子，底牌真多。不能心急，先磨掉他的白袍。本想留着妖气对付那个人族执剑人，看样子不现实了。在这一个瞬间，江陵也没闲着，调动摘心尺刺向了一个妖将。刺了，白光飞过，在那妖将手臂留下一道紫黑色的伤口。西来见此一幕，急忙道：治疗魂斗阵。下一刻，他直接手举重锤向着江陵劈去。西来，正式下场，屠灭，屠灭，移形换影。江陵利用屠灭大阵疯狂移动进攻。另一边，林清雪宛如白衣修罗一般，一剑剑斩去阳蟒周身的护持手段。妖族布局100年的手段，在林清雪的一剑剑下宛如一张白纸。此刻煞纹幽阳蟒已经只剩下最后一道紫府防护。万剑归宗，给我破！空中浮现万道剑影，纷纷涌向那道紫色光幕。咔嚓，裂痕出现，顷刻间紫色光幕化作尘埃消失。此时煞纹幽阳蟒已经到了最关键时刻，头顶的肉球已经浮现了龙角的虚影。烈焰焚天逐海诀，给我死吧！天地间涌出一股股滔天烈焰，嘶嘶，正在化礁的阳蟒在烈焰中发出尖锐的嘶鸣声。他没办法出手，一旦出手，化礁将前功尽弃，甚至会出现反噬。渐渐的，阳蟒气息开始出现混乱，眼中出现猩红色的怒火。林清雪眼中金光一闪，他破防了，动手！化剑斩。林清雪调动全身真气，汇聚在一把素白之剑，向着阳蟒斩去。就在这时，意外突然出现，一道蓝色身影从深渊之底如闪电般涌出，向着林清雪直直冲去。是一头蛟龙，合体境巅峰，寒冰蓝鹰蛟，还有妖皇赐予的无上至宝冰妖寒气。此刻林清雪已经来不及回防，只能继续斩向阳蟒。轰！巨大爆炸声响彻整个黑原森林，烟尘漫天。江陵急忙望去，什么情况？还有一只蛟龙。黑原森林另一端，萧栋正在躲避东皇叛和100名元婴的追杀，他驾驶着穿云帆急速飞奔。小子，快停下，前面要撞着悬崖了！段天涯的话音还没落下，萧栋哐一下撞在悬崖壁上，扑通，悬崖壁竟然没挡住他，让他掉进了一个空洞中。小子，你这运气太逆天了，这里应该就是储存那个秘境石的地方。萧栋看着空旷的洞口，眼中金光狂闪。真的？老头子，你快告诉我在哪？家主那些人应该快急死了。段天涯摇摇头，世事已经过了数千年，我早已经记不得了。当初前来此地，也只是偶然看到一眼，
上面还盘踞一条长蛇。只可惜我当时身受重伤，不然真会去凑近看看。萧栋小心翼翼地走向洞穴深处，通过一条宽阔的长通道，萧栋来到一个豁然开朗的大空间。空间内里面布满了各式各样的灵石作为点缀，在空间中央是一块巨大的石头，旁边还放着一层层蛇蜕。傻小子，就是那个！萧栋兴奋道：“好大啊，这是我见过最大的秘境之石了，里面的空间恐怕要有一线之大吧？”段天涯鄙夷道：“瞧你那点出息，通过色泽大小来看，最少有半周之底。”萧栋震惊道：“真的假的？如果真是这样，萧家的底蕴将会提升一个大等级。”段天涯继续道：“你看这块巨石之上都是啃食的痕迹，应该是被那条巨蛇啃食的。如果没啃食前，说不定有1周之底。”萧栋神往道：“要是我早点来就好了。”段天涯没好气道：“早点来喂长蛇，别异想天开了，赶快用方寸袋装起来。”萧栋好奇道：“不能用混沌珠？”段天涯直接道：“秘境放进去会被直接融化，增加混沌珠内部的面积的。如果你不打算给萧家，倒是可以放进去。”萧栋摇摇头，取出方寸袋，把眼前的巨石放了进去。这巨石好重啊！方寸袋将大型物品缩小到方寸之间，只改变大小，不改变重量。这是大部分修士使用的储物袋。收起方寸袋，萧栋看到旁边一层层蛇蜕，在蛇蜕中间竟然夹杂着一枚红蓝相间的蛋。蛇蛋！段天涯眼睛一亮，急忙道：“小子，那是稀有变异的蛟龙蛋。”悬崖上空，尘埃散去，林清雪手持长剑，身上的白袍已经布满血迹，杨蟒却完好无损，依旧在化蛟中，只是他身上的一块块甲片掉落下来，化作碎片，是顶级神器东皇妖甲，是妖族在他身上布下的手段。林清雪一击击碎了神器。此时寒冰蓝阴蛟凌厉在杨蟒身前，冰蓝色的瞳孔死死盯着林清雪。这一击对碰，林清雪最吃亏，他这一击打掉了煞纹幽阳蟒身上的东皇妖甲。虽说合体之修打碎防御型神器已然是可以被传作佳话的，而他完完整整挨了合体巅峰的寒冰蓝阴蛟的全力一击。那寒冰蓝阴蛟也不是俗辈，乃是龙族后裔，并且得到了妖神殿中保留的最后一股的上古传承。此时林清雪已经身受重伤，可他丝毫也没有犹豫，提剑再度冲向阳蟒和阴蛟。漫天剑影与深邃蓝冰一次次对撞在一起，林清雪越战越勇，身上白袍已经化为血色，依旧面不改色，手中的动作更是越来越快。而对面的寒冰蓝阴蛟从全盛状态一步步被打到萎靡，但他依旧在强撑着身体，挡住林清雪的每一道攻击，以确保身后的阳蟒化蛟。终于一道剑光直接划破蓝色的防御，斩向阴蛟的头颅。轰隆，寒冰蓝阴蛟直接被击飞100米之远。这就是人族执剑人林清雪，合体全力一击又如何？身受重伤又如何？杀你足够了！林清雪没有补刀寒冰蓝阴蛟，而是直接一剑刺向气息笼罩的阳蟒。他一旦化蛟，远比寒冰蓝阴蛟难缠。他可以利用黑原森林地底煞气不断强化自己，那可是千万修真者和上亿人族遗留的煞气。就在剑锋即将触碰阳蟒身躯那一刻，一道冲天的煞气贯通天地，煞纹幽阳蟒化蛟成功。林清雪瞳孔一紧，还是晚了，那你也得死。他剑势依旧犀利，直接破开那冲天煞气，直指阳蟒。不，阳蛟！漫天的煞气不断摧残着他的身体，但他脸色坚毅，依旧步步紧逼。下风，化蛟的阳蟒依旧在下风，他甚至没法逃避。他知道，只要自己敢分心1秒钟，眼前这个女人一定能把自己的脑袋给斩下来。阳蟒的状态越来越糟，而林清雪宛如一个女武神，越战越勇。眼见林清雪即将一剑刺中阳蛟，地上冰蓝色的阴蛟直接飞起，撞向林清雪，战局再度拉开。这一刻，阴阳双蛟联手进攻，林清雪眼中慎重无比，身后一道烈焰组成的玄鸟已然蓄势待发。屠灭大阵中，西来眼中金光一闪，机会！他直接取出一道漆红色的光芒，直奔林清雪。江林眼中一悸，直接释放道符中的第2道和第3道攻击，可西来根本不管，直冲向林清雪。轰隆，2道合体初期的巅峰战力硬生生打到西来身上，但依旧没有阻止他的步伐。江林脸色狂变，大吼道：“快躲，直接撤！”可惜林清雪正在和双蛟斗法的最关键时期，根本没时间。那道红光直接穿入林清雪身体，索性灭魂钩，一钩中身心灭，魂魄散。江林死死看着这一幕，这就是实力的差距。他再怎么样，
只是元婴，对付化神期的也只能靠赌巧胜。面对炼虚期的袭来，他已经用尽了全力，对面一旦玩命，他丝毫没有办法。花和尚他利用太古毒经的神通，悄悄施毒，待毒发之际才能干掉化神期的司马感。即世中，他利用火凤涅盘诀、逆天的修复之力和刚刚获得2本天级极品功法，才能勉强在化神巅峰的严12手中苟活。秘境中，他利用上官夭夭的血脉，才重创那神族守护者，有机会到达守护者身后，用赖皮神器摘星尺，才将大成实力的守护者斩杀。功法神通也好，上官夭夭的血脉之力也好，这一切都是外力罢了。他的真气只是元婴级别的，哪怕是地级中品的毒火双真气，要正面对抗化神初期的天级真气都会吃力。这就是修为正途的规则，一阶一乾坤，你可以通过外物弥补，但有些实力差距终归是天堑。这一次江陵做的已经很不错了，利用屠灭大阵和极品道符，已经牵制这10妖足1刻钟。但可惜袭来玩命了，硬扛了2记合体修为的攻击，非要杀死林清雪。至于锁心灭魂钩，他是有猜到的，可完全不重要，他挡不住，连自保都危险。一个强大的武器在一个比你强的敌人手里，而且对方还极其有脑子有耐心，还不怕死，懂取舍。这样的情况江陵不知道该怎么解。事情怎么就突然变成了这样？按道理来说，这才第2卷，又是炼虚又是合体，甚至还出现了大成级别的战力，怎么会这样？虽然江陵现在很憋屈，但他知道，一直都知道，你的敌人并不会一直等到你到达合适的级别才会出现。他不是主角，只是反派。那些高等级的修士极其危险的规则一直都在，你要触碰更高的利益，就要承担相应的代价，这就是因果之一。不去图谋红莲业火，他就不会进入神怒空间，不会惊动大成期的神族守护者，就不会引来妖族的觊觎。这一切都是因果。如果再来一次，江陵还是会毫不犹豫选择同样的结果。红莲业火必须在自己手里，这是自己大后期翻盘的唯一可能。后来的路比现在会更加绝望，更强大的更古老的存在会一个个出现，成为他的敌人。他们的武器，他们的功法，他们的眼界会远远凌驾自己之上。唉，该撤了，可惜了林清雪这张牌，还真有点舍不得。其实弄好了还可以培养一个剑仙战力的轰隆突然的爆炸声，将江陵的思绪再次拉到悬崖之边。一道冲天的火焰向四周爆炸而来，锁心灭魂钩一钩没干掉林清雪。只见林清雪脸色苍白，嘴角挂满鲜血，心脏处鲜血顺着锁心灭魂钩一股股不要钱的涌出，但他双眼依旧炯炯有神，手中长剑依旧在狂乱的飞舞。先是一股股滔天的巨浪直接冲开了西来和双骄，紧接着他只是转头看向江陵，嘴角挤出一丝笑容，甚至瞧你那失望的表情，我很不喜欢。我林清雪可没那么容易输，就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寒梅叠剑，下一刻林清雪的气质陡然一变，漫天火焰皆是消失不见。西来脸色大变，竟然没死。他此时也已经身受重伤了，2记道符攻击他根本承受不住，重伤动摇根基的重伤。此刻他已经做好撤退的准备了，让2头蛟龙去继续消耗眼前的魔头。他没想到锁心灭魂钩竟然没弄死林清雪，这也太变态了。本以为林清雪身死，然后利用双合体之交直接活拿人族气运之子，现在看来林清雪还没有那简单去死。就在西来疯狂思索之际，林清雪挥出了第一剑，第一叠雪落，悬崖边竟然飘起漫天雪花。西来瞳孔一缩，林清雪的血脉不是火系的烈焰玄鸟吗？怎么会出现冰系的技能？就在这时，空中的双骄突然发出痛快的娇鸣声，放眼望去，只见双骄身上雪花所落之处，皮肤竟然被直接腐烂出肉。物极必反，这是雪花，是火焰之极，妖皇之令，仙妖守护。众妖开始疯狂防御，西来甚至来不及取回锁心灭魂钩，只能仓皇举起盾牌，释放了妖皇赐予他最强的仙级守护。方圆百里彻底变成白雪茫茫，仅有江陵头顶空空荡荡。这时林清雪已经挥出第2剑，第2叠寒梅生，白雪之上突然出现一道道梅枝，上面慢慢绽放起梅花。咔嚓，仙级守护竟然出现裂片，合体之威能破开仙级守护。西来怒吼道，攻击他本体，不能让这鬼梅花完全绽放，这每一朵都是在诞生一个巅峰境的绝招。双骄一个摆尾，直接冲向林清雪，可惜速度太慢了，林清雪的剑招已经成型，
他用脚微微一跺地面，满地梅花随着微微的震感飞向空中，径直飘向双骄和西来，以及围着江陵的九妖。撕了！那一朵朵梅花直接破开仙级守护的防御，然后就是一道道剑气摧毁着众妖的身体。这就是人族执剑人林清雪，人族明面第一人，哪怕身受重伤，依旧可以让合体畏惧，炼虚胆颤。所有妖修皆是满脸扭曲，疯狂地消耗着护体真气，用来守住本体。妖祭之力以仙辈本源守护妖族，献祭妖仙之血，守护在场所有妖修性命。西来鼻尖之角放出一滴鲜血，化作无数光芒，涌入在场内所有妖修。可他们身上依旧是道道剑痕。不行，不能这样！我感觉到了，他已经油尽灯枯，他在用底蕴出招。我们不能只防守了，双骄配合我攻击，用最强的招数。太元魂斗西，西来大吼着，举起手中的巨锤，劈向林清雪。闻言，那两条蛟龙瞬间缠绕在一起，也一同冲向林清雪。阴阳合体技，水火交融，阴阳共生，三妖最强攻击手段同时发出。而林清雪面色平静，只是再次抬手。第三叠清雪剑，天地间漫天雪梅所化的剑气渐渐汇聚在一起，形成了凌冽的狂风。飞起，雪花起伏。林清雪在这狂风暴雪中肆意挥动着手中剑，宛如仙子翩翩起舞一般。在西来和双骄冲来时，他却看向了江陵。美吗？记得要好好活下去。说完，一道强大的剑光迎向双骄和西来，四周的雪花开始发出耀眼的红光，疯狂地蔓延在天地间。一时间，在场所有生灵都闭上眼，不敢直视。数秒之后，江陵睁开眼，才发现悬崖崩，地壳裂，万千灵木化作一片火海，而站着的除了他，只剩下火焰中央一动不动站立原地的林清雪。他面朝江陵，眉宇轻轻蹙起，嘴角下压，好似不舍，好似遗憾。天空中飘散着洁白的梅花，苍白色的火海将这片区域化作浪漫的雪地。正所谓一甲风光树梅来，清空世间万般雪。眼前的景象让江陵着实惊讶了。此刻围着林清雪的西来和双骄倒在地上，本源尽废，奄奄一息。一道奇异火光将他们压住，而围着他的九妖联合阵法和护体宝物全部破碎不堪，他们的脖颈全部被洞穿，死的不能再死了。林清雪竟然连续破开了妖仙的守护，把这些家伙杀了，而且他最后一击的重点竟然是围着他的九妖。如果他愿意，西来和那阳蛟绝对能死。林清雪这是给江陵铺的活路。此时林清雪的本命仙剑停留在江陵面前，那是一柄素白的剑，没有任何装饰，剑身上刻着西华林家四字，唯一的剑坠是一块空间之石。江陵不用想，这就是林清雪的全部家当。在最后，他把东西留给了江陵。看着被困住的西来和双骄，江陵知道该走了，他们不会被困住太久的。再看一眼面他而站的林清雪，生命力已经微乎其微，他深深吸了口气。这个女人可惜了。不再犹豫，他直接激活鸳鸯双星链，将之一给他的9天至宝，可互相传送的空间异宝。这就是江陵敢在这里与西来和双骄缠斗的原因。有了这个，他就有底气随时离开战场。鸳鸯双星链，白袍之下，他左手的手链红光一闪，但他却没有消失在原地。什么？不可能啊！为什么失效？一股不好的预感蔓延在江陵的心间。就在这时，萧洞身裹穿云帆，从悬崖洞穴中腾飞而起，在空中仅仅留下一道白光。他带着秘境之石、胶弹，还有洞内的奇珍异宝溜了。这就是天命人，鹬蚌相争，他永远是鱼人。好像感应到什么，地上的双骄突然暴躁起来，开始不要命的冲击束缚他们的火焰。这时昏迷的西来也慢慢醒来。不用疯狂，再等等，那人彻底死了后，这个束缚会自己消失，那小子逃不掉的。从我进入黑原森林的那一刻，就已经布下启灵大神传下的上古绝阵——8门金锁阵，任何信息，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这里的。我要用他们的血来祭奠我的部下，我的本源。他声音沙哑，仿佛嗜血的恶魔。天上的白光确实没有飞多久，就被硬生生撞了下来。随后东皇畔带着100名元婴便围上了萧洞，一团乱战就此展开。见到这一幕，江陵恍然明白，怪不得自己的鸳鸯双星链失效，江家的人没来，原来是8门金锁阵。原剧情第9卷大成期的刘嫣就是死在这个阵法中。江陵额头出现了汗珠，他紧张了。这一刻他好像真的走到绝境了。2头合体境的蛟龙
一个顶级炼虚的妖修，哪怕重伤，对方肯定也有强恢复的丹药法宝。很明显，这一次妖皇下了大心血的。无解了，为什么会突然出现2头蛟龙？哪来的？黑原森林如此不起眼的边境区域，怎么会有2大合体期的蛟龙？虽然黑原森林是人皇遗弃之地，怕那地底煞气污染到山河图，没计入山河图范围，可也不应该存在着合体妖修啊。原剧情中根本没出现过啊。突然他想到了，倒是有2条蛟龙妖皇麾下的双蛟护法，都是渡劫修为啊，他们现在怎么可能才是合体？不过几年之内跨越大成，直接成为渡劫，他们气运这么大，袁术怎么只是炮灰，仅仅几个回合就被萧冻的冰火战蛟干趴啊？煞纹幽阳蛟、寒冰蓝阴蛟冰火战蛟，他想通了，怪不得冰火战蛟力压渡劫双蛟，原来是父母放水成就孩子的威名。这一刻江陵全都明白了，东皇盼为什么来黑原森林，为什么还有一只寒冰蓝阴蛟，本来龙战设计刘家的局，为什么出现妖修挖断龙脉？萧冻后面来到黑原森林，为什么能直接获得蛟蛋，而没有蛟龙阻止？原来这都是妖族之前的布局。寒冰蓝阴蛟来此，就是为了培养这只阳蟒。现在阳蟒已经成就气候，东皇盼来这里，就是为了接引双蛟回妖界的。刚好碰到龙战加强的第4波兽潮，趁乱进入了黑原城，借助寻宝鼠的嗅觉，找到并挖断了龙脉。现在事情因为自己发生了变化，本来东皇盼在等阳蟒化蛟的时候，趁机去了趟乱流秘境，结果和蝎妖王大战一场后无功而返。但这一次遇到了自己，在阴差阳错中把自己误认为了人族气运之子。为了古神秘藏，为了杀死人族气运之子，他不惜触动了妖族在九州世界留下的暗手，把西来等妖弄了过来，事情才得以发展到这一步。现在等自己无形魔扇撑不住，然后死去。至此妖族完美完成自己的计划，自己为真的天命之子挡了刀。还是小看了天下英杰啊，一个东皇盼对时机的判断就已经如此老练了吗？一个西来就把自己逼到必死的地步。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自己还是中了鸿运齐天的反噬。从送走萧冻那一刻，自己就毁了他成为神族之主的气运。天道也在等那一刻吧。看到江陵出手，他铺好这个路才甘心休眠，怪不得死要再等那一段时间再休眠。原来一切还没结束。江陵脸上浮现了一丝感慨，这就是因果啊，鸿运齐天的反噬果然恐怖。自己小心翼翼左躲右躲，还是在跌在鸿运齐天之下。送萧冻出来的帮凶林清雪马上彻底死亡，而身为主谋的自己也是有死无生。好算计啊！江陵现在脑子在疯狂计算，出路何在？真的没有希望了吗？不对，那这一局萧冻怎么破？他也在局中啊，自己要死他也必死无疑啊。不，一定还有出路，他身上还有鸿运齐天，死不掉的。虽然想不到原因，但我知道他身上也有一把钥匙，让我破局的钥匙。既然现在的自己打不过鸿运齐天，那我就加入。嗡嗡，清脆的剑鸣声响起。江陵看向地上林清雪留下的长剑，它发着微弱的白光，在来回颤动着，仿佛在催促江陵赶紧跑。二姐真是有心了，最后还留下一道攻击帮我开路。江陵眼神微眯，叹了口气。可惜啊，那东皇盼和西来以及这2条蛟龙都不是凡辈，尤其是东皇盼还没出手，他身上还有东皇钟，不够，一击根本不够。江陵低下头，眼中闪过一丝悔意。太早了，自己这次行动太草率了。江家的力量、丹仙的影响力以及人皇的威慑，这些都应该是他的棋子。可惜空有棋子，没有提前布局，小看了这方世界啊！哪怕原小说的剧情，也仅仅是这个世界的一面。这次就当做一个教训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就让我看看鸿运齐天的反噬，加上鸿运齐天的祝福，会出现什么吧。江陵绕过林清雪的本命之剑，直接走向林清雪旁边。只见他身上白袍一闪，林清雪身上的锁星灭魂钩被他的白袍吞噬。臭小子，敢染指我妖族至宝，等下我会将你碎尸万段。感受到锁星灭魂钩失去联系，西来在地上怒吼道。江陵没有理会西来，他毫不犹豫取出一枚丹药，直接给林清雪喂了下去。如果我是正派，这本就是你应得的，你是一个完全值得依赖的伙伴。可惜我是反派，在反复思考后才不得不将这枚丹药用在你身上。我信不过萧冻那把钥匙，所以我必须要再来一个保障。鸿运齐天真的够了。林清雪已经死了一次，哪怕他活过来，底蕴被那3剑消磨的也差不多了，基本与大成也无缘了。我没了起死回生再造丹，也相当于丢了一条命。反噬到此为止吧。
江陵在心中默念道，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和鸿运齐天对话。表面上他并没有闲下来，他用一股真气将起死回生再造丹融化在林清雪体内。渐渐的，林清雪肤色开始恢复血色。起死回生再造丹，圣级丹药，有起死回生功能。江陵利用追溯卡从道库中取出，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了，真是遗憾啊！只是唯一道保险，值吗？值。身为反派，哪有我选择的余地？一步错，满盘皆输。不好，那人族执剑人要复活。西来一直在观察江陵的一举一动，本来他还在嘲笑着江陵的多此一举，但他突然感受到林清雪体内出现一股生机，他顾不得太多，直接动用自身精元，爆发出最终的底牌西蛮之勇。一股强大的妖仙血脉直接冲破束缚自己的奇异之火，绝不能让人族执剑人再活过来，不然自己前面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自己和双骄还受了重伤，无论那个执剑人恢复几成实力，那都是合体巅峰，都是凡世间最顶级的战力。就在这时，林清雪睁开眼，露出一丝迷茫。我没死。只听江陵道，我说过，在我死前，我一定帮你拦下这只犀牛。上半场算我背锅，现在开始下半场了。不过下半场与你已经关系不大，现在我很不爽，我要鲜血来给我赔罪。我让天道庇护的那些信徒全部付出代价，这是我回馈给他最大的礼物。江陵的声音如沐春风，仿佛让人置身于暖洋洋的阳光之下，但他的眼神宛如盘踞深渊的毒蛇，要撕碎这一切光明。林清雪眉头微皱，我的实力，赶紧闭眼调息，最多10分钟你就能恢复到原本实力。接下来这半场和你没关系，好好恢复到最巅峰的实力，无论外界如何，和你没关系了。最后带我回到黑渊城就行了。江陵身上的白袍消失不见，手中出现了一把折扇，一面白一面黑。这一刻，他的气势彻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族林慎之见过妖族未来的执剑人，西来眼睛陡然一缩，自己执剑人继承者的身份没几个人知道，他竟然知道，怪不得前面那么了解自己的招数。这小子现在身上的感觉好危险啊！此时林清雪身上的气息开始发生变化，炼气期、筑基期、金丹期，他在恢复实力。不行，不能等了，必须打断他的恢复。那小子不过一个元婴，装神弄鬼。西来咬着牙，挥动手中的巨锤砸向着林清雪。江陵眼中红光一闪，西来脚下的阵法直接爆开，屠灭大阵爆。屠灭大阵将加顶级攻伐阵法，可灭杀合体以下的普通修士。此刻江陵直接将它引爆，爆炸的威能足以灭杀一个合体初期的普通修士。这就是修真剑，除了实力，还有阵法，还有武器，还有丹药，还有很多旁门左道。这就是江陵敢以元婴阻挡炼虚的底气。这一爆，西来直接被炸飞数十米。没等西来反应过来，江陵直接冲去，丝毫不给他喘息的机会。生灵皆畏惧魔气，只因为他不讲道理，不守规则。他以怨、怒、杀、戾4气为食，补给自身。哪怕是敌人，只要你有情绪，他都能借助你的情绪，让你疯狂，让你自豪，来进一步壮大他，直到吸干你为止。就用你未来的妖族执剑人试试无形的威力吧。居无定型，亦正亦邪。地面上西来还没反应过来，无形斜上挥出一道邪风袭来，风中有着各式各样的武器虚影。他急忙举起盾牌想挡下这风，可惜这风直接穿过盾牌打到他的身体。下一刻他仿佛置于凌迟之中。臭小子，我要你死！西蛮之勇。他身上出现了黑色的气浪，撞向那道邪风。可惜那股邪风并没有灭下，反而越来越旺，由微风慢慢转变为飓风。那道风正在利用西来心中的痛苦、仇恨以及焦急变得越来越强。我要杀戮，我需要鲜血。西来在痛苦之中无比煎熬。这一刻他双眼通红，状态极其疯癫。身为炼虚高手，面对如此邪风，他毫无办法。就在这时，一道中音响起，他瞬间清明，周围邪风顿时消失不见。江陵嘴角微微上扬，东皇钟吗？我看看妖族的气运之子现在能敲响几次。蚀骨之风，给我去！江陵手中的折扇不断扇动，划出一道道邪风，钟声也一声声响起，化作漫天梵音，抵挡着那阵阵妖风。可法网恢恢，疏而有漏，西来还是被粘住上数道邪风。突然一道巨大身影撞向双骄身上的火焰。东皇判出手了东皇钟，破掉林清雪的手段，解放了双骄。双骄直接起飞，冲向林清雪。
此刻林清雪的气势才来到元婴，一旦被打断，他就只能从这里重新修行。江陵直接甩出手中斜扇，化作100丈之大，挡在双骄面前。下一刻，扇中出现无数魂魄，没错，正是神族本魂的演化魂魄。他们已经没了原本的威武庄严，变得一个个青面獠牙，宛如恶鬼降临。他们手持着一把把武器，冲向双骄。只可惜，他们的实力只有元婴巅峰，这是根据江陵实力所决定的。一个魂魄甚至阻挡不了双骄半息时间，然后便需要再度生成。但江陵丝毫没有慌张，他双眼漆黑，淡淡道：“100个不够，就1000个；1000个不够，就10000个。”渐渐的，数万演化魂魄出现，硬生生拖住了双骄的步伐，甚至巨扇还依旧煽动无形之风，缠着袭来。这就是禁忌之威。江陵元婴巅峰，硬抗双合体，一练虚。之前不用，那是因为此扇强归强，有反噬啊。此刻江陵身上也出现一道道紫黑色的火焰，这就是邪扇反噬，魔火焚身。只要江陵失控，他就彻底成魔。天地间的邪风吸收袭来的情绪，变得越来越强。那些魂魄也借助双骄的情绪越来越强，反哺到江陵身上的魔火也越来越强。江陵身后的林清雪仿佛感知到什么，她的气息出现了震动。此刻她刚刚恢复到化神巅峰，她想苏醒帮助江陵。江陵额头上冷汗直冒，但他面色沉稳，淡淡道：“这点魔火还不算什么，记住，没到最巅峰别给我苏醒。就这点魔火就想反噬我，我可是未来的业火魔使，除了业火什么也不好使。给我再来1000魂魄，我要屠戮那些元婴妖修。叶兄，我来助你逃出升天。”只见此时的黑原森林，天空中全是密密麻麻的魂魄，其中有数千道魂魄来到萧洞所处的战场。每一个元婴巅峰的魂魄开始对妖修进行一遍道的屠戮。眼前这一幕，萧洞极为震惊。甚至的扇子那么恐怖吗？灵魂中，段天涯眼中也出现了浓浓的忌惮。这魔气可化出万般兵器，可攻可守，还能释放出无尽幽魂，可群攻可围殴。而且那些幽魂和兵器还能借助敌人的情绪不断进行补给和强大，真是不讲道理啊。闻言，萧洞心中感慨万千。这些魂魄是本来会臣服于他的神族，现在却成了灵圣之魔气的冤魂。此刻他的锻造神体感受着周围的神族魂魄不断跳动，开始自行完善起来。小子，赶紧吸收那些被打碎魂魄的魂力，来完善自己的锻造神体。段天涯眼睛一亮，激动道：“每次见这个灵圣之，就是给你送不给来的。之前我还在发愁，没了锻造神族，你的锻造肢体怎么大成？现在没想到他竟然直接送上门，让你完善。”萧洞闻言有些拘谨道：“老头子，这些散落的魂力很明显，甚至要用他们重新凝聚魂魄，我吸收了恐怕不太好。甚至万险之中还来救我，我这样拖他后腿不太好吧？”段天涯眼中闪过一丝厉色，冷声道：“小子，你忘了在最后他是怎么把你送出乱流秘境的？这些魂魄本来就是你的附庸，明明是他先夺了你的机缘。无论如何，你还有6天前获得的龙月符，哪怕这8门金锁阵也控不住你的。有没有这上千魂魄其实是无所谓的，但这上千魂魄如果被你吸收，你的锻造神体离大成也就差一步了。那时候你自己解决这上百元婴也不是问题。错过这一次，你的锻造神体恐怕再无大成之机，这事你自己考虑吧。”感受着那些魂魄溢散出来的灵性魂力，萧洞的神体愈发成熟，手臂上的锤印和火印愈发清晰，体内的力量也愈发强大。锻造神体可知手段山岳，炼江海，其真气会带有锻造神力，可炼至宝断神器。萧洞转头看了眼魔火包围的江陵，眼中一定，吸收完这些魂魄之后，我会过去帮慎之的。另一边，江陵感觉自己的消耗突然增加，他凌空望去，萧洞已盘膝而坐，鲸吞着那1000道魂魄。此刻江陵体内火系真元在疯狂消耗着，这些魂魄并不是真正的神族魂魄，他们只是利用神族魂魄的本源和江陵的火系真气衍生而成，只是含有一丝丝的魂意罢了。江陵嘴角笑道：“上钩了吗？不愧是你，天命人，我在救你，而你却想着自身的强大。成就吧，我是心甘情愿让你成就接近大成的锻造神体，后来你会为着这次的举动买单的。我演化的东西有那么好吸收吗？”只见江陵直接断开那数千魂魄与自己的关联。果然，在江陵放弃那些魂魄后，萧洞基本上半分钟时间就完全吸收那些魂魄，锻造神体就差一步即可大成。光靠身躯，萧洞已经能硬扛化神了。
好小子，接下来只要一滴神元，你就能成就真正的神体了。不愧是我选中的少年郎，男子汉大丈夫，为成就大业，就当不择手段。萧栋猛然睁眼，一把长枪出现在他手中，一枪落，数十名妖修皆身首异处。东皇盼瞳孔紧缩，都是怪物，这人界没法玩了。气运之子玩魔气，他的护卫是鬼修，一个个都用起了禁忌，就不怕被天道遗弃吗？看着逐渐失控魔化的西来和双骄，以及快被灭完的元婴妖修，东皇盼心中那个悲凉啊！来的这一批可都是妖族未来的希望啊！那西来绝不能死未来的妖族执剑人了。轰！一道冲天的气势威震整个黑原森林，林清雪进入炼虚了，马上他就要恢复巅峰修为了，不能耗下去了，四面楚歌了，妖族要止损了。可现在想撤都难啊！东皇盼一咬牙，直接取出东皇钟，撞向战局最中央的无形邪扇，就是这魔气硬抗西来和双骄。江陵看到这一幕，嘴角一翘，帮助鸿运齐天的福泽这就来了。江陵之所以去救萧栋，就是为了把他拉到自己战线，然后利用鸿运齐天。只见他手一挥，无形邪扇直接翻面，白面直接迎向东皇钟。下一刻，东皇钟宛如陷入到沼泽之中，开始被那巨扇慢慢吞噬。东皇盼脸色大变，不好，我在和东皇钟失联。他正要收回东皇钟，西来恢复短暂清明，叫道：公主当舍弃东皇钟，不然我与双骄使者必死无疑。现在最关键之事，乃是让我与双骄使者斩首那人族执剑人。东皇盼看向西来和双骄，三妖狼狈至极，已经遍体鳞伤，但此刻江陵正在全力吞噬东皇钟，没有江陵真气的加持，西来周围的邪风一点点被他鼻尖的骨刺化解，双骄面前的魂魄也越来越少，身上的鳞甲也恢复了些许光泽。东皇盼心头在滴血，东皇钟乃是妖族无上神器，不亚于人族的山河图。公主殿下，只要杀了那个执剑人，我一定帮您夺下那魔扇，取出东皇钟，不然我等一会儿都要死在那只剑人之手。闻言，东皇盼一咬牙，凭借最后一丝控制之力，用东皇钟之音攻向江陵。江陵完全不躲，直接控制着魔扇，完全吞噬那东皇钟。神器之最，到手，直接将魔扇收回体内，化作一钟，和东皇钟一模一样。下一刻，他体内响起阵阵钟音，他身上的魔火直接汇入东皇钟内，不再伤害江陵。刚刚超负荷消耗的副作用也全部消失。东皇钟第一功效无上音律，驱魔镇魂，魔气的副作用在这一刻彻底消失。此时的无形邪扇真正成为完美武器的存在，甚至超越了道气。此刻他也彻底突破天地规则的束缚，来去无形了。江陵猛然睁眼，森然道：我知道你们会趁此反击，但你做好被天下大乱的准备了吗？此刻的战场，率先脱身的是煞纹幽阳蛟，他带着冲天的煞气，想要一口吞掉林清雪，以报当时他晋升合体之时的仇怨。江陵看着那不可直视的煞气，再想来一次无形魔扇的万千魂魄，已经来不及了。而林清雪也已经到了冲击合体境的关键时期，他的身体紧绷，但丝毫没有苏醒的打算。这是一种信任，哪怕死在这里，他依旧选择了相信江陵的话。江陵从鬼门关把自己强行拉回来，不是一个东皇钟就放弃自己的。但他也好奇江陵会怎么破局，他再怎么说也只是一个原因。江陵面色平静地看着这一幕，眼神逐渐变冷。你得益于黑原森林下人族尸体的煞气，现在要用这些煞气对付人族吗？我就让你看看这煞气到底该怎么用。人族的煞气终归是人族的，该苏醒了被遗弃的人族先烈们。江陵直接来到林清雪面前，西来眼睛一眯，冷哼道：螳臂挡车，元婴之躯硬抗合体之威。他话音刚落，突然发现地上竟然涌起熊熊烈焰。这火焰不烫，但西来感觉到了深深的忌惮，仿佛有一个无形的大手在他面前随时落下，而他丝毫没有反抗的可能。江陵站在火焰中间，静静道：知道现在九州世界作为三大主世界之一，为什么不见大成，不见渡劫吗？因为5000年前人族百朝大战，人仙乱世，轩辕大能在此处斩人仙，灭渡劫，并立下无上法则，万年内九州不出大成和渡劫。黑原森林下面的是人仙的怒煞，渡劫的不甘和千年来那些死在合体期的那些人族的怨煞。你借了他们的机缘，得以成就合体，现在要用这份实力对付他们的后辈了吗？眼见阳蛟近在咫尺，江陵依旧不采取任何措施，只听他朗声道：人族小辈，请各位先能主持公道。
现天道沉眠，规则可改。我愿打开地狱之门，放诸位先贤回归人间，再创人间盛世。此语落下，地壳疯狂震动，一道道煞气喷涌而出。只见那煞纹幽阳蛟瞬间气势全无，宛如一只小虫子见到天敌一般，仓皇逃窜。西来彻底扫清邪风的缠绕，但他脸上没有一丝开心。这人族气运之子，他疯了，他这是要乱道归。不，他就是在利用死去之人的怨气吓走我们罢了。我们现在不要再动手了，只要防止他不要逃走，人族死去的那些怨气就会把他活活吞噬，折磨致死。西来转头对着萧栋就是一击，然后救下仅剩的7名元婴妖修。重伤倒地的萧栋满脸惊骇，这是炼虚之威，根本扛不住，甚至恐怕也要彻底完了。我要不要直接用龙月符逃走？甚至你放心，迟早有一天我会替你报仇的。这些妖修我都会一个个弄死他们。就在这时，他灵魂内的断天涯道：小子，别着急走，等一下地底的那些冤魂肯定要弄死林慎之，你可以趁机把他那把扇子拿走，若有机会进行重炼，洗去他的烙印。萧栋一愣，有些口吃道：那可是魔气啊，会导致生灵涂炭啊。断天涯道：在之前那确实是魔气，但吞了半个道气的东皇钟，那就是禁忌之气了，在有些时候作用甚至远超道气。萧栋愣了几秒，不敢置信道：不是魔气了。断天涯万分确定道：不止不是，还比道气好用，不需要遵守任何法则。可地底的冤魂为什么要弄死慎之啊？我去了，他们不也要弄死我吗？萧栋有些迟疑，他不太理解断天涯的意思。断天涯耐心解释道：他不是说要打开地狱之门，放那些冤魂回归人间吗？先不说他有没有能力召唤出地狱之门，就算召唤出来，他元婴实力能打开吗？再说他敢打开吗？他敢尝试吗？半年后的天谴他受得了吗？所以地下的那些怨气会把他活活折磨死的，他一死，那些怨气就会消失，而你身为人族，你是最快能靠近他的人，所以再等等。此刻江陵站在林清雪之前，西来、东皇畔、双骄以及那些元婴妖修紧紧围着他，地面上的烈火现在更加疯狂了，仿佛都在等着江陵下一步行动。江陵面色平静，眼中闪过一丝黑光，下一刻他脚下突然出现一道金沙般的领域，地狱结界。西来、东皇畔、断天涯全部瞳孔紧缩，那小子真有手段召唤出地狱之门，他玩真的？他怎么敢的？这是要乱道纲啊！天谴呢？天道这不直接动手灭了他？天道真的沉眠了。在众人震惊中，一道巍峨的大门从结界中慢慢浮现，两扇门上刻有地狱2字，在门头上是一个生字，一面生一面死。地狱之门出现。西来眼睛死死盯着地狱之门，猛咽口水。我不信他敢开门，那要经历千刀万剐之苦，而后遭遇神魔唾弃，天道不容啊。话语间，江陵一步步走向地狱之门。天道，这是我送你的第一份礼物，挑战你道纲的第一步。整个黑原森林的地面都在疯狂颤抖，无数灵魂都在焦急盯着江陵，充满了无限渴望和觊觎。我说过的，我一定会做到。江陵已经来到地狱之门面前，这是他修罗地狱的无上神通地狱之门。曾经在花河之上，他便开过一丝缝隙，释放出一朵彼岸花，直接杀死了化神的司马敢。这一次他要放出地底无数灵魂。5000年前，那些百朝之战死去的大能修士，那些死在轩辕大能手中的人仙，那些后5000年卡在合体境死去的不甘修士。天道，我说过的，你敢下场对付我，就必须要接受我的报复。半年内我会乱你10大道纲，3大道规，而后3界大乱。希望你现在有个好梦。他抬起手，缓慢地用起力，一道缝隙就此打开，天下大乱的序幕就此打开。西来懵了，完全懵了。眼前的那个黑衣少年就是个疯子吧？自己应该不会被天道遗弃吧？妖族和人族本就你杀我，我杀你，大家都在规则内，杀来杀去谁他妈知道？这小子玩不起，要掀桌子啊！根本不怨我的啊！疯了，人族气运之子，疯了！不对，他不一定能打开。快，我要看他被那千刀万剐的痛苦折磨死。西来已经有些癫狂，身为未来的执剑人，他懂得很多，这些秘辛东皇畔都不知道，但他知道，同样知道的还有断天涯。真是遇到疯子了。不是，这是他能活下去的最优解。现在林慎之的最优解就是开一半，然后假装体力不支，许诺下次来开。对，一定是这样的。再等等，看看情况还有没有漏，可以捡。此时
江陵正在缓慢地推开地狱之门，一条布满彼岸花的黄泉路渐渐出现在他面前，而在黄泉路的另一边聚集着地底那些密密麻麻的魂魄，他们只是远远看着江陵，眼中充满了无限渴望。在地狱之门还没有完全打开之时，他们根本不敢靠近地狱之门，不然直接魂飞魄散。只见江陵身上开始出现道道裂痕，仿佛下一刻就要碎裂开来。天地规则开始反噬，逆转生死者遭受凌迟之苦。江陵体内的七火赤灵元婴疯狂运转火凤涅槃诀，强大的恢复力维持着他的身体，不然下一刻他就会四分五裂。在这时，同样知道内幕的林清雪气息也开始乱了。他现在已经合体后期，就差一步就能回归圆满了。他看到这一幕，急躁起来。江陵面色冰冷，声音沙哑：“忘了我和你说的话，给我好好恢复实力。这一点疼痛还阻碍不了我的心，你就老老实实恢复实力，别给我碍事。死过一次的人还那么着急。”林清雪脸上出现一丝委屈，但她的气势依旧在步步攀升。快了，就差最后一步，我就恢复巅峰修为了。江林，你敢这么说我，我一定要你好看。脑海中这么怨恨着，但他灵魂中疯狂增加的好感度，让他宛如吃了蜜一般。江陵依旧在开门，1/4、1/3、1/2。西来握紧手中的巨锤，双骄也开始随时准备冲去。可江陵的动作并没停下，他还在继续。生死门的反噬，他们谁也受不了，那可是天地规则之力啊！3/4、5/4，直到就差最后一丝，地底的魂魄在沸腾，地面的人和妖已经要疯了。西来毫不犹豫，直接对东皇盼道：“公主，你快撤，先带着这些元婴修士撤。啥也不管了，快撤！再不走，你会被夺舍的。”东皇盼死死盯着江陵，东皇钟、索性灭魂钩都被对方吸走了，还有那么多妖族人才死在这里，他不甘心啊！公主，快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啊！那人族气运之子接下来会被神魔唾弃，天道遗弃的，他已经废了，以后有的是时间找回场子。我会在这里守到最后一刻，哪怕死。东皇盼一咬牙，直接收了8门金锁阵，带着剩余的元婴直接离开。就在这时，江陵停下了动作，转而高声道：“叶兄快走，接下来那些魂魄会饥不择食进行夺舍的。”萧动灵魂中断天涯率先开口道：“你这兄弟倒是真够意思，他说的没错，你根基浑厚，是那些魂魄夺舍的上乘之选。快撤吧，别犹豫了，无论如何这里面已经没有利益了。总的来说，多等这一会儿，帮你省了一个龙月符，还算不错的。”萧动没有说话，感动地看了眼江陵，甚之人真好，在最后还专门等我走了再开那门，真是有心了。说完，他直接裹上穿云帆，正要逃走。江陵看到这一幕，嘴角不禁微微上扬。走吧，都走吧。很快，天下人都会知道，人族伟大的气运之子打开潘多拉魔盒，他拥有着排名第1的无形魔扇和排名第4的摘星尺。该你帮我挡枪了。就在这时，那双骄突然掉头，不管什么江陵，也不管什么地狱之门，直直冲向萧动。贼子休走，把孩子和龙石留下。江陵见到这一幕，直接开口道：“二姐，拦下双骄。”此时林清雪已经苏醒，紧紧盯着江陵，以防有人出手伤他。林清雪看看江陵，又看看蓄势待发的西来，他没有动手。在他眼里，他必须要防住西来，江陵的性命大于一切，就不救那个自私自利的家伙有什么用呢？另一边，西来依旧在赌江陵不敢真的开门，只要对方没有开门，自己还有机会进行最后一次翻盘的希望。这一场他输得太惨了，他没脸就这么回妖界，他对不起妖皇主托，对不起家族的那些精锐，所以不到最后一刻他不死心，哪怕为最后这一丝机会，他死也要尝试。只要对方没有打开地狱之门，哪怕在林清雪面前，他依旧有能力掳走对方。虽然自己会被废掉，只要能带江陵回妖域，那就不亏。此时江陵毫不犹豫开口道：“二姐，听我的，拦下双骄。”林清雪看着江陵不容置疑的表情，嘴角一撇，挥出一道火焰之幕挡在萧动面前。萧动惊叫道：“好险，差点没命了，甚至又保了我一次，我赶紧用龙月符吧。”段天涯摇头道：“不用，直接走。那女人是合体巅峰，足以挡下那双骄，龙月符太难得了，无任何限制穿越空间，被锁定的都可以。你现在没了9天传送缩，只能靠它保命了。”萧动没有说话，继续催动穿云帆逃命。双骄在疯狂怒吼：“龙石，那是他们成仙的希望，不行，绝不能丢！”
双骄本源，阴阳交融，那小子必须留下。双骄在这一刻直接利用体内的最精华本源，化作最强大的攻击手段打向萧栋。林清雪眼神一愣，他没想到这两条畜生竟然直接拼命了，他不打算管了。可在这时，江林开口道：“拦下攻击。”林清雪没好气道：“我的剑技全在之前的3剑中消耗掉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悟回来，没有手段能拦下来，这是他们的舍命攻击。”江林直接道：“用血脉化形，直接吞了那道攻击。”林清雪震惊道：“你疯了？为了那个自私的家伙，至于吗？”江林突然笑道：“我是叶兄如手足，怎么不至于？二姐，别犹豫了，说不定这就是你突破的契机呢。机会放在你面前，我可不管了。”这一次，江林彻底摸清楚了鸿运齐天的底细，只要正面帮助萧栋，那就一定奖励。这个比系统来的都准。江林帮萧栋完成了锻造神体的进化，他就直接完善了无形邪善最后的弱点。这次帮了萧栋，还不知道获得怎么样的福报呢，就看林清雪能不能把握机会了。只听林清雪烦躁道：“天天话说一半，什么都让我来做，烦死你了。”说完，他双眼通红，身后再次凝聚出一只玄鸟。林清雪的血脉地级极品烈焰玄鸟，一只巨大的玄鸟展开优美的双翅，刹那间便来到那记攻击之前，一口吞下，随即飞回林清雪体内。只见双骄瞬间萎靡，再无豪横之气，精华被吞，双骄彻底废了。而萧栋已经飞到黑原森林的边界。江林嘴角突然微微一笑，看了眼蓄势待发的西来，他直接退后了2步。地狱之门开始慢慢关闭。你赌对了，我怎么可能会开地狱之门呢？现在有了这双骄之血，足以抚平下面的怒火了。而你苦等这么久，又拿什么和我斗？西来笑道：“不装了，那我也就装了。合体巅峰又如何？你输定了。”他鼻尖骨刺猛然发光，双眼出现一道6芒星阵法。太元魂斗，落叶归根，跟我一起回妖域吧，妖皇会好好款待阁下的。江林看到西来眼中白光闪来，他笑着直接向前走了2步，直接推开了地狱之门。地狱之门感受到攻击，直接释放出反噬之力。只见西来直接双目流血，倒在地上痛不欲生。你竟然打开了地狱之门，哈哈，人族要完了，要被天道遗弃了。江林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直接一个妖兽带将他收起。废什么话，不是为了挑起双界战争，要活捉你，我早就弄死你了。留你到现在，就让你为了装这一波。下一刻，黑原森林地下的万千灵魂向他涌来，他一袭黑衣，手中一把折扇拦住那些魂魄。诸君暂且留步。小子，算你有点本事，就出了本仙，等大元王朝重新建立，我定封你为中书令。声音粗犷的魂魄吼道，状态极其兴奋。是啊，等我东山再起，一定不会忘记你小子的。没错没错，你的贡献我等铭记在心。一群鬼魂纷纷歌颂起江陵，没有一个魂魄敢去夺舍江陵。神魔唾弃，天道遗弃，这具身体注定是要被天谴的。谁也不想好不容易复活，半年后就又被雷劈死。死过的人才知道活着多么可贵。江陵挥着手中的折扇笑道：“我不需要诸位任何报答。”所有魂魄都开始赞扬江陵高风亮节。可江陵下一句话让所有的魂魄闻之一惊：“但请诸位以后见到江和林2个字都绕着走，哪怕就是婴童也给我绕着走，不然你们从哪里来，我会把你们送回哪里去。不，我不会那么便宜你们，我会让你们永世不得超生，日日经受业火洗礼之苦。”江陵的话极为平淡，但诸魂魄竟然听出了一丝森然之味。究竟你是鬼还是我是鬼啊？就在这时，刚刚最先出声的那个粗犷声音响起：“你能救出本仙，本仙很欣慰，但你刚刚说话的语气，本仙很不喜欢。”声音还没说完，一丝火焰直接飞到他身上。臭小子，你干嘛？痛死本仙了！快解开，不然本仙让你求死不能。只见火焰越烧越旺，那魁梧灵魂已然痛不欲生。其他鬼魂见状纷纷后退。是业火，魂魄的天敌。江陵没有给那个魂魄任何机会，手中折扇一挥，黑面便直接把那满身火焰的仙魂吞入内部空间。真就是永世不得超生，日日经受业火洗礼之苦。敢问诸位，还有谁有异议？所有魂魄又是一退，全场沉默，无人敢言。没有的话，就赶紧滚吧。10息之后，我会关闭地狱之门。3天之内，我见到谁，我会直接送他进业火地狱。话音一落，漫天鬼魂狼狈逃窜。很快10息已到，江陵毫不犹豫，直接关闭地狱之门，一切恢复了平静。黑原森林也开始明媚起来，
地下的煞气已经聊胜于无。江陵最后将那萎靡不振的双蛟直接收入妖兽袋。做完这一切，江陵彻底没有了气力，火系和毒系真气都被彻底消耗干净。毒系真气全部通过攻心毒火转化为火系了。对了，二姐呢？不是说好接下来带我离开这里吗？人呢？就在这时，他耳边突然传来娇嫩的声音：你忙完了？干！是双蛟的阴阳交融本源的效果，这就是救下萧栋、鸿运齐天的反哺。突然，一道阵法龙罩住了二人，是林清雪的手段。江陵知道，接下来不是自己能掌控的局面了。为什么？为什么每一次都要我这么被动？你假装昏迷，好不好？日星斗转，时光流逝。轰！一股汹涌澎湃的力量在他体内猛然炸开。神级下品血脉，朱雀，涅槃重生，阴阳交融。原本地级极品的烈焰玄鸟血脉发生了本质的进化，晋升神级，神兽，朱雀。这一刻，林清雪感受到体内的本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丁，与天命道侣羁绊达到巅峰状态，获得奖励特殊神通真气随行，无需任何修炼，真气等级与血脉等级保持一致。下一刻，林清雪的真气直接进化成神级下品。本来她真气只是地级下品，因为太早进入化神，所以无法再提升真气品质。没想到这机缘一出手，直接完成了他心中一大遗憾。丁，触发支线挑战任务，100天内保持此羁绊状态。任务成功，获得奖励血脉极化，将血脉提升至当前等级的最极端，并获得额外血脉神通。宿主目前等级为神级下品，可提升至神级极品。任务失败，受到惩罚，血脉退化，血脉掉落一个大等级。请问宿主是否接受？剩余考虑时间99秒。林清雪一愣，这机缘不老实啊，竟然出这么的任务。他轻咬嘴唇，偷偷看瞄了眼闭目养神的江陵。那绝世容颜的江陵，林清雪下意识咽了咽口水。仅剩30秒，请宿主确认。我接受，我接受。丁，宿主已接收支线挑战任务，获得额外奖励，奖励暂存卡。奖励暂存卡，功能性道具，可暂时不领取奖励，等到评价分较高时再领取。宿主好感度达到4620，目前有4项奖励可领取，分别为上古剑谱、残谱50点好感度所得，天地感悟1秒100点好感度所得，冰火剑意残缺500点好感度所得，大成丹残品1000点好感度所得，提升1。目前评价等级过低，可使用暂存卡待等级提升再次领取。等级考核锁定中，剩余13小时。提示2，挑战任务也具有评分，正常完成为下等，越高等级获得额外奖励越多哦。宿主可努力提升评价，100天保持次数越多，评价会越高哦。使用暂存卡，我并不是贪图江陵的男色，完全就是因为血脉奖励的，真的。黑元城城门之上，刘烟儿身穿将军战甲，冷冰冰地望着城下的战况。第3波兽潮已经接近尾声，直到最后一只妖兽被斩杀在他视野中，他猛然转头看向黑云峰，敢趁火打劫，绑架我弟弟，我要灭了你们黑云峰！说完，他化作一道金光，消失在城门之上。而城门角落的一个士兵看到这一幕，对着天空比划了手势。随即，天空中飞起一只不起眼的苍鹰。没多久，城门打开，黑元城逐渐恢复到原来的热闹中，许多城外的民众开始陆陆续续进入城内，其中就有萧栋、东皇盼和一众元婴妖修。进入城内，萧栋就打算赶紧借助空间传送阵回京都，到天宗的收徒仪式都快结束了，这次出来太久了，再不回去就耽搁了。满怀焦急的萧栋突然撞上一人，抬头一看，竟是一个瞎子。萧栋一愣，自己已经是元婴巅峰的修士，竟然没感觉到对方的存在，有诡异。那瞎子率先开口道：道友，你我很有缘啊。声音极其沙哑，让人听了相当不舒服。萧栋愣道：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啊。那瞎子却笑道：是也，是也，老瞎子是糊涂了，虚虚实实已然忘了今夕何年。不过我有一小徒正在为你做事。萧栋一道：老先生，你认错人了吧？你都看不到我。那瞎子直接仰头大笑道：傻小子，瞎子眼瞎，但心灵着呢。就在这时，萧栋灵魂深处的段天涯急忙道：萧栋，你小心点，对方是旁门左道之辈。萧栋连连退后2步。旁门左道，年之必惹因果。那瞎子手中铁拐重重一敲，仿佛听到了段天涯的话，微微作揖道：旁门成瞎子见过段圣仙，圣仙过往创造丹道盛世，瞎子甚是神往，常以此为榜样，希望有朝一日
旁门如丹道般繁华入室。瞎子斗胆一劝，圣仙最近戾气过重，会让道童误入歧途的。天道有缺，不可事事追随，否则容易进入大轮转之地。更甚至，人情冷暖都需道童自行体会，不可事事干扰。圣仙有些越界了。萧洞灵魂中，段天涯冷哼道：“装神弄鬼，萧洞，我们赶紧走。且留步，且留步。天象变化，这2日道童已有杀身送命之祸，圣仙也要自绝复活之机喽。”老瞎子吆喝道。段天涯怒道：“你究竟想干嘛？”瞎子笑道：“请道童成为神君时，为我旁门证明。”萧洞的脑子完全跟不上他们的话，仿佛置身于云雾之中。段天涯直接回道：“怎么可能？旁门左道乃是损人损己之术，怎可登上正统之位？”程瞎子却道：“大道3000能通玄，旁门左道如何不能？世人误解太深，还望神君考虑。”这时萧洞接话道：“你所说杀身之祸是什么意思？”程瞎子道：“天道莽撞，邪魔当道，邪王已经盯上了道童，若想摆脱困境，唯有利用气运才能找到一丝生机。”萧洞疑惑道：“那邪王是谁？”程瞎子摇头道：“天机凶险，不可测，不可说。”萧洞又道：“那怎么用气运解开呢？”程瞎子解释道：“用无上之气运躲避这天地之大浩劫。”萧洞不理解：“无上气运哪里会有无上气运？”程瞎子收起笑容，认真道：“答案就在自身。天地3主界16副界共有21位气运之子，而道童也是其中之一，是为人族气运之子。前7日，道童的气运力压群雄，独当第一，但自昨日起已入疲态，若想维持此等气运，唯有旁门之法，偷天换日。”段天涯惊道：“不可，不可！拆东墙补西墙，此饮鸩止渴之法。”程瞎子再次笑道：“如果道童连这2日都撑不过去，未来的无上繁华又如何见得到呢？如今天道入眠，邪王虎视眈眈，除气运之外，圣仙何解？规则将乱，气运不存，因果已至，道童力量薄弱，如何生？”程瞎子仿佛能看穿段天涯一般，在嘲笑着他的算计。“我旁门万年已经等过来了，不差下一个万年，但圣仙呢？道童呢？”段天涯脸色极其难看。“那2天之后呢？气运消失那几天怎么办？不是更加危险？你说的那个邪王能放过萧洞？”程瞎子点点头，笑道：“邪王只有2天时间，因为魔王就要登场了，二者以水火不容，必有异斗。那时道童只要忍耐7日的霉运，即可雨过天晴，万事无忧。待到天道苏醒，驱邪灭魔。”段天涯深吸一口气道：“小子，那瞎子不是在说谎话，你的看法呢？”此刻萧洞已然听懂，现在的他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他眉头紧锁，深吸口气后点了点头：“我同意。若有一天我成就神君，一定为旁门证明。”程瞎子再次仰头大笑，眼泪从白色的瞳孔中流下。旁门出事有望了，有望了。下一刻，瞎子捏出一道手印，只见萧洞周围的气流开始发生惊人的变化，但很快又恢复平静。这一切，周围来来往往的人竟然没一人看到，场面甚是诡异。瞎子任务已经完成，2日鸿运当头，7日眉心缠身。这香包可化解眉心，在那眉心7日需当天天佩戴，否则命悬一线，九死一生。提前恭祝道童躲避灾害，获得加成，同时希望道童早日晋升神君，为旁门证明。说完，那瞎子的身形渐渐消失，最后他作揖沉声道：“再次劳烦圣仙收起戾气，引道童步入霸者正道，也请道童多加自行思考，早日独当一面。最后望道童多行善事，积累因果善业。正所谓中心偏移，德不配位，必有余殃啊！莫因此让邪魔钻了孔子。人在做，天在看。”看着瞎子离去的背影，萧洞心中出现了波动。我气运之子，未来的神君，可我为什么会都不配位吗？我明了。就当他要自我辩解时，江林所画的灵圣之出现在他的脑海，一幕幕如走马观花。啪！一声响亮的巴掌，萧洞直接挥到自己脸上。周围所有人皆是诧异看向他，连灵魂中的段天涯也惊道：“臭小子，你干嘛？”萧洞眼神坚定，一字一句道：“老头子，我决定了，我要走霸者正道。父亲曾说，让我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有恩必报，有仇必报，而不是为了所谓一时的利益蒙蔽了自己的双眼。我怎么一见甚知就想占他便宜，完全忘了自己的底线。”黑原森林绝影阵法中，林清雪精疲力尽地睡了过去。
而一旁的江陵却睁开了眼，炯炯有神，仿佛能看穿整个天地。丁，恭喜宿主正面硬抗天道，并成功击败天道，达到不可思议，成就天道沉眠，获得奖励恶魔面具。元，可生成9大上古恶魔面具，强化你的魔仆，面具佩戴者对你无上忠诚。丁，宿主胆大包天，开启地狱之门，祸乱人间，获得巅峰称呼混乱魔头，获得奖励潘多拉魔盒，每天可生成一个地狱恶魔，但需要自行驯服。丁，宿主成功获得朱雀之血，解锁支线隐藏任务神兽之血，收集4大神兽之血，可获得奖励遮天诀，无法被追踪，无法被定位，无法被咒术锁定，无法被探查。你这次干趴天道的举动太帅了，现在的你终于有点反派的样子了。去吧，魔头，率领你的9大爪牙，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恶魔，毁灭世界，毁灭一切。嘿嘿，别忘了，记得收集4大神兽之血哦。半年后，你就不用担心天道定位你了，更不用担心他劈死你了。听着耳边系统的机械音，江陵眼睛一白，不是说你们研发人员都死完了吗？这个 PS 是谁说的？这么没品位。丁，回宿主，这是系统预留的人工智能交互板块，设计初衷为激励宿主，提高宿主反派意识。该板块可使用10万点反派值关闭。那倒没必要，虽然用词挺没品位的，但这彩虹屁还是听得挺舒服的。江陵回着系统的话，心里却鄙夷着那些研发人员。装什么装？别给我机会，否则我坑死你们江陵！划过反派奖励，来到系统最下端，那是反派系统商店的标志。7日已过，反派商店正式开启。点开标志，江陵面前出现琳琅满目的卡片，什么助眠卡，什么氛围卡，这些鸡肋的卡片数不胜数。在众多废卡之上，还有几张紫色卡片，其中就有一个江陵最为心仪的卡片——升级卡。升级卡消耗反派值，提升目标物品的等级，仅能针对物品、功法以及意境。售价1万反派值。没错，你没有看错，就是换取这张卡片需要1万反派值，但升级物品时还要用你的反派值升级。升级的物品等级越高，消耗的反派值越高，而且是高的离谱。江陵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强大的设定，但经过了这么久，他对系统里的这些玩意已经麻木了。其实他本来可以直接抢的，他还给你买卖的选择已经算很重视人权了。现在最重要的还是火凤涅槃诀，提升7火赤灵元婴的等级吧。没错，江陵已经凝聚成功7火赤灵元婴，7种异火，江之意早就通过鸳鸯双星炼给他送了过来。他背后可是9州第一家族江家和第一丹仙，这点异火还不是很难。如果这次没有7火赤灵元婴，他也根本不可能以元婴真气和那些化神炼虚对战那么长时间。江陵没有犹豫，直接点击兑换10张升级卡。没错，你没看错，就是10张。为什么要10张？7个异火7张啊，功法要1张啊，元婴要1张啊。什么？你问这不9张吗？那元婴定型的真气不得来1张，是不是很合情合理？什么？你说这不就是一个元婴的事吗？不好意思，最终解释权在系统。所以别看他现在有300万反派值，能把7火赤灵元婴的品质提升到极致就差不多了。这还是系统做人的前提下。江陵含泪点下升级按钮。丁，炫彩异火升级至顶级异火，消耗100345点反派值。丁，九离异火升级至顶级异火，消耗246075点反派值。丁，辟谷鬼火升级至顶级异火，消耗186544点反派值。丁，7火赤灵元婴升级至顶级元婴7火赤神元婴，消耗100万点反派值。呼，系统这回你算做了个人，刚刚好。有了7火赤神元婴，他的火凤涅槃诀足足能再提升一个大档次。在这个世界，保命手段最重要啊！保命的前提就是不能死。二姐，醒了就别装睡了，我们先回黑元城吧。难道二姐的阴阳本源还没消化完全？江陵突然靠近林清雪，声音逐渐邪魅起来。林清雪瞬间跳起来，连忙道：没有，你刚刚说的对，回黑元城，现在就回。林清雪一边整理自己的衣装，一边用眼瞄着江陵。这小子是怪物吧？都这么久了，他还那么这一刻，他终于理解了上官夭夭和下师柔黑元城此时已经大乱。在刘烟离开不到1个时辰，外城突然崩塌，凭空出现上万强力的妖兽涌入黑元城，但在混乱中有一个客栈倒是安然无恙，正是江陵之前居住的客栈。上官夭夭和夏诗柔就在此处，这里乃是江家产业，有着江家侍卫牢牢护着。江六时刻守在门口，担心出现任何变故。客栈2楼，上官夭夭坐在床上检查着伤势，已经恢复了，可以领取奖励了。此时的他
宛如一个凡人般，已经没有一丝修行气息。没错，他的血脉已经废了，彻底消失了，修为也完全散去了。可他面容却丝毫没有颓废，反而精神饱满。终于养好身体了吗？神级血脉的奖励，我来了。丁，好感度达到500点，获得神级血脉卡，血脉直接提升神级。没错，神怒空间的自爆换到了江林的500点好感，哪怕他血脉完全废了，那神级血脉卡都能将他的血脉提升到神级，他还可以重新修炼。是否选择使用？使用。丁，神级血脉卡使用成功。由于宿主原血脉和功法原因，产生2种晋级序列，请宿主选择。第一种选择7星地湖血脉，原晋升为9星神湖血脉，空间系神级血脉，自带本命神通9星空间。第二种选择根据自身血脉之源和天魅功、勾引术以及小神通魅眼如丝等功法，可晋升为9尾神湖血脉，远古生灵的起源血脉之一，集合幻术、魅术和空间3大体系的顶尖血脉。上官夭夭丝毫没有犹豫，我选第二种。他眼中放出浓浓的渴望之情。9星神湖血脉和9尾神湖血脉虽然只有1字之差，但却天壤之别。3系血脉在整个修真界从古至今都是极其罕见的，更别说是幻术和空间2大 BOSS 血脉的结合。9星神湖血脉在他面前根本不够看的，更别说9尾神湖血脉还是远古生灵的起源血脉之一，所演化的灵能是极纯粹的真气之一。下一刻，突然而来的剜心剔骨之痛席卷他的全身。忍住，夭夭，你要忍住，这是你唯一的希望。时间一点点的流逝，下一刻，他如同涅槃重生一般，焕然一新。上官悠悠，我再也不比你差了，我的血脉远超于你了。丁，监察到你与姻缘道侣合力击败大成级别的敌人，获得称号夫妻齐心，其利断金。情景说明，在双方都没有表达时，你们宛如心连心一般，进行了一次最默契的配合。你们的每一步配合都天衣无缝，取得了如此意想不到的成果。恭喜宿主解锁隐藏任务意外之喜，过于了解彼此会使得感情麻木，努力开动你的脑筋，让你的道侣感受到意外之喜吧。任务意外之喜，为你的道侣做10件事情，10件能给他带来意外惊喜的事情。任务奖励： 1. 指定奖励道具修为恢复完善卡，领取奖励。 2. 每完成1件可直接领悟1招仙级幻术，进度奖励。 3. 获得9尾神石，最终奖励。请问宿主是否领取？上官夭夭激动道：领取，领取！无论是指定奖励道具修为恢复完善卡，还是仙级幻术，以及那神话中的神石，都是上官夭夭渴望的。尤其那修为恢复完善卡，意味着他不用再从炼器开始了，他就可以直接恢复化神中期的实力。隐藏任务意外之喜解锁，获得指定奖励道具修为恢复完善卡，意外之喜隐藏任务正式开启。目前进度0、10，上官夭夭直接使用了修为恢复完善卡。下一刻，他的实力直接来到化神中期，但还没完，他的真气竟然成为了神级，神级9尾真气，怪不得叫修为恢复完善卡，还有完善的功能，真不愧是天道机缘。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江林回来的声音，他急忙冲出房间，要将自己恢复实力的消息透露给他，并不是幸福的分享，而是告诉江林，他没废，他还有用。这次事件之后，他更加清楚江林的习性，他更在乎自己的价值，只要自己能给他提供价值，他就不会遗弃自己，并且还能不断提高好感度，不然自己就彻底废了。江林看到上官夭夭的瞬间，眼睛突然放光。此刻的上官夭夭已经不是一句天生媚骨能形容的了，他站在那里就是行走的欲望，那一举一动仿佛都能勾动江林心底最原始的冲动，让他忍不住想冲上去蹂躏眼前这个女人。好在他脑海中一直运转着半步道法清净诀，所以能保持本心，拥有理智，但这份气质也太妖媚了，真对得起妖儿的称呼了。最重要的是，这还不是他的原貌啊！抽时间可以试试，还有这个家伙竟然恢复实力了。上官家好大的手笔，不愧是女1号，这都下线不了。本来想着接下来最后再利用他当一下诱饵，直接送他和萧栋一起去死，现在要变化一下了。目前让他亲手终结萧栋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他现在的实力应该没削减太厉害，顺便也试一下他的底细。幺儿，你能恢复真是太好了，刚好等下有用到你的地方，你和我出去一趟。江林刚说完，林清雪冷哼道：好好用哦。说完他头也不回，直接走入房间。二姐，我等下出去一趟，这批妖兽比较诡异，尸柔就麻烦你了，赶紧滚。
房间内，林清雪脸色微怒，死死握着长剑。江陵本来就是这样好色的浪荡徒，我为什么这么生气？我不是早就知道吗？我后面几次委身于他，不都是为了天道奖励吗？我干嘛生气？我一点也不气。啪嗒，茶杯直接摔倒地上，林清雪嘴角还维持着僵硬的微笑。我真的不生气。江陵，我下次再心疼你的身体，我林字倒过来写。门外，江陵将夏尸揉安抚一通后，走到上官夭夭面前。走吧，跟我出去。还没等江陵开口，上官夭夭便直接扑倒在江陵怀里，在他耳边吹气道：不回房间用一下，再去办正事吗？客栈3楼，江六弯腰在江陵背后，刚刚汇报完最近黑元城的情况。少主，那个瞎子不老实，私自给了萧栋一个转运香包，要不要直接？江陵手中折扇一收，端起茶杯，摇摇头道：没必要，旁门左道的手段挺诡异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至于弄死他。而且他们本来就是天道一气之辈，留着他还有点用。何况他的一家老小都在我手中，能翻起什么浪花？鸿运当头都救不了萧栋，更别说一个香包了。对了，萧栋现在在做什么？江六急忙拍起马屁。少主真是料事如神，那老瞎子几句话就让那家伙留在黑元城抵抗那些妖兽。江陵慢慢抿了口手中清茶，淡淡道：那瞎子可没瞎说，全都是实话。你以为先生有那么好骗？我费尽9牛2虎之力引诱他无限占便宜，就是在等今天，不然他拿了龙脉之气就走了，还真有点棘手。轰隆隆，黑元城上空雷鸣闪烁，下起了瓢泼大雨。风雨欲来啊！江陵伸出修长手指接住下落的雨滴，只是那雨滴竟然是诡异的红色。少主，真要继续加强那些妖兽？有些妖兽已经突破控制了。江陵笑道：你控制他们干嘛？乱吧，好好乱起来吧，现在有的是人筹。而我们看戏、喝茶、烤火。对了，我要的火炉运过来了吗？江六赶忙道：家主反对，但小姐直接冲进家库中把火炉给抢出来了，现在就在客栈之下。按少主所说，逆恋之火源源不断。闻言，江陵将手中茶一饮而尽，道：干得不错，这个面具是你的了，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信任。江六急忙跪下保证道：小姐救我于泥潭之中，江家待我恩重如山，少爷给我无上信任，我将6定以死报恩，绝不敢一心二意。江陵点点头，挥出道清风将其扶起。这天下没有人值得你去跪拜，包括我。轰隆，又一道雷声，但劈向了黑云峰。少主，那少夫人被困，真的不用去救援吗？现在江家4万死士随时待命，一个黑云峰根本不足为惧。江陵手中折扇一开，笑道：如果刘嫣儿和刘子渊死在那里，拥有1000万兵权的刘家会造反吗？京都东宫地面一片狼藉，告诉我司马家究竟是怎么办事的？让他弄一批妖兽，一死一下就行了，能造成1000人死亡，先拖刘家下水就行了。现在呢，黑元城当地的执法人员和守城军队全部覆灭，龙卫军的援兵也全部死去。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龙战声嘶力竭，咆哮地怒骂着下面的黑衣人。回禀太子殿下，真不是我等原因，本就是一批元婴级别的妖兽，谁知道突然一个个进入血怒状态，越杀越强。龙战直接挥出一股真气，黑衣人直接倒飞10米之远。废物，告诉我解决办法。你是要让刘安仁亲自去黑元城揭开你们那些操作吗？到那个时候别怪我不讲情义。黑衣人急忙起身擦去嘴角血渍，急道：太子殿下，司马家已经派去1名合体，3名炼虚高手，定能解决问题。龙战阴狠道：黑云峰上，我不想看到活人，但刘子渊和刘嫣绝不能死，必须给我活下来。黑衣人急忙弯腰道：属下明白。京都6扇门，南宫冷雨面色阴沉，看着手中的简报，7万人了，足足7万人了，这还没算黑元城的百姓。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一旁身穿飞鱼服的锦衣卫道：还调查没清楚。一夜之间，6扇门在黑元城所有的布置全部被拔掉，顶尖战力当时也去追严12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现在空间阵已经彻底关闭，应该是全力在维持城中的阵法。南宫冷雨脸色越发凝重起来，这肯定是早有预谋。就在前天，大批亡魂出现在云泽州，父亲刚好带去了6扇门大部分的主力，而对方刚刚好卡死在这个时间，恐怕所图不小。不行，弄不清这事，我寝食难安。给我准备黑元城旁边肃灵城的空间阵，我要过去一趟。那锦衣卫闻言急忙劝道：宇千卫，万万不可啊，黑元城内局势尚不明朗，现在进去恐入虎口啊。南宫冷雨目光坚定道：
那些黑元城的百姓一直在虎口，六扇门必须有所作为。江山社稷，以民为本。我意已定，准备去吧。京都，刘家，老爷，少主和大小姐全被困在黑元城，在那的镇元军全部殒命，兄弟们就等着您一道命令，就立刻前往黑元城，让那些妖兽一个不留，将算计小姐的人扒皮抽骨。是啊，老爷，千钧一发之际了，小姐和少主的护道人都已经陨落，他们的命牌也出现了破碎，不能再等了。大堂正中间，刘安仁眼神冰冷，死死盯着那岌岌可危的命牌。没有皇令，你们一个人也不能给我动，否则斩立决。人群中一个大汉直接开口道：大哥，我都听说了，是司马家干的。前段时间姑爷还在花河上弄死过他们的天骄司马杆，龙战还出面调解，这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就是龙战授意的。大哥可还记得当初的肖战？司马家要学江家，那大哥就要成第二个肖战了。刘安仁冷冷一哼：老三，给我闭嘴！具体的事还没出来，不要相信那些风言风语。我相信陛下不会再来第二次军火。那大汉闷闷道：那就让嫣儿和紫渊在那等死，我们什么也不做。刘安仁面色阴沉，一言不发。整个大殿中气氛已经可以结出冰渣。父亲，我与紫渊弟弟乃手足兄弟，我请命前往黑元城接三弟和大姐回家。在人群之末，一个瘦弱身影落落大方道：此人正是刘子阳，出现在万花亭中的那个质疑萧动的刘家二子。刘安仁猛然一震，视线聚焦在那个瘦弱身影上。刘子阳眼神不躲不移，落落大方：好小子，不愧是我刘家儿郎，自当团结一心。不过用不着你去，我有自己的安排。刘子阳再道：请父亲允许我带自己的护卫前往黑元城。刘安仁眼神微眯，声音低沉道：如果我不同意呢？无论您答应与否，我都会去。皇宫后殿，龙之阳看着手中的山河图，其中黑元城在山河图的最边境。现在黑元城彻底变得灰暗，意味着黑元城脱离了山河图的掌控。说说吧，具体是怎么回事？龙之阳的声音极其平静，但下面的谋臣皆是一颤，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人皇一怒必将血流千里。陛下，现在大街小巷都在传是司马家阴了刘家，想杀了他们的继承人。龙之阳冷声道：我要准确的消息。陛下，事情还在调查，宇千卫也亲自赶往黑元城调查。龙之阳冰冷道：就是说已经2天时间，你们什么也没了解到？为首的谋臣郭小吉忙出列道：据微臣整理的消息，这次受潮前4批和往常一样，只是突然出现了第5批妖兽潮，而第5批妖兽潮原本只有6000之多妖兽，但皆是元婴修为，来源并不是黑原森林，而是黑原森林后面的冰寒之地。本来在冲进外城就已经被镇元中将布置的应急手段杀死一大半，但剩余的妖兽突然受到增益，皆是越战越勇。目前内城已破，所有将位皆死在妖兽蹄下。此刻黑原森林内残存的妖兽也在蜂拥前往黑原城，大概只需3日，黑原城彻底变成黑原森林的一部分。闻言，龙之阳低下头，沉思足足1刻钟。过了，这次真过了。传朕旨意，凡自一点兵，100名炼虚和1000名化神，龙征军前往黑原城，朕要3个时辰内解决一切战乱。朕累了，剩下的就交给诸位了。小妻子，去把刘将军请到后花园，朕好久没和他下棋了。渐渐的，大厅内只剩下龙之阳一个人。告诉龙战，刘嫣儿和刘子渊任何一个人死了，朕都会废了他。还有司马家。黑元城，萧动手持长枪在妖兽群中奋力拼杀，在他身后是一个个妇孺老幼。段天涯劝道：小子，不行啊，这妖兽太诡异了，越来越多，你根本就不玩这些人啊。萧动摇摇头，坚定道：能救几个是几个，我身上有鸿运当头，一定能带他们活下去的。只要撑到朝廷部队，就一切都得救了。段天涯叹息道：你这又是何必呢？那些只是凡人，过几天他们根本不会念你的好的，甚至在你落寞的时候，他们还会踩你2脚。萧动手中长枪一正，再次冲进兽群，救下一个身形单薄的女孩。我不在乎，救下他们是我的本心，我有能力做到，我愿意去帮一把。这对于我来说不值一提，但对他们来说是最珍贵的生命。萧动变了，在程瞎子离开那一瞬间，他仿佛明悟了，他是萧动，不是段天涯，也不是叶段江。他答应过父亲，要带领人族走向巅峰，答应过母亲，做一个善良的人，造福世间。他的路永远是霸者正途。长枪扫，妖兽退，这灰衣少年已然有了几分豪气。段天涯叹气道：
终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人心就是灰暗、肮脏的。萧栋猛然一枪，四周妖兽皆是爆裂开来。他沉声道：“那我就改变人心。”周边一个遁地兽见到萧栋凶威，直接将旁边的孩童叼到嘴里，跳入地下。休想跑！土遁！萧栋直接顿时遁入地下，向着那遁地兽追去。黑云峰千丈之下，小姐，是人族龙脉。看着一道粗壮的黄色山脉，小屋兴奋地叫道。东皇盼脸上原本落寞的表情瞬间一转，变成了浓浓的渴望。是人族7大龙脉之一，小屋给我挖断它，我要吸收了这人族的无上龙气。这龙脉，就算给我前面死去那些儿郎追回些利息。小屋闻言，直接发动本命神通灵牙利齿。下一刻，京都之中，龙之阳猛然睁眼，妖孽果然是在打龙脉主意。山河图给朕越境镇压。樊自缢，什么都不要管了，先去黑云峰溶洞，把那些妖孽给朕直接灭杀了。声音浑厚，响彻整个宏伟大殿。此时，一道浓重的天地之气直接锁定东皇盼和小屋。小姐完了，我们被人皇发现了。东皇盼嘴角一哼，没事，他有山河图，我有妖皇幡，而且现在黑元城根本不在山河图的掌控之中，这天地之气他根本用不了多久。只见他取出一柄长幡，在空间中挥动起来，天地间一股股妖魂不断肆虐，抵抗着那道浓厚的天地之气。小屋你快点，能挖出个洞就行。周边有人族大军正在往这里赶。咔嚓，最外层一道土壳终于被那老鼠咬破，一股股龙气蔓延出来。东皇盼直接化成妖龙，想要侵吞那些龙气。就在这时，一道黑影突然出现在那破碎的洞前。没错，正是萧栋。他正在追逐遁地兽。站到地面，他四处张望，却没有发现遁地兽的踪迹。小子，你身前是龙气，快吸收凝聚神通。萧栋看向遁地兽消失的方向，迟疑道。可那孩子，段天涯焦急道，管不了那么多了，这可最上乘的龙气，刚好你的真气已经神级，可以凝聚神通，冲击化神了。萧栋犹豫道，那外面那些妇孺老幼，这些龙气完全够你凝聚上古神通真龙之息，8大防御功法都对你无用啊。看着萧栋还在犹豫，段天涯焦急道，等你出去，我教你祭狐之法，可以直接医治黑元城所有重伤之人，比你一个个方便多了。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啊。那头妖龙过来了，你先下手为强，绝不能将人族龙气白白送给那妖龙。萧栋一咬牙，直接开始吸取。事情紧急，只能先委屈下外面的百姓了，客栈地底。江林拿起手中的黑炭，往一个大型熔炉中扔了进去。熔炉内部的火焰更加明亮起来，火光照在江林五官分明的脸颊上，灼灼生辉。少主，鱼儿已经进去了，开始进食了，但是周围出现百名炼虚千名化神，可能会影响鱼儿吃食。江林把玩着手中的黑炭，感慨道，大世界的神器真是宛如繁星啊，从京都到黑元城宛如咫尺之间，眨眼就到啊，不愧是大世界啊。虽然修为被限制了，但其他的一切依旧照常运转，巫妖畏惧，小世界敬畏，这就是轩辕问天的手段，令人神往啊。不过没事，让剑雨再飞一回。江六担忧道，少主，万一鱼儿被弄死了。江林将手中的黑炭扔入熔炉中，笑道，鸿运当头，气运之子哪有那么容易死？不过另一个气运之子可以死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惜了个女主，用来提升血脉，其实也不错。不过女主太多了，不差她一个，让她给萧栋铺好死路也是不错的想法。对了，这次来人是谁带兵？江六回道，第二龙将樊自缢。江林叹息道，哎，人族大将，萧战那时代的沉淀下来的大将啊，真不想送他去死，但由不得他了。既然来了，那就去死吧。把鱼食揉碎了，喂给鱼，让他吃快点。准备速杀阵，等鱼儿把食吃完，还那2只杂鱼死掉后，再干掉这一批龙真菌。江六弯腰道，是。江林拿起手中折扇，对着火炉轻轻扇动几下，火焰瞬间窜了起来。龙之阳，接下来你该怎么做？龙脉断了，刘家的人死了，丢弃司马家和龙战，你舍得吗？如果你愿意多花点代价，我可以帮你保下刘家的人，但我的胃口可不小。黑云峰突然开始晃动，山崩地裂，龙脉外层的土壳以那道被钻出的洞为中心，直接开始4分5裂。瞬间，整个地洞中全部都是龙气。离得最近的萧栋啥也没说，直接开始疯狂鲸吞。东皇盼也开始玩命吸取。京都，龙之阳死死盯着面前的山河图，突然其中一道主脉开始崩碎。樊自缢，
快点冲破妖皇幡，给我弄死那几个小贼，然后把龙器给我收集回来。龙之阳满脸焦急，恨不得亲自下场。可惜下一刻，他与龙征君的联系彻底被切断。他急忙调动山河图，可惜龙脉在破碎，他根本发不出政令。陛下，刘将军已到后花园。身后的太监小跑到他身边，低声汇报道。哗啦啦，山河图上一条贯穿东南的主线直接粉碎，7大龙脉之一彻底崩了。紧接着，他视线所望之处，自己刚刚派去的龙征军全军覆没。龙之阳双眼皆是怒火，他声音沙哑道：“请到天宗出手。”身后太监为难道：“陛下，到天宗大部分实力现在全在云泽州灭杀乱世魂魄，剩下的需要提防魔教6派的动向。”龙之阳满脸怒火，此刻他震惊地发现，明面之上他无人可用。龙军不能轻易调动，龙源秘境是9州核心，太多势力觊觎，绝不能分出一丝兵力。龙征军和龙卫军也不能再调动了，不然京都不稳。地方守军现在必须牢牢守住城池，不然那些突然复活的百朝余孽就要冲击他的江山社稷了。而道宗和6扇门的主力又去云泽州去灭那里的混乱了，自己堂堂9州人皇，明面上真就无人可用了。难道要从轮回战场上挑人？难道要将那龙家暗江转名？可恶啊，刘家掌控的军队用不了啊！龙战都是你给震出的难题啊！陛下，刚刚江家请缨，愿用1000年培养的死士解决黑元城危机。此刻黑元城宛如人间炼狱，街道上血流成河，妖兽随处可见，房屋也已经坍塌大半，哪怕巍峨的城主府也已经只剩断壁残垣。隐藏在灰暗角落的幸存者心中都出现绝望。妖兽越来越强，而人类越来越少，自身的物资也越来越少，完了，黑元城彻底完了。人皇已经放弃了黑元城吗？就在这时，黑元城上方出现了洪亮的皇令。人皇下令妖魔乱世，特封江陵为黑元特使，掌控黑元城内所有力量，平定兽乱，稳定龙脉。已经来到客栈2楼的江陵玩味地看着天上的皇令，这时他已经恢复了原本的面貌。终于来了吗？草民江陵，谨遵皇令。下一刻，皇令降到江陵身上，一股天地之气加成而来，山河图加深，黑元城的天地都要听江陵的命令了。江陵心中不禁暗暗感慨，龙之阳真是舍得。黑元城现在已经不在山河图内了，他竟然耗费山河图辛辛苦苦积累的天地之气加深自己，看样子他是真急了，真怕自己压不住黑元城，导致他的江山社稷会出大乱。江陵一切以龙气为主，只要追回4成，我许你镇魔使，重剑镇魔司。还有刘烟和刘子渊不能死，必须活着回来，100年内江家所有秘境无需上交任何收成。龙之阳的声音通过天地伟力传到江陵耳边，江陵微微弯腰，陛下圣恩，江陵必肝脑涂地，竭尽全力。这几句话恐怕又是不少天地之气。真是舍得感慨完，江陵直接打个哈欠，走向上官夭夭房间。少主，您不去抓那条鱼，还有外面的那些妖兽，以及黑云峰上的少夫人？江陵摇摇头，都这么危急了，织画饼就想让我办事，哪那么容易？我很贵的。江六闻言大惊失色，急忙指了指天空。江陵看着心惊胆战的江六，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以为那皇帝老儿能看到这里啊？刚刚那一切都是打肿脸充胖子罢了，他已经掌控不了这里了。至于那条鱼，这只是他鸿运到头的第1天，让他慢慢玩去，他又出不了黑元城。外面的妖兽挺好的啊，每隔1个时辰加强1次，越来越强，我打不过很正常嘛。至于那刘烟和刘子渊，我倒是想他们直接玩完，可那些土匪和司马家的人就是拿阵法困住他们，让他们经受点神魂皮肉之苦，又不敢让他们真死的。其实里面那些人也急坏了，根本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要知道具体情况，那些司马家的人恐怕现在就把刘烟和刘子渊恭恭敬敬地送出来了。龙战现在就怕那2尊神出事了，所以他们安全的不得了。整体下来我们怎么都不亏，所以我们急个啥？现在还可以免费看戏，再等等。要是我一上手就把问题解决了，不就是给天下人说这就是我自己的干的吗？而且那家伙光画饼就想让我干事，做梦吗？再说一遍，我很贵的。你每个时辰给皇帝老儿回消息，每次就说江家死士死亡惨重，恐怕要撑不住了，但我等誓死与黑元城共存亡。黑云峰之下，萧洞，快看，那溶洞底部好像是女娲图。灵魂中段天涯突然提醒道。萧洞双眼金光一闪，什么女娲图？他现在不能那方面的事，完全没有世俗的欲望，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了本源精元，而那玩意只能成仙重新构造。当然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女娲土，但女娲土上百万年修真始终仅出现2次，也就是女娲造人和补天之时，连女娲大能都小心翼翼使用，生怕不够。可想而知这东西有多难遇到。没想到在这里就有。夭，我马上就能恢复能力了，就可以娶你了。萧栋毫不犹豫，直接冲到溶洞底部，准备将女娲土收入混沌珠中。不可，这玩意你只能用方寸袋储存，这等奇珍异宝进入混沌珠中会被混沌珠当成养料，提升自身品质。段天涯及时打断道。萧栋问道：我能现在直接吸收吗？段天涯摇头道：没那么简单，需要调养气息，配合专门法诀修行3个月之后才能使用这上古圣物。听完段天涯的话，萧栋直接取出方寸袋，收走那拳头大小的女娲土。萧栋，快走，这里要炸了。闻言，萧栋直接将空间内所有龙气全部侵吞下去，然后在龙月符上灌输一道真气。下一刻，他的身形就消失不见，整个溶洞内只剩下地上的东皇盼和小屋。就在萧栋刚走，东皇盼艰难睁开眼睛，看到旁边生气全无的小屋，心中无比凄凉。这一次九州之行，自己好惨，啥也没了。要不是妖皇幡，他也死得透透的了。没等他反应过来，巨大爆炸冲击波直接将他吞噬。不，我还不想死。可惜回应他的是剧烈空间爆裂之力。黑元城客栈，我让你准备的那头犀牛妖兽怎么样了？你放心，绝对没问题，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没想到你还在幻术方面有造诣啊。这次涅槃，我原来的7星空间废了，但幻术和媚术得到了提升啊。好吧，接下来你就在内城练练手，灭掉一些无关紧要的妖兽，顺带帮我维持住那犀牛的威慑力。许久之后，上官夭夭面色通红的急匆匆逃离，紧接着江陵神清气爽地走出了上官夭夭的房间。就在这时，江陵正面碰到林清雪。来我房间，3天没考核你功法了，你真是一点也不主动修行，真不知道你修为是怎么提升的。声音冷清，没有一丝江陵可以拒绝的余地。房间内，林清雪扔出一个记忆水晶，里面有数百道高级剑诀。这是我大半生收集的所有剑诀，当时为了救你，我全当成一次性的功法消耗了，现在需要重新理解感悟，才能回到巅峰。刚好这机会，我带你过一遍这些剑诀，多个法门，以后多条出路。你看看你干的这些事，后面都是要九死一生的。江林笑着接过水晶，双手故意触碰了下林清雪。二姐，我做这些事，你真不管？林清雪急忙收回手，脸色红润道：你也知道自己过分，你给我注意分寸，别到时候连我出手救你的机会都没有，你就死了。江林直接靠近一身白衣的林清雪，在她耳边轻声道：你真好，二姐。林清雪急忙推开江林，有些紧张道：先弄正事，讲解剑诀。江林笑道：好，不过二姐这次我们互相交流。2个时辰后，天地突然暗了下来，江林耳边仅留下林清雪的一句轻语：甚至我还需要借用一下你的本源。京都皇宫后花园，陛下，该您了，这一步您已经思考小半个时辰了。听到刘安仁的话，龙之阳仿佛大梦初醒一样，老了，思维已经转不动了，干完这2年也该把位置让给那些小辈们了。刘安仁忙接话道：陛下正值壮年，怎么会老？龙之阳摇摇头，拿起黑子下在了一片空旷的区域。安仁，你怎么看当今年轻一辈？刘安仁在龙之阳刚下的黑子旁紧落一子后说道：天骄辈出，英才遍地，乃是九州中兴的标志，全是陛下励精图治的功劳。龙之阳笑道：安仁，你觉得哪几人能成就大事？刘安仁微皱眉道：张家后辈张婉梦年幼便闻名九州，在秦派凋零之际数次力挽狂澜，使秦派在如此局势下依旧稳定不倒，又背靠张家，可成大事。龙之阳摇头道：秦派顶端战力凋敝，被吞并是迟早的事，张家当初死挺骁战，得罪了九州大半势力，现在张家老祖寿元也快到头了，而张婉梦实力上低，已无力回天，现在的尊严不过是秦派最后的昙花一现罢了。刘安仁又道：南宫家的宇千卫胸怀正义，做事雷厉风行，已有其父6分资质，是为成大事之辈。龙之阳道：南宫冷雨我很欣赏，但过犹不及，不懂人情世故，是在修真界混不下去的，当年的肖战就是例子。刘安仁思索片刻道：太子龙战刻苦好学，自幼学习治国之道，为各州百姓解决很多困境和难题，可成就大事。龙之阳连连摇头：我的儿子我很懂，心胸狭隘又急功近利，
如果有天他辜负安仁，安仁会怎么做？龙之阳说着，在棋盘天元的位置下了一道黑字，图穷匕现。刘安仁指道：陛下，我是您一手提拔上来，叶儿和子渊是您的亲外甥，太子殿下的表兄弟。刘安仁没有明说，但其中的意思已经很明确。龙之阳在位数百年，很清楚刘安仁的意思。此刻龙之阳眼中的笑意褪去了70%，但还是表现出如沐春风的表情。黑元城的事，我一定会给安仁和天下一个满意的答复。来，继续下棋。刘安仁在密密麻麻的棋子中落下一子后问道：陛下觉得当今谁可成大事？龙之阳看了眼江陵发来的战报，眼中最后30%的笑意渐渐消去，化作毫无感情的平静。你那未来的姑爷可算得上一个？黑元城客栈之下，江陵坐在火炉前喝着灵茶。少主，南宫冷雨那娘们进入外城了，要不要干掉她？江陵摇摇头，没必要，刚好需要他来告诉天下人此时的黑元城有多么绝望。不过可以灭妖兽了，让下面的人卖力点，不要被看出什么破绽。还有那其他几路人马什么时候到？江六低头看了眼手中的符箓，回道：司马家已经在城外了，龙家的暗江也在城外了，还有刘家二子也快到了。江陵一道：还是没有赵羽凡的消息吗？江六摇摇头，没有，他好像去了云泽州。江陵笑道：声东击西罢了，这里古神秘藏的100年布局被毁，身为第一魔使，他一定会来。对了，萧栋呢？快到2日之期了，该准备收网了。江六回道：他现在在内城，一边救人，一边尝试突破外面的镜面阵法，真是妄想，那可是二阁老和少主的手段。不过他的位置越来越靠近上官夭夭了，我们要不要？江陵挥挥手，无所谓，上官夭夭身上有着傀儡骨，翻不出什么浪花的。就在这时，江六手中的符箓突然闪过一道黄光，下一刻他惊喜道：少主，您真是料事如神，陛下传送来大量的灵石和资源，以及道天宗的那道阵法传承。江陵接过一个方寸袋，笑了笑，那老家伙终于肯吐点血了。这可不够，那龙战呢？还没联系我们。江六摇头回道：没有。江陵笑道：看样子他还不急，是在等外面那几个司马家人的消息。我让你放过去的东西，你都放到外城了吧？江六急忙点头，下意识出现了一丝恐惧。已经放过去了，少主，那东西不是妖兽吧？江陵收起笑容，露出绝对冰冷。当然不是，让江家的人离那2个玩意远点，越远越好。赵羽凡不是一直没消息吗？我就逼他现身。话说他师妹还是很不错的。说完，江陵站起身走向客栈的上层。少主下一步。只听江陵淡淡道：让江家的死士全力消灭妖兽即可，剩下的不用他们操心了。你就和皇帝老正常扯就行了，啥时候他同意把黑元城赐给江家了，你啥时候再来找我。接下来我很忙的，要和林长老探讨剑法，还要指点上官夭夭幻化方面的技巧，更要帮助诗柔准备筑基前的淬体。唉，我这苦命的人啊。黑元城外城，南宫冷雨一踏入城内，就感觉一股冰寒之气贯彻全身。展宇，你小心点，这里有点邪乎。刚刚那几只妖兽明显是进入血怒状态，有人刻意而为。他话音还未落下，一道诡异的触手直接贯穿展宇的身体。小姐，快跑！闻言，南宫冷雨急忙抬头望去，迷雾之中，一个巨大的身影若隐若现，一双猩红的眼睛死死盯着南宫冷雨。庞然巨物，死亡气场。南宫冷雨心中不禁咽了咽口水，这是什么鬼东西？刷刷刷，地面突然出现一道道藤蔓，向着南宫冷雨射来。南宫冷雨一个惊顿，直接拉开距离。下一刻，他手中突然出现一鼓锤，面前出现一鼓更闻鼓，咚咚咚，洪亮的鼓声响起，迷雾散去，数百丈的庞然大物出现在他面前。见到对方全貌，南宫冷雨大惊失色。上古恶魔，恐惧魔术。对面是完整体的恶魔，吞噬恐惧的上古魔藤。快撤，别回头。说完，南宫冷雨丝毫没有犹豫，迅速后撤。可惜那恶魔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一根根魔藤迅速缠绕着那些落后的人员。下一刻，被缠住的人像是被抽干养料，化作干尸。随即干尸便活动起来，开始阻挠南宫冷雨他们的逃跑。南宫冷雨额头上疯狂冒汗，他已经来不及守护他的队友。逃命，把这里的事情汇报出去。恶魔重新降临世间了。魔与人妖巫三族不同，它不是一个种族，任何种族的生灵都可以化成魔。它以生灵血肉和灵魂为食，可产生怨、怒、杀、戾4气。想要杀死它，
只能大成以上的修士将其分割镇压，然后用生灵气慢慢泯灭他们的活性。可自从5000年前，九州世界就再也没有大成修士。除此之外，他们基本上是不死不灭，只要有负面情绪，他们就能强大起来。南宫冷雨越想，心中越是恐惧。短短3分钟，他带来的人从近100人就剩下11人。好在他们移动速度够快，恐惧魔术的树藤跟不上他们。千位，那树藤在退缩。刚到一个空旷的区域，南宫冷雨便听到下属的汇报。南宫冷雨急忙转头看去，那些黑色的藤蔓好像感受到什么危险，急忙退去。呼，看来这里应该有什么能克制他的东西。千位，我们终于逃出魔爪了。就在南宫冷雨也松一口气时，就听到另一个下属紧张的声音：我们好像还没有逃出去。闻言，众人皆是看向他，只见他紧张地盯着前方，顺着他的目光是另一个身影。那道身影不算特别大，宛如一个磨盘悬空，四周被一根根粗线吊着，细细看去，竟是一只五彩斑斓的蜘蛛。四周的粗线竟是他吐出的蛛丝，在他身上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怒字，干，是愤怒蛛魔。话音未落，一道蛛丝向众人飞来，宛如天女散花一般，2个完整体恶魔。南宫冷雨疯狂躲避，脸上却已经控制不住表情，那是浓浓的不可思议。这黑元城完了，怪不得谁来谁死，又是罪魂复活，又是恶魔降世，九州世界这是怎么了？千位，我们逃不掉了，只能用跳跃阵法送你离开。闻言，南宫冷雨急忙回神，左边是庞然巨树，右边是密密麻麻蛛网，真是前有豺狼，后有虎豹，已然是绝路。不，我和你们一起，让最小的元司离开。只见那元司双眼金光一闪，朗声道：众人结阵，送千位离开。没等南宫冷雨反抗，一道空间之力直接将他带走。最后他只看到那树藤冠穿了剩下9人的身躯。千位，九州百姓就靠你了。另一边，司马家的势力已经进入黑元城，走在最前面的是合体期的司马刃，他满脸不屑，哼，都是些废物，这点小事还需要惊动我？走了这么久，哪有什么妖兽？司马家的脸被他们丢完了，让我一个合体镜给他们擦屁股。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响起：老祖，您后面。司马人脸色极其不耐烦，转头就骂道：你也是废物，话都说不利索。那东西是啥？不会是真的？魔吧？开玩笑吧，已经万年都没出过这玩意了。假的吧？看着那庞大的树魔，司马刃脸色出现一丝苍白，嘴角不断在抽搐。他实力为合体中期，感知力相当准确，在他的神识中，对方竟然完全不存在，那就只有一个存在了，恶魔。现在可以打道回府吗？我只是路过。真的，我妈等着我回家吃饭。司马刃满脸苍白，心中已经开始犯苦。不是他怂，是恶魔根本无解啊！大成以下修为的对他根本没用啊。而在九州哪有什么大成？撤！这已经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了，快撤！可就在他们调转方向，向着来时的路跑出的时候，一只5颜6色的蜘蛛出现他们身前。快使用空间传送！老祖，失效了。城外，刘子阳盯着被一团迷雾笼罩的黑元城，面色极其难看。二少爷，我们不进去吗？刘子阳摇摇头，苦涩道：完了，是恶魔。二少爷，什么意思？刘子阳收起眼中辉光，艰难道：我的眼睛乃是极真鹰眼，能看到了里面的情况。一边的侍卫皆是望向刘子阳，问道：二少爷，看到了什么？刘子阳打了个寒战，咽了咽口水道：司马家合体大能被困在一道蛛网中，被愤怒魔蛛一点点啃食，现在只剩下了半个身子了。现在的外城已经没有一个生灵了，现在进去就是去送死。内城全是迷雾，我看不清楚，只能模糊地看到一点。内城很乱，江家正在灭杀妖兽，但一个炼虚期的犀牛妖修已经杀死好多江家的附庸，在他周边聚集了很多妖兽，内城已经俨然他的地盘。而黑云峰被隔绝阵法困住，我看不清里面的情况，以我们的实力根本无法接近到黑云峰。他的侍卫也咽了道口水，紧张道：那二少爷，我们怎么办？刘子阳眼神一定，咬牙道：安营驻扎，以防魔惑扩大，我们等着他们出现弱点。侍卫紧张道：那老爷那边我们怎么说？刘子阳深吸一口气：实话实说就行，我们要做的就是向天下表明刘家的态度。我刘家郎不放弃任何一个刘家人，我们从不畏惧死亡，但也不会随意送死。同样，身为军人，我们会用命挡住魔惑的扩张，
守护身后的九州百姓。侍卫身形一正，朗声道：“是。”内城，萧栋身上的气质突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股浩然正气冲破四周的兽群。本命神通，真龙之息成。距离化神，他仅剩下最后一步，凝聚神识之种。见到这一幕，段天涯忍不住赞道：“小子不错，这神通相当扎实。”萧栋脸上却没有出现欣喜的表情，只是担忧地看着四周。老头子，2天已经过去，我身上的红晕已经消失，可我根本逃不出黑元城啊！龙月符不是没有任何限制吗？为什么每次使用都会回到黑元城？段天涯看到周围的迷雾，心底也出现了一丝异样。龙月符能用，代表一切没问题，但回到这里，那就是有人动了外部的空间，就是相当于在黑元城外建立了一面镜子，只要想出去的人都会被反射回来。萧栋闻言紧张道：“那怎么办？2天已经过了，我也没见到邪王，那瞎子说的是不是假的？”段天涯摇摇头道：“应该不会，说不定就是因为红晕，你已经避开了邪王。你就想，要不是那红晕，你能获得龙气凝聚本命神通真龙之息，你能找到女娲土？”萧栋点点头，很是认同。这2天他确实顺风顺水，收获了一堆奇珍异宝，还大杀四方，没有受伤一点。段天涯开口道：“接下来你找个地方躲好，别露头了，这些事自然有个高的撑着。”萧栋犹豫道：“可那些百姓没有我，他们会被妖兽直接杀死的。现在那西妖已经无人能挡了。”段天涯劝道：“你看现在江家下场，那些妖兽很快就解决了，至于那只犀牛会有人解决的。你现在头挂眉心，当处处小心，不然你送了命啥都没了。你已经保了他们那么久，很不错了。江陵和你是死对头，要是知道你在这里，他一定会借机迫害你的。”萧栋回头看了眼那大院中互相依偎取暖的平民百姓，眼中闪过一丝不舍。段天涯感受到这一幕，咬牙道：“你要是死了，什么复仇，什么救世，就全都不可能了。”闻言，萧栋眼神猛然一定，咬着牙转身走出了大院。刚走出门，就感觉到一阵粉风扑面而来。萧栋朦胧中看到一个窈窕身影，只见那身影转身，一个精致如玉般的面容出现在萧栋面前，竟然是夭夭。萧栋激动道：“夭夭，你怎么在这？”他满心欢喜奔向那粉色身影，眼看就要走到那身影面前，只听见耳边传来一阵巨喝：“还不醒来！”下一刻，萧栋眼中突然清明，发现周围竟然什么也没有，只有空荡荡的街道。臭小子，你刚刚中幻术了，现在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萧栋检查一遍身体，发现安然无恙后，喃喃道：“幻术吗？可我明明闻到了夭夭妹妹最爱的迎春花之味。”段天涯冷哼道：“算你小子命大，还迎春花的味道，差点你就回不来了。那应该是幻术和空间杂糅出来的术法，竟然还能隔绝我的呼喊。要不是我动用灵魂之力，你就彻底沉沦了。刚开始霉运就这样，这旁门的无上奇宝，好运相包也不过如此。”只听萧栋大惊失色道：“不好，我身上3个方寸带都不见了。这叶段江真是个傻子，也不知道江陵为什么那么怕他。一个幻术空间就让他魂不守舍的，也不知道见到什么，道心真是薄弱。在这一点上，江陵可是甩他10条街。我还从来没见过江陵失神过，这么久了，连最兴奋的时候，他眼底都是极致的冷静。”上官夭夭掂量着手中的3个方寸带，满脸都是得意的表情。好大的秘境石，这是妖兽蛋。这个土是干嘛？怎么还有个奇奇怪怪的香包？哇，好多奇珍异宝，竟然还有土属性极品灵石，应该是城主琥珀的时候他趁乱去偷的。你偷城主府库的，我偷你的，合情合理啊。真不知道江陵看到这些东西会是什么表情。哈哈，那一定很精彩，应该可以满足一件意外之喜了。仙级幻术，我来了。上官夭夭脚下生风，飞速向着客栈赶去。客栈2楼，甚至你这是在用天地之气温养这枚种子。林清雪正在温柔地给他穿衣，脸颊上的温红还未褪去江陵收回那股微弱的天地之气，看着手中指尖大小的业火红莲之种，叹了口气：“哎，这天地生养的东西真难培养，让它长出业火红莲，要等到猴年马月啊！以后这天地之气还不知道要上哪去薅羊毛啊！”没错，江陵正在用龙之阳给他提供的天地之气，温养他从古神秘境得到的业火红莲之种，拿朝廷的钱办自己的事，简直不要太爽。林清雪听到江陵的话，不禁翻了个白眼：“你这话让那些外界的修士听到，一定恨不得拿刀砍死你。一缕大世界的天地之气，可成一座顶品灵石矿。你那种子是先天灵物，100年内能发个芽，你就美着吧。想培养出来，最少要1000年起步。”江陵知道林清雪说的都是对的，但他可等不了1000年。
半年内必须养成，不然他肯定躲不过天地魔劫。而且他还要用业火红莲建立自己无上道心，这事不能再推了。修行一途怎么能迟迟不建立道心？这样很容易走入歧途。表面上他嘴巴一撇，不服气道：说不定明天这莲种就自己发芽了。林清雪帮他整理完最后的衣领，宠溺道：对，不过明天发芽哪行啊？太晚了，今天就应该生莲。闻言，江林轻搂林清雪，笑道：那就接二姐吉言，我们吃大餐去。林清雪直接挣脱后道，油腔滑调，没个正形。走廊中，江林和林清雪正面迎上刚刚满载而归的上官夭夭。见到江林，上官夭夭直接上前拿出3个方寸带。少爷，这3个方寸带是不是你落在妖床上的呀？上官夭夭声音如酥，俏皮中带着丝妩媚，让人如痴如醉。在林清雪几乎要杀人的眼神中，在上官夭夭望眼欲穿的渴望中，江林好奇地打开了第1个方寸带。这绝不可能是自己方寸带，自己平时都用储物戒。他知道这绝对是上官夭夭这几天的收获，想在自己面前邀功。打开第1个方寸带，金光闪闪，琳琅满目，光是极品灵石就达到了数十枚，还有很多奇珍异宝，皆是炼器和修行的上好辅助珍品。你抢劫城主府了？看着江林不可置信的表情，上官夭夭嘴角上扬，没有回答，只是递上了第2个方寸带。接过第2个方寸带，明显比第1个还要重，这勾起了江林浓浓的好奇心。打开方寸带，是一个巨大的石头，秘境之石。我去，这么大的秘境之石，这恐怕有半洲之地吧？上官夭夭头一扬，傲气道：你再看看那角落。江林转移目光看过去，是一个红蓝相间，上面刻有龙纹的蛋，冰火战交，好运相包。你打劫了？江林满脸震惊，脑袋瓜嗡嗡的第一女主打劫了第一男主的无上机缘，然后来我这儿领功。江林的脑袋有点不够使了。天道睡着了，这世界彻底疯起来了。丁，恭喜宿主完成一件意外惊喜，好感度加100，评价提升至中下等，获得仙级幻术9转回廊。看着江林满脸震惊的表情，上官夭夭心里别提有多爽。没错，叶断江，我只是略使手段就把这些搞到手了。江林抬起头，看着头仰45度角，傲气十足的上官夭夭，咽了咽口水道：干得不错。上官夭夭直接扔去最后1个方寸带，这是最后1个，我去维持那头犀牛了。为了你这事，快累死妖，你后面要心疼下腰。说完，上官夭夭在林清雪的死亡凝视中一溜烟消失不见。方寸带入手，这一次很轻。江林怀着好奇的心打开这袋子，就拳头大小的土块。这时一股气息传到江林鼻子，下一刻江林精神一振，前几天战斗留下的伤痕和暗疾全部消失不见。这是黄色沙晶，提神滋养护体。卧槽，女娲图！江林眼中的震惊化作浓烈的欣喜，他抱着旁边的林清雪就是一口：发了，二姐，你这嘴真是开光了，今天的业火红莲就能生莲。林清雪满脸通红，弱弱的在江林怀里挣扎了几下。看着兴奋中的江林，他并没真的想脱离，在心中也陪着他开心了起来。你确定这点土就能让那先天灵宝业火红莲种子生莲？江林猛然点点头。混沌初开之际，世界中央是一株神奇的青莲，据说世间的力量就是源自那青莲。那青莲的莲台共计有108品，莲心有7颗莲子。混沌分天地之时，该青莲崩溃，化作数宝，其中一莲子坠入不周山，得到土之祖源的滋养，化为36品创世青莲。其力量过强，不为天地所容，在天道摧毁之时，三祖圣和女娲大能恰好路过，被他们所瓜分。其花化作3宝玉如意，莲叶化作青萍剑，莲藕化作盘龙扁拐，其土化作9天熙壤。这土便被女娲所得，世人又称为女娲土。它可孕育36品创世青莲，那业火红莲如何不可？江林直接取出业火红莲之种，扔入9天熙壤之中，瞬间黄光大作，莲种破壳而出，一道道嫩叶顺势而出，叶片长大，托衬一朵黑红色的花蕾。见此一幕，江林直接取出摘心尺，划开自己的胸膛，露出了一颗鲜红跳动的心脏。林清雪顿时大惊失色：江林，你在干嘛？江林坚定道：业火红莲承载着世间至大的罪孽与苦难，唯有在血海中才能孕育出无尽的生机，所以我要以自身之心血培育出这业火红莲。换句话，我要让它与我的心脏融为一体。没有丝毫犹豫，江林直接抓起含苞待放的业火红莲和9天熙壤，硬生生塞入自己的心脏。整个过程，江林面色惨白，
但他双眼灼灼，嘴角没有一丝轻哼。下一刻，感受到江林的心脏中的血液，整株红莲仿佛感受到什么人间最极品的美食，突然发出明亮的红光，开始拼命吸收那鲜红的血液。血液逆流，江林的精神此刻开始逐渐萎靡。江林，用我出手帮你疗伤吗？江林努力挤出一丝笑容，摇头道：不用，我能搞定。他身形逐渐瘦弱，但他眼中的光芒越来越逼人。喜欢喝血？好，我让你喝个够。火凤涅槃诀，给我加速恢复。体内的所有真气都在源源不断运转火凤涅槃诀。1分钟，1个刻钟，1个时辰客栈之外，整个黑元城已经慢慢变成死气之城。萧栋刚逃出一波兽潮，又正面碰上恐惧魔术，彻底陷入苦战之中。南宫冷雨在属下以死换来的传送机会中来到了内城，迎面撞上一波兽潮，被困在其中。黑元城外，刘子阳和隐藏中的龙将都在暗中观察着黑元城的动向，神经已经绷到了最紧张的地步。此刻还有一批走在阴影中的队伍不断靠近着黑元城另一边的京都。最先沉不住气的人出现了。东宫龙战听着耳边司马家的消息，整个人都呆住了。合体修士死了，成为2大上古恶魔的养分了。上古恶魔，这是哪里来的？这下真完大了。要是刘嫣儿和刘子渊死在黑元城，自己真有可能被废。除了被废，还有可能血脉都要被剥夺。不行，刘家姐弟绝不能死在黑云峰，让司马家继续派人合体巅峰的，一定要联系上黑云峰的人，把他们送出来。下面的执事急忙回道：殿下，合体巅峰的修士也没办法对抗那些恶魔啊，去了也进入不了内城啊。龙战已经慌了，毫不顾忌道：让秘境里面那些藏着的大成和渡劫修士去啊，反正刘家姐弟不能死啊。执事无奈道：殿下，没用的，他们一旦进入九州境内都会被直接灭杀，完全没用。龙战吼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告诉我怎么办？刘家姐弟死了，我们都不好过。执事咬牙道：殿下，还有一人可用。龙战急忙走到他面前，拽着他的领子道：快给我说。执事道：江林还在黑元城，他带着江家死士挺到了现在，据龙家暗江所说，内城还算是稳定，可以让他分出人马去救刘家姐弟。龙战连连点头：对，我怎么忘了他了？快给他书信，让他什么也别做了，先去救刘家姐弟。执事没有动，依旧跪在地上。去做啊，跪在那里等死吗？龙战咆哮道。执事这才开口道：殿下，恐怕不现实，他不会听你的。龙战连忙说道：就说这是太子的命令。执事解释道：现在江林现在属于陛下特使，有重要机密任务在身，您的命令是无法指挥他了。龙战激动道：那点好处，灵石、功法、武器，只要他开口，要多少有多少。执事摇摇头：殿下，江家以商起家，这100年来维持着九州的经济和后勤，身为江陵少主，他根本不缺这些。龙战铁青着脸，悠悠道：我把四方商会送给他。执事闻言，深吸一口气，掏出符箓，发出了一道信息。半晌之后，符箓亮起一道黄光。看完内容后，那执事脸色顿时惊慌失措。龙战脸上出现不悦，在那慌慌张张的，有事给我直说。执事咽了咽口水道：殿下，江林不要您的四方商会，他要多宝袋和进士。剑，他说只要你给了他这2件东西，刘家姐弟一定死不掉。咔嚓，千年陵墓之役瞬间4分5裂。江林此子真是好大胃口，真当我拿他没招。执事弯腰道：殿下，刘子渊的命牌只剩最后一丝完整的地方，刘嫣的也出现了崩溃的现象。一旦他们死了，就算刘安人不说什么，陛下也要拿您和司马家去堵那些悠悠之口。殿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下次再赢回来就行了。龙战双眼通红，紧咬着牙关，宛如是输疯了的赌徒。我给。江林，我看你还能活多久？皇宫，海棠殿，江之意的手链突然闪过一丝金光。下一刻，他抬起头，冷冷对着旁边侍女说道：给我发精灵急信，让所有人给我搜集火系极品灵石，我拿仙丹换。还有，要是让我知道这时候谁私藏火系极品灵石，我会断绝他在九州世界所有的丹药补给。开启清灵通道，现在就把灵石给我传过来。感受到江之意无比严肃的语气，侍女直接起身：是，小姐。江之意看了眼黑元城的方向，眉头紧皱：灵儿，给我注意安全啊。仅仅片刻功夫，一道青色通道内传出了一枚枚赤红色的灵石，皆是极佳品质的火系极品灵石。不够，还不够，我现在去一趟皇库，你在这里维持清灵通道，有极品灵石了就给我传送过来，
不用舍不得空间积灵石，花完了我会再想办法积累回来。黑原城客栈通道处，此刻的江陵骨瘦如柴，左手的手链不断冒出血红色的灵石，灵石一出现就被他瞬间吸收干净，转换成自身的血气。下一刻，心脏中的红莲再把血气汲取走，不断壮大花蕾的体型，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渐渐的，9天息壤全部被吸收。江陵手中也在无极品火灵石换成了无属性的极品灵石，艰难补充着血气。就在江陵的转化速度快要撑不住的时候，那硕大的花蕾突然绽放，只见那茎秆与和莲叶迅速枯萎，化作一道道养分涌入绽放的红莲。轰！一道贯穿天地的赤色火焰冲天而起，天地间站在最顶级灵物层次的业火红莲重现世间了。江陵猛然睁眼，瞬间收回那冲天的火焰，一瞬间他的身体便恢复如初。业火红莲位于他心脏正中央，在血色的波涛中摇曳生姿，周围萦绕着一股股炽热的业火，散发的光晕蕴含着罪与罚的奥秘。这一刻，他凝聚出了无上道心，代表着罪与罚的业火红莲。接下来他有资格和使魔对弈了。甚至江六来找你好几回了，你要不要见见他？还是先休息一下？听着林清雪的关心，江陵摇摇头，眼中金光四射。用不着休息，我现在好得很，仿佛拥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咚咚咚，江六急促的脚步声响起，他跑上楼梯，来到江陵面前。少主，半天前陛下已经许诺，黑原城为您的私人封地，100年内不用交税，而且他还说外面有一批龙将，随时可听候您的调遣。龙战也已经把多宝袋和诛仙剑传过来了。刘家家主刘安仁发来消息，说黑原城的事就拜托少主了，但啥也没给。目前城外又出现了几批新势力，其中有司马家的人、六扇门的南宫硕，还有魔教的首席赵羽凡也到了，藏在黑原森林的阴影中。现在城内情况很危急，2大恶魔已经到了内城和外城的交汇点黑云峰了，而且都已经盯上了少夫人了。还有内城的犀牛妖修越来越猛了，已经有许多江家死士死在他的阵法之中。江陵点点头，活动了下脖颈。好，到我登场了，你去把周围那些杂牌妖兽全部干掉，然后封锁整个黑原城，不能让任何人逃出黑原城。说完，他转头看向林清雪，轻声道：二姐，接下来你就别出面了，对你的影响不好，我就先去收拾烂摊子了。林清雪头一甩，哼道：最好把你的烂摊子收拾干净，好好的黑原城让你弄得糟心。江陵笑道：二姐放心，接下来黑原城会成为天下最繁华最安全的城市。说完，江陵脚下突然出现一座红莲，下一刻他的身影便消失在了原地。业火红莲，天地7大本源之一，甚至你的底蕴越来越强了，不过我是不会让你超过我的。黑云峰。刘子渊躺在地上，身上皆是伤口，呼吸已经变得极其厚重，很多时候已经是有进无出。在他身前是一个扎着单马尾的英气少女，正是刘嫣儿。此时刘嫣儿手持红缨枪，浑身浴血，虽然她的气息已经极其微弱了，但面对着宛如山峰大小的恐惧魔术，她依旧战意浓浓。蝼蚁，我很欣赏你的倔强，面对伟大的恐惧魔主，你坚持这么久，比那个合体老头强多了。献上你的忠诚，伟大的恐惧魔主可以许诺你成为我的第一魔徒。刘嫣儿长枪一挥，一道淡黄的金光飞去。只有战死的刘家郎，没有投降的刘家郎。恶魔，来吧！听到刘嫣儿的拒绝，恐惧魔术愤怒地挥起自己的枝蔓。哇呀呀，那你就去死吧，化作我的木奴吧！下一刻，地动山摇，一道道漆黑的树藤破土而出，纷纷飞向刘嫣儿。刘嫣儿看着那密密麻麻的树藤，心中已然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早在之前困在5行杀伐阵时，他的底牌和防御法宝就已经消耗完了。他下意识转头看向黑原森林，叹了口气：这一次你没来得及吗？还是已经死在了黑原森林？嫣儿欠你一条命，只能下辈子还了。刘家本命忌，有死无生。他身体渐渐泛起金光，一只白虎在他背后开始凝聚，眼看就要与那魔藤相撞。突然，一道赤红色的火焰划破天际，下一刻，所有魔藤迅速枯萎。那恐惧恶魔立马嚎道：什么？是地狱业火，专门克制魔物的无上神火。那东西怎么出现在世间的？不行，我要快跑！刘嫣儿急忙收起自爆技能，看向那道火焰的方向。只见火焰散去，竟然是一道赤红色的血莲，在莲台上渐渐凝聚出一道身影。看清来人身影，刘嫣儿一顿恍惚，喃喃道：你终于来了。说完，他再也撑不住，直接倒在地上。九州江家，江陵见过第一魔使。江陵越过巍峨地魔术，看向那山阴之处，恐惧魔术丝毫不敢停留，
急忙向着远处遁去。江陵冷冷笑道：“哼，我会放你走吗？成为我莲台的养分吧，我会带着你们的能量成就无上的。”他脚下的莲台突然窜出一道道赤红色的火焰，下一刻，一股阴煞之气挡在了魔术之前。无望魔教首席赵羽凡请阁下高抬贵手。阴煞之气中出现一道身影，赵羽凡身穿黑袍，目光深邃，说话落落大方。在他头顶是一个黑莲虚影。你打算用灭世黑莲的一颗莲子来对抗我的业火红莲吗？赵羽凡摇头道：“业火红莲乃是河主上的灭世黑莲齐名的存在，羽凡没能力用一颗莲子击退阁下，哪怕现在主上复活，现在也无法奈何得了阁下了。”看到阁下这等情景，我想我也明白了主上万年图谋为何落空了。我很好奇，阁下是怎么发现我们选你为业火魔使的？江陵邪魅笑道：“我说有内鬼，你信吗？”听到江陵的话，赵羽凡笑道：“我等魔徒皆是在主上傀儡手段之下，哪怕是天道也不可能让其叛变的。阁下是通过旁门左道之术推演出来的吧？我倒是听说10天前你请了旁门的程瞎子，应该就是这事吧？”江陵没接话，只是淡淡道：“我懒得和你废话了，今天我的目标是把你打到半死，半年无法阻拦我去开魔门就行了。”赵羽凡冷冷道：“阁下想对主上不利？”江陵笑道：“我觉得你的主上一直身处黑暗之渊，一定很冷，我去帮他烤烤火。”赵羽凡眼神顿时闪过狠厉，看来阁下不想善了。回应他的是一道冲天的红光，砰！黑色光罩死死挡着那道红光的冲击。业火红莲与灭世黑莲第一交锋正式展开。汝等魔道罪孽深重，就让我用业火帮你们洗去业障吧。红莲突然放出耀眼之光，直接刺破那漆黑光罩。赵羽凡满眼震惊，连连道：“不可能，那红莲竟然已经成就品级1品业火红莲，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你最多获得他7天时间，不可能。”他拼命催动头顶的莲子，疯狂地释放阴煞之气。红莲业火扫尽天下罪孽，在红莲炽烈的光芒下，那阴煞之气瞬间消散，莲子随即出现道道裂纹，直接碎裂。噗！赵羽凡丝毫没有抵抗之力，直接身受重伤。因为在业火面前，所有魔道手段根本无处遁形。这也就是混沌使魔为何从100万年前就在图谋业火红莲的原因。其中生辰八字最契合业火红莲的正是毒系江陵，也就是为什么江陵被选中做第3魔使。原剧情中，江陵被夏雪寒杀死后，魔教费尽9牛2虎之力再复活江陵，就是为了利用他的身体去培养业火红莲，然后将红莲掌控在自己手中。赵羽凡眼中出现了100年内第一道恐惧，眼前这个少年已经是和主上一样的棋手了。撤！再不撤，自己真要死在这里。下一刻，他身上直接出现万魂幡，就要遁离。哼，现在反应过来了，不好意思，晚了。灭灵大阵，给我起！地壳阵战，一道紫色的大阵笼罩住整个黑云峰。赵羽凡身上的万魂幡瞬间消散，下一秒，一道利剑直直向赵羽凡飞去。净世剑！赵羽凡瞳孔一缩，这一刻，他彻底明白了，这就是针对他的局。完了！他一咬牙，直接舍弃身躯，化作一道元神，消失在天地间。江陵，今日之仇，他日赵某必1000倍奉还。你若敢染指魔门，我定让你神魂俱灭。空间只剩下赵羽凡孤零零的身躯，已没了丝毫生机。看着这一幕，江陵嘴角上扬，好好养伤吧，半年之后魔门还在不在都不确定呢。八大，江陵一个响指，阵法消退，他出现在了黑云峰山顶，俯瞰着整个黑元城。迷雾笼罩，杀伐依旧在继续，黑元城已经宛如废墟。游戏结束了，太古毒经，无上神通，毒元化世。他衣袖一挥，漫天迷雾慢慢升空，渐渐凝聚成乌云。半步道法清净诀，无上神通，清新静语。下一刻，整个黑元城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滴，雨滴所过之处，无不生机盎然。那些重伤的、濒死的人在被雨滴淋到后，皆是逐渐恢复，而那些妖兽仿佛被硫酸腐蚀了一般，痛苦地嚎叫着，直到硬生生被折磨死去。见此一幕，黑元城仅剩的百姓皆是向着江陵的方向跪拜起来。仙界啊，是仙人来救我等了，叩谢仙人，叩谢仙人。江陵朗声道：“我乃人皇册封黑元特使江陵，魔物难缠，江陵来晚了，让大家受委屈了。”江陵在此向诸位和逝去的英灵们道歉了。说完，江陵站在山顶，深深鞠躬道：“黑元城内百姓震动，皆是感叹江陵乃是当代圣人，为国为民。”人群中，
南宫冷雨蓬头垢面，这2天他被愤怒魔蛛打成重伤，在臭水沟中苟延残喘。刚刚的淋雨让他彻底恢复伤势。他抬头看着黑云峰顶那道正在弯腰的身影，这还是我认识的江家恶少吗？好陌生啊！不，我感觉不对，这里面一定还有我不知道的事。萧栋望着黑云峰山顶的江陵，双目通红，死死咬紧牙关。昔日打脸之辱，昆仑镜破碎之仇，金元被阴之恨一幕幕历历在目。如今再见，心中如何能不恨？在萧栋眼中，现在的江陵一定在伪装，他就是在装样子罢了。这一切不过是朝廷和江家的手段，他只是在揽功罢了。而不远处的上官夭夭看向这一幕，忍不住心中叹息道：这男人真是可怕，操控了一切，让多少人家破人亡。现在这一手操作，那些人都会对他感激涕零。真不知道这些人有一天知道了这一切的幕后主使就是他们现在千恩万谢的江陵会有多崩溃。他越来越强了，不行，我必须要追上他的步伐，不然我会彻底失去价值，绝不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所有人的目光中，江陵直起身，朗声道：江陵不才已抓到所有元凶，明日午时，我会在这里亲手将那些杀人凶手与乱世妖魔一一凌迟而死。我要告诉那些妖魔和居心叵测的人，这天下是人族的天下，是百姓的天下。乱我人族安定者，必将受千刀万剐。话音刚落，整个黑元城沸腾起来。有特使大人，真是黑元城之幸，人族之幸。是啊，特使大人高风亮节，真是人族楷模。我等要学习特使大人的豪情侠义和为国为民。下一刻，黑云峰上一切都消失了，江陵不见了，2只恶魔消失不见了，刘家姐弟也消失不见了，还有那些昏迷的土匪和司马家的人也跟着消失不见。客栈内，江六弯腰在江陵身后汇报此时黑元城的情况。少主已经彻底肃清了黑元城内的妖兽，不过却找不到叶断江的踪迹了。江陵嘴角带笑，慢慢的给自己斟了杯茶后，悠悠说道：吸收了我释放的那么多残魄，现在到我收利息的时候了。江六闻言也不再追问萧栋的事情，只是面色有些难看的向江陵汇报起另一件事。少主，您决定明天在黑云峰顶处决那些罪魁祸首的举动，好像让很多人不满意。江陵端起碧绿的茶杯，小抿了口那其中的琥珀液体，表情极其享受。说说看，现在是什么情况？江六弯腰回道：在少主公布刑罚人项时，最先反对的是朝堂之上。虽然陛下没说什么，但朝堂上的那些老鼻子都在指责少主破坏皇权王法，要求您将那些罪犯带回京都，由六扇门调查清楚，找出幕后主使。六扇门的南宫硕就在黑元城门口，他也要求审问那些罪魁祸首，想进入黑元城，但按照少主指示，任何人不得进出黑元城，拦在了城外。刘家那些将士要求将罪犯交给他们，由他们追出幕后之人。暗报中，司马家那边也开始躁动起来，这次行动里面好像有个长老之子，明天可能有劫人质的想法。但反应最大的还是妖族，妖皇直接给陛下发来战书，如果那头犀牛死了，妖界就彻底向九州世界开战。现在陛下已经发来暗信，要求把那犀牛按下，先不处决，待到九州混乱结束再杀，否则九州世界内忧外患。龙战也发来暗信，要求少主把司马家的人放了，不然会让江家同样的代价。少主，现在这个局面，当时就应该直接今天就把那些人杀死。江陵放下茶杯，摇头笑道：不，这就是我要的结果，计划不变，明天依旧正常行刑。江六闻言大惊失色，那他们那些要求？江陵眉头一皱，我知道吗？说完，他又端起茶杯，叹了口气，哎，这几天为了黑元城的事，我多久没睡好觉了？为了弄出夜火红莲的假象，我费尽了多少心血，义姐那边动用了多少人脉资源，为了抓住那犀牛妖修，我不惜把家族至宝屠灭大阵都给毁了。现在又要忙前忙后，筛查有没有其他魔痕，以免疑惑苍生啊！哎，我这天生操劳的命啊！说着，江陵满脸愁容，又喝了口茶，仿佛在哀叹自己悲催的命运。江六微微错愕，抬头瞄了眼江陵，夏诗柔正在给他揉着肩膀，上官夭夭在给他捶着腿，而林清雪在旁边陪着他喝茶。此时的江陵好不惬意话说：少主，刚刚你说那话，良心真不会痛吗？呸，是我冒昧了。少主能有良心那东西？急忙收回思绪，江六继续道：明白了，少主，那黑元城接下来该怎么重建？江陵直接道：建造个小的天地大阵，然后其他的按照皇城的布局建造，那个皇宫和执法机构就算了，建个万民府，只在为民谋福，然后把黑原森林也圈进来，当个后花园，平时养养宠物什么的。江六一个机灵，连忙道：天地大阵，
那可是上古就失传的东西。江陵道：这要谢谢陛下把道天宗那道阵法真传给我，不然我还不好复刻一个简化版的天地大阵。这事就不用你操心了，你安心把该弄出来的建筑物弄出来。最重要的是，把这里弄成整个九州世界最自由、最公平的交易场所，在这里什么都能买到，包括人命。你懂我意思了吗？闻言，江六额头渗出一缕缕汗珠。这少主胆子也太大了，就不怕天下正道群起而攻吗？听着江陵不容反驳的语气，他连连点头。明白，少主，我尽快布置好。江陵猛地把杯中的茶一口气喝完后，悠悠道：1个月后举办黑元城第1届拍卖会，要求超越这1000年内所有的拍卖会，没问题吧？江六一个机灵，有点难度，但属下努力去弄。江陵摇摇头，不用担心，最后3件我来安排。行了，你下去吧，把火炉给我烧旺点，我马上就要用到了。见江六离开，林清雪开口提醒道：这次你把妖族气运之子弄死，还要活刮了他们未来的执剑人，你就不怕妖族铤而走险？江陵眼神冰冷道：在他们算计我那一刻，就要做好相应的代价。要杀人，就要做好自己被杀的准备。哪有只允许自己杀别人，而不允许别人还手的？哪怕他是天命人。黑元城一角，萧栋躲在一个幽暗的地窖之中，正在凝聚着神识之种，就差最后一步，他就成为化神了。只要能化神，他就能通过龙息，利用龙月符越过城外的镜面阵法了。要成了，萧栋，你再坚持一下。段天涯激动道。就在这时，一道火光突然出现，火光之中竟是一道莲台。小子，来不及了，江陵来了。段天涯话音还未落下，江陵就已经出现在萧栋面前。一出现就是漫天银针，直接破开了萧栋布置的护体，震萧栋一个挺身，直接退后，躲开了江陵的攻击。燃血战枪出，针尖对麦芒，一场激斗直接展开。萧栋，你强取龙气，藐视皇权，束手就擒吧。江陵操控银针，已经封死萧栋所有的出路。萧栋满脸不可思议，你怎么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还有，我明明使用大格绝术，你怎么还能找到我的位置？这时他又看到江陵腰间的香包，脸上出现极其愤怒的表情。是你偷了我的方寸带，快还给我！江陵没有回答他，只是冷哼道：你还是束手就擒吧，以免连累萧家给个满门抄斩。听到萧家，他瞳孔紧缩，心中出现一丝分神。见此一幕，江陵直接动身，出现在他身后就是一记重击。baby， 你偷袭，不过我身上有禁毒诀，你的毒对我无效了，而且我已经凝结出真龙之息，你元婴期奈何不了我的。轰！巨大火焰落下，直接将他重重拍到地上。什么？你已经化神？话还没说完，他就陷入了昏迷。没错，江陵已经化神了，而且还是双化神，火系血脉和毒系血脉双双成就化神。万毒元婴神通，毒元化世；七火赤灵元婴神通，生生不息；双元婴联合神通，毒火绝域，也凝聚了火焰神识和毒素神识2种神识之种。这一切都归功于林清雪，那可是合体巅峰的姻缘啊！那能量简直太恐怖了，直接让江陵凝聚出3个顶级神通和2个顶级神识之种。其实刚刚一照面，他就能直接拿下萧栋，他就是怕萧栋铤而走险，选择以死搏命。天命人的底蕴都是极其恐怖的，不到万不得已，江陵还是愿意多动点手段。下一刻，他出现在客栈之下，火炉之前。江六急忙起身迎接：少主，您来了。江陵点头道：猎物到手，准备逆炼。黑元城阴暗潮湿的废墟大厅下，躺着密密麻麻的人群，他们都是重伤或濒死的人，而且没有淋到治疗之雨的倒霉蛋。其中最边角的是一个身穿紫衣的女子。嗨，没想到我堂堂妖族公主竟然死在这个地方，我不甘心啊！这女子正是妖族气运之子东皇盼，在龙脉溶洞爆炸中，她被空间乱流之力直接炸死。在她死后，妖龙血脉的被动神通替死术触发，让她重新复活，但她一身修为皆消散不见，连妖龙本相都消失不见。此刻的她宛如凡人一般，本来她已经恢复伤势，但是突然一场雨直接将她打成半死，不是濒死。现在她的生脉已经断裂，最多只能再活20分钟，她已经没有了任何手段，哪怕联系妖皇的手段都没了。可以说她现在只能在这等死。就在她已经认命，安静的等着死亡降临时，一道声音响起：少主，您说的符合情况的人都在这里。不错，效率挺快。少主为什么不选家族死士呢？
那些人都是刚出生就被家族直接拉去死士之岛了，忠心什么的绝对比这些人强太多了。说话的人正是江陵和另一个江家老人江霍。江六此时正在负责逆练萧洞，陪江陵的则是另一个江家总管，主要是负责死士的培养。江陵摇摇头道：我需要2个比较特殊的人，承接2股不一样的力量。江家死士里面的人不合适，他们的晋升虽然也极其残酷，但还能看到希望。我要那些彻底看不到希望的人，而且还要被气运遗弃的人。你想，我下了足足1个时辰的治疗之语，这些人硬是一点没灵上，可以说这些人就是纯纯的老倒霉蛋了。江陵解释完，江霍点点头，确实如此。能被江家选上当死士的，绝不是被气运遗弃的绝运体质。嗨嗨，你们好，你们可能不认识我，不过没关系，也不重要，我是来选人的。被我选中的人，我不只会把他治好，我还会给他最好的资源修行。说完，下面的人群一阵沸腾，已经有一大批人站起身，跃跃欲试。诸位先别急，我还有其他的话。首先，我只要2个人。其次，我选人呢，主要是做刽子手，所以人必须要狠。最后，你们要在这很短的时间里面证明你的价值。江陵话音未说完，东皇畔旁边的一个女孩转头对旁边的男子说道：哥哥，我有办法可以获得这个机会。那女孩的哥哥急忙转头说道：你快说。女孩小声道：哥哥你靠近点，这种事怎么能大声说。那女孩的哥哥不耐烦地走到女孩面前，说吧。话音还没落下，他突然感觉到一阵刺痛，低头看去，他的亲妹妹竟然把自己的心脏硬生生掏了出来。我的办法就是用哥哥的命来换取这次机会。女孩的话很平静，但传到旁边的东皇畔耳边，宛如九幽深处的恶鬼一般。这时台上的江陵说道：好了，可以开始证明你们自己了。话音刚落，那女孩直接朗声道：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证明我是你想要的那种狠人？此人乃是我的哥哥。只见那女孩高举她哥哥的心脏，脸上都是鲜艳的血色，整个人的状态极其恐怖。周围人见这一幕，皆是不禁远离她一步。江陵眼中出现了一丝欣赏。你叫什么名字？那女孩直接道：过去的我已经死了，过去的名字已经不重要了，只要你愿意救我，我愿意做你一生的无名刽子手。江陵眼中金光一闪。好，第1个名额就你了，以后你的名字就叫无名吧。无名身体一颤，但好像想到了什么，补充道：我天赋血脉极差，希望您能提前知道。江陵笑着摇摇头。神选择有天赋的人，而恶魔选择不择手段的人，恰好我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这个面具是你的了，他会告诉你接下来你要做什么。给完恶魔面具，江陵转头看向剩下的人，他们已经开始互相打量，随时准备进攻。好了，最后的名额我就放在这里了。1刻钟后，这个面具上的禁忌会被打开，戴上面具的人来黑云峰找我。说完，江陵转身就走。角落中的东皇畔已经绝望了，他是不可能抢上那面具的，他已经彻底废了，血脉修为什么都没了，根本抢不过那些人类修士的。叮，触发天道姻缘，姻缘道侣。江陵，我出现幻觉了，是要死了吗？连死前都要嘲笑我没找到道侣吗？话说江陵是谁？叮，就是发布面具抢夺任务的人。请问宿主是否激活天道姻缘系统？激活后可获得新手大礼包，必出实力传承卡，上古遗弃者的实力传承。不是幻音，真正出现在我耳边。气运还没抛弃我，请问宿主是否激活？他满眼泪光，急忙道：激活。激活成功，获得实力传承卡，正在随机上古遗弃者。在东皇畔满怀期待的心情中，机械音再次响起。随机成功，遗弃者无忧，种族龙人，他自行创造的种族。实力渡劫巅峰，目前宿主的体质只能继承其化神实力，可提升体质自动解锁接下来的实力。说明龙人实力极其恐怖，但各方面的欲望皆会极其强烈，属于天地不容的遗弃种类，不妖不人，有可能会触发天罚或被气运遗弃。丁，请问宿主是否接受实力传承？提示：接受实力传承将会改变宿主的种族，变成出始龙人种族。听到耳边的机械音，东皇盼眼中出现了浓浓的挣扎之意。要放弃自己的种族吗？那可是妖族最无上的血脉啊！身为气运之子，我要放弃气运垂帘，选择成为被天地遗弃之人吗？选择倒计时，60秒，59秒。东皇盼听着耳边的倒计时，心中开始纠结了。为什么奖励还有倒计时？感受着自己所剩无几的生命，他心中越发悲凉。嗨嗨！焦急之下，他直接咳出2口鲜血，整个腰又萎靡了几分。不，
我不想死，从来到九州世界，我就是一直倒霉，现在都要死了。这时候气运去哪里了？都是假的，什么气运之子？我要活下去，我不能死。倒计时，10秒，我接受。下一刻，一股极其霸道的能量从他脑海中喷涌而出，迅速改变了他的体质，他最底层的妖龙血脉开始转变。渐渐的，他的原来妖像彻底不见，出现了一个亭亭玉立的人族少女，只是头顶出现了2只龙角。一气龙人再度现世，天地间风云密布，正在聚集这滚滚雷霆之力。黑原城内，所有人不禁看向窗外，又发生什么了？人群中，南宫冷雨眼中金光一闪，神罚之类，有人在逆改道纲，触碰到了天地规则。这雷霆一旦聚集成功，必然将那人劈至生死道消。唉，总会有人为了力量追求捷径，真是自作自受。算了，与我也无关。我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调查出来这次事情的真相。南宫冷雨收起思绪，继续在黑原城的角落找寻战斗痕迹，希望在痕迹中还原事情的原貌。黑云峰，江林看向那雷霆汇聚的方向，竟然是自己选拔面具人的地方，那里竟然还有能违反道纲的人，看样子自己要捡到宝了。自从带上了旁门的无上至宝转运香包，自己这运势就越来越好了。萧洞那傻子竟然把香包放在方寸袋中，怪不得会被上官夭夭偷走。这玩意只有佩戴在身上才管用，他本来就是霉星当头，又没有转运香包护身，不被霉运反噬才怪。江林低头看着腰间的香包，心中突然一动，这香包竟然在吸收气运。江林进入化神，已经拥有了神识，他清晰地感觉到这香包竟然疯狂地吸收着一股股庞大的气息。能被香包吸收的气息只能是一种东西，那就是气运。这么磅礴的气运也只可能是气运之子的。难道是萧洞那边逆炼的情况？不对，他现在应该还在逆炼龙气的过程，而且无论逆炼出什么都应该进入多宝袋，怎么可能飘散出来？气运之子，对了，还有个东皇盼，那个妖族的气运之子，看样子是他死的时候散在空气中的气运。转运香包不断掠夺空气中的气运，直到空气中再也没有气运。此刻的转运香包已经从棕色变成了黑色。转运香包可吸收天地间无主的气运，增加佩戴者的气运，颜色越深，气运越强。白色里面就没有任何气运，黑色则代表已经很浓烈了。当然，它会随着佩戴者消耗气运，颜色会越来越弱。看这样子，我的气运已经超过了气运之子的气运了，真不错啊！解决了这方面影响，接下来逆炼萧洞可以再多尝试些更激进的方法了。另一边，争抢面具的场面越来越激烈，而东皇盼满脸焦急。他确实恢复到了化神巅峰的实力，而且也已经彻底掌握很多龙人的强大手段，但令他绝望的是，他的寿命并没有增加，生脉根本无法补上，他还是只剩下10分钟的生命，而且头顶上还有神罚之雷，随时能要命。叮，天道姻缘系统彻底解锁。叮，解锁好感度界面，提升天命道侣的好感，可获得相应奖励。好感度达到10、100、500、1000，即可获得。好感度越高，奖励越好。检测宿主寿命较低，额外触发支线任务，争分夺秒，花尽一切手段，获得道侣 60% 的信任。任务说明：1. 激活奖励，3天寿命；2. 完成奖励。好感度效果提升，1好感度等于1天寿命。请问宿主是否激活支线任务？东皇盼眼中出现了浓浓的激动。被天地气运遗弃又怎么了？天道还没遗弃我，我激活，只要能获得江林的信任和好感度，我就不会死。60%的信任，我绝对没问题的。叮，支线任务激活，获得3天寿命。目前信任度0%。检测宿主即将接受神法，天道机缘为您提供一次指点。天道指点，抢夺面具并戴上面具，可躲避神法。东皇盼眼中金光一闪，急忙看向四周混乱的战场，那面具竟然能躲避神法。看到面具的那一刻，他眼中出现浓浓的渴望。这面具是我的了，谁也不允许抢了。只见他浑身蔓延龙气，双眼皆是紫光。此时拿着面具乃是一个受伤的化神高手，见东皇盼是一女子，不由嗤笑道：就你这身子骨，现在讨好我，等我恢复了伤势，说不定。话还没说完，一道及时的紫光直接来到他的面前。下一刻，一记秀拳打在他的身上，砰！仅仅一眨眼，那人直接被击飞数十米，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已然死得不能再死了。东皇盼直接冲去，把他手里的面具拿到手，看着地上那人的尸体，他总有一种想撕碎他的感觉。
我这是怎么了？好像有种特别的东西，总是让我很冲动。丁，提醒宿主，龙人血脉好战，易怒，喜近深肉搏，各种欲望皆是极其旺盛。听到这话，东皇盼彻底明白了，原来是血脉原因啊！但刚刚一拳灭杀一化神的感觉，好爽啊！就在这时，3个人同时跃起，向他冲来。他嘴角一撇，直接挥拳迎上他们的兵器。砰砰砰！仅仅一个照面，3人兵器皆断，气息也全无。看到这一幕，场中仅剩下的人皆是倒吸一口冷气。这疯婆子太强了，自己这些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看他这样子，明明没有伤啊，为什么非要来抢这个名额？真是有病！知道不可敌，众人皆是退后，窝在墙角偷瞄着东皇盼，看有没有那个送死鬼再去试探。说不定那女人只是外强中干。东皇盼活动了下脖梗，看着四周的人，虽然你们已经不动手了，但你们的表情和眼神我很不喜欢，所以我选择送你们去死。下一刻，他直接冲进人多的地方，大开杀戒。3分钟后，面具上的禁制解开，天地间的神法也快要落下。东皇盼毫不犹豫戴上面具。丁，检测到上古恶魔力量传承，力量为暴虐恶魔之源，与龙人血脉融合度高达99%，可进行融合。融合后，龙人之力的威能将会提升100倍，同时可吸纳周围的暴虐之气，转化为自身真气。请问宿主是否将恶魔面具和自身血脉之源融合？看着头顶的神罚之雷直接消散，东皇盼如释重负地呼出了一口气，终于能活下去了。虽然现在只有3天，但总算看到了希望。在心里，他也彻底相信了脑海中的机缘，这机缘已经连续救了2次，不可能害我的。融合。下一刻，暴虐恶魔的面具渐渐沉入他的血脉，和他的龙人血脉彻底融合成一体。渐渐的，他的腰像龙人本相上出现一个诡异的恶魔面具。黑云峰上，江陵站在峰顶，身后站着面如冰霜的无名。突然，江陵眼中金光一闪，暴虐恶魔面具的拥有者竟然把面具和血脉本源融合了，那岂不是说对方把一切都交给自己来掌控了？拥有原恶魔面具的他，对衍生的9大面具拥有绝对统治力，可随时掠夺他们的生命。而且9大面具的拥有者还会将自己获得的能量反哺到江陵的原恶魔面具上面。现在对方将面具与血脉融合在一起，那反哺的力量就不只是恶魔面具的力量，还有血脉修行的力量。而且江陵可以随时调动那面具者的所有力量抵牌之类，这就是相当于古神秘藏中的上官夭夭，还是能重复使用的那种。先不说融合面具的难度极其恐怖，就算有手段，还必须要血脉和面具融合度极高。看样子自己真是捡到宝了。血脉和面具融合完成后，东皇盼气势大改，整个人变得极其咄咄逼人，竟然突破到了炼虚期。这新凝结的龙人虚影竟然如此恐怖。就在他感慨自身体质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时，他耳边传来一道磁性声音：来黑云峰。东皇盼柳眉一皱，是那面具传的声音，竟然还有传音的作用。他没有多想，直接使用龙游之术赶去黑云峰。黑云峰，江陵看到来人竟然又是一个女子，不由得有些惊讶。他并没有认出东皇盼，哪怕在古神秘藏中，他都没见过东皇盼本来的面目。而且这次东皇盼经过龙人传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江陵打量东皇盼的同时，东皇盼也在打量江陵。仅仅一眼，他就被江陵的容颜吸引了全部心神。一张俊朗清秀的面容，剑眉凤眸，高挺的鼻梁下，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江陵站在山顶，一身白袍随风漂浮，说不出来的神韵让东皇盼只想无条件跟随这个男人走向世界之巅。你就是我的第3执事，暴虐使者。江陵的开口打断了东皇盼的沉迷。回到现实的东皇盼脸色一红，心中忍不住惊叹：世间怎有如此翩翩少年郎？是的。江陵看着东皇盼，眉头一皱，这女子长得挺灵秀的，怎么呆呆的？你叫什么名字？江陵的问题让东皇盼心中一苦。我现在究竟算什么？妖族吗？我已经不是妖龙了，我也不是妖族公主了，回到妖族也不有人再认我了，那也不配姓东皇了算了。过去的东皇盼已经死了，这一刻开始，我是全新的自己了，一个被天地遗弃的龙人。既然我继承的力量是一个叫无忧的，那我就代替你活下去吧。我叫无忧，是个龙人。东皇盼没有隐藏，直接把自己的种族报了出来。这一刻，他彻底与之前的自己割裂。对于那段已经死去的历史，他选择逃避。他已经准备好了，把所有的心思放在眼前这个男人身上，活下去，做眼前这个人的刽子手，助他登上世界之巅。江陵眉头又是一皱，
龙人，他疯狂搜索起原小说剧情内容，好像就只有龙玉的记载中提过一嘴，一个伟大的疯子的一次伟大的尝试，不是被天地神法给直接劈死了吗？怎么还有这个物种啊？看样子原剧情中很多话还有待商榷的，江陵也没纠结，直接到接下来1个月，你们2个人就跟在我身边学习我的做事风格，如果我不满意，我会随时剥夺你们的面具以及生命。无名和东皇盼皆点头回道：是。江陵手中折扇一开，笑道：好，你们的第一件事给那些犯人行刑。京都皇宫，陛下，那江陵小子太过分了，就解决了个黑元城的售货，就敢私自处置那些囚犯，根本不把您的政令放在眼里。龙之阳旁边一个老太监满脸气愤，不断数落着擅作主张的江陵，而龙之阳盯着手中的传音符，眼神平静，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只听那太监继续道：江陵那子实在过分，要好处的时候1个时辰一道消息，现在倒好，陛下让他上交囚犯，他却跟人消失了一样。陛下，我建议等江陵回来，直接将他打入大牢，好好让他吃点苦头。闻言，龙之阳直接笑道：彭夫啊，你这话就在朕面前说说就行了，让江之意听到，你恐怕接下来连个睡觉的地都没了。那老太监听到江之意3个字，脸色突然一白，急忙道：陛下，我说的皆是实话，是江陵那子太不懂规矩了。龙之阳收起笑容，摇摇头：不，他太懂规矩了。老太监脸色一愣：啊！只听龙之阳叹息道：江家真的出了个麒麟子啊，你以为他这样做是在打朕的脸？不，他是在帮朕啊。那些囚犯要真到朕手里，朕怎么处理？向妖族宣战，还是去灭魔教，亦或者找幕后布局的人，然后发现是自己的儿子？无论哪一条，都是朕现在不愿看到的。天象动乱，九州浑灾，朕现在很难办啊。如果囚犯到朕手里，结果朕什么也没做，那天下人该怎么看朕？那些刘家将士又该怎么看朕？与其这样，倒不如让他一人背去吧。他救黑元城有功，胡闹一些刚好将功抵过，他收获了该有的赞许，我少了很多烦心事。至于妖族未来的执剑者，无所谓了，如今巫族愈发强大，妖族不会直接翻脸的，这里面还有操作空间。闻言，那老太监感伤道：陛下这次损失这么严重，连龙脉都断了，您就不调查一下具体原因？龙之阳摇摇头：虽然这次朕损失很大，但这次江家损失也不小。为了击退魔教的上古恶魔，江之意可是许下了3000仙丹啊！而且这次事的细节6扇门会告诉我的。最重要的是，江陵给我的承诺，朕拒绝不了。6成的龙气啊！黑元城的事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但黑元森林究竟发生了什么，必须给朕调查清楚。究竟是谁放出了那些百朝余孽，还有天道沉眠的真正原因？让暗3去调查，妖族那边一定知道些什么。老太监弯腰道：是，那黑元城外面的龙江。龙之阳笑道：该意思还是要意思一下。江陵啊，我越来越对你感兴趣了，你究竟想干什么？东宫。龙战一脸急切：联系上江陵没？绝不能让他当众审判，直接让他把那些凶手全杀了。旁边的执事摇摇头道：江陵那边根本联系不上，据说是在排查魔幻。放屁！龙战直接绷不住了，江陵那货有那么兢兢业业，他什么球样子我心里很清楚，什么条件让他提，甚至我可以允诺他不对江家动手，保证他4大家族之位。执事弯腰道：殿下，那边好像铁了心要为黑元城的百姓伸张正义。放屁！他江家就是做倒卖人血起家的，只要利益足够，那家伙连自己的老子都会宰了。给我继续加码，一定要在正午之前给我联系上江陵。京都江家，让江陵那小子给我说话，谁允许他审判那些凶手的？赶紧给我滚回来！江浩元坐在大堂的首位，满脸怒火。另一边，江霍脸上的皱纹已经揉在这了一起，满脸苦笑道：老爷，少主真不在客栈，他现在在黑云峰上，谁也不允许进入那里，否则直接杀无赦。您知道的，少主在那里布置了灭灵大阵。江浩元怒拍座椅的扶手：真是反了他了，别以为江之意护着他，我就不敢废了他少主之位。就在这时，大堂内突然响起一道清脆的声音：父亲，灵儿已经不小了，该放手他做一些事了。您也不想江家未来的掌舵人是个没有自己想法的傀儡吧？江浩元看了眼进来的人，没好气道：都是被你宠坏了，你现在真是越来越放纵他了。明知道那里有上古恶魔，你怎么还放任他去？江浩元气势咄咄逼人，质问起江之意，而江之意丝毫没有退缩，直接反驳道：上古恶魔又怎么了？你是没看到江陵当时有多出息，一击便
直接打残那上古恶魔。父亲，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江浩元脸上的怒火稍稍收敛，低头端起杯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魔教没有搞清楚灵儿的手段前，他们就不敢正面和江家交锋。我的想法是把炼体魔教的万妖秘境给抢过来。噗！江浩元口中的茶还没咽下，直接喷出来。你是魔头，还是人家是魔头？无论你同不同意，我都已经派人去抢了。什么？江浩元直接起身，脸上已经都是懵逼，看着一脸肯定的江之意，他脑子转不过来了。我当初脑子真是抽了，把江林放你那里培养。江林的疯劲终于找到来源了。不是，之意，我们自己也有药草秘境，不至于冒这个险吧？虽然炼体魔教的万药秘境有上万亩，而且药材种类很多，里面还有很多万年灵药。说着，江浩元咽了咽口水，努力保持着冷静道：虽然很诱人，但风险太大了。江之意一摊手：没事，我前面不是欠了几千颗仙丹吗？江浩元的脑海还在琢磨抢夺秘境的可能性。听到江之意说的仙丹，他跟着点头道：仙丹，有了那秘境炼仙丹确实方便。什么？你欠了几千颗仙丹？突然江浩元反应过来，自己这个一女疯了。几千颗仙丹？那是仙丹啊！江之意毫不遮掩，前面灵儿不是要极品火灵石吗？我联系了所有火灵石的拥有者，都拿仙丹砸过来了。有些老鼻子前面还扭扭捏捏的，听到我说拿5颗仙丹换的时候，他们恨不得把洞府里面上上下下的火系灵物都拿出来，问我要不要。江浩元急忙拦下江之意的话头：不，之意，你确定几千颗？还是仙丹？江之意一愣，想了想，肯定道：准确来说是3745枚仙丹，换了2000枚极品火灵石和300枚无属性的极品灵石。嗨！闻言，江浩元连咳3下，差点没憋出一口老血。好家伙，江家这几年白干了，被你和那逆子就这样造完了。你考虑的对，我们要筹划一下炼体魔教的万药秘境了。江之意摇摇头：不用，我就和那些债主说了，他们要到的仙丹我现在没材料，而炼体魔教的万药秘境里面都有，让他们看着办吧。我来之前好像听说已经有几个合体的老鼻子去炼体魔教的大本营了。闻言，江浩元的表情可是精彩至极，不可置信，每一步都出人意料，竟又那么合理，好像这一步步没有一点问题，但又总感觉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劲。这就是年轻人的脑回路，年轻就是好啊。好一会儿，江浩元才从震惊中走出来，有些怅然若失。只是可惜了那炼体魔教的万妖秘境，那群大老粗毛手毛脚的。江之意又摇摇头：怎么取那秘境之时，我已经详细告诉他们了，还是说了，要是出了问题，那仙丹要往后排了。江浩元拍了拍胸脯，把心放回了肚子。这万药秘境是稳了，想到那上万亩药田，他顿时神清气爽。不对，我在问责呢，怎么就莫名其妙被带偏了？嗨，虽然你解决了仙丹的事情，但家库中的炼血神炉、灭灵大阵以及那血补阵，那逆子不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你还不知道那些意味着什么，尤其是那血补阵一旦被暴露，那是天下群起而攻之的事啊。还有那炼血神炉可是家族重宝，你就陪着他胡闹，万一有个闪失，老祖都要生气的。江之意听着江浩元的话，满脸不在意的走到旁边的一个椅子旁坐下。他撇了撇嘴：灵儿说的很对，就是一群守旧的老古董，这也怕那也怕，江家迟早也会在你们手里没落的。砰！江浩元脸色红一阵白一阵：逆子怎么说长辈的，气死我了。去，炼你丹去，看着你，想到那逆子我气得沸腾。江之意给自己斟了杯茶，抿了一口后连忙吐掉：呸，还是老掉牙的灵茶渣，真不知道你们扣什么呢。江家说不上3届最富，怎么也能在九州世界排4争3的，你们至于喝这种茶吗？江浩元深吸一口气，心里默念着，自己培养出来的，不能生气，对身体不好。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就听见江之意继续道：还是灵儿说的对，有些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就应该及时享乐。江浩元脸色铁青着，连忙打断道：你告诉那逆子，给我注意分寸，要是惹陛下龙怒，或者家族重宝出现问题，我直接把他扔去轮回战场。江之意急忙道：我不同意，那皇帝老儿气不气和我们有啥关系？家族重宝不过一些破铜烂铁。停，话说你接下来10年要忙炼仙丹的是吧？那大成丹。江之意又是一愣：我没说啥时候给他们啊。极南之地，司马家，那江陵是软硬不吃，太子殿下那边已经要炸了，我感觉那江陵就是要拉我们下水。暖炉前，
一个身披貂绒的中年男子叹了口气：“你要碾死一只蚂蚁，那蚂蚁还要咬你一口，何况那是100年内九州明面上的第一家族啊！哎，说到底，还是我们轻敌了。我们下面那些青年一辈太缺少入世的历练了，还停留在万年前九州无上家族的地位。时代已经变了。”说着，那男子脸色开始发白，随后他将手靠近火炉，脸色才开始微微变红。可太子现在还太嫩，需要有人把他引导到正确的路上了。你说呢，义兄？他身后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出声道：“既然长风说了，我愿走上一遭。”那中年男子点点头道：“辛苦义兄了。”另一长老接话道：“那江陵该怎么弄？”嗨！只见那中年男子连续咳了几声，面色泛起了夸张的白色。赶紧加火！周边几人急忙开始往火炉中注入真元。随着火焰越来越旺，中年男子脸色逐渐恢复红润，气息也平复下来。长风，要不你先休息一下？那中年男子摇摇头：“没事，老毛病了，刚说到哪里了？”旁边人接话道：“江陵怎么处理？”中年男子回道：“对，江陵的事，次子，我们对他的情报太少了，现在又有成瞎子帮他遮掩契机，只能靠手下的人去收集了。可以先利用他和萧洞之仇，让萧家那些旧将出面，把他表面的伪装给包下来，然后徐徐图之。不着急，只要是个人，就有露出破绽的时候。”旁边又有一人道：“那此次该怎么处理呢？”哎，这次已经彻底输了，别让太子殿下白费气力了。对方已经占据不败之势了，既然要我司马家出血，那就先让他一子。人皇不是一直想要启灵秘境吗？给他，同时拿出一批替死鬼，让他堵住悠悠之口。可嗨！说完，那中年男子脸上再次煞白起来。这次他靠近火炉，脸色并没有红润起来，反而越发冰冷。我司马家可以输很多次，但是你江家却只能输1次。江家小子，别给我找到机会！刘家，刘安仁刚走进刘府，一群人便围了上来。大哥，你说那个江家小子究竟想干嘛？是啊，让他把那些凶手交给我，我一定把事情整得清清楚楚。家主，你和那小子发个消息吧，光靠他这一个中午能弄清楚吗？听着周围人急切的催促，刘安仁淡淡笑道：“这次就靠江陵那2个小家伙才没事，你们就别添乱了。身为第三者，他来裁断才是最公平的，不然到了谁那边，这些凶手都很棘手。现在九州形势不容乐观，我们绝不能添乱，成为人族的罪人。”不过此语一出，刘安仁的气势彻底发生改变。我绝不放过那幕后凶手，他要为那7426个将士偿命，无论是谁，哪怕他是万年前的无上家族。说完，他看向黑元城方向，嘴角呢喃道：“江陵，你别让我失望。孰亲孰远，我希望你能做出明智的选择。如果可以，我会正式接纳你，哪怕皇权忌惮，哪怕世人说军商勾结，又如何？我不是肖战，我不会坐以待毙，我刘家绝不是任何势力的陪葬品。真希望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我未来的姑爷，黑云峰下，叫江陵来见我。”江家侍卫拦着一个扎着单马尾的英气女孩，满脸陪笑道：“刘中将，我家少主正在黑云峰上检查魔货，至于黑元城的事，少主一定会调查清楚。”没错，对面的少女正是刘嫣儿。她一醒来就往这边赶，没想到被拦了下来。她点点头道：“我知道，他一定有办法。我要问他其他事，他自己清楚。他既然在忙，我就在这儿等他。你不用和他说了，免得耽误正事。还有，你别想提前通知他，让他跑路，否则我会追到江家的，那时候就没那么简单了。”侍卫面面相觑，连连点头，但一转身就急忙将消息传了过去。黑云峰顶，江霍出现在江陵面前：“少主，外面的镜面阵法一撤，妖族就有人潜入城内了，好像在找什么，最后没有找到，已经撤走了。其中还去了您挑选使者的地方，还停留了不少时间。”江陵闻言一愣，妖族无非就是在找东皇叛的踪迹，为什么去那里？他不应该直接死在龙脉溶洞吗？难道他还没死？不过也能说得过去，毕竟是气运之子，这次也应该把他搞懵逼了。气运之子的光环一点没感受到，反而处处受限制。不过也可以了，他可是结结实实硬扛了萧洞鸿运齐天的变态加成，乱流秘境时期谋划萧洞，真是风险太大了，连江陵自己差点都搭进去，最后九死一生，靠着自己骗自己才勉强翻盘。东皇叛可是结结实实谋划萧洞，对他出手，还组织妖将围攻萧洞。既然妖族没有带回东皇叛，看样子应该是已经死了。不过也说不好，毕竟修真世界的手段太过诡异，妖龙血脉
也比较逆天不对。妖龙龙人神罚之节，他猛然抬头看向不远处的无忧，一种大胆的猜测蔓延他的心间。或者说，不是原剧情有问题，而是东皇判现在知道转化龙人的方法。在濒死状态下，他选择转化龙人，扛过了空间爆炸之力，然后又借助恶魔面具躲过了天罚，有点一丝想卧底。那让我看看你的诚心。昔日的妖族公主去活刮了妖族未来的执剑人，那场面应该很有趣吧。这时只听江霍略有纠结道：少主。江霍斗胆问一句，您真打算利用这事和妖族开战？江林摇摇头，一个西来和2条蛟龙还不够，而且本来就是他们理亏，这是9州地界，他们未来的执剑人和合体修士出现在这里干嘛？所以他们只会派来使者施加压力，索要赔偿。江霍吸了口气，点点头道：少主远谋。江霍想不到，我还以为少主真想2界大战。江林笑着摇摇头，2界大战不是我的想法，这事就是个由头，重要的是那些使者。江霍一愣，疑问道：那些使者有什么用？江林笑道：如果那些使者死了呢？案发现场还全是刘家的手段呢。江霍脸色大变，眼中已经出现一丝恐惧，可经过细细盘查，却发现巫族的影子。你猜他们会不会联系到这次的黑渊城事件，然后再恰好发现点巫族的踪迹？你说妖族会不会和人族借此机会联合伐巫啊？听到这里，江霍身体已经开始发抖，自己少主太恐怖了丝，这一环一环的这天下要乱了。江林看着黑云峰上那些被绑着的凶手，嘴角笑意渐渐消退。我的想法从来不是2界大战，我要的是3界大战。江霍牙齿打着颤，少主，那恐怕要死很多人。江林一愣，打量了眼前的老头，你一个培养死士的还在乎这个？江霍眼含热泪，少主，培养这些死士真是太难了，要花了太多钱的，死了是真心疼啊。江林笑道：谁说江家要下场的？江霍一愣，3界大战江家怎么置身事外？只见江林眉头一皱，脸上出现了不解。江家4万死士不是被我全带过来了？这一战我们不是只剩下2000死士了吗？江霍脱口而出：少主，是死了2000。少主英明啊，这一战我江家损失太惨烈了。听到这话，江林脸上的笑容再次出现。对不对？我们哪还有精力应付3界大战啊？我们剩下这些人直接保证那些秘境的安稳，为军队的后勤补给发光发热。但我江家并不是懦夫，为了人族，为了9州，为了人皇，我江家愿意派出继承人冲在第一线。闻言，江霍瞳孔一缩，深吸一口气道：能问一句，少主您究竟想干嘛吗？江林手中折扇一开，眺望远方，淡淡道：江家已经是明面第1家族了，想要再往上基本不可能了。现在再怎么积累也不过是人皇的粮库罢了。想要突破这个瓶颈，这天下必须要乱。只有旧秩序被打乱，建造新秩序的时候，我们这些新家族才有可能上桌。闻言，江霍深深弯下腰。江霍愿为江家的未来肝脑涂地。少主，您就明说吧，需要我这把老骨头干嘛？江林一合折扇，急忙扶起江霍后，他一字一句道：一姐那边万药秘境应该差不多了，我要霍老利用那秘境帮江家培养出一批部队去征战那些小世界。我知道还不够，但资源会慢慢来的，但这是要隐蔽，不能动明面上的资源，你懂吗？以后你就不用给我父亲汇报了，直接给我汇报，明白了吗？江霍坚定道。少主放心，江霍知道轻重。日出3竿，正午时分，黑云峰周围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听说江林要在这个时候当众审判此次黑源城之灾的罪魁祸首，所有受害人皆是前来观望，他们恨不得将那些东西剥皮抽筋，喝血吃肉。而城外也聚集了一批人，其中有朝廷的龙将，有司马家的执事队，还有刘家的私兵，江家的大总管，以及南宫硕带领的6扇门。他们是要阻止江陵，但此时他们都被一道阵法阻拦。其实这道阵法不算厉害，他们任何一个势力都能将其击碎，但没有人敢，因为这是陛下赐给江陵镇守黑源城的防御阵法。冲破此阵就意味着在挑衅皇权，而且让那些人最忌惮的就是在阵法旁边有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一行字：魔物难压，城镇一动，魔物一出。这简单的一句话，所有人怕了，无论真假，自己冲进去，万一江陵摆烂，把魔物直接放出来，现在天下人都在盯着这里，那不就直接说自己是魔物降临的幕后元凶？这个名头没有几人敢承担，而且能不能活着出来还是一回事呢。就在众人焦急万分之时，江林出现在黑云峰顶，朗声道：
黑原城百姓，你们受苦了。半个月的受祸和魔灾，终于度过去了。目前，我已经调查清楚一切事情的原委，请听我一一道来。此言出，所有人竟皆是盯着江陵。城外的人有些懵了，这江陵是要给这件事定性吗？他请示过陛下了吗？他怎么敢的？此事主要的幕后凶手，则是妖族和魔教内的人间共同联手策划的，目标是摧毁人族的龙脉和九州的安定。首先，他们借助此次黑原城受潮结束的风口，将镇元中将困在黑云峰，造成镇元军群龙无首，导致龙脉破碎，九州各地正在遭受混乱之苦。而造成这一切的，就是这些人间。江陵手臂一挥，黑云峰上的土匪和司马家那些执行任务的人同时出现江陵身前。告诉我，你们的幕后主使是谁？江陵的怒吼声中，那些人皆清醒过来。那些人发现自己都被绑着，皆是又惊又怕。其中一个人急忙开口道：你是何人？绑我们干嘛？我们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江陵冷冷道：无名，先把这个人刮了。无名身穿黑衣，头戴斗篷，遮蔽着面容。下一刻，他直接出现那说话之人面前。剑光落下，那人四肢分解，身上还有道道血痕，但那人还没死，躺在地上艰难的抽搐。见到这一幕，所有围观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这是要活活疼死那个人啊！我问你，你是否将镇元中将引到黑元峰，用阵法控在其中？你要再不说实话，我就让你体会剥皮之苦。江陵声音如同地狱毒蛇传入那人耳边：别，是我干的，给我个痛快，求你！江陵嘴角上扬：你幕后之人是谁？京都东宫。在龙战面前是一面镜子，上面正是黑云峰的景象，并不是只有他有，而是江陵使用了极品符箓跨境投影，只要用接引镜都可以看到。告诉我，他江陵究竟想干嘛？快点给我联系到他，绝不能继续下去了。龙战额头青筋直冒，脸色极其煞白。殿下，根本联系不上。看样子，江陵就是铁了心把殿下拉下水。龙战左转右转，宛如热锅上的蚂蚁。江陵，我要让你死！让司马家的死士冲进去，把那些人全杀了。愣着干嘛？快去啊！等着刘家那些匹夫找上门吗？就在这时，阴影中走出一个老者。司马家，司马懿见过殿下。殿下当务之急是去养神殿请罪。刘家如何看殿下无所谓，甚至天下人怎么看殿下都无所谓。重要的是陛下如何看殿下。殿下首要做的就是让陛下知道事情的原委，我们做了多少就认多少罪。我司马家愿意交出启灵秘境和那些罪人，向陛下赔罪。龙战不是傻子，听到这话，心中已经知道无力回天了。他面色阴沉，看了眼镜子，镜中那人颤颤巍巍说出司马家三字。这一刻，他知道自己输了，输得很彻底。江陵，这一局算我输了，你给我等着！那镜子直接炸裂，龙战头也不回地走向养生殿。黑云峰上，江陵继续道：在黑元城破后，妖族便大摇大摆进入黑元城，进行大肆破坏，杀死了太多我人族儿郎。诸位且看，这是我江家死士用命击杀的妖修。江陵直接拿出黑元森林中死亡的9名化神，摆明原因。下面围观的人群皆是沸沸扬扬。没错，就是这些妖修把我打伤。是吗？我就是说这些妖兽咋那么厉害？原来是妖修伪装。天杀的妖族，我们也直接冲去妖界，把他们老巢端了。见到这场景，江陵心底不禁感叹了下上官夭夭的幻术，这么厉害，竟然没有一个人质疑。看样子它的作用不降反升啊！幻术系要是玩好了，可不比空间技差啊！丁，恭喜宿主完成一件意外惊喜，好感度加100，获得仙级幻术里带桃浆。上官夭夭躺在摇椅上，看着江陵黑云峰的操作，突然听到这道提示音，嘴角不由得微微上扬。现在知道本姑娘的作用了吧？以后有让你更吃惊的呢。不过话说，这几天他明显没来找过我了，要么在和那个林清雪探讨剑术，要么宠幸他那个爱妾。难道我就这么没魅力？不行，不能这样坐以待毙。身为9尾妖狐，真是耻辱啊！经过调查，这犀牛和2头蛟龙皆来自于妖界，其中这犀牛是妖界未来的执剑人，这双蛟乃是合体境的妖修。他们在黑元城底维持阴阳血灵阵法，不断强化表面的妖兽。前期我带着江家的死士，就在黑元城地下和这双蛟死战2天2夜，最终不负陛下所托，生擒这2只畜生。但江家死士，损失殆尽啊！闻言，观战的群众瞬间群情激愤。妖族的执剑人，合体境的大修士，怪不得
那些妖兽越来越强，真是可恶！我家老二就死在那犀牛之口，该死，真该死！千刀万剐，千刀万剐！江陵压了压手，继续道：之前有人劝我，这双蛟和犀牛乃是上等资源，可入药，可守门，可修行，而且其中没有人知道这双蛟的存在，我完全可以私吞。但我毅然决然，决定将他们公布于众。我无法昧着良心辜负陛下的重托，辜负黑元城人民的信任。黑元城所有人皆是称赞其江陵的伟岸，我也就不和妖族废话，指望他们说出个啥也不现实，让他们多活一秒都是对那些死去将士的不尊重。无忧，执行，千刀万剐！东皇盼眼中出现挣扎之色，那是妖族未来的执剑人啊，现在要自己亲手将他千刀万剐。丁，检测到道侣信任度有降低风险，宿主完成争分夺秒任务的成功概率过低，触发保底机制，获得任务辅助器3天。任务辅助器开启，请宿主立刻动手杀死目标3妖，可获得 1% 的信任。同时，暴力值达到一定程度，可解锁暴虐天赋，虐杀目标，可吞噬对方能力。提示：如果宿主极度暴力，有机会获得 5% 的信任。东皇盼耳边听到这些提示音，神经一紧。难道我真要动手？警告！警告！请宿主迅速动手，目标3妖已是必死之躯。如果宿主再度犹豫，任务将会直接失败，你也会直接搭上性命。下一刻，他眼角瞟了眼江陵，江陵正在满怀期待地看着他，他脸色一红，咬牙道：辅助器说得对，他们3个本来就是死的了，我不能再为此浪费自己重生的机会。我已经不是东皇盼了，我是无忧，我是个龙人，不是妖族了。我现在只是这个人的手下，完成他的要求是我必须要做的。妖停！人族真的一点余地都不留啊，下手竟然如此狠辣，真要活活折磨死西来啊！不能再传播下去了。妖皇东皇烈猛然起身，99层妖殿开始剧烈颤抖。给我毁了那投影！下一刻，他右侧大将直接使出大造化手段，直接捏碎了黑元峰上空的极品符箓跨境投影。噗！仅仅这一举动，拉镖型大将直接吐血，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东皇烈见此，挥出一道气流，勉强维持住了那大将的气息。那妖可是大成巅峰修士啊！轩辕问天的手段就是夸张，合体以上的修士根本无法对人族区域和本体发动攻击，否则必遭灭顶反噬。可恶啊！这规则就是强盗啊！一旦出手就是非死即死。眼前这大将是彻底完了，只是时间问题。为一个跨境投影损失一个大成修士，亏到姥姥家了。但东皇烈必须做，不然妖族的脸会被丢尽，妖域必定要乱。除了向人类宣战，别无他法。可一旦发起战斗，最惨的还是妖族。人族在轩辕问天的手段下，5000年来没人能突破合体到达大成，但其他种族的大成和渡劫也无法对他们动手啊。而且这也意味着九州世界的合体境可是人满为患啊，其数量妖族和巫族联合都扛不住。如果一旦开战，自己这方又不能用合体以上的修士，只能拿合体境及其以下的妖修去打，很有可能会被人族直接杀断层了。那打到最后就是妖族被打残，然后被人族和巫族瓜分，所以只能打破那投影符，看不到就能把事情的影响缩到最小，剩下的再采用点雷霆手段就可以了。不过这一切人族必须要付出代价，这是游戏规则。就在这时，一个身影走进大殿。陛下，墨羽办事不力，未能在黑元城接回公主殿下。东皇烈急忙问道。怎么了？墨羽回道，我到黑元城时，公主殿下已经身死，气运也被神秘之物吞噬。东皇烈脸色极其难看，咬牙切齿道，你说什么？妖族千年孕育的气运之子的气运在人族的世界消散不见了。墨羽脸色乌黑，低头道，是的，我去晚了。没了吗？东皇烈周围开始蔓延一道道紫气，他眼中的怒火已经要喷涌而出。东皇中锁心灭魂钩2大神器全不见踪迹了，妖族未来的执剑人也没了。墨羽不怪你，怪朕，朕太贪心了，听到人族的气运子竟然是道童，我怕再出一个轩辕问天，就想着扼杀在最初的时候，可没想到还是被反噬了，还把自己的气运之子搭进去。渐渐的，东皇烈收敛气息，平静下来。但我也不会让人族好过，敢明目张胆杀我妖族之人，我必要100倍讨要。你准备一下，出使九州世界，我要人皇赔偿，不然妖族的铁骑就要踏过轮回山。黑元峰，东皇盼刚上手时还有些许纠结和忐忑，但随着血液的出现，
他眼中竟然出现了兴奋的光芒。渐渐的，他已经彻底忘了一切，沉浸在暴虐的快感中。原本他还是用刀一刀刀刮着西来和双骄，到后面就开始放弃手中的刀，直接一拳拳折磨起那三妖。丁成功解锁暴虐恶魔面具的核心能力暴虐天赋，目前暴虐值为 80%， 开始吸收目标能力。太元魂斗之脚，撕心裂肺的兽吼声让江林傻眼了，不是来救人的，而且妹妹你是这么玩的，那些可是你妖族的顶梁柱啊，不懂的人还以为你们有多血海深仇呢。围观的人群中确实也已经有人这么认为了，那个行刑的人下手好狠，那三妖是不是杀了他全家？很有可能，谁家好人这么暴力？这一下下生不如死啊！虽然那妖修死不足惜，但这场面看得我心惊肉跳，我有点受不了了。我也是，我相信江大人会惩罚一切的凶手，我就先撤了。我感觉看这画面，损功德，折阳寿。在东皇畔的一拳拳中，西来彻底死亡，血液染满了整个黑云峰。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少，剩下的人竟然被东皇畔的举动所感染，陷入了癫狂，疯狂地呐喊着杀杀杀。江林眼中金光一闪，什么？西来的太元魂斗本源竟然被东皇畔吞噬了。双骄没了本源，他还能吞噬双骄的血肉精华，再强化他的体质，可怕！这恶魔面具的能力真是可怕。江林感受着那些力量，心中不禁感慨起来。这些力量和能力，江林可以随时剥夺过来使用，但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根本没必要。这些力量不是他修炼所需要的。丁成功虐杀三妖，暴虐值达到了 100%， 获得道侣 5% 的信任度。引导提示：实话汇报自己的状态，真诚是换取信任最关键的钥匙。听着耳边的声音，东皇畔心中落下一块重重的石头。原来他喜欢暴力的。下一步汇报自己的状态吗？自己又不打算隐瞒什么，直接走到江林身后说道：主人，无忧完成使命。在那犀牛妖修身上，我获得了太元魂斗本源，融入了龙角之中。现在的龙角可以当阵心使用，那个犀牛妖修会的阵法我也基本掌握了，我应该会比他强一些。我可有2个角，在那蛟龙身上我只收获点血能，提升了一下体质。至于周围这些被蛊惑的人，我感觉我能操控他们的思维。听到这话，江林感觉到极其不可思议，对方绝对不会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他的底细，他为什么把底牌全部暴露给我？这女人究竟想干嘛？嗨嗨，干得不错，继续保持。东皇盼闻言顿时开心道：主人，我会再接再厉的。江林收起心思，这个女人已经脱离不了自己的手掌心了，她想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自己要赶紧回去逆炼萧洞了。那玩意可是个宝藏。黑云峰的伏笔都埋下的差不多，该结束了正戏，还是要等回到京都。丁好感度加5，信任度正 1%， 请宿主继续加油。引导提示：接下来可与道侣进行适当肢体接触，建立亲密关系。真正的信任是从细节的亲密做起。东皇盼偷偷瞄了眼正在做结尾陈词的江林，脸色又是一红。肢体接触吗？我好像不会啊，请宿主不用过分担心，任务辅助器将全程为你分析合适机会。云泽州，诸葛林看着手中出现了一张泛黄的字条，萧洞落入江林手中，速救。谁的信？他猛然起身，萧洞出事了。他前几天不还好好的，气运也极其旺盛吗？诸葛林急忙摆出一卦，咔嚓，那卦象之甲直接碎裂，必杀凶诀。诸葛林直接捏碎手中的信符，下一刻几名紫衣使者出现他面前。完了，少会主这次面临杀局，已经陷进去了。其中一个紫衣使者询问道：发生什么了？诸葛林解释道：少会主落到江林手里了。江林一直想要少会主死，现在恐怕少会主很危险。另一个紫衣急忙道：军师，你就说吧，需要我们做什么？诸葛林分析道：黑元城现在是江林的地方，里面根本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们没办法正面硬取，先让彩羽进去探查一下具体情况，摸清楚情况后，让吴山和顾子金利用挪移乾坤符把少会主救出来。客栈之下，江林出现熔炉之前，江六急忙起身道：少主，龙气已经提取出来4%，剩下没办法了，可以提炼下一项了。江林看了眼火炉之上的多宝袋，其中一股股黄色的气流在流动，正是萧洞在龙脉溶洞中吸收的大部分龙气。这就是炼血神炉和逆炼之火的威力，逆炼生灵将他们体内所有的东西逐渐剥离出来。此刻的萧洞神情萎靡，但眼睛却死死盯着江林，仿佛想要冲上来咬死江林。他的实力彻底跌到元婴后期，刚刚凝聚的神通真龙之息也直接溃散了。
他所有手段被控制住了，甚至段天涯也被江林沉睡。江林，有能耐和我正面打上一场，你这样算什么男人？萧栋向着江林咆哮道。这时江林坐在熔炉前，他一边为自己斟茶，一边开口道：你现在应该感谢我，没有直接送你去死，而是给了你那些属下机会，让他们来救你。闻言，萧栋立马愤怒大叫道：你究竟干嘛？江林端起茶杯叹息道：做每一个反派都会犯的错误，给主角留下生存的机会。哎，明明知道现在干掉你，我最大的危险就没了，可想想你身上那些宝贝，我就太心动了。我舍不得无上道宝混沌珠，也舍不得你体内那至尊龙骨，还有那些昆仑镜残片、锻造神体，太多太多了。要不你把那些东西直接交出来，我送你去死，你那些光明会的下属也不用白白来送死。萧栋猛烈地撞击着周围如壁，咬牙道：哼，你做梦，有能耐你就直接弄死我，我做鬼都也不会放过你。就你还想弄死光明会那些前辈，痴心妄想。江林抿了口茶，想到了什么，嘴角露出一丝邪魅的笑容。你可能还没见到那个小刺客，真的很水灵，还有那个呆呆的小保镖也很可爱的，以及那个多面妖女，不知道和你的青梅竹马上官夭夭有多大区别。